7月，家住吴氏的夏家4口正坐着自家改造过的渔船，准备游遍华国东海岸。海面风力已达11级，中心最大风力预测将达到13级，请所有船只进港避风。让你别买什么8手船，你非要？你瞧瞧这风浪，船都快颠散架了。哎呀，要不是这破电台这2天坏了，咱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我看你是4年大学都是混过去的，这修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跟你说，你学的是汽车工程，别搞什么船，偏不听。你个臭小子，你姐跟你妈要有个3长2短，看我不打断你的腿！爸，你要相信我，虽然我不是什么船舶专业的，但机械原理是一样的。再说了，我又不是造船，我只是替换修缮。您放心，按照 DPS 定位看，咱们大概还有个20分钟就可以到最近的避风港了。心中满是不安的夏兆峰还想再吐槽儿子2句，可抬眼一瞧，却见前头突然堆起一个巨浪，遮天蔽日，直朝他们扑来。哎呀，掉头！可他等来的却不是儿子的回答，而是电台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噪音。夏兆峰来不及捂耳朵，就听儿子大喊一声：“不好！”船体整个就向一侧倾倒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船舱里的夏安如被推醒了。一睁眼，他看到的就是满脸都是血迹的老母亲。安如，你没事吧？妈，咱们这是在哪儿啊？咱们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夏安阳的破船沉了？哎呀，胡说什么呢？咱们的船好像是被浪卷了，不过没有怎么漏，咱们且活呢，死什么死，真不吉利。您这一脑袋血怎么办呀？伤哪儿了？还有我爸跟夏安阳呢？我也才行。赶紧的，你扶妈一把，咱们外头找找去。这头上啊，是你那些个破罐头砸的，破了一点皮，只是看着吓人，没大事儿。于是他赶紧起身扶了老妈坐下，他去找人就是。带他出了船舱，只见这8手渔船已经搁浅在了浅滩的一块大礁石上。爸，夏安阳，你们在哪儿呢？可绕了一大圈，喊了无数声，也没听到应答。安如，你爸和你弟都没在船上吗？目前还没有找到。妈，你别怕，我爸那体格子不会出事儿的，我去岸上找找。你等等，妈跟你一起去。夏安如看着老妈头破血流的样子，开口就想拒绝，可还没等她开口，就听有人喊：“安如，文芳，赶紧来搭把手！”母女俩赶忙朝声音来的方向探望，就见那大礁石后头探出半个脑瓜子。老夏，爸！夏安如赶忙跨过了船舷，下到了礁石上，一边还要问爸爸双胞胎弟弟夏安阳怎么样了。嗨，别提了，你先赶紧来搭把手，我一个人拖不上来他。哎呀，先把人弄上来再说。安阳怎么样了？哎呀，活着，就是晕了，估计是砸我身上砸晕了吧。夏安阳，你醒了，你没事吧？夏安阳坐了起来，揉着脖子说不出话，只能点头。别动，你千万别动啊！我扶你，你歇着，我马上去找急救药箱。卡在船舷上的汪文芳看着儿子女儿都没事儿，此时心里也轻快不少。他朝儿子喊：“安阳，你赶紧的，先把衣服去换了。还有啊，再用电台联系一下救援。我刚看了一下手机，这里连个信号都没有。那个电台估计是悬了。”夏安如抬眼看了下歪在前头的船，那驾驶室基本是全毁了。没事儿，别慌，人没事就行了。我先帮你妈把伤口处理一下，你们去船舱里简单整理点随身物品，不用带太多乱七八糟的，把重要的带上就行了。一会儿上岸了再做打算。走吧，是时候弥补一下你的失误了。不是姐，这船我真的修得可好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谁能知道？行了，别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你还是留点体力搬行李吧。此时进了船舱的姐弟俩也没再多抬杠，而是快速地整理着翻在地上的行李物品。要不你就留在海边吧，妈妈腰也不好，这船里头还有好多东西咱们没整理，你在这儿还能拾到一下，好歹都是钱买的。一会儿你把你那帐篷带着，跟妈在海滩边扎个营帐留守，我跟爸找救援去，到时候或者租个车，或者找一个120，直接把妈妈送去附近的医院检查了再做打算。那哪行啊，要去也是我去。姐，你陪妈在海滩等着吧。
我跟爸去救援。哎，大哥，咱们现在4个人，体力分配上来说2弱2强，那搭配肯定是1强配1弱啊。如果是你跟爸去找救援，我跟妈留在这儿看着你的宝贝，万一真的有什么事儿了，那我们俩不是更危？哼，不愧是我姐啊，还有点智慧。要不然我跟爸去找救援，你跟妈留守海滩。出了舱门，夏安如就翻下了船，跟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事儿便这么定了下来。带上了岸，夏兆峰找了块合适的地方，和儿子一起先把露营帐篷支了起来，一会儿好让汪文芳在里头边等他们边休息。4人暂时道别，父女俩就这么闷头一阵好走。可是这地方除了东倒西歪的荒草，别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不急，我带手机了，或许这儿能有信号。可惜手机依旧显示无信号状态。走吧，这儿好歹靠着海，再走走肯定会有人家的。好在也就走了没2分钟，前头总算出现了个背着篓子的大爷。先生，老先生。不过那老大爷像没听到一般，也没回头瞧瞧，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夏兆峰赶紧快步跟上。大爷，背篓子的大爷，你跟我说话，这是说的啥呀？听不懂。哎，大爷您别怕啊，我们就是想问个路，您会说普通话吗？过了好一阵，背篓子的大爷才用不成调，但是好歹还能让人听得懂的话回答：问啥路吗？大爷，您是河南人吧？啊，不是，就本地人。你们问啥路吗？说完，大爷忍不住紧紧地抱住了自己。这大爷看来是把他们当坏人了。是这样的，大爷，不知道哪儿有公用电话或者固定电话，咱们想打个电话。那大爷眨巴着眼睛，好似没有听懂。那您能告诉我们这是哪儿吗？或者最近的派出所在哪儿？实在不行，您告诉我们街镇怎么走也行。可大爷依旧皱着眉头看着父女俩，关键这人还在一步步地往后退。大爷，咱们真的不是坏人，您看这样行不行？带贤妹。带了，大爷，咱们也不麻烦您，您这要不买包烟吧？可不曾想，那背篓大爷把篓子抱到胸前，赶忙又退后一步。你们别过来啊！我可有8个儿子呢。啊？什么意思啊？大爷儿子多宽我们什么事儿啊？顺便吐槽一下，这什么家庭啊，生那么多儿子，这打8辈子工也养不起这么多呀。怪不得大爷这裤子上补丁连着补丁的，看着像条百家裤。大爷您别紧张，我们也不找您麻烦，也不找您儿子麻烦，您如果不放心，就只要告诉我们镇上怎么走就行。你们要去镇上干嘛呀？然后又嘟囔了一声什么，父女俩没怎么听明白。大爷，咱们有点事儿，想去找个医院或者租个车，麻烦您了啊，就跟咱们说往哪儿走就行了。那你们现在想找医馆也要2、3个时辰嘛，很远的。你们还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说完抱着篓子就要跑，夏兆峰赶忙拦住他。大爷，我不知道您到底在怕些什么，我们也想回去啊，但是问题是得先找到救援，咱们有人受伤了，您就告诉我们镇上怎么走，别的呢就不劳烦您了，行吗？干嘛？你想干嘛呀？镇上这我不知道。眼见着大爷惊吓得莫名其妙，夏兆峰也不好再苦苦追问。这人是不是脑子？爸，您瞧这大爷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有些奇怪啊？父女俩在打量大爷的同时，其实那大爷也正在打量父女俩。他也不懂这2人到底是什么路数。直到篓子大爷站起身，飞快地转身跑路，夏安如喊了2声之后，夏兆峰才跟女儿说：别喊了，跟上去。很快父女俩跟着那大爷一路绕来绕去，到了一处宽阔的海滩边，海边还真停了不少木质的小渔船，可却看不到有什么人。爸，我看这地方古怪得很，咱们要不还是先回去吧。越是古怪，咱们越是要看看究竟，万一这老头是个坏的，咱们还能把他按住不是？再说前头看着还是有1、2户人家有炊烟的，应该能找到人。你要害怕，爸给你找个地方你躲躲，我跟过去看看。别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更吓人。走吧，但是咱们可说好，天黑前必须往回赶，您还记得路吧？
反正他是不记得了。行，你可别小看你爸，这么简单的路线不可能不记得的。父女俩悄悄跟到了那小院的院墙边，此时院子里坐着这普通渔民家的一家10几口人。怎么还有人用这种渔网啊？爸，这些人的穿着看着好像古人啊。正当父女俩在院子外头满肚狐疑时，院子里头的背篓子老大爷也正小声地跟自家最稳重的大儿子说着今天的见闻。哎呀，今儿遇上的那对父女真正是怪得很。那男的头发只有半寸长，大方脸，身高能有50半，那眼神凶狠呐。对了，长得就像灶王爷。能不能是和尚？哎呀，那不能。那女的听话像是那灶王爷的女儿，那和尚哪来的闺女啊？对了，那闺女也古怪得很，头发有这么多。老头指了指旁边的破渔网，那渔网估计能装满一个洗澡盆。爹，您这也太夸大其词了，谁家闺女长一浴盆头发呀？你别不信，他们说的话也不是咱们这儿的话，也不是官话。那2人穿着打扮都不像样子，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说不定是啥海匪呢。海匪来咱们这儿干嘛？咱们这儿前年水灾，去年风灾，今年水灾加风灾，咱们都过不下去要走了，他们打劫我们，能打劫啥呢？我也没说他们是来打劫咱们呢，他们光跟我打听镇上怎么走呢，说不定是准备去县城打劫呢。见自家老爹如此执着于自己碰上了海匪这事儿，姚十五也不准备多说什么，只喊来了几个弟弟，吩咐他们今晚睡觉可警醒着点儿。家里头就小半缸子的粗面和1小捧鲜米，还警醒啥呀？行了都别站着了，吃饭了。说着话，何氏便从手上飞出一盘咸鱼干，又招呼了2个儿媳去厨房端菜糊糊。这婆娘让你准备点干粮，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不是你们自己吵嚷着要去北边吗？既然如此不情愿，便不去也罢。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前日里叫你把渔船卖了，你不肯，这回好了，船也没了，钱也没了，这家里头的粮米都不够咱们一家吃3日的，你让我拿什么做干粮？娘，都是孩儿不孝，若不是小豆子病了，家里头也不能这样。跟孩子有啥关系？生病又不是他想的。行了，你们先吃吧。豆子娘，早上的粥是给豆子熬的，你拿进去喂了他吃，我先去熬药啊。汪文芳给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女儿递了瓶水，才问他们俩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夏兆峰便把刚才的见闻一五一十地说了。哎呀，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那就是穿越了。说什么瞎话呢？正经点儿。我是说正经的啊，那些人真的一点都不像现代人，那种真实感连制作最精良的电视剧都拍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死了到了黄泉地府了，另一种就是我们活着但是穿越了。那我宁愿是第2种可能，穿越了总比死了好。不可能，要我说呀，那村子里头肯定有古怪。今天带着安如不方便，明天一早我再去探查探查就知道了。就是什么穿越不穿越的，那都是小说里头瞎编的。你们这俩孩子真是的，成天这脑子里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行了，既然今天肯定是找不到救援，那咱们还是先吃点东西，早点休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行吧，走，陪我上趟船，我要拿点东西。他其实是想去船上把自己放衣服的行李箱给找出来，那里头他塞了几套夏天穿的简单汉服。明天他还是准备缠着自家老爸一起出去打探打探情况，到时候就换套轻便的汉服。哎，安阳，你那船上是不是有个充气的小皮船啊？是啊，就是要找，忘了塞哪儿了。哎，爸，你要出海救援啊？哎，这会儿还出什么海？走，我跟你们一起去，把你那充气艇找出来，咱们把船上能搬的东西都搬下来。啊？您要干嘛？
所以老爸，你这是嘴上说着不是不是，心里头却也觉得我分析的有道理？你爸我这是防患于未然，趁着这船还没沉，把能拿的拿出来，挽回点损失也好。什么穿越不穿越的，行了，别瞎唠了啊，赶紧的吧。于是这一搬就搬到了后半夜，才把船上的东西都给运了出来。姐，这船上有发电机组，你啥你还买这么大一个备用电啊？夏安阳吃力地把最后的重物，一个能有30-40斤的备用电池给搬上了岸。小心点，别掉水里。这是我斥巨资买的，我还特地配了4个太阳能充电板，追加穿越之神器，好不好？你那什么发电机组，这会儿能用吗？还不得靠我这备用电池？你还说我呢？你怎么出海还带着老妈的电瓶车啊？没穿越可以上岸买菜买冰棍，穿越了可以带你逃难啊！我果然还是足智多谋吧？你们这两破孩子别整天说胡话啊！赶紧的，东西都放在你爸刚搭的帐篷里吧。收拾完了，咱们就早点休息，明天还得去找救援去。次日一早，等夏家4人都起来吃好了早餐，就看远处急匆匆来了几人。爹，不好了，孩子又抽了！离他们不远处的夏家父女俩目睹了这一幕，两人巧声商量了2句，最后还是决定上前瞧瞧。夏安如喊着让让，我瞧瞧，上前就摸孩子的额头。爸，爹，小孩高温惊厥。带药了吗？退烧药带了吗？带了，但是在我娘那里。走，跟我们走。能不能救咱们不敢打包票，咱们也不是神医，只是路过此地恰好带了药，可能是对症的。你们若愿意可以跟我去取药，若不愿意我们也不强求。梅香和姚12还哪里顾得上这么多，此刻只恨不得自己能长出8条腿来，驮着眼前这对父女赶紧的去拿药。慢着，你们到底……抬头一瞧，夏家父女和姚12一家3口早就跑出去8丈远了，好不容易跑到了昨日父女俩和老头遇到的地方。夏兆峰停下了脚步。大兄弟啊，你们先在这里等我，我去取药。心急的姚12其实是想跟着一起去的。这位大哥，我娘不太方便见外人，我爹腿脚快，且等他一等。走，咱们先找个阴凉地儿给孩子散散热。说着话就扯着边上草鞋都已经跑掉的梅香往阴凉处躲。气喘吁吁的姚老八这会儿才撵了上来。你听听，爹，你赶紧坐下歇歇。此时夏安如正在旁边给孩子降温，一时也没地方去找水，他便摘了些野菜野草放在石头上一阵猛怼，怼成了草泥，说是得往孩子额头、手腕、小腿上糊。哎呀，这是在干嘛呀？没水，只能用草糊糊降降温了。这能有用？不知道，或许有用，或许没用，但是总要试一试不是？他才想说什么，却听躺在母亲怀里的小兜子哼唧一声：娘，可……姚家3人皆是一愣，然后梅香抹了把泪，激动地朝姚12要水。我爹来了，爹，您让让。恩人，药。哎，来了，哎呀，取来了。你这药真能行？前头就说了，咱们只能试试，可不能保证救命。你们要是不信呢，那且当我们没这一茬。爹，儿子求您了，让恩人试试吧。爹，救救兜子吧，兜子还没有给您尽孝呢。哎呀，那便试试吧。生死不论，生死不论。你娘说一勺就行。孩子倒是挺配合，他娘才把勺子递到他嘴边，孩子就一咕噜把药给喝了，完了还舔着嘴唇说好吃，再给来点儿。这是药，可不敢多吃，若是爱吃甜的，等病好了叫你爹娘给你买糖吃。这是药粉压的药片，你们若信我，1日2次，可以每次给这孩子吃半片试试，若不想给他吃，咱们也不恼。拿过药片的梅香二话不说，直接熬了半颗药塞进了孩子嘴里。梅香抱着孩子抹着泪，直说恩人有什么需要做的，说一声便是。倒是真的有事想让几位帮忙，几位是准备带孩子去镇上去吧？能不能带上我们俩？我们想去镇上办点事儿啊。咱们是准备带孩子去看病，不过不是去镇上，直接去县城。咱们不是怀疑2位哈，就是准备再带孩子去看看才。
是要再去看的，咱们也不是大夫，这药也只是退烧用的，内里风寒或者风热都是解不了的。要不现在就走吧，这药药效有限，说白了只是给你们争取时间赶到县城罢了。这回姚老八倒是没再犹豫，抬腿就说那就一起走吧，这一路差不多也要2个多时辰。夏安如一听2个时辰，眼前一黑，立刻想打退堂鼓，说自己回去报信儿给他老母亲，让老爹跟着去算了。哎呀，不用了，我来之前就跟你母亲说过了。爹，您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几人好不容易到了县城，没想到这城却还得付钱才能进。夏兆峰正犹豫怎么跟人解释自己1个铜板也无，需要借点钱之际，姚老八倒是龇牙瞪眼的掏出了10枚铜板给了看门的衙役。恩人家这是遭了难，钱财被浪卷走了吧？是，说来也不巧，别的东西都没有丢，就放钱的箱子被海水卷走了。哎呀，破财消灾吧。恩人是有大本事的人，钱没了还能赚。没事没事，路引没丢就行。父女俩2个咯噔，完犊子，他们哪来什么路引呢？那路引不会也跟着钱被海水卷走了吧？老哥呀，真是就那么不凑巧。哎呀，老弟呀，鸡蛋不能放1个篮子里，你娘没教过你呀？教过也没用啊，我娘没说我能穿越呀。这个路引能补吗？这哪能补啊？而且还没说出来，前头就有一队官差路过。别说话了，老弟你头压低点，咱们走小巷。看姚老八这般紧张，父女俩虽不知为何要躲避官兵，却也打起了12分精神，跟着姚老八低头走了一路。姚老八便说医馆到了。姚大爷，孩子病得不轻，咱们要不要换个大点的医馆？是啊，这地方看着水平很有限呐。全县城就这家医馆的老大夫最好，能赊账，咱们穷苦人家能看得上病也不挑大夫。夏安如点了点头，怪不得这医馆看着破落，原来是赊账赊的。冷。那咱别耽搁了，赶紧进去让大夫瞧瞧孩子吧。于是几人赶忙进了医馆。姚老八喊了2声于大夫，愣是没喊醒趴在柜台上的老大夫，便只能动手推了下他。哎呀，来人了呀！来，坐。哎，于大夫，不是我，是我昨日跟您说的我家的小孙子，孩子已经带来了，您给他瞧瞧吧。对，我想起来了，来，孩子，伸舌头让我瞧瞧。那于大夫眯眼大脉，很是瞧了一阵，最后开了方子说是得先把这寒热给降下来，若是降下来了，后头开方治病便容易了，若是一直降不下来，还得让老姚家另去他处问问。一听这话，梅香又泪眼婆娑地看向了夏安如。夏安如了然地走到了黑暗屋子里的小角落边，侧身倒了一勺药，递给了疯狂搓手的姚12。啥呀这是啊？姚老八也扯着嗓子回说，是这2味的药，一喝寒热就能退。仙丹呐！小兜子喝完药，过不到1刻钟，出汗出的脑瓜子上直冒烟。于大夫觉得稀奇，伸手一摸孩子的额头，果然这体温又下来了。我去，果然是仙丹呐！来，我把脉试试啊。这一把，于大夫说是自己能有7分把握看好这孩子。姚家人顿时放了心，既然孩子已经安全到了医馆，别的事儿父女也帮不上什么忙，便问了下姚老八银楼当铺啥的往哪儿走，然后就说要告辞。钢铁直男夏兆峰在踏入这县城的那一刻，就已经9成9的接受了他们应该是穿越了的这个现实。这会儿他们身边连个铜板也没有，父女俩就想着得去当掉点什么换点铜板。高老八带着父女俩从小巷子里转到了大街上。你们当了银子就赶紧走吧，咱们这儿现在抓流民抓得厉害，听说抓到了都要赶去北边做军户的。这会儿还在打仗吗？打呀，哪年不打？不过年前北边肃州大捷，夺了不少地盘，估计能太平个3-5年吧。
所以要赶人过去，一为军队种粮草，二为后头的战争储备军人，三也是为巩固地盘。是啦，我们村里头的老秀才就是这么说的。咱们也快要走了，我昨日已经去县衙办了文书，等小豆子病好了，收拾下家伙事儿就能走。官府说是咱们这种平头百姓，若是去了都能分丁田，也算是个活下去的法子吧。哎呀，姚老伯莫难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有了田地就有了出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吉言，咱们小老百姓也不求什么好不好的，能活着就行了。姚老八说着话，用手指了指前头。哎呀，瞧，当铺到了。父女俩走进了当铺，最后夏兆丰的无事牌因为种水不错，所以当了15两银子。夏安如的珠钗用的都是淡水珠，最后当了3两。得了银钱，三人正抬腿准备离开，远远就看到官差在盘查路人。姚老八小声说了句不好，转身就想带着父女俩赶紧走。站住！你们3个，走，跟我走。姚老八假装没听到，妄图把父女俩带进小巷子之后，再把官差绕晕菜。没想官差直接提刀追了上来。你们3个，叫你们站住，你们跑什么？哎呀，官爷原来是叫我们呢，对不住啊，老头子我这耳背了，一时没注意。嘿嘿嘿。你来的官差有5人。其中1人指了指夏兆丰，也是本地人。见父女俩都半晌憋不出个屁。这是我家亲戚，从远处来，咱们这儿的话他们听不大明白。聋了吗你？老子说的是官话。是，官爷说的话是真好。不过我家亲戚打从南边琼州来，不懂什么官话。琼州了。录音拿出来。是。姚老八又是掏心掏肺的在自己衣服里一阵摸出个小荷包，打开，从里头拿出个油纸包，里头是叠成豆腐块大小的一张薄纸。谁要看你？我说他们的。官爷，前日咱们这儿遭了风灾，我家亲戚坐的船翻了，随身行李品皆掉进了海里，这录音也不小心丢了。您看咱们能不能补一个呀？补？你想补就能补，咱们哪里知道这2个到底是什么人，姓氏名谁啊？你说是你家亲戚就是你家亲戚了，没有录引，那便都算作流民。走，跟我们回衙门，到时候一并发送去宿州。哎呀，官爷慢着，此人是老汉的女婿，旁边那个是我家外孙女儿。啊！夏兆丰和夏安如同时呆愣地看着姚老八。你说是就是，我怎么看这俩人跟你也不熟呢？哎呀，都是家丑啊！当初我家大女儿跟着这跑船的男人是私奔走的呀。老汉我就一直不想认他们，可这血缘亲情今日却是不能不认了。他呀的确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女婿。5个差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5个官差决定将这3个人带去县衙直接查册。从那当铺走到县衙，几人差不多走了能有20多分钟。这又抓的什么人呢？捕头，那个……说着说着就把嘴凑到了捕头耳跟前，2人一阵交头接耳。那个官爷呀。闭嘴！问你了吗？你是这老头的女婿？对，我是姚家大女婿。你说是就是，凭据呢？官爷，老汉的女儿家这次坐的船翻了，行李物品都被海水卷走了。您看这……这是才卖了我女儿首饰得的，官爷拿着吧。干嘛？你想干嘛呀你？本捕头可不吃你这一套。不过说归说，那装了银子的钱袋子却牢牢地锁定在了那捕头的怀里。几位差爷，这大热天的上街巡查辛苦了，咱们家也是真的遭了风灾，没什么钱了，只得点了身上的一些首饰，才得了这些碎银，只能请几位差爷喝点凉茶消消暑了。哎呀，龙王保佑，希望这18两银子能给他们买个身份吧，那也算是自己报了这2人对小孙子的救命之恩了。这样一会儿查了丁册，若真如你们所说，那便就算了，倘若你们扯谎，那这凉茶本捕头也喝不了。一
听要查丁册，夏家妇女心中又是2个咯噔，齐齐看向姚老八。官爷，您查了丁册便知道了。也没等多时，就听外头步履匆匆来了人。捕头，东西拿来了。哪儿呢？你翻了我瞧。那差役赶忙翻开册子，略翻了几页，便点着册子的一处说：您瞧这儿，王家村的确有姚风平之名，这一家6子1女，最大的女儿叫姚蓉，其中最小的一子7岁没了，这都写着呢。不对呀，这姚蓉算来也有30多了，为何嫁娶都未曾写，就有了什么女儿女婿的呀？怎么回事？还不如实说来，你们今日解释不清这事儿，这银子本捕头怕是也不敢收你们的。姚老八更是把这女儿跟人私奔这事儿添油加醋，捶胸顿足地说了一遍。算了，好歹你这女婿啊也算有良心，不是带着孩子来投奔你们了吗？行了，既然都问清楚了，那这路引给你们开了也行。不过呢，大人您但说无妨。叫什么大人，让县令大人听见多不好啊！这样，既然路引是咱们这儿开的，那便只能把你们算作咱们这儿的丁户啊，跟老姚家算一家。让这个对，姚风平给你们做保，若是你们有什么事儿，闯了什么祸，咱们只拿姚风平这户主试问。我是家中独子，这不是入赘吗？这有什么打紧啊？你们的王家村10有8、9的人家都往宿州去了，你们不是也去吗？到了宿州，要不要分家拆户，你们自己看着办就行。反正我这儿啊，就只记你入姚家的户就行了。行了，那个张大，带他们去文丽那儿补个路引吧。不过呢，我得提醒你们啊，想要去宿州还得抓紧。这回从咱们南边调过去的人口据说有3万，去得越早分的地就离军防区越远，去得越晚呢就越没得选，离北蛮越近是越危险。他们杀人可是直接砍脑瓜子，听说个个身长7尺呢。行了，别愣着了，一会儿人家该下衙了。走吧，3位。几人很快到了文丽的办公房，里头只剩了1人。差人张大让几人在门口等，自己拿着丁册走到文丽边上，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这个不行，这不等于没有身份来由吗？这使不得呀。咱捕头都查明了，身份的确没有纰漏的。那也不行啊，咱们这儿入档都得有文牒的。不过秦捕头的面子嘛，多少还是要给点儿。这样吧，我去问问师爷。等等。说完便走到门口，压低声音跟姚老八他们说：跟你们说啊，咱们这儿就这宋文书是最心软，若此事真报给师爷，师爷那正愁没有流民发送去北边呢。你们……姚老八看了看夏兆峰，夏兆峰看了看女儿夏安如，夏安如重又看向了姚老八。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得去跟师爷说一声。快呀！可怜的姚老八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个补了又补的荷包，补了又补的荷包里掏出个酱色的小荷包，酱色的小荷包里掏出个暗绿色的小荷包。姚老头，你这钱藏的未免也太深了。你有没有想过，套再多层荷包，其实他们也只是一个整体，要丢就会全部丢了的。现在丢不丢的有啥要紧？反正还不都是没了。说完，姚老八就把好不容易掏出来的2两银子塞给了张大。张大得了2两银，还在手里头掂了掂，笑着说了声等着，便转身进了屋子。夏兆峰见姚老八如此，立刻表示一会儿再去典当点啥，这2两银子另还给他。还是姚老八很想大方一次，但是贫穷的家庭不允许他这么做。还是要还的。3人拿着路引出的衙门，只觉好像重获新生一般。大兄弟，不是那什么，老夏呀，不是我催你，主要是一会儿咱们身上都没钱，那万一遇到什么事多不方便呢，对不对？哎呀，走，赶紧的，当铺真的要关门了。大荣德兴13年。夏安如读着路引上的日期落款，是架空啊！带的3人重回医馆，姚12已经要把医馆的青砖地给转出一个坑来了。爹，您怎么才回来啊？儿子都想找您去了。哎呀，别提了，
那个兜子咋样了？啊，多谢恩人救了我儿子一命。于大夫说，孩子暂且没有大碍，不过得在医馆住上几天才能回家。父女俩忙摆手说是孩子命大，他们只是举手之劳。叫姐夫，这个是你外甥女。姚12一时没反应过来，歪头不解。刚才那什么，我发现你姐夫带着个玉牌，是你姐小时候的。细问下来，原来当初你姐被大浪卷走，是你夏姐夫救了她。既然他们现在路引丢了，我就做主让他们入了咱们家的户，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哎呀，愣着干嘛？叫姐夫。姐夫，爹，您真没记错，咱家能买得起玉牌？就自己家这个生活水平，能买得起那能看不能吃的玩意儿，而且还买了还给了大姐，不可能吧？是姥姥的嫁妆，传给我娘的。啊，也是，我娘的嫁妆给了我大姐，也说得通哈。可是怎么就这么巧呢？哎呀，俗话说得好，没有巧事写不了戏文嘛。对，无巧写不了书嘛。哎呀，就这事儿就是那么巧啊。行了，我再去瞧瞧小兜子，一会儿你跟兜子娘就留在这儿，我带你姐夫他们先回去了，明日我再来啊。三人便要出城，这回夏安如可不想再走上4、5个小时回家了。这样，你们买个板车嘛，那旧一点的不过30、40文。今日你拉你闺女回去，明日你拉你婆娘过来，这一来一去的车费能省下不老少。不过赵峰啊，你不会也不行了吧？钢铁直男，头可断，血可流，但是不行2字怎么可能接受？于是他一梗脖子，说了声再走个7、8回都没问题。然后三人便真的在车马行花了30文搞了个板车，就这么拉着往回走了。三人重回到初见面的山路边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约定好了明日碰头的大概时间，三人便各回各家，各找各老婆。妈，姐，你们总算回来了，明天再出去可要带上我啊！我妈可惦记你们一天了，再念叨下去，我这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好，没问题，带你。哎呀，你们怎么又去了一整天？这又是干嘛去了？实不相瞒，妈，我爸给您认了个爹。啊？这个，说来话长，走，去帐篷里头说。一家4口煮了点茶，面面相觑地坐在帐篷里头，把今日的事儿从头捋了一遍。这事儿好像目前就姚家那老大爷知道，明天若是遇到的话，咱们一定少说话。你们真就那么笃定？咱们真的穿越了？妈，您今天这话都叨念多少遍了？明天爸不是说带您去看大夫吗？您出去看看，不就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穿越了？哎，怎么会这样的？那咱们在那边的老人怎么办？哎呀，我妈生了6个，少我一个也没事儿。你妈阿尔兹海默症，啥都不知道。哎，就是辛苦你弟了。咱们家房子1000多万，分一半给我弟，他也不算是太亏。哎，就是可怜咱们一家4口，就这么没了。不是没了，是穿越了。诸位，咱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已经过去的世界如何了，而是将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咱们现在可是赤贫，靠典当过日子呢。一阵激烈讨论之后，汪文芳说自己可以帮人做衣服。轮到夏兆峰，他想了半天，就说自己可以去做镖师。夏安阳说自己可以去做木匠。人家木匠可不仅仅是个体力活，脑子也得好。儿子，你还是另想一个吧。结果讨论到半夜，爷俩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爸，我想到一个。啥呀？咱们父子俩可以去街头卖艺，表演胸口碎大石。哈，你演大石吗？不是，我爸躺着我抡锤，我爸有点功夫在啊。臭小子，你是不是皮痒啊？啊，来，我现在就让你试试破碎的滋味。妈，救我！哎呀，行了，睡觉啊，吵死了。2天，爸，你说咱们把电瓶车伪装下拿出去，你是不是怕不会抓呀？你到底有没有点脑子啊？安如，妈平时也不怎么爱戴首饰，我刚才翻了一下，手边就一个黄钻的戒指，还
还有一对祖母绿的耳钉。不过你弟的金项链能有40多克，这会儿咱们也不太适合用，一会儿都给你，你一起去卖了吧。妈，您这样真的好吗？有什么不好的，都是毕业礼物，你的都卖了，你弟的留着干嘛？唉，可惜了，当初让你选个粗镯子，你偏选了个那手链，不然啊还能多卖点儿。哎，你爸那套旅行茶具是玻璃制的，估计这会儿卖也能10几个钱。妈，您就这么坑您儿子跟老公吗？那谁让他们除了胸口碎大石之外想不出别的活计呀？多贡献点也是应该的。对了，宝儿，你帮妈想想，妈那小缝纫机能干点啥呀？既然这会儿咱们都跟那个姚家不抱团也得抱团了，之后也得迁到什么北边那个地方去，挣点路费总是会要的，总不能饿死在半道吧。不过夏安如笑归笑，正经分析还是得跟老妈正经分析一下。于是他便说，好东西他们还是得留着到富庶之地去卖，才能卖上个正经价。他这儿还有些不中用但是好看好闻的什么香薰精油、太阳能小夜灯之类的，到时候在路上分批卖了，不引人注目才好。现在嘛，探探路子，领领行情，赚点路资就行了。等4人到了那缘分的路口之时，姚老八带着何氏还有姚15已经等在那儿了。来了，哎呀，去见见吧，刚才不是还哭着喊着要认女儿认大姐吗？哪儿就哭着喊着了？行，我先去见见我姐。爹，哪个是我姐夫啊？矮的那个？那也没矮的呀。爹，这长得也太威猛了些吧？确定这几个不是来打劫他们的？爸，那是我新外婆和舅舅吧？哎呀，你道的叫是顺口啊！哎呀，放我下来！你们说这见到了人我怎么叫啊？哎呀，叫爹娘呗，还能怎么叫？咱们得慢慢适应这新身份。走，老婆，我搀你认亲去。汪文芳忍不住瞪了自家男人一眼，但是还是在老公的搀扶下，慢慢朝姚家3人靠近。来了，他们来了。出去，走，认亲去。最后7人来到了命运的小路口，互相尬笑几声。哎，爹娘，我把阿荣带回来了。孩子，娘等你等得好苦啊！被老太太这么一哭，汪文芳瞬间想起自家老母亲虽然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连人都不肯认，但是也算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也忍不住的落泪，呜呜咽咽的说不清一句话。哎呀，哭啥哭嘛！哎呀，这都啥时辰了？你们要说就赶紧说2句，要不想说咱们就走了。再耽搁下去，一会儿粮铺都关门了。孩子，你看好了腰伤，记得回家住。娘给你整理个房间出来。汪文芳虽然听不太明白老太太说的话，但是回家2字他还是听懂了，很自然的就点了点头。啊，行了啊，人也见了，话也说了，老婆子，你回去让武双他们把隔壁叔公家的小院收拾出来吧。一会儿啊，让赵峰他们住那院子。只不过那院子前几天闹风灾的时候毁得有点厉害，你们别介意啊。哎，不介意，能有地方暂时落脚就不错了。那村子离着海岸不远，等到夜黑风高之时，夏兆峰还能带着儿子把家里东西都给腾挪出来，单独一个小院儿，那真是求之不得。哎呀，孩子，你爹娘到底用啥把你养这么大的呀？咋那么高的个子呀？啊，也没吃啥，就肉蛋奶吃的多了些。完犊子，估计我家婆娘搓麻绳搓的起火星子，这孩子也养不起呀。孩子，以后舅舅可没那么多好吃的养你啊。哎，没事儿，舅，我可以钓鱼，也有的是力气，我也能赚钱。行了你，赶紧把那板车拉过来，咱们得赶路了啊。一人便到了吴使馆门口，姚12这会儿正巧在门口煎药。爹，这是咱们家新亲戚吗？啊，对，认人吧。几人在门外才说了没2句，就听医馆里传来一声：啊，有病人呢？哪儿呢？来，让老夫瞧瞧。因为是女眷，
伤的又是腰。于大夫便说要让人进里屋看诊。等了也没多久，于大夫便出了房门，嚷着这腰伤他能治，先给扎针热敷，再贴几次膏药就行。夏兆丰一听便放下心来，拉着个板车跟着姚家父子俩买粮去了。而夏安如则让姚12带路，说是到处得瞧瞧去，留了夏安阳在医馆看着他老母亲。那个安如啊，你想去哪儿啊？二舅城里其实也不是很熟。二舅，你说这城里头哪儿女人最多？女人？不过还没等他说话，夏安如却拍了手。对了，咱们县城有没有烟花巷？哎呀，这女孩子家的，怎么好打听这事儿啊？二舅别慌，你告诉我怎么去，我不会告诉二舅母的。安如啊，可不能乱说啊！二舅这辈子没去过胭脂巷，不是，我就去过一次。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二舅啊！这没有，不是你别瞎说，我真就去过一次，还是因为他们买了鱼，我帮他们送过去。安如啊，你别误会啊，安如，你有没有听二舅说呀？安如。夏安如笑嘻嘻地往前走，玩笑开一会儿便罢了，很快就保证绝对不会把这事儿告诉任何人，只要带他去就行。你跟女孩子家的去干嘛嘛？夏安如非常神秘地凑近姚12，如此这般如此的把要卖簪子攒钱的事儿略微跟他二舅说了下。真的是你大姐姐夫让你去的？当然卖给姐妹们是我刚才突然想起来的，咱们互相保守秘密，怎么样？哎呀，不是，我真的是去卖鱼的，你相信我。哎，你这又去哪儿啊？安如，你去布店干嘛呀？安如。半个小时之后，有一高一矮2个男子出现在本地娱乐活动的中心胭脂巷巷口。安如，咱们这样能行吗？走，行不行？咱们试试便知。说完便带头走了进去，见有男子路过，不免有些活泼的姐妹摇着帕子喊着小哥这么早来了呀，赶紧的先来喝壶茶。没想夏安如非但不走，还嘎嘎笑的说自己正是来给姐姐妹妹们添首饰添美丽的。说完把自己小包袱里的木盒子掏了出来。来，姐妹们都来瞧瞧啦，都是扬州来的新货，好看的锦内，咱们这儿可是头一份啊！走，有你们什么事儿啊？小兄弟你也是的，明明是我喊你来的，你还喊什么喊？赶紧的跟我走。说完拉起夏安如的手就往馆子里走。老鸨见自家姑娘领了人进来，本以为是客人，没想却是个卖首饰的。这首饰倒的确是新颖。行了，你们要挑都挑一挑吧，一会儿带了新首饰，记得让客官多打赏些买花钱。这2个宫灯步摇嘛，小子你报个价，妈妈我要了。哎呀，这琉璃小珠串还是渐变色，真是不错，可惜这簪是铜镶金的，若是真金的就更好了。小子头一次来妈妈这宝地，也不敢多开价，妈妈您看着给就是了。若妈妈觉得这步摇不够华丽，小子倒是还有更好的，以后再给妈妈拿来。有真金的吗？有也有，就是价钱好说，咱们娇配得起，有好的你尽管拿来。这个步摇5两银子如何？妈妈，这货您连扬州都找不到，那也是铜镶金的，又不是真金。真金的那可就得上百了，这么好看的琉璃珠，您在哪儿都买不着的。两人好一番你来我往，唇枪舌战，最后2根步摇卖了20两结束。另外一些簪子小饰品，有大小姐买了一些，赚得不多的小小姐也买了些银耳钉啊、合金的小戒指啊，总共加起来倒是也卖了20多两。对于这个战果，夏安如相当满意。阿舅怎么不进去啊？我都听着呢。啊？我没进去，但是我听到你们说话了。你要是有啥事儿喊一声，二舅肯定进来跟他们拼了。妖精，休想动我外甥女儿！还是我二舅疼我。走，咱们买东西去。咱们再不来了哈。不来了，路费够了。最后外甥娘舅2人大包小包的回了医馆。姐，下回有什么事儿你带我来，我来到现在都没逛过。还有你这打扮是几个意思？不行，绝对不行。被
被吓一跳的夏安阳还准备问为啥呢，姚12就已经抱头窜进了后院。夏安如见梅香带着孩子在院里吃粥，就把刚才的事儿如此这般如此的说了一遍。这里头整的是20两，7岁的银子和铜板差不多也是20两，我还买了一些咱们用得上的零碎，还有一些粗布和料子。回去您这药好了，咱们还得做几身衣服，好赶路穿。好，还是我大宝有成算。这钱啊，你自己收着，我什么时候要再问你拿。哎呀，你弟呀，也就这么点时间，烧塌了人家大夫一个灶，做坏了人家一把竹椅，还拿着扫帚赶狗，那扫帚头啊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你赶紧的带他去给人家老大夫买个炉子，买把椅子，再买个扫帚赔礼去。还好，没把人家老大夫医馆给烧了。呸，别乱讲啊！赶紧去。接了母上大人命令的夏安如也没换衣服，直接带着他那傻狍子弟弟上了大街。咱们现在17岁，你知道吧？啊，小了整整5岁，我这身板说17人家不能信吧？小5岁才哪到哪，老妈直接小了10岁，就老爸还是英雄真本色，该几岁还是几岁。不过我觉得吧，您这身板其实说几岁都无所谓，毕竟感觉就不是这朝代能出品的。既然这样，我也能当大哥，报个23、24的，你也能叫我一声大哥。行啊，大哥，走，请小弟我吃碗馄饨，中午包子我可一个没吃啊。还有啊，什么锅呀、灶啊、笤帚啊，也记得掏钱啊。大哥，您永远是我大哥。走，大哥带你见见世面。夏安如便带着他那好大一只的弟弟往边上的茶馆里头一坐，要了一壶茶，2碟小点心。姐，咱们这是伏击啥呀？嘘，多看多听，别多问。听不懂啊，仔细听。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们所处的这个小县城叫海蛎县，是闽浙交界，应该是隶属浙江。他们要去的那个宿州，虽然他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但是大概的地理位置是在西北或者华北那一片。见俩孩子总算回来了，行了，准备，咱们走吧，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我说你们夫妻俩也是怪得很，你们瞧瞧自家小子，我就想问问，谁敢拐了他呀？也是出门不吓着人就不错了。外公，您这话我听着不对劲儿啊。夏兆丰把老婆扶上了板车，挥别了姚12夫妇和老于大夫，便踏上了回家的路。何氏候在村口。老头子，大闺女。哎呀，家去，饭菜都备好了没呀？饿坏了。何氏这会儿却已经到了跟前了，先是问外孙女怎么没来，这小伙是谁呀？哎呀，才换的，用阿荣家的闺女换了个小子。放屁，自家骨肉怎么能换呢？你也知道放屁呀，哪儿来什么小伙，你也不瞧清楚，后日也带你去于大夫那儿看看眼睛去。哎呀，一队人说说笑笑到了家门口，夏安如正想扶老母亲下车呢，就听轰隆一声，夏安阳，哎呀，不气，气多了腰疼。哎呀，不，哎呀，我什么都没干啊，真的，我就轻轻靠了一下。靠什么靠？墙是用来靠的吗？自己多重心里没点数啊？难道不是？见夏兆丰打儿子，姚家诸人都出来劝解，皆说孩子没错，错的是墙。明天我让这小子再给垒一个。啊，没事儿，远也不好了。行了，咱们吃饭吧，都走了一路，肯定饿了。大伙儿胡乱地介绍了一番，便都挤在了一张桌上吃饭。饭桌上也就2个碗。阿柔，你吃娘做的咸鱼烧茄子，你小时候最喜欢了。哦，原来是咸鱼烧茄子，只是外婆，这盘子好像要被苍蝇抬走了。咱们这儿鱼味大，苍蝇的确多一些。没事，我来赶苍蝇，你们吃你们的。没事儿，嫂子我吃得快，吃完了换你啊。说完埋头开始扒拉碗里的饭，没一会儿就干完了。很快几人就拉着卸掉了粮食的板车到了隔壁院。这漆黑的夜也掩盖不了这小院的别具一格。这是2间吧？以前是，这不是闹风灾吗？就倒了1间。这间是今天才收拾出来的。阿柔，你别嫌弃，你3个弟弟没啥本事，用的木板子和毛竹临时搭的，不成样子的很。但是你放心，上头盖了厚厚的茅草，肯定不能漏。你小弟上去试过了，
也不会塌。汪文芳自然客气，忙说挺好的，也别管是瓦片还是茅草了，反正有顶就行。哎呀，行了，别客气了，赶紧的进去休息吧。姚老八斜着身子开了屋子门，瞧见里头虽然空得很，但是基本都收拾过了，床准备了3张，床席之类的都已经铺上了。你们别嫌弃哈，家里头也……怎么会嫌弃？这屋子打扫得很干净，辛苦外婆了。对了，还要谢谢三哥小舅舅，这个酱黄豆外婆拿着，明天可以过早饭。哎呀，还花这个钱干嘛呀？外婆会做，家里也有呢。行了，别唠叨了，你做的那个人也不爱吃。那个安如啊，你晚上多照看着点你娘。安阳啊，你睡觉翻身悠着点，这床板也不怎么结实哈。老婆子走了，有啥事明天再说。何氏这又说了几句，直到姚老八暴躁的声音从隔壁院传出来，何氏这才捧着酱豆子也匆匆回了家。这往好处想，咱们家这是住上了敞篷屋了，配置很高啊，同志们。一听老姐这么说，夏安阳也嘎嘎乐了，说这屋子跟他们当年花6000一晚上住的城市秘境民宿也差不多。都这样了还贫嘴呢？这天都这么黑了，而且也没路灯，你们还是明天再去取东西吧。哎呀，没事儿，别看天黑，但是月色还挺亮。再说出了村子还能用手机，东西留在那儿我也不放心，咱们俩快回去吧。夏安阳，你千万把液体蚊香带上啊，不然你姐我这小身板一晚上就能被蚊子给吸干了。包头巾，我这一天估计能采个70、80块的，只要缝纫机换个卷边压脚就行。关键这东西没啥款式对错，咱们不懂也不会做错。母女俩聊着赚钱的事儿，聊得那叫一个热血沸腾。就听门外有声响，你们怎么把这都起来了呀？哎呀，赶紧推进来，一会儿再让人看见。原来这俩人嫌电瓶车太占板车的空间，直接就把板车挂在了电瓶车后头给骑了回来。哎呀，实在拉不动了，这会儿也没人，没事看不着。看着门口堆得如山一般的行李物品，这么多东西，人家一来不就都穿帮了？特别是那辆停在屋子中间，画风跟周边完全格格不入的电瓶车。没事儿，一会儿我就把它给拆了。刚才我跟老爸都商量了，今晚把这车拆了，过2天呢，咱们去城里买个车厢，再改造一下，做成一个看上去是脚踏的，其实是个电动的双层板车。这车感觉任务挺重啊。你们这拆了还能拼得上去吗？相信我，母亲。夏安阳的眼神非常的自信且诚恳，然后迎来全家的痛殴。行李实在太过杂乱，汪文芳指挥着爷仨按照用途归了类。这样吧，我明天再去一趟县城，把车厢定制一下，然后再买几个木箱子回来，这些玩意儿咱们就往木箱子里一放一锁，就行了。那我算算啊，你木箱子买大点的，起码得买6个、7个。带这么多东西上路，是不是不太现实啊？也是，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你说，你这脑子还是好些。这样，咱们把这些用不到的重的东西托给镖局，东西先放他们那儿，等到时候咱们到了目的地，再给他们目的地信息。当然，钱就先给一点定金，另外的钱事成之后再给。你们觉得呢？那得多少运费啊？明天去问问吧，先给点定金。约定的时间说的长一些，到时候如果人家愿意接标，咱们等攒够了钱再把东西要回来。咱们身边现在有多少银子啊？爹身边的不算，我这里43两，还有点铜钱啊！早知道那个手链就不当给当铺了，玻璃珠穿的簪子比真金子都卖得贵，气死去！明天安如也跟着你爹去城里吧，多买点零头布回来，另外买点细点的丝线，缝纫机线团用完了，我可以自己用机器绕。哦，对了，再买点粗布之类的，咱们也得做点这里的衣服，路上好更换。这夜4人一直捣鼓到了深夜时分，一家4口睡到日上3竿都没一个能起的，直到门外响起了孩童清脆的喊声。怎么了，小朋友？你要上厕所吗？门外站着姚15的大儿子姚大顺。表姐，奶喊你们过早饭呢。几人到得姚家，已经放好了碗筷。何氏见人来了，便喊着赶紧坐。来，这粥都放凉了，可以吃了。哎呀，
这个夏天就是苍蝇蚊子烦人。吃呀，别愣着。安如，你尝尝外婆的豆酱，比买来的豆酱不差些什么的。行吧，尝尝就尝尝。于是便来了一口，一口入魂，咸的灵魂都被腌了出来。怎么样，好吃吧？咱们家做菜都用我这个酱。好吃好吃，就是有点下饭。没有表哥表姐买的酱豆好吃，不一样的，奶奶做的是酱，姐姐买的是豆。这个咸鱼干，安柔你尝尝，咱们家自己晒的，你小时候最爱吃了。汪文芳不好意思拒绝，正想闭着眼睛吃了算了。爱吃啥吃啥，谁还真爱吃咸鱼干啊？还不是没别的才吃的吗？你这老婆子，阿荣爱吃啥自己会夹，你管你自己得了。吃完早饭，按照原计划，女人们应该准备路上的干粮。安如啊，你这个要捏紧一点，然后快速放进蒸笼里头。哦，那就是趁着馍还没有反应过来，先让它们熟了就不会散了。听夏安如这么说，蹲在一旁捡野菜的谷雨忍不住咯咯的笑，直说表姐说话真有意思。正在烧火的大顺也乐呵的说表姐说的对，干的也好，关键人长得也好看。大顺，你现在能识字不？不识字呀，不止我们全家都不识字呢。啊，那不识字儿，平时生活怎么办？平日生活为啥要识字啊？咱们家也供不起读书人啊。这新弟妹说的话，他竟一时想不出如何反驳。大顺，姐姐教你认字好不好？谷雨要不要一起学？俩孩子都摇了摇头。啊，夏安如不敢相信的又问了一遍，俩孩子依旧还是摇头。为什么？读书认字可不好干，我瞧我们村里以前跟着王秀才念书的几个，每天都被揍得鬼哭狼嚎呢。草儿说他哥在王秀才那里被王秀才揍，回家还要被他爹揍呢，爹爹揍完爷爷还要揍呢。你安如姐姐不打人。对，姐姐真的不打人。王秀才也是这么说的，可那竹竿子一年都要打断好几根呢。安如，你弟皮得很，舅母就怕太麻烦你了。听舅母这么说，夏安如便也打了个哈哈，说是弟弟妹妹愿意学，她就可以教；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怎么的，安如也上过学堂啊？机缘巧合认识了个女先生，就跟着学了1-2年的功夫。这孩子也是臭显摆。等到男人们回来，天色也已擦黑。咬下第一口馍的夏兆丰牙齿咯噔一下。这不说是馍吗？是面做的吗？怎么咬不下去啊？哎呦，姐，你这手艺可真是不得了啊！这叫啥呀？扔出去还能当个武器啊？你当我不知道吗？可外婆和大舅母都说就是这样的，连大顺跟谷雨都说这是正常的硬度，我能有什么办法？硬一点，香。你咬不掉啊？这个还行啊，不算硬吧？不硬啊。这会儿还没凉透呢，姐夫你不行，就让娘给你热一热，热了就软和了啊。不用了，我就这么。好，外婆，麻烦您帮我热一下，热5个，3个就够了。那我也热2个吧。这个是儿子要热的，不是自己要热，那就算夏安阳人送。诸人就这么一边吃饭一边说着今日办妥的事儿。姚家的板车买好了，带出去的杂物也卖完了，最后多赚的30-40文铜钱又贴了点钱，买了点粗布料，让老婆子给3个孩子做几件袄子，说是北边冬天冷得很。既然做袄子，爹怎么没买棉花呀？哎呀，用我的袄子拆了做吗？不够塞点芦花就成。这些年咱们这儿不是水灾就是风灾，棉花贵着呢。啊，对了，你们袄子准备好了吗？要没有，你娘也有件。没事儿，咱们自己能解决。你手不是抬不动了吗？今天休息休息吧。您瞧，手废了，但是手指还能动呢。我看着今天这个做的干粮，不是我矫情啊，这粗粮实在是太粗了，到时候吃坏了肠胃可不太好养得回来。咱们还是得多备一些钱，路上不能顿顿都吃这个，大人受得了，孩子们也受不了啊。今天镖局找好了，付了镖吏的定金10两。那镖局在宿州有落脚点，到时候只要去那儿报信，他们2月内就会把东西给咱们送到，到时候再付镖吏190两。这儿还剩30多两，买点细粮是够的。那车子的框架咱们也定了，付了1两定金，3天后就能取。
到时候再给1两就行。夏安呀，为了你那破车，咱们可是出了大钱了。你那车能行吧？行啊，怎么不行啊？那框架我都构思好了，铁定合适。到时候您只要把这把手一拧，都犯不上用腿。那么重的车，那小电瓶也不知道行不行啊？应该可以，就是开不快。毕竟他老母亲那车买来1万多，那动力还是值得信任的。这一晚，夏安如瘸着个手，活活缠了5对耳饰，而汪文芳的头巾抹额倒是做了30-40条，可躺下的时候，这腰疼得更厉害了些。夏兆丰见自家老婆这般，立刻没收了他的缝纫机，原本要去的县城也不用汪文芳自己去了，她老公直接把老于大夫给弄了回来，顺带把姚12一家也给拉了回来。于大夫，你有没有多带一些膏药，给我来点儿？哎呀，带了，够的。那你有没有什么膏药贴了能对眼睛好的？啊，我那膏药治百病，我先给你娘打上针，一会儿给你贴。很快，于大夫3下5除2，隔着衣服就给汪文芳打上了针，然后迈步到门外，对着夏安如的太阳穴和大椎手肘啪啪啪就是5张膏药。我这个膏药啊，都是我自己抓了蛤蟆自己炮制的，效果可好了。那大夫，我夫人的腰怎么不见好呢？我刨的是膏药，又不是仙丹，这不得有个过程吗？谁知道你们回家干嘛了？不是于大夫，我夫人就是那天做的时间。哎呀，您别走啊！您听我说，这病情您得听啊。夏兆丰跟着于大夫想要解释，可于大夫这重听的毛病突然就加重了，完全不听夏兆丰说了啥。说好了穿越自带金手指的，再不济还能有条狗吧？为啥我没有啊？说好了穿越就能遇上个王爷首府的，为啥我也没有？说好了穿越就能捡到神医的，为啥我们遇到的大夫医术普普通通，还是个重听？什么口吐芬芳的穿越小说，都是骗人的。3天之后，汪文芳的腰伤便改善了不少，于是母女俩便醉心于生产，无暇顾及其他。我的最新方案就是，车厢后头的2个车轱辘着地，前头那2个轱辘不用着地，让电瓶车的轱辘着地，这样就不用调整4个轮子，只要调整后面2个轱辘就行了。但是前面的2个轱辘呢，还是保留着，但是装的呀要比另外4个轱辘高一点。怎么这么多轱辘？哎呀，你不用跟咱们说这么多轱辘的事儿，你就跟我说这车能不能跑。意思就是跟人儿童车辅助轮一样呗，然后这车还是前驱，另外再装2轮子做伪装，就这意思吧？对，哎呀，还是咱们年轻人能唠啊。要不是你姐这理解能力好，你这外星话还真是没人听得懂。行了，赶紧干活去吧，明天我跟你姐出去一趟，顺便把老于大夫送回去。你照看好你娘。放心，今晚一定把核心系统给搞定。明天我跟三舅说好了，他帮我搞车厢上面的架子，一定不会耽误出发。别忘了给我太阳能板留卡槽。放心，忘记啥都不会忘记老姐你的叮嘱。你俩放心，明天我会盯着他的。到了次日，姚家人包括梅香自己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夏安如这回还要带着梅香，还给梅香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夏安如笑而不答，只说一会儿回来你们就知道了。2个小时后，3人一行走到了个十字路口，夏兆丰指了指前头一栋3层的建筑。哎呀，这应该是城里最大的金铺了，进去瞧瞧去。好，就这家。一行3人进到店里，就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这位小姐有点面生啊，您是第一次来小店吧？要不要小的给您介绍介绍？我也是随爹爹去都城赴任才路过你们这儿，不然谁来？你们有什么好货拿出来我瞧瞧。对了，若东西不如我这步摇发簪，你也别拿出来了。这样的恐怕没有，但是咱们也有好的，小的给您拿了瞧瞧。行，拿去吧。铺子里的小姐夫人们纷纷看向夏安如，越看越觉得这女孩身上的首饰很是别致。不行啊，都没那个人卖的好看，这个款怎么这么老气啊？这个你说呢梅香？我说啥呀？怎么临时唱戏都不用彩排的？您的最好看。那当然，还好咱们在客栈遇到了那个珠宝商，不过说到底也是爹爹面子大，不然这人怎么可能让我把他的好货都选了走？不是说准备送去哎呀，这个不好多说哈。对了，这桂花簪他说有2个，你说我要不要再去买一个，省得到时候他也去都城，到了8月15有人跟我在一样的花，多膈应啊。反正也就区50两，便宜得很。小姐您喜欢就好。
很快，那小二就拿了个托盘出来。不过夏安如的戏已经演完了，挑挑拣拣的只说不好。小二忍着气问小姐：“您到底要什么样的？小的给您拿去。”算了，不劳烦你了，我自有喜欢的款式，你们这儿挺好，就是不适合我。说完，还很鄙夷的朝在座看他演戏的小姐夫人们看了几眼。对了，小二你也辛苦了，老夏打赏吧。然后就扶着自己的步摇，拎起裙子走了。拿着，小姐赏的。安如，咱们到底要干嘛？钓鱼啊？有人跟来了。太好了，我还真怕自己白演这一场，然后还得去胭脂巷被那老鸨子揩油。几人看看走走，逛了差不多有10来分钟，夏安如转身进了一条小巷，后头跟着他们的2个丫鬟打扮的人也匆匆跟了进去。想跟我去哪儿啊？这位小姐，咱们也没有恶意，就是瞧这小姐的步摇簪子很是特别，又闻小姐认识这珠宝商人，不知小姐能否引荐一下？这2人是海蛎县苏家的丫头，今日小姐因为要参加后头几日的中秋诗会，便想去金铺选几件称心的首饰。夏安如先是很矫情的抱怨几句，说自己到底还是穿戴的太打眼，怎么的就被别家小姐盯上了，又左右推脱，只说也不怎么认识你们家小姐，怎好随意介绍？不行不行不行的！2个丫鬟见夏安如推脱，于是2人便好言好语的说了几句，又道时运楼是他们本地最好的酒楼，自家小姐觉得这位小姐很是有眼缘，冒昧想结交一下。夏安如自是又好一番矫情，这才甩着帕子鼻孔朝天的跟着丫鬟去了。到得时运楼，你找我？是小女苏舍兰心，不知小姐贵姓？姓张，苏小姐，这是看上了我这簪子，想要？是我唐突了，不过刚才听闻张小姐只是路过，也怕错过了，便只能差了丫鬟来结识下小姐，还请张小姐原谅则个。不唐突不唐突，赶紧的，一会儿我们还得家去。的确够唐突的，不像是大户人家小姐的做派。这位张小姐看着气度不凡，这簪子步摇也绝非是等闲之物。我家小姐平日里也没什么别的喜好，独爱这花呀朵儿的。今天看到张小姐这打扮，就知道您一定是同好之人。2位都是闺中小姐，做个手帕交不也挺好啊？要说气度嘛，人家的确都说我大气得很，不过我瞧着苏小姐看着也不差的，就是这发饰珠宝的确看着反正好也是挺好的，就是还行。苏小姐忍着没发作，只说张小姐的戒指很是别致，倒是看不出是什么宝石做的，玻璃的也不是很贵。玻璃的戒指倒是的确没见过，好看吧？你试试，我这眼光肯定不会错的。张小姐，您那认识的珠宝商介绍给我吧，您这几日在海蛎县内的一应开销算我的。那倒也不必，昨日我就花了7、800两，这些我们家倒也还付得起，也不劳小姐破费了。不过我瞧苏小姐眼光倒是不错，咱们遇上也算是缘分。这样吧，你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叫我的丫鬟带着那珠宝商来就是了。我爹的面子他还是会给几分的，到时候你自己慢慢挑吧，我先回去休息了。说完便甩着帕子扭着屁股走了。哎呀，小姐莫气，那什么张小姐一看就是个蠢的，跟她犯不上。又往前走了2条街，3人这才不再继续演戏。安如，咱们上哪儿找珠宝商去啊？我啊，走，找个隐蔽的地方，让2舅母瞧瞧我的易容术。你为什么说自己姓张啊？因为我叫张口就来嘛，不姓张姓什么？半个小时后，梅香就把自己的忐忑给吞进了肚子里，这是妥妥的换了个人呐。安如啊，你人怎么还高了呢？怎么长高的，让你2舅也学学呀？刚才我只紧张的忘疯了，这娃怎么易容的，是一点没瞧见。易容术不能轻易外传，到时候让我2舅拜我为师，我才能教他。3人重回大街，租了个马车，但是要了2个车夫。夏安如这便带着梅香重又回到时运楼。苏小姐，我家小姐让我把人带来了，进来吧。听张小姐说，苏小姐想看看小的这回北上要送去贵人处的首饰珠钗。原本小的也不欲张扬，也请苏小姐选完，便不要多说这出处，小的到时候也怕惹了贵人不快。贵人还是北边的？那张小姐又说这人要去都城，莫非？怪不得这东西如此精巧，外头是前所未见，肯定是要送到宫里去的呀。这
这就说得通了。刚才这珠宝商到楼下，我和苏妈妈都瞧见了，来的是辆马车，车上跟着2个小厮，这人的排场倒是还有几分。而当夏安如打开手中的木盒，双手奉于苏小姐面前时，苏小姐仅剩下的一点点戒备直接飘出了窗外。买，全部都买下来。这里头的珠钗是我从未见过的款式，那荷花簪的花瓣上居然还有水珠，桃花簪的颜色比真桃花还要粉嫩明亮。这里头的首饰，小姐慢慢试，慢慢戴。你报个价吧，这一盒首饰我都要了。啊，那张小姐那儿，小弟也不好交代啊，她都预定了。你莫管张小姐、李小姐，别演戏了。真是什么都瞒不了苏小姐。小的老实说，手里头货还有点，但是那都是要送进贵人府中的，少了小的不好交代。我就知道。行了，别装了，这些连盒子都算价钱吧，我也不是出不起钱的人。此役，夏安如把自己现做的和囤着的30多副耳饰和一些小卡子卖了个精光，下了马车，才想结钱给车夫呢，就见包子铺边上的巷子口的街沿上坐了个人。老于大夫啊。谁呀？是寨主吗？没印象啊，应该没欠什么钱了吧？可当夏兆峰和梅香下了马车之后，他总算是认出了人。于大夫啊，您这是怎么了？无事馆出事了吗？您这是被赶出来了？无事馆倒了吗？哎呀，你们再喊响一点，全城便都听到了。哎，对不住啊，您这是怎么弄的呀？哎呀，你够了啊！我只是重听，不是聋了。不过你再这么喊下去，我可能真的就聋了。哎呀，无事馆那房子房东收回去了，我把一些药材抵给了人家当房租，然后便出来了。那您以后准备怎么办啊？你谁呀？安如。啊，安如，你离我远点，我能听到。哎呀，以后就做灵医呗，其实也挺好的，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天地之大，都是我的家。行了，你们早点回吧，我把这东西归置归置，也要找地方落脚去了。父女俩对视一眼，眼神一番交流之后，互相点了点头。于大夫，您要不跟咱们一起去宿州吧？啊，好的，走。这老头到底是真聋还是假聋啊？夏兆峰带着其余3人去到城门口，租了个骡车，30文能送到家门口。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们好呀，我又回来了，吃了吗都？哦，这会儿还没吃呢。今天用表弟那个看着不怎么正经，但却非常神奇的鱼竿钓了2条大鱼，大姑给炖了，沿着锅边还贴了许多粗面饼子。今天这鱼呀，是在汪文芳再三恳求下，由他来做的。这回煮的一般，主要是没有香料，如果再放点香叶、豆蔻、小茴香，那味道更好。哎呀，我有，下回炖鱼记得问我要啊。好。你说这大夫是真聋还是假聋啊？咱们还隔着桌呢，怎么还听得到啊？于大夫这听力可能跟风向有关系，顺风他就听得到，逆风他就听不到。今天2家七七八八的东西都打包好了，就等明日装车出发了。夏家几人回了隔壁院之后，汪文芳和夏安阳才问父女俩路费是否挣到了。当得知家里头一下子有了600两的巨款之后，买马，再不济买骡子也行啊。夏安阳那电动车不用也罢。娘，您白天说的可不是这样啊！您放心，这车我刚才试过2圈，除了得让人配合打方向之外，别的都没问题。要不咱们还是买个骡子吧？咱们这回暂且还是先用着安阳的车再说，实在没辙再买牲口吧。咱们是跟姚家人一起走的，咱们用牲口脚程肯定比他们快。你说到时候咱们是再买一头给他们呢，还是让人自己买一头？我感觉都不太合适。那安阳，你跟你爹一会儿把行李都搬上车，然后再配合着推了试试，如果实在是不行，咱们再另外想办法。夏安阳喊了一声得令，又拍胸脯保证这车妥妥的好使，不好使他跟老母亲姓。说什么呢？你能不能换个玩意儿赌咒发誓？臭小子，你给我过来！知道了，这不就是随口说了吗？爹，你是不是大男子主义，瞧不上我妈？我这腿脚功夫很久没用了，这会儿是得练了。有种你别逃啊，你给我过来！
夜过后，走，出发！已经准备好了的夏安阳就立刻窜了出去。众人朝北而行，走了一上午。此时按照农历来算是6月，也正好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所以到了午时，众人就热得迈不开腿了。老姚啊，歇歇吧，这大日头下赶路，到时候别发了沙。槐树，休息。众人听姚老八这么喊，简直如临大赦，很快便聚集到了前头的几棵歪脖子树下。我去，哎呀，这烤大腚啊！来，让爹瞧瞧熟了没啊？啊，嘿嘿。快喝，这碗里头装的是电解质饮料，还是用小冰箱冰镇过的。夏天的日头够劲儿，太阳能管够，夏安如就用备用电池给潜伏在木头箱子里的小冰箱插了1小时的电。安如，把这个给你舅他们，让他们也喝点。夏安如捧着坛子，快步走到了姚老八跟前。外公，喝点。啥酒啊？盐糖水。啊，喝点水，为啥还要加调料啊？您不懂，这个才解渴。来，大家赶紧拿碗来，喝点解暑气。安如姐，这水好凉啊！是吗？老嫂子，给老夫来一碗。谁是你老嫂子？也不看看自己多大。这水的确冰凉凉的，解暑的很呐。最后一坛子水被喝了个精光。此时夏安阳和夏兆峰也补充完了水分，扇着草帽走了过来。娘，你可真是不得了啊，这车拉的可真不错，这么重的车一路走的真的是稳得很呐。哎，真是厉害啊，咱们中间都换了2、3遍，就安阳跟姐夫换了一小段，不过姐夫也是神力，佩服。哎，不用佩服，二舅你要是有我这身板，你也能拉得起这车。有这么聊天的吗？二弟你这体力也很好啊。对了，娘，咱们要不要弄点午饭？我来做。不用了，哎呀，你腰不好，休息，娘来做啊，不耽误事儿。咱们呀都是现成的馒头炒米。娘，这天热得很，咱们就煮点稀的消暑，不然馒头炒米也咽不下去。你们别忙活，都交给我这半天也没走一步路，累不着。说完也不等何氏再次拒绝，便往自家车厢那儿走去。而另一边，初8、初2已经带着夏安阳拿着鱼兜渔网找水去了。哎，姐夫，刚才咱们喝的水咋这么凉啊？哎呀，为啥还会绕回这个话题呀？还能为啥？就是给你们掺了冰水呀。哎呀，对呀，为啥呢？安如，因为这个水缸是我们老夏家祖传的，里头放了水就是冬暖夏凉的。不小心暴露了。对，就是这个坛子啊，的确是我们家的老物件。据说，哎，算了，不说了。你拿好啊，我可还给你了啊。当汪文芳的解暑绿豆汤和野葱头面饼子做好的时候，3个去找鱼的男娃也说笑着拎着一篓子螃皮和小白条回来了。这玩意儿要了干嘛呀？哎，放了吧，都不够费柴火的。您别看这鱼小啊，这做好了可好吃了。汪文芳瞧着这螃皮，把这制作过程这么一说，这么多料，大姐您别说这料拌鱼了，即使是拌树杈子那也好吃啊。想想又是大油锅又是油盐酱醋的，好家伙，这能不好吃啊？正当夏安阳遗憾只能放了这一兜子鱼之际，哎，慢着啊，我有酱油冰糖。您老到底是厨子还是大夫啊？这酱油啊，我是用来给人配烫伤膏药的啊。冰糖呢，是哄小孩吃药剩下的。我真的是个大夫，做不来饭。咱们车里油和醋倒是还有一点儿，要不然一会儿咱们吃完了午饭，我再炸点小圆儿，就用2勺油，每次炸个2、3条，慢慢的来，也算是给孩子们补补。夏安阳立刻点头，说自己的确需要补。这孩子真的需要补吗？行吧，就照阿荣说的做一个，给孩子们尝个鲜。不过以后的路可长着，不管有钱没钱的，都得算着点来。是，您说的对。听到没有？午饭过后，初8、初2很快就处理好了鱼。汪文芳拿出个小油壶，往铁锅里倒了一点油。哎呀，停！哟，大姐，你们这个是个什么油啊？怎么这么清亮啊？啊，嗨，我也不知道孩子爹是从哪弄来的油，咱们家这些事儿都是他拿主意他来办的，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懂那么多的。这头汪文芳开始带着弟媳老娘开始做小鱼，
那头男人们则开始聊着晚上住宿的问题。要不这样，咱们家还带了帐篷，晚上咱们找了驿站，就问问能不能把车停人家院里，咱们自己搭了帐篷睡，也不占他们的客房，到时候再讲价，争取10来个铜钱就解决住宿问题。这钱咱们平摊，算下来一家1天5个铜板，但是这样就不怕野兽小偷啥的了。抠门归抠门，大事上姚老八还是有点决断的，于是便点了头，说到时候他去讲价。啥玩意儿啊，这能吃吗？费那么多油。管得真快呀，官道都容不下你了。嗨，你这老娘们儿！话说到一半，那人才看到何氏身后抱胸站着的夏安阳。话说得真好。说完便假装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的走了。一兜子的鱼炸了快大半个小时才搞定，最后一篓子小鱼在汪文芳的摆盘艺术之下摆出了3大碗的糖醋炸小鱼。夏安如尝了一口，直接翘了手指，说味道好得很。3个孩子直接上手，吃到转圈圈。你瞧，我大姑做的可香甜呐！炸小鱼哦，炸小鱼，好吃的炸小鱼。这旁边的人家吧，有个牛车，估计算个富农。叫你爹娘抓鱼去啊！哎呀，你们这小鱼儿卖不卖呀？孩子吵得不行，非得吃。行啊，5文钱1碗，说清楚啊，是这么1碗。这么贵啊？这螃皮平时都是用来喂鸭，没人吃的。咱们费了这么老多油盐酱醋，5文钱很合理了。就是，咱们本也是自己吃的，看你家孩子闹得厉害才允你1碗。这位大婶，前头河里这螃皮多的是，不然让你相公去抓吗？哎呀，给我1碗。何氏将5文钱给了姚老八，然后姚老八才拿出了碗，用筷子给夹了1碗，递给了人家。跟去，把碗拿回。关到对面茶棚里歇脚的人，其实闻着这炸鱼味儿也好久了，所以有人瞧着那做炸鱼的人家居然开始卖了，便差了茶棚里的小二也来买。启程的第1天，这迁徙队伍就赚到了30个铜板。由于姚老八的眼神过于灼热，离开8丈远的汪文芳都感受到了。咱家外公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啥事儿啊？爹，您瞧着我是有啥事儿吗？这炸小鱼啊是挺费时费料的，不过咱们也是难得做一次，爹你就不要。哎呀，没有，不费事儿，就是虽然老姚家穷，但是这明摆着占人便宜的事儿，他有点说不出口。外公，您是不是想路上卖这小吃来攒路费啊？想法是有这个想法的，可你外婆这个厨艺够呛，所以厨艺都是可以学的。如果爹娘真要做这个买卖，那我肯定会认真的教的。姚老八嘴上说不出谢谢，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恰如其分的感激，手上一个没控制力道，直接抠下了一大块树皮。外公，就放过这棵老槐树吧。不过我倒是有个建议，这抓鱼的事儿得看机缘巧合，说不定咱们下回歇脚的地方就没有河呢。咱们这会儿还是赶路为主，赚钱为辅，所以哪怕做吃食，咱们也得做一些随便可以买到的食材，比如米面之类的。也是，我瞧着这一路上野葱野蒜倒是也有一些，到时候做发了面粉糊，做葱油饼也好啊。我瞧路边卖茄子韭菜的也有，到时候买一些做茄盒韭菜盒子也行的。茄盒，我想吃茄盒。茄盒感觉不合适，得炸。韭菜盒子倒是可以试试，不怎么费油。啊，啥是茄盒呀？倒也不是这个时代没有茄盒，只是一辈子没进过饭馆的姚老八的确也是没见过。娘，做饼的话多搞点儿，中午我都没吃饱。哎呀，吃啥呀？咱们是想做个小买卖，攒点路费。哎呀，那得多少面多少油啊，万一卖不掉不就白瞎了吗？哎呀，不白瞎，卖不掉咱们就自己吃。太好了，终于可以有理由吃得好点。中午那馒头真的太费牙了。姚老八突然感受到了做生意的风险，可不试试他也不死心。娘，这里头有110文钱呢，够买1斗白面的了，这买卖咱得做。
姚家其他4个儿子见大哥出了钱，也浑身上下开始摸，这个10文，那个5文，倒是刮出了30-40文的私房钱。哎呀，行了，这钱谁的都不收，我掏。咱们明日中午就试试卖饼，一会儿路过街镇，咱们买他个1斗白面。好。姚15鼓掌，姚家其余4个儿子也跟着鼓掌。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也过去了，一队人马也不再耽搁，再一次启程。整整4个小时，大伙儿都在赶路。驿站哪儿呢？哪儿呢？看着好大一个呀，不知道他爹那10文钱的计划能不能实现。一行人很快便到了驿站门口。这种拉板车的人家一般是舍不得住店的，不过怎么还有人拉车厢呢？这是买不起牲口，把人当牲口使啊！哎呀，诸位是吃饭还是住店啊？若有衙门文牒，住宿吃饭都便宜。哎呀，咱们没文牒，但是想住店的后院。啊？啥意思啊？小哥，咱们这情况你也瞧见了，住店是住不起的，但是也怕这一路人多，晚上睡着了再把孩子弄丢了，能不能麻烦你通融通融？咱们出点钱，让咱们进后院待一晚，也不占你客房。哎呀，你们出多少钱呢？咱们驿城向来循规蹈矩的很。8文。哎呀，不行，咱驿城肯定不答应。那10文。如果你们驿城晚上不住这儿，咱这钱就给你了。你放心，咱们肯定不会说出去的。10文就10文，你们去那边林子里等等，一会儿我再叫你们。但是明天天亮之前你们必须得走啊！那行，那咱们等你信儿。既然已经说定了，夏兆峰也放心不少，他带着大伙儿直接去了驿站斜对面的小林子。于大夫，于大夫，赶紧救人！啊，救人？是爹他们怎么了？老大夫正准备问问刚才是什么声音呢，就觉得自己双脚突然离了地。哎呀，干嘛呀？怎么了这是？前头喊救人呢，咱们赶紧去瞧瞧去。走了大约能有6-7分钟的样子，就听得前头有人说话的声响。于大夫，您瞧瞧吧，这人好像是死了，可又好像没死。于大夫赶忙上前探了下那人的鼻息，然后皱眉说：死了呀。不过当他又出手搭这人的脉搏的时候，没死吗？他俯身到那人胸膛处，一个耳朵听了，又换了个耳朵听，最后又反复把了这人手上的脉息。好像是没死啊，我说吧，是没死呢。哎呀，可这人我也救不活呀。这人虽然还有一点点脉息和微弱的心跳，但是这气息却是闭了。这会儿是没死，不过估计也快了。要不您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哎呀，是啊，您试试，万一您妙手回春呢？哎呀，要是这人一会儿真死了，咱们呢就给挖个坑埋了啊！万一啊，我说是万一，尸体被人发现了，官府再查到咱们头上，咱们肯定给您作证，这人不是被您致死的。那我就试试吧。说完，他就挖出了一勺膏药，又涂在了2张裁剪的小小的方形纸片上，然后贴在了那人的太阳穴上。于大夫，您不能这么自暴自弃啊！您好歹拿金针给他来2下呢。这老头救人态度怎么这么不积极啊？不是我不想下针，也实在是老夫无从下起嘛。可这要怎么解释啊？自己的水平真的很有限呢。正当于大夫苦恼之时，众人就听“咿呀”一声，那半死的人醒了。哇，老夫这药膏这医术居然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哎呀，人间真华佗呀！喂，你还好吧？你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呀？他们发现你昏倒在了这里，喊了我来救你。你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中毒。啊？说啥呀？哎呀，人家说他中毒了。哦，中的什么毒啊？哎呀，您管人家中的什么毒呢？这不是醒了吗？咱别耽误人家了，走吧。这人都这样了，
好歹问一下中的什么毒，看于大夫能不能解吧。老伙计，你这中的什么毒啊？我中的是蛇毒，这蛇的毒性和一般的蛇不一样，解不了。那我走了，你保重啊。大哥，走吧。于大夫，咱们这就走了？您好歹再给他来点膏药啊！哎呀，您老好歹再给瞧瞧，不管怎么样，好歹是条人命啊！哎呀，不是我不救啊，是老夫真的没这个能力。世上毒蛇千千万，能解的要么本来就毒不死人，要么瞎猫碰到死耗子，看缘分听天意。我这会儿连他被什么蛇咬的都不知道，但怎么解嘛？再说那他自己不也说了吗？他中的蛇毒解不了。那您要不瞎猫一下？这个是我自己搓的白解丹，虽然不能解你的毒，但是呢能够润肠通便啊。实在不行啊，你多吃几颗，多喝点水。运气好的话，能解毒？可能可以多撑一个时辰吧。出了这林子，有个驿站，你可以上那儿打听打听，哪里有好一点的医馆啊？记得得是好一点的医馆啊！谢谢大夫，不过这药不用了，我一会儿就……你别灰心啊，也许好点的医馆正好有解药呢。哎呀，算了，走吧，别勉强了。几人一路回去都没啥话说，直到到了林子边缘，看到了焦急等候的姚12，这才把事儿简单的说了一下。哎呀，你们也算是尽力了，于大夫也不是什么神医，都不用自责。哎呀，自责啥呀？又不是我咬的他。您咬的就好了，您起码没毒啊。你个混小子，一会儿扣你一碗疙瘩汤。每个人都从汪文芳的手里接到了一大碗的疙瘩汤，喊了我不要的夏安如还往林子里走了没2步，就远远瞧见了人影。哎，你能走了？不会吧？于大夫那膏药不可能是神药吧？这人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救不了的。是，不过他也挺坚强的，刚才看着差一口气就过去了，这会儿啊居然已经能走了。回光返照吧？就不能盼点好啊？你怎么能走了？试试好了？还是跟老弟说的那样，回光返照更不好了？刚才缓了缓，这会儿好点了，我就想出去找口吃的。很坚强啊。你不嫌弃的话，咱们这儿还有点疙瘩汤。不嫌弃。于是这人就被带到了临时灶台前，汪文芳给他盛了最后的2勺疙瘩汤。那人说了声谢谢，便埋头吃了起来。哎呀，你这中的到底是什么蛇的毒啊？这毒倒是很奇特呀。你进那林子干嘛？里头有解毒的草药？那你还会不会死啊？谢谢诸位今日仗义相救。鄙人姓廖，名大勇，我中的蛇毒是北原蝰蛇的毒。呀，他是说的北原的蝰蛇吧？是的。那他怎么还没死啊？哎呀，这北原蝰蛇毒性极强，据说被咬之后啊，毒性会从伤口开始蔓延，半个时辰之内人就死了。您老说的没错，不过我本就是养蛇人，从小便与毒物打交道，所以这体质跟一般人比啊，是能抗一些毒性的。免疫了啊？那你刚才在树林子里是突然毒发了？这蛇毒是先麻痹心脏，所以这心跳呢会突然变得微弱。刚开始被咬，我昏迷时间也就是1炷香左右，随着时间的延长，我的昏迷时间也就越来越长，直到现在昏迷之后得1个半时辰才能慢慢醒来。那你现在是打算继续往北去还是怎样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老大夫，这个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上。百毒图鉴？对，这个是我被赶出门的时候从东家那儿顺的，这里头记载的毒物、功效、养殖的方法其实不下500-600种，一般这样的书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世代累积下来的经验才写成了这样一个图鉴。那我不能收。
既然你那东家不做人，你就把这个拿去卖钱吧。别灰心啊，既然你体质异于常人，那我估计你还有得救。不必了，我一个人无儿无女，无牵无挂的，死了活了都无所谓。就是这册子不能落在别有用心的人手里。我瞧你们都是好人，这册子给你们，我放心。于大夫，要不这样吧，您就按照一般解毒的法子给廖大叔治疗试试，咱们一路走一路试，说不定能帮廖大叔撑到找到解药的那一天呢。廖大叔呢，就把册子给于大夫作为回报，这样你们看行不行？我觉得挺好的，不管能不能治好，试试总不会错。不过廖兄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得先立个字据，把自己中毒的事写明白。万一于大夫没把你治好，可不能把罪责按在他头上。廖大勇一听有人愿意带着他，那渐渐熄灭的希望小火苗一下子又燃了起来。他表示自己不会写字，但是可以让于大夫写了，他按手印儿，保证死了也不会累害任何人。试试就试试。哎呀，那不是又得加一个人，还是个时不时就要昏倒的，活人还得费粮食，这饭钱算谁的呀？哎呀，于大夫自己目前都算是个蹭饭的，这又来个蹭饭呢。我能抓蛇抓蝎子卖钱，只要有人收，价钱都可以卖得不错。我一路走过来都是靠这些筹的盘缠。对了，我这儿还有半吊钱，先给您吧。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这钱我不能收。哎呀，说了不能收，你别给我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好吧，这钱我先拿着，到时候买粮用，一天呢算你10文饭钱，到时候咱们多退少补。你爹这人真是1文钱夹屁眼里都能走出3里地。娘，您别这么说，爹也没错呀，咱们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可不就得算算清楚啊。对了娘，明天大姐说教我们卖葱油饼，我瞧着林子边上野葱不少，刚才没挑完，咱们现在再去挑点儿。晨，走。住院子的还在吗？可以过来了。在呢。然后招呼了大家，把东西都整理好，他们准备去驿馆借宿了。直到第2天一大早，众人被异族喊醒。瞧瞧，汪文芳递了块男人用的帕头给夏兆峰，这颜色手艺，男人能喜欢吗？叫我说，你还是多做点女人的东西吧。我瞧着男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没啥大讲究，一会儿卖不掉就白瞎了你这么好的手艺。这本就是零头不拼的，成本也就1-2文一块，男人嘛也不追求什么款式，反正能用够便宜就行了。咱们到时候就1块10文，3块25文，6块40文这么价卖。谁说男人不爱挑款式啊？你瞧这路上走的行人，多少还是有几个穿戴不错的。你看这打扮，感觉比咱们那儿都精细。那是少数，你没发现吗？这儿的贫富差距可比咱们那儿大多了。富的出手就是600两买首饰，穷的像咱姚外公，早上买柴草一成收6文，他还得硬生生的还掉1文呢。的确，我瞧那海蛎县里有人穿的是补丁叠补丁的衣衫，可也有像苏家那样的高门大户，那一栋宅子就占了一条街巷。所以啊，咱们既然想做买卖，卖的东西就要找准目标客户，要不就走量让利，把价格打下来，要不就卖个独一无二，开个高价。哎呀，我是后悔了，那20克拉的大玻璃戒指只卖了2两银子。你也是第一次卖玻璃大钻戒，没经验，可以理解的。一行人埋头苦走，直到日头到了当空，终于看到了海蛎临县青上县的城门。这里也是按人头收钱，看着城门外头其实也挺热闹。姚老八当即决定，不进城了，他们这摊子就摆在城门口了。也行，那我就带安如进城，你们就在这儿摆摊歇歇。众人便找了块阴凉地，停好了板车，搬下要用的烧锅架、面糊糊啥的，准备开干了。夏安如放眼瞧着，觉得这儿其实挺适合卖便宜的小玩意儿的，当下就决定在这儿支个小摊子卖头巾帕子，而夏安阳则继续做老母亲的保安兼帕模。姚家那摊子前的一阵慌乱，引来路人侧目无数。那今儿干嘛呢？
做买卖吧？不能够吧？那么多人做一个买卖？也是哈，要不然是逃荒呢？不能吧？逃荒还起油锅做饭？这不叫逃荒，叫郊游吧。众人今天的午饭基本就是碳化了的、外焦内不熟的、太厚的、太薄的，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葱花饼。嘿嘿，你们别说啊，这饼子虽然样子不太好，但是味道是不错的啊。软和挺好。在何氏试炼成功之后，葱油饼的生意开张的倒是挺快，关键这饼还不贵，3文1个，5文2个，过路的买上2个电电机倒也不是不可以。2个多小时后，夏安如父女俩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一队人马各有各忙。老板，来俩葱油饼。哎呀，安如回来了，饿了吧？给你们留了饼子了，这会儿吃正好，赶紧吃，今天可赚到饭钱了。你二舅母说咱们今天赚了。何氏神秘地伸出了2个手指。2两？别说笑了，怎么可能？1200文。安如，你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赚到2两？格局打开，大嫂你想瞧谁呢？不过还没等夏安如回答，梅香就把手里装了饼子的小笸箩递给了夏安如，然后嚷着她赶紧去她娘那里讨水喝。安如他们都是有本事的人，赚多赚少咱们还是少问。安如他们原来那日子过得肯定就不错，咱们不能跟他们比。咱们若是天天能像今天这样赚个100-200文，到了苏州估计攒下点钱，到时候说不定还能买几亩地呢。娘，咱们今天是收了200文，还没刨去成本。今天用了1斗面100文，1升油30文，我刚数了，这里一共是226文，所以咱们今天赚的话，就赚了大概100来文。夏家4口子也在盘算着今日的营收。老姐，这回怎么没用你那个什么夏氏表演法则啊？你当我不想啊？可惜没找着目标客户，演技再好也是白搭。哎呀，这地方啊，比海蛎县都要穷一些。金铺里别说有钱的夫人小姐了，连客人都不多。好在安如这回戴的首饰开价都不高，小小巧巧，看着也挺精致的，人家呀就都收了。不过咱们这回也算聪明，先去当铺问了个当铺的价格，再加了2成，直接都卖给了金铺。做买卖嘛，还是要审时度势，一路上还有的是机会。对了，这回咱们还买了不少的点心干果，路上能垫垫，另外又买了一些布料丝绒什么的，反正一路上也没有啥事儿，边走边做吧。安如，你这是干嘛？嘘，我试试看能不能召唤出我的金手指来。啊？什么金手指？那金手指嘛，就是系统啊、空间啊、异能之类的，一般穿越的主角都会有这些。不过老姐，你怎么就知道你是主角啊？万一主角是我呢？说完，夏安阳也盘起了他1.2米的大长腿，准备试试召唤金手指。汪文芳和夏兆峰2人摇着头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夏安如悠悠地叹了口气，看来咱们这穿越是被坑了，我只召唤到了5个蚊子包。安如，整理整理，准备走了。夏安如应了一声，然后又瞅了眼还在召唤金手指的弟弟。行了，我如果不是女主角，那你更不可能是男主角了。哪有男主角啥不行，只会干饭的？赶紧起来，准备赶路了。不是，怎么啦？谁有金手指啊？哎，腿麻了，别碰我啊，求你了。夕阳西下，一队人马继续赶路。夏兆峰原想跟昨天一般，跟人借个院子搭帐篷，可惜人家看不上那点钱，直接把人给轰了出来。突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一声惊雷落地，大风四起。怎么说，住还是不住啊？不住麻烦你们别挡在门口，马上下雨了，要住宿的人可不少。姚老八感受到了来自4面8方的关注，只能咬牙点头，要一间通铺。切，那可不行啊！咱们一间通铺就4张床，最多不能超过4个人。你们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间房怎么睡啊？别到时候把咱们床给睡塌了。哎呀，难道今天赚的100文钱都要交代在这黑店了吗？这也算人吗？外公，您是不是想问孩子算不算人头？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可真有意思啊！这样吧，瞧你们也挺不容易，3个孩子算你们1个人头吧。另外的，咱们要2间。
要什么2间呀？你们4口住1间就够了。我跟老爹和弟弟1间房，今晚就别想睡了。最后一队人马要了4间房，可怜的廖大勇和于大夫被分配给了夏家父子俩。哎呀，80文，就这么睡一晚，没了。您别想咱们没了80文，您得想咱们比昨天多了20文，对不对？对个屁！本来是100多文呢。而夏安如房间里头，此时正在为洗澡的事儿而争论。外婆，今天这个澡必须洗，您这身上闻着都发酵了。老婆子洗什么澡？老人多洗伤元气。哎呀，烧个热水还有5文钱，怎么不去抢啊？老婆子这辈子没洗过要钱的澡。哎呀，没有这个说法的。再说了，您做吃食可不得把自己打扮得干净点啊。照我说，您不仅要洗澡啊，明日再做生意，头巾也都扎好，手指甲也得剪干净。哎呀，那让双武他们去烧水吧，别浇水了。这大雨下的，您觉得我三叔他们生的火能防水吗？最后还是夏安如开了门，喊大顺去叫了水来。另外再买个新的澡盆子，到时候路上也能用。夏安如听到外头突然有开门的声音，毫不犹豫地拉开了房门。你们这是准备去干嘛？还没等于大夫说话，隔壁冲出来2个炸毛大汉。出什么事了？怎么了这是？什么声音？出了什么事儿？是有人要闹事吗？我们这儿可是驿站，不是客栈，官方单位，谁敢闹事？哎呀，我误会了，咱们哪儿敢闹事啊？这不是刚下过大雨吗？咱们就想去抓点蛤蟆。这半夜抓蛤蟆这么妙的想法，这2位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哎呀，有病啊！这大半夜的抓什么蛤蟆？行了，赶紧的睡吧，别明天真要赶路了，1个2个的，不是晕了就是昏了。哎，于大夫，休息吧，抓蛤蟆什么时候抓不行？明天咱们中午休息的时候，你爱怎么抓怎么抓。哎，这暴雨才下完，正是抓蛤蟆的好时候，白天天热，蛤蟆不出来的。哎呀，你们睡吧，我跟大廖去抓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也去。夏姑娘，你不怕蛤蟆？嗨，他什么都不怕，别说蛤蟆了，蛇虫鼠蚁都是我姐的好朋友。别瞎说，换你姐姐名声，我还是有怕的东西的。哎呀，姐，这儿，哎呀，救命啊，跑我脚上了！夏安如一边一只只抓着蛤蟆，一边嘲笑自己的弟弟。弟啊，我觉得你特别适合一个词。什么呀？哎，这儿还有一只，快抓呀！娇憨。哎呀，行，娇憨就娇憨，你说啥都行，你快点，那儿还有一只。娇憨都说女孩子吗？安阳一个男娃，又那么大个子，怎么能说娇憨呢？憨傻又娇弱，当然是娇憨啦。哈哈，你这女娃子可比你弟弟能说会道不少啊！哈哈哈。蛇，我来。便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夏安阳条件反射地往后头退了一下，这人脚下打滑，直接就往后仰去。正蹲身抓蛤蟆抓得起劲儿的夏安如都来不及喊一声我去，就被倒下来的庞然大地给砸晕了。完了，完犊子了，这回轮到我一个人穿回去了。有了一点意识的夏安如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不过睁开眼的一刹那，她差点没被亮瞎。这是哪儿啊？她缓缓蹲下身子，仔细瞧了瞧，这是一片葱地呀。对，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随身空间？穿越之神啊，不对，穿越爸爸爱我了吗？这种东西是我这种一点都没有存在感的女主角可以拥有的吗？所以我是女主角，没错吧？天爷呀，穿越爸爸，我误会你了，你是我的神。正当他想拔个空间小葱尝尝是不是味道特别好的时候，突然一阵强烈的头痛袭来，眼前一黑，渐渐的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安如，你醒醒啊，你不要吓我呀，安如。文芳啊，你冷静点儿。姐，你不会有事的，不会的。当夏安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激动的老母亲正坐在床边。头好痛啊！于大夫凑到夏安如跟前，
给他把了个脉。哎，跟你们说没事儿的，就是这脑袋磕着了石头，失血有点多。哎呀，多休息休息就行了。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来照顾安如就行。娘，还是我来。我谢谢你啊，大爷，求求你了，睡觉去吧啊！你说你怎么连站都站不稳，这都能给我砸昏了，昏倒。唉，那刚才的什么金手指、银手指，难道都是猫啊？不会的，不会的。夏安如赶紧闭上眼睛，心中默念：进，一定要进去。再睁开眼，果然他又进来了。出，我要出去。再睁开眼睛，夏安如就看到老母亲一脸迷茫地看着自己，进出。夏安如来来回回了7、8次，这才确定自己刚才不是在做梦。不过这里有个 bug， 为什么他进出空间没人觉得惊讶呢？于大夫，您先别走，您瞧瞧安如，她是不是磕了脑袋，有什么后遗症？不然为什么像是卡壳一样，一直在动与静止之间来来回回切换？我女儿这是坏了吗？哎呀，这个磕到脑袋有点不舒服，很正常嘛。那你要不放心，老夫给他行个针也行。不用了，我就是头有些疼，没事的，娘你放心，我挺好的。姐，你真不用扎针吗？不用了，我的脑袋已经承受太多了。姐，好好休息，我先送于大夫回去，你那个什么自己小心些。因为女儿受伤了，所以汪文芳很豪气的又要了一间客房，他想让女儿好好休息休息。妈，我们要发财了。啊？怎么说呀？发什么财？咱们一家都能好好的活着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是，我得到了一个金手指，是随身空间。怎么个随身法？瞧着啊，进，意识就进入了空间。可坐在床边的夫妻俩看到的是女儿突然目光涣散，一动不动。过了一小会儿，夏安如眼神恢复正常。看到了吗？有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同？阿荣，你看好女儿啊，我还是再请于大夫来一下吧。哎，快去！明天咱们再好好的问问哪儿有好大夫，不行再去请一个来。因为夏安如突然脑瓜子受伤，所以夏兆丰决定还是在驿站多留1天再走。次日，夏安阳更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姐姐。大杨子，你说心里话，我说我有个空间，里头种了1亩葱，你信还是不信？信，谁不信我跟谁急。来，姐，乖啊，咱先把药吃了。不信就不信，我还懒得解释了。等我想到把葱变出来的方法，就不由得你不信了。别呀，我真信。咱就是说，你那个随身空间里头，为什么种的是1亩葱呢？这我怎么知道啊？等会儿我再进去瞧瞧，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说完，眼神一涣散，魂儿又进去了。完了，猛男叹气，怎么办啊？算了，哪怕姐姐坏了，那也是我老姐。关键这事儿我有100%的责任。以后姐姐如果嫁不掉，那我便养姐姐一辈子。到时候再多生几个崽儿，让他们好好孝顺父妈。等我老了，或者不小心赶了，老姐也能有人照顾。救命啊！这到底是闹哪样啊？这地里只有葱就算了，为什么我还带不出去啊？这破空间，难道就是放着给我一个人欣赏的吗？可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欣赏这1亩的小葱啊？什么破烂玩意儿，还不如别给呢。骂累了，他又魂穿回去休息，休息好了，他又回到那空间找线索。他说到底还是舍不得这破玩意儿呢。怎么样？都喝了，这会儿说想休息，不让人打扰。那他挺正常的，放心吧。夫妻俩听儿子这么说，也不疑有他。咱们在这多留1天，外公他们没什么意见吗？今天的房费咱们出，应该没什么意见。不过看外公的样子，好像不太乐意。
我瞧着小老头又不想占我们的便宜，可又舍不得那房钱，纠结着呢。哎呀，没事儿，你徐拉斯做得好，到时候他们也不愁卖。今天啊，肯定能把房钱赚回来的。到时候啊，想不想自己掏钱付房费，就随他的意吧。次日一早，安如啊，你还是没有休息好吗？要不要？哎呀，娘，不管有没有休息好，咱们都得出发了。是说要走呢，就怕安如这精神不好，赶路太累了。外婆，没事，一会儿累了，我车里就能休息的。走吧，咱们上路。这孩子可真吉利，什么上路不上路的，真不太好听啊。爹，您发什么呆啊？哎呀，吓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不是啊，爹，我是看您……不是什么不是，还不赶紧走？你那草垫子怎么还没编好？说不定今天就要用呢。啊，对了，一会儿啊，再多编点草鞋，给你大外甥也编一双，要大的啊。一行人走了一上午，遇上了个大急，顺腿就停了下来。下个县城今日是赶不到了，咱们中午就在这儿歇息吧。姚家反正本来也没打算进城，他们只要找个人多的地方，把摊子支棱起来就行了。这位的幌子是写了大夫吧？姐弟俩探头一瞧，旁边于大夫的摊位上来了个也举着幌子的人，那幌子上写着神机妙算。道士不是也能自己治病吗？怎么还得找大夫？哈哈哈，贫道只会治大夫不医之症，大夫能治的，贫道却不会。行吧，你说啥就是啥。这位是咱们那儿的名医于大夫，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跟他说便是了。这位大师啊，是哪儿不舒服啊？要不要老夫给你把个脉呀？这位大夫，我主要是这眼睛，年轻的时候受过伤，这些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这几日不知怎么的疼得厉害，麻烦您给我瞧瞧吧，我怕我真瞎了。哎呀，大师啊，我在这里。哦，我说你怎么那么瘦呢？您瞧，我这真的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待道士坐下之后，于大夫便细细问了病情。你这个呀，我3贴膏药下去就能药到病除啊！日遇到神医了，就是不知道那膏药贵不贵，毕竟我也是个扛幌子的人，不怎么富裕。哎呀，不贵不贵，我今天呢先给你贴上，另外呢还有2对，你明日后日用了就行啊，3对，一共呢收你30文，我一会儿再给你扎几针，诊费就不收你了，可好？嘿呀，好好好，那贫道就谢谢您了。于大夫收钱办事，啪啪2块小膏药就给贴在了那道士的山根两边，然后刷刷刷几针下去，便让道士在这儿歇着，一会儿再给他起针。就咱这老大夫能治疗失明？怎么可能啊？3个没啥事儿的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儿。那道士说他道号3白。原来如此，果然是名字起坏了，叫什么不好，偏叫3白，这不3白眼了吧？其实我也不是真道士，只能算是个居士吧。这道号啊，是我师父给我起的，我这一用就用了很多年呢。那您既然是居士，那道家的口诀之类的，您可知道？这个呀，这可多着呢。小姑娘，你对咱们道家还感兴趣？兴趣倒也不算，就是好奇。哦，好奇呀。咱们这心法口诀可多着呢，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要不这样吧，我可以给你瞧瞧9字真言，一共9个手势，怎么样？这行吧，聊胜于无嘛。好，还请大师演示一二。仔细看。便开始用双手翻起了花。临、兵、斗、者、接、阵、列、前。姐弟俩看得简直眼花缭乱，直到喊到最后一个行
夏安如才看清了三白的手势，于是他学着三白手势摆放的姿势，嘴里也念了一声行。然后夏安如恍惚了一下，人就进了他的一亩葱地。我没想进来呀，这怎么进来了？莫名其妙，什么玩意儿？他立刻闭上眼睛，默念3声，出。怎么还在这儿啊？出啊！出！他依旧在这里，空间里没有回音。怎么回事？刚才干了什么？为什么会出不去了？不要急，不要慌，想一想，刚才做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刚才，对，他做了那个手势。想到这里，他翻着手花，闭眼大喝一声：行！我去，神经病啊，耍我呢！而此刻的真实世界里，夏安阳疯了，他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喊了一声行，人就唰一下在他眼前消失了。你们看看就算了啊，这个9字真言没有人引导，或者不是咱们道家的人，可不能随便学哈，不然会出事的。我学了这么几10年，刚才都觉得眼前突然什么东西唰一下就过去了，哎呀，这是有异象啊！你为什么不早说呀？那唰是他姐呀。说完，夏安阳下意识地环顾了下四周，好在旁边除了个昏迷不醒的廖大勇之外，没有别人。我这人就是这一点好，有点心急姑娘，你下回可不能乱学我这个东西啊，看过就算了。行。可任凭他怎么喊行都不行，他也没有消失。安阳、安如，葱油饼要多少几个呀？你这孩子，跟你说不能随便学，别喊了啊！对了，这葱油饼你们怎么卖呀？而空间里头的夏安如也慌得要性要命。难道这辈子就要待在这儿变成个葱人了吗？坑人吗？这不是什么口吐芬芳的空间，跟书里的完全不一样就算了，连个使用说明都没有，这不三无产品吗？夏安如蹲在葱地里，愁云惨淡。夏安如，你好好想想，三白到底说的是哪几个字？不要急，慢慢想，从第一个开始。好，想吧。完犊子，根本想不出来呀！枉我平时待你不薄，事到临头脑瓜子，你这是怎么了呀？事到临头，想起来了，是林。夏安如大喝一声：林！手势没配合上，没用。可是这个林字到底应该配合什么样的手势？夏安如真的吃不准呢。他只能闭上眼睛，使劲回忆着刚才三白的动作，喊一遍林，做一个手势。不是他对林这个字有多执着，而是他就真的只记住了这第一个字。空间外面，下定决心的夏安阳正要去拍三白，眼前突然有什么东西闪过。我操！他姐刷回来了。臭小子，还学会骂人了。姐，你回来了。我去，吓死我了！我以为要吃一辈子葱了。弟呀，我的弟！安如啊，这是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吗？还是你弟又砸到你了？爹，我会了，爹，我会了。哎呀，你别哭，别急，好好跟爹说，你会什么了？是啊，姑娘，你学会什么了？这么激动？没事，就是刚才叫我姐打响指，她会了，有点激动。打响指？没听着啊。这葱油饼很香啊，我能吃一个吗？你想吃就吃，一会儿啊，我再去拿一些来。说完，便扶了女儿起来，准备带她回车厢再说。刚才是不是有谁在哭啊？呀，开饭了呀！是，
你们先吃着，咱们有点事儿。哎呀，去吧去吧。夏兆峰带着女儿去了车厢，而夏安阳也把老妈喊了过来。哎呀，到底怎么了？现在可以说了。怎么了，安如？是不是你弟又砸你了？你跟妈说，妈这回肯定不饶他。这回真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你们先别说，听我姐说。爹娘，你们先捂住嘴巴，先别问为什么，你们听我的，赶紧捂住嘴巴。等下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发出叫声。唉，看情形，明天还是得进城带女儿去看看。这会儿，还是好好配合女儿吧。夫妻俩无奈地对视一眼，乖乖捂住了嘴，然后就听到一声行，唰一下，一个大活人就在夫妻俩眼前消失了。这为什么？这什么操作啊？为什么女儿会突然不见了？这到底是我们疯了，还是女儿真的成仙了？看，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抱头痛哭的原因。刚才我姐就是这样突然的从我眼前消失的。话音刚落，夏安如唰一下又出现在了原先的位置上。娘，您瞧，我没骗你吧？我真的有一亩葱地。哎呦，乖乖，居然是真的！怎么样，爹？这葱的味道跟真实世界的葱的味道哪个好？差不多吧。就是这感觉太诡异了。葱有什么诡异的啊？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你们不觉得有空间这个事情很诡异吗？关键这空间里为什么会出现葱啊？那您要这么说，咱们出现在这个大龙巢本身就是件诡异的事情，至于出现葱吗？难道是因为娘做了葱油饼？哎呦，不对，这空间又不是我的，我做不做葱油饼关你那个空间什么事儿啊？也是。我还有个问题。啥？既然我们一家4口都是穿越过来的，那为什么只有安如有葱，我们没有啊？咱们要那么多葱干嘛呀？哦，对，为什么只有安如得到了那个什么金手指，我们都没有啊？是啊，我们为什么没有？难道是因为只有安如磕破了脑袋？大杨子，我觉得你可以试试。为什么是我啊？你是我们老夏家的男丁，应该承担起男丁应该承担的责任。自己生砸脑瓜子吗？那您不也是男丁吗？老年人不算男丁，征兵都轮不上我。哎，行了，别磨叽了，我去找板砖。哎，别，我弟这脑瓜子本来就那啥，先别砸。这样，按照一般套路来说，见血了应该就能够开启金手指，要不咱们先让老弟见血？什么？我不要，我晕血。哎，没事儿，我带了你爸的血糖仪，里头有附送的无痛采血笔，戳下手指出血就行了吧？见血就行。老母亲立刻站起身，搬出了血糖仪套装。就真的只是戳下手指吗？是的，爸，他自己也不清楚，毕竟他自己的金手指，他都尝试了几百种办法，才知道怎么进出的。那行吧，妈，你呀，什么？不是说无痛的吗？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很痛啊？算了，血都出来了，你们不要说话啊，我先试试。夏安阳说完，就开始准备翻花纸了。你等等，万一你待会儿进去了，出来记得要念着临，然后做这个手势。好，姐，爹娘，我去了啊！我希望得到一亩西瓜。行。为什么我还在这儿？是不是血放得太少了呀？再来一次，来，别怕，娘手速很快的。夏安阳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再一次的伸出了他的爪子。片刻之后，哎呀，安阳啊，要不算了吧？我看你这10个手指头都戳了，好像的确没有金手指啊。妈，您为什么每个手指都戳呀？我寻思着，金手指，指不定手指就是触发技能的机关呐。看来是我想错了。大杨子，至少咱们有一个好消息。什么？至少呢，你的血糖很正常。那餐前血糖4.6，很标准。我不活了。哎呀，走，咱们都是平凡人，就得好好适应了解新的环境。
咱父子俩逛逛去吧。爹，你为什么不试试？你有没有金手指？哎呀，早上你娘帮我测过血糖了，要能召唤早召唤出来了。那估计咱们家就只有我姐有金手指了。这不也挺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其实这么想想啊，没有金手指也没什么不好。也是。哎，爹，咱们去买点炸糖糕吧，我血糖4.6，可以吃。好，买，给你补补。车厢里的母女俩很快也确定了，汪文芳也召唤不出金手指。你说你那空间里头有1亩的葱怎么办呀？你是自己收了还是就扔那儿啊？当然用意念收割呀。等着，我这就去弄1筐出来，以后外婆他们的葱我包了。说完念了声行，就又进了空间。他先跑去大缸子里低头喝了一大口水，喝完了水，夏安如就准备要大干一场了。手葱，怎么回事？又来了是吗？手葱！他的灵魂在呐喊，1亩葱田依旧纹丝不动。这玩意儿不会是手动的吧？哎，算了，来都来了，收就收吧。为了能成功走上人生巅峰，我忍了。夏安如略带气恼地拔起了2把葱就出去了。哎呀，你那1亩葱这么快就收好了？可惜汪文芳也是想多了，当得知女儿那地方还得手动收葱的时候，汪文芳还是有点舍不得的。哎呀，实在不行你就慢慢干呗，收个10天半个月也行啊。咱们那玉米我瞧这也还没有晒干透呢，估计也还是不能种吧。哎呀，可惜我也不能跟你进去，不然我还能帮帮你。这空间也没说不能让您进啊，要不咱试试？怎么试？娘，来，你抱着我试试看能不能带你进去。不用了吧。最后在女儿的一再邀请下环住了女儿的腰。你确定能带着我出来的吧？您闭上眼睛，咱们走。在汪文芳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真真切切的1亩葱田。哎呦，这可真是葱天葱地呀！哎呀，母女俩在空间里感叹了一下，这葱长得的确好，碧绿碧绿的，然后就出来了。娘俩决定一会儿揪了父子俩也试试。对了，娘，拿个水壶来，我给你们盛点水出来。那水缸里的水我喝过了，感觉喝了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精神，我去盛一点出来路上喝。那你去舀一点，一会儿我煮开了再给你们喝。哎，你也别直接喝生水啊。夏安如乐呵呵地应了一声，唰，人不见了。咣啷当，瓮掉在车厢的地板上。没一会儿，女儿刷回来了。怎么回事啊？这瓮怎么不跟我走？你问我？那空间不是你的吗？难道只能是我的东西才能带进去啊？于是母女俩又一阵翻腾，好不容易找出个夏安如以前摆拍用的小茶壶，然后夏安如反手就是一个刷。很好，这回茶壶进去了。行了，以后遇到干旱啥的也渴不死了。阿荣啊！汪文芳赶忙应声下了车。你4弟5弟摸到的河虾还活的，你娘让我问你怎么烧。正好有油锅，等娘收了摊，咱们做点油爆虾吧。要是有人要就卖了，卖不完晚上吃也不会坏的。啊，好。哎呀，爹相信你的手艺。外公，哎呦，瞧瞧，还是咱们家安如贴心呐。你怎么知道外公才逛完回来，这会儿啊正渴着呢？话音刚落，老头举起茶壶就是喝。这水真凉快。就是安如啊，你这个壶太小了，等外公发财了再给你去买个大的。来，这个还给你，我嘴没碰到壶口，放心哈。说完乐颠颠的就背着手走了。母女俩面面相觑，既然外公喝了，那就暂且瞧瞧能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吧。这么热的天你还跑去挖葱，也不知道好好的歇着。来，孩子，外婆再给你煎个饼啊。不用了，外婆您不用管我，我保着呢。安如，你这是哪儿挖的葱啊？看着可比咱们找的野葱好多了，真水灵啊！刚才在那树林子里面看到的。
我瞧长得好就全给挖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鼻孔大，这葱味一闻就闻到了。一家人说说笑笑，这葱的事儿便就这么过去了。这算命的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捡的？我怎么不知道？哦，我是于大夫的病人。我这眼睛啊，于大夫说最好再针灸几天，所以这几天我得跟着他啊。放心，吃住我自己解决。不过今天我就厚个脸皮跟您讨个晚饭吃。这事儿您得问我爹，得他点头才行。哦，你不是你爹呀？那你是你爹吗？你是不是坏的不是眼睛，坏的是脑子啊？啊！哎呀，不要这么说嘛，人家眼睛不好嘛。你不是耳朵不好，怎么我说什么你都能听得到啊？太阳渐渐西下，众人把各种乱七八糟给收拢了一下，继续赶路。这么说的话，跟姐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被我姐带进空间里，对吧？应该是这样的，我刚才找小兜子试过了，就没能把他带进去。那你外公喝的那些水不会喝出什么问题来吧？应该没问题吧，我先喝的，现在除了感觉好像不怎么疲惫之外，别的没什么反应。外公好像也没说什么不舒服啊。下次还是小心些，万一那水喝了有啥副作用，一时半会儿显现不出来呢。好，知道了，下回要是……对了，咱们今晚还是住客房吧。那一亩小葱我想赶紧收了，到时候能卖则卖，不卖就半卖半送。其余三人一致同意。到了下个驿站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这到底是个啥空间啊，姐？我就说你们女频就爱搞这空间不空间的，到头来还得自己种地，这跟在外头种啥有啥区别啊？还不如跟男频似的，来个系统啥的，只要一路把系统任务做完了，那奖励可是实打实的，不比这空间来的好啊。你当这是我选的呀？再说了，人女频小说里的空间都是靠意念播种收割的，简直不要太好用，一点也不比什么系统差。那姐，您这是啥呀？我这不是还没升级吗？等升级了你就瞧好吧，到时候别求着让我带你进来就成。俩孩子说的啥意思啊？哎呀，不懂年轻人的话题，咱们不用非得参与。哎呀，行了，你不用给我揉了，赶紧帮忙去吧啊！一会儿收完了，咱们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哎，那行，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可别再干了啊！一家四口一直忙活到半夜，这才把葱给收完了。当夏家四人穿戴整齐去往驿站后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行李物品都收拾好了。哎呀，阿柔，你来尝尝我这熏拉丝卤的味儿对不对？这是你们半夜抓的？这么一大盆，得2大桶的蛤蟆了吧？不是我们，是你爹抓了大半夜，直到啥都看不到了才回来的。这人还真是怪了，从昨晚到现在就没睡过一会儿，怎么的这精神头还那么好？阿荣啊，爹这儿还有3条鳝鱼半桶泥鳅在那桶里养着呢，晚上你来做哈。爹，您一夜没睡不累吗？哎呀，不累呀，不仅不累，还精神得很呢。哈哈哈。走，出发。便带头走出了驿馆。娘，外公他是不是喝了那水的缘故啊？有可能，不然都50多的人了，拍了一夜的蛤蟆，怎么还会如此红光满面？那水真的那么神奇的吗？一行人浩浩荡荡赶路，日上中天，一队人马终于赶到了松县城外。老姚家照样在城门外找了个人流不错的阴凉处支摊儿。这简直是个行走的商业街呀！咱以后都不用找人多的地方了，如果再捡上几个行业精英，咱们就是行走的大吉了。这哪里是什么行业精英，根本就是行业淘汰赛出来的尾部选手。再捡几个，你姚外公啊，可能就不是光叨叨了。哎呀，也不知道姚外公这状态能保持多久。您别担心了，我姐不是说她也喝了吗？她不是很正常吗？能吃能睡的，那水啊肯定没毒。姐，你有空也给我来一碗呗。这样的提议立刻遭到父母的反对。说着话，4人已经到了城中的主街上。为什么？
因为你姐姐有很多葱啊。不是，姐的葱她自己不能卖啊。那不然你去勾引深宅大院的小姐们买首饰吧，我还乐意卖葱呢，都不用动脑子，想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行吧。那安阳你别乱跑啊，就在这儿卖葱，知道吗？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走丢了，咱们就直接去城外姚家步行街碰头，知道了吗？说完，他还从钱袋里掏出10文钱递给儿子。爹，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抠门的？从你那8手破船搁浅开始变的。行了，姐给你赚零花钱去，一会儿回来给你买好吃的，乖啊，好好卖葱。等夏安如他们转悠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夏安阳早就把葱卖完。不错嘛，都卖完了。那可不。哎，姐，看你这表情，这回又赚不少吧？必须的，你老姐出马，哪有不赚的道理？赚了多少？姐，给点零花钱呗。夏安如掏出放铜钱的荷包，掂了掂，扔给了弟弟，然后比了个8的手势。8000啊，发了呀！你当我是去打劫的呀？800。行了，别白活了，咱们该走了。走，卖葱去。啊？为什么还要卖啊？我已经卖了很多了，5、6千斤呢，大哥，你那些才哪到哪儿啊？走，咱上饭店去瞧瞧去。走，上饭店问问去。最后，夏安如在松县卖出去了大概2000斤的葱，赚了可能有1两银子。回到老姚家的阵地，哎呀，老于啊，你给我好好把把脉，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太正常。你这脉息。哎呦，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得什么急症了？啊，没有，挺正常的，就是有点躁动。这样吧，我给你点膏药。你没把错？你不信我也行，要不然找个医馆瞧瞧吧。反正这会儿进城也方便。哎呀，不过人家一般看诊一次，怎么也得收个30、40文的吧。姚老八因为舍不得30、40文的诊费，而相信了于大夫的说辞，然后又迈着大大咧咧的步伐，开始吆喝着大伙儿赶紧收东西，他们一会儿就得赶路了。安如，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卖葱的时候嗓门还挺大的呢，这是不舒服了？是中暑了吗？我这是捅了葱窝了，咱们昨晚才收的葱，这会儿地里又长起来了。啊，这东西还能自己重新长出来？现在看来是的。唉，长什么不好呀？长葱，上一波的葱都还没有卖完呢，下一波又来，那下一波处理完了呢？难道还会继续长葱吗？这什么空间呀？葱之祖坟吗？什么玩意儿？不管了，这葱爱怎么长怎么长，我看这玩意儿能不能长成参天巨葱。也是，你就每天进去瞧瞧，等什么时候换东西长了，咱们再收吧。我外公状态如何？一般来说，这神水喝了都会让人精力充沛的，这个的确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说不定过个2、3天就自然恢复了。什么神水？我看是神经水。哎，你先别管那水了，身边的钱可放好啊。我觉得也不能全放那个什么空间里，那地方总感觉是个坑啊。他拿出800两放进匣子，扔到了空间里，另外600两分成了3份，由他和爹娘分别保管。这一晚住在驿站院子里的老姚家就不怎么太平了。哎呀，你这夜夜不睡觉，是准备升天啊？死老婆子说话真难听，那我睡不着有啥办法？要不然咱们……你想干啥？哎呀，你个婆娘想什么呢？我说要不咱们编渔网吧，那反正麻省有的……你去哪儿啊？你给我闭嘴去睡觉，不然我明天就找你闺女女婿好好的跟你说道。我能怕他们？我跟你说啊，你个死老婆子，别仗着有人撑腰，在我跟前吆五喝六的。第二天天才微亮，于大夫，您给我爹瞧个病吧。哎呀，这又是怎么了？被蜈蚣咬了，还是被蝎子蛰了？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我很好啊，精力充沛，活动自如，30年的老寒腿都好了。你就没点儿跟你外公那样的症状？没有啊，我还睡得特别好，连梦都不带做的。怎么办？小老头好像真的喝坏了。这姚老八的症状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于大夫也不知道。不过好在不耽误赶路，不是？一行人如此
继续走了好几天。姚老八的亢奋结束在了他喝完水的第5天。那天晚上，老头吃着晚饭，突然就睡着了。于大夫给把了脉，说是身体无恙，可能就是精力透支了，休息一阵儿就好。没想到这休息一阵儿的一阵儿，居然是整整4天。最后在即将要到临安城的前一晚，姚老八终于醒了。哎，这天怎么还黑着呢？我怎么觉得自己睡了挺久的呀？当得知自己已经睡了4天之后，姚老八震惊不已。嘿，我怎么就恢复正常了呢？这也不怎么正常呀。待到众人都离开之后，夏安如还特地去瞧了趟老头，问他这几天起伏这么大，到底是种什么感觉？哎呀，起先就是觉得多出来了一股劲儿，怎么都不累，不干点啥简直浑身刺挠。后来睡着了，也没做梦，醒过来的感觉就好像那股多出来的劲儿没了。原来如此。回到房间之后，准备好了吗？咱们走吧。3人再一次进入了空间，继续收葱。原本想摆烂的一家人，为啥突然就又跑去收葱了呢？那就是这空间呀，禁止摆烂。在夏安如放任不管的葱地2天之后，葱就开始渐渐烂在了地里，然后空间肉眼可见的小了一圈。明天咱们进临安城，先卖珠宝，后卖葱吧。这些东西一直堆在那儿不处理，也会烂的。烂了，空间就会给你颜色看。不然还能怎么办呀？唉，总不能每天塞给你外婆100斤葱吧？人家只是年纪大，又不是傻。没事儿，到时候再摆个摊儿，让安阳看着呗。看着一边听歌扭屁股一边拔葱的夏安阳，然后互相点了点头。怎么了？你们说我坏话了？没有，说你最近的表现好得很。那可不。次日，临安城里，手法的话，还恕我们不便多说。只能告诉您，除了这些宝石之外，咱们大部分用的是琉璃。东家直说，这东西实在是精巧。他这铺子里虽也有卖琉璃杯的，但是从未见过如此逼真的琉璃花卉。那是肯定的，咱们自有秘法。若不是真的好东西，咱们也不会拿出来的。几人在门内你来我往，讨论个不停，就是双方都不愿喊价。这东西估价不容易。既然这位东家看着不太想要，要不咱就走吧。说完，也不等人东家喊价，拿起桌上的首饰盒，扭头就往门外走。那东家连忙让守在门口的掌柜拦人。哎呀，我家这臭小子就是脾气不好，赶紧的给我回来！没听东家要开价吗？哎呀，东家，您说价吧，如果合适，咱们就把这副头面留在这儿了。这位壮士，你手里的东西我要了，你先回来说话。您看这1000两如何？不卖了，这玩意儿留着给我姐当嫁妆，咱家不差钱儿。壮士莫走。这样啊，这东西啊我实在喜欢，咱们不来虚的，1200如何？老板也是个爽快人，这样吧，一口价1500，您觉得如何？那东家却说这价格实在太贵，他怕是吃不下来。要知道普通的一个珠钗不过几两银子，那就打扰老板了。说完喊上了一双子女，头也不回的就往外走。咱们这不是讨价还价吗？这怎么说到一半就走了呢？然后一路追了出去，这才把人拦住，做成了一笔无比费口舌的买卖。您几位要是还有好货，千万记得来彩凤楼找我啊，我这都给您开实价。下回啊，荣大师再有新作品，一定先让东家过过眼。至此，夏家手中的存款便有了2900两。可又怎么样呢？我还是照样要卖葱。小小的一匣子首饰，咱们卖了1000多两，整整3000斤的葱，咱们才卖了300文。你们说咱们卖的这么便宜，空间会不会生气啊？一会儿再给我缩小，那就要没了。这都能生气？他也没规定你卖多少钱啊。臭小子说什么呢？
这个给你，你今天演技不错，奖励一下。就卖葱的钱啊？那卖首饰的留着买地创业过日子。4个人又在城里采买了点笔墨纸砚、棉花布料，便回到了城门外。趁着夏安阳去吃饼的间隙，另外3人又把1500两分成了4份，1份放空间，3份他们各自保管。咱们不给安阳是不是不太好啊？不用给他，到时候有了钱，不知道这臭小子还会买什么交通工具来祸害咱们呢。行吧，我去空间瞧瞧。此时空间里的土地里已经又开始冒小绿芽了。您老这见天的冒葱是为了啥呀？你能不能给我个明示啊？这葱也卖不出什么价钱，更当不了饭吃。您老这究竟是为哪般呀？不对啊，这葱地之前不是都让我种了吗？这会儿怎么又开始自己冒了？啥意思呀？可空间能给我明示吗？不可能，自己猜去吧。夏安如真的不懂，他懊恼地刷了出去。外公、大顺、谷雨、小豆子，赶紧来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来了。怎么不是高高？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呀，笔墨纸砚一样没差。今天开始我教你们认字吧。不要，不用了。不好。哎呀，他们不愿意学，我还是算了吧。你放心，安如，这个账假以时日，外公肯定能算得明白。不行，这些东西花了我5两银子，不学，外公还钱。什么玩意儿？就这些？这些玩意儿要5两？由于所欠实在太多，所以他们只能妥协，勉强点头，同意认点字儿。这葱怎么不一样啊？怎么扁的呢？这是什么品种？夏安如拔了几根，直接刷出了空间。娘，您瞧，我空间里的葱好像变异了。你们这些孩子呀，真是一点没有常识。这哪里是什么变异葱，这不就是韭菜吗？夏安如都已经无所谓了，她成功的被她的空间 PUA 了。次日一早，娘，今天我教你做韭菜盒子吧。不用了吧，安如不是能找葱吗？娘做葱油饼现在也熟练了。外婆，我今天改找韭菜了，信不信由你们。我今天肯定能够挖回来很多韭菜。小豆子、谷雨，走，跟姐挖韭菜去。小安阳，背上篓子。姐，我也去。顺啊，姐姐昨天不是教了你们写1到5吗？姐，我会写4了，这回绝对不会写错，你带上我吧。不是，是姐教你们的时候没想清楚，教错了。姐觉得你真的非常聪明，很适合念书，所以呢，姐决定让你做我的小助手。这样吧，我把1到5正确的写法写给你，你先认起来，晚上帮姐一起辅导大家，好吗？你大顺一听，立刻表示接受任务。不是安如姐姐，这个跟昨天咱们学的差的也太多了。昨天是姐写错了，平日里爱写简略的，所以写习惯了。晚上我想了想，真要教的话还得教书面上的，不然到时候人家写的账咱们不是也看不懂吗？所以呢，今天你的任务就是熟记这5个字，晚上当姐的小助教，加油啊！说完，夏安如就带着孩子们走了。这咋回事啊？爷，这才是1、2、3、4、5。啥玩意儿？那昨天咱们学的，姐说那是简便写法，在外头是用不通的。就在爷孙俩无语问苍天的时候，夏安如已经跟拿葱一般，把30、40斤的韭菜从空间里拿了出来。哟，这么多韭菜啊！我果然没闻错。何氏那边因为有了做葱油饼的经验，所以对揉面、拌馅儿啥的上手都很快。娘，咱们这韭菜能有30来斤呢，放2个炒鸡蛋真的是太少了，这馅里头都瞧不见呢。怎么会瞧不见呢？刚才连3白都说瞧见了呢。这是何氏瞎说的，3白明明说的是闻着炒鸡蛋味儿了。要不然一会儿我再多放点盐。可别，娘，昨天还有人说咱们葱油饼咸了呢，您老可千万悠着点儿。咸吗？我咋还觉得淡了点呢？您老这舌头吃盐都吃麻了，差点被何氏追着骂。这次夏兆丰直接去找了个批发商，把韭菜都卖给了他。这空间何该给人家飞行员，给我干嘛？很快，小菜贩带着几个挑夫拉着借来的牛车来了，最后连筐带菜，夏安如收了人家5两又300文。
这回不错，比葱强。葱也好，韭菜也罢，都是命中注定的。就是下一回如果再要长的话，我希望能够多长一点值钱的，什么草莓啊、樱桃啊、橙子啥的。我要西瓜。对了，咱们可以买一点水果树种呀。虽然空间里种不了，但是不妨碍咱们带去宿州种啊。爷俩无脑支持，一行人便这么走走停停。时间很快到了8月底，天气渐凉，夏安如他们也已经走过了扬州，他又多存了1000两的银子。另外，老姚一家他们在赶路的1个来月时间里赚了整整20吊铜钱，就是20两银子，可比老姚家1年赚的还多呢。爹，我跟您商量个事儿。你说，爹听你的。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马上要出江苏路，之后3、4天的路程，是个4不管的地方。这摆摊做生意的事儿，咱们暂且先停一停，等进了中州，靠近皇城了，咱们呢再做点营生。但是也不能跟之前似的，天天的摆摊做买卖，咱们呢最多3天一次，看哪儿热闹再在哪儿赚钱。不然到时候行程太慢，再走上2、3个月啥的，到了宿州那可就是隆冬了。咱们得争取起码在10月头上就要赶到宿州。你说的对，那咱们接下去几天就闷头赶路，钱不钱的以后再说。安如，咱们接下去3、4天的功夫不能停下来做买卖，你这大白菜可怎么办？这孩子青菜种成功了之后，就得了1亩萝卜，萝卜结束了，就来了1亩大蒜，熬到大蒜结束，又来了1亩白菜，真是没完没了。实在不行，找个庙捐了呗。倒也行。你们就不给你们可爱的儿子、弟弟一个赚300文的机会吗？佛祖的钱你都好意思赚啊？夏安阳只能用手做了个把嘴拉上的动作，以示自己绝不跟佛祖计较阿杂之物。队伍的行进速度明显就快了很多。老姚家的队伍还遇到了押送流民的一队人马，队伍里老的少的都有。突然队伍后头传来了吵嚷声，救救他吧，官爷，他才5岁，之前身体一直很好的，求求您了，他以后肯定能种地能当兵，求求你救救他吧。前头有个庙，你把他就放那儿吧。可那女的咣咣咣就往地上磕了3个头，只说让他救救孩子。其实这兵士觉得自己态度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这女子却一点不懂事儿，她便恼了，抬脚就想踢人。远远却见有人骑马而来，然后喝了一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回崔大人，这孩子不行了，我看也就1、2天的活头，可这女的却非要纠缠不清，万一这孩子的病会传染，这孩子的病不会传染的，他只是得了风寒，高烧不退，求您了，您救救他吧。瞧瞧前头有没有医馆大夫，有的话给他买2天药，走吧，别耽误赶路。老夫是大夫。我就知道于大夫忍不住。你要死啊你呀！你这要是菩萨上身了呀，能不能做个人呢你？别连累我们呐！你是大夫？他说啥呀？大人问您是不是大夫啊？是啊，不是我干嘛说是？这不耽误人吗？于大夫，您客气点儿。这小老头对病患倒是挺好的，怎么的对官差还敢呛声了？没瞧着人家手里那马鞭恨不能比他发髻还粗吗？万一被人一鞭子甩上来，小老头你受得住吗？大人莫见怪，咱们这老大夫耳背，人也耿直，如有得罪，万望见谅。去把个脉，开2天药，不要耽误太多时间。孩子，你跟我一起去。崔大人转头看了眼去救人的2人，回头的时候却问夏兆峰：你们是去肃北？回大人的话，是小的一家和老丈人一家都是从海蛎县赶去肃北开荒去的。为何？海蛎县在浙江路，要比苏州好上不少，你们为何选择北上？咱们家是渔民，今年风灾闹了几次，船也沉了，咱们那儿有农田的，这会儿也还没到卖的时候，哪怕有卖的，也都是世家大族买了去，咱们轮不上呢。况且江南一路的地价也贵得很，您瞧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没个7、8亩的地也活不了了，不是？海蛎县衙说，如果去宿州，当地县衙会分丁田给咱们。小老百姓嘛，要活着总得找出路，不是？
于是全家商量了一下，便还是决定往北去找活路。所以你们可有什么事隐瞒吗？哈哈，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大人。我是上门女婿，孩子跟我姓，都是丈人给面子。哎呀，当家的官爷也没问这个，你又何必？哈哈，没事儿，做你们家上门女婿，我高兴着呢。当家的，众人看得有点要语，夏安阳更是鼻孔出气，别过了头。因为医治小童耽误了1炷香左右的时间，流民的队伍再次出发了。莫要因为小事再耽搁行程了。这人倒也不算坏，这人看着很凶啊。刚才他问有没有事儿瞒着的时候，我都想好了扛你的姿势了。扛我啊？我谢谢你啊，大可不必，我可以自救的。你别到时候等着我来救你就行了。不过你别看人家长得凶，可该办的事儿一件没差，最后还让人给了于大夫一些铜板呢，这就算不错的了。是啊，安如说的没错，咱们往后行路还得低调着些，并不是每次都能遇到愿意听你们解释的官差的。下雨了，安阳，你打头的得快一点。爹，别催了，孩子拉车不容易。不容易，你倒是下来呀。这我下来了，那孩子不是更不容易了吗？正当他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开脱之际，隐约听到前头有人在呼喊：“救命啊！抢劫呀！救命啊！”哎呀，阿荣啊，我去瞧瞧，你别让他们都跟来啊。夏安阳看到老爸突然往前跑，便想也不想的就跟了上去。妈，好好待着，不用担心，有我。千万小心，让你爹和弟弟不要逞强。姚家几个儿子一听，撸着袖子就要往前。安阳和老夏会看着办的，咱们这老弱妇孺多，别到时候中了人家的计。姚家人都没怎么出过门，这会儿一听姚荣这么说，心里自是紧张了起来。放心，孩子有我看护。那安如不也去了吗？我瞧他还不如我呢，好歹我这腿脚也比他利索点儿。若有个什么事儿，来回报信也快呀。闹够了没？都给我等着！此时前头的夏兆峰已经追上了苦主。壮士救命呀！那人跑到我家，抢了我家的钱罐子。等着！口吐芬芳的，给小爷站住！你别被我抓到，否则打断你的狗腿！夏兆峰的速度很快，也就2-3分钟的时间，已经追上了前头的劫匪。还敢跑！夏兆峰大喝一声，飞身直接缠倒了劫匪。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这个我不要了，你们留着吧！哼，想逃？问问你大爷，我这拳头同不同意？好你们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别想逃，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练练，练练。夏安阳说完，便立刻甩着棍子往前跑。那劫匪大喊一声，转身就逃。英雄，谢谢你们啊！劫匪凶狠，不要意气用事。谢谢2位英雄，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婶子，你这腿脚怎么这么快？喊你别跑，前头危险啊！爹，扶我一把，我要。几位，这雨越下越大了，我家就在前头村子里，您几位要不先去我家歇歇脚，等雨停了再赶路吧。老父亲眼神略带犀利，他抿了下唇，想了一瞬，才朝女儿点了点头。那几位赶紧跟我走吧，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一会儿到家我给你们煮点姜茶吧。一行人跟着那苦主就往小道里走，到得院门外，已有个半大的姑娘站在了院门口。姜茶煎好了，大家都喝一点吧。哈哈，客气了，瞧咱们这么多人，得费不少料吧。恩人说的什么话？这些姜咱们家还是有的，您诸位多喝点儿。红儿，再去煮点来。这么多人，这些怎么够啊？诸人皆说不用客气，不过红儿还是微微一笑，跑去了厨房。诸位喝吧，这姜茶就是要喝点带烫的才能好呢，这一会儿凉了就发不出汗了。大廖，你身子弱，你先喝。哦，好的。廖大勇接过碗，就是一咕噜一碗姜茶，喝了个底朝天。婶子，还有吗？我再来一碗。哎，好。见廖大勇喝完，他还招呼其他人，大伙儿都喝吧，一会儿雨停了，我瞧着诸位还得赶路呢，可千万不能受了风寒。诸人都点着头，端起碗，说着接下来该怎么走。突然夏安如喊了声哎呀，然后往刘婶的卧房跑去。这闺女怎么了？婶子，
我那个不方便了，您这儿有草木灰啥的吗？刘婶一下子就明白了，说了声等着，就要出去。哎呦怎么了这是？还要什么吗？那个算了，没事啊。麻烦您去取了草木灰来吧。可刘婶才想转身，又听姚荣喊了一句：“哎呀，还是得麻烦您一下。”没事儿，要什么你只管说。要盆干净的热水和一块干净的帕子。对，就要这些。好，你们在这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拿。到得外间，刘婶还特地看了下那缸子，一缸茶水只剩下了个底儿。她跟众人说大伙儿休息一下，她再去取了茶水来。猴儿，这里都喝完了，不过有个婶子和姑娘还没喝，赶紧的再端一些来。哎，知道了，马上来。等了也没多久，红儿又端着茶汤来了。姑娘，咱们都喝过了，你不用这么客气。没事儿，就一点茶汤而已，不用客气的。说完盛出2小碗给里屋送了进去。过了差不多能有20来分钟，就听有人开了门。赶紧的，这么多人，一会儿醒了一个就麻烦了。老四，你这到底怎么选的人呢？这车连个牲口都没有，还有俩是破板车，折腾这么一趟，咱们那蒙汗药得好几10文呢，也不知道结个富贵点的。行了，老二，如今这世道，能结到这样的就不错了。若真是有牲口的人家，也不会跟着来避雨的。走，赶紧的，先把人捆了，一会儿拿了东西咱们就走。是，老大，人都在这儿了。还有2女的在里屋。老三，你去把2女的捆了，好看的话别弄伤脸。老二，你刚才说的孔武有力的是那俩吗？是，就是这俩货，这会儿成狗熊了。这人说着话，上去就是啪啪2脚踢在夏安阳腿上。进到屋里的老三在屋里找了整整一圈，又挠着头出来了。刘婶儿，没人呢。怎么会呀？我跟红儿都看着呢。突然听到一声闷哼，回头就看到老二已经被狠狠甩在了地上，而那老大则被突然起身的姚家五虎给死死压住了。夏兆峰此时也已经站了起来，他手握长鞭，直接一鞭子照着刘婶和那老三的正脸甩了过去。刘婶闪躲不及，直接用脸接了一鞭子，痛得他捂着脸嗷嗷叫唤。白衣人，我女婿救了你，你还恩将仇报，我挠死你！哎呀，我也是被他们抓来的，我也是苦命人啊！你这个死婆子，别挠了！趁着乱，红儿想悄悄地溜走，却直接被夏安如拦住了去路。去哪儿啊？那茶汤里的药是你下的吧？看把咱们的人喝的。姐姐，你听我说，武元也是好人家的女子。说个屁！哎，你这个臭女人，你敢给我们下毒！我儿子差点被那蛤蟆样的人给捅了，我挠死你！一场混乱在半个小时后得以消停。兆峰啊，要说还得是你，要不是你提醒咱们啊，别人给的东西都不能喝，这会儿被绑着的恐怕就是咱们一大家子了。是说呀，不然凭咱们老姚家的这几个男的，一路上怎么死100次都不够。女婿啊，你辛苦了，一会儿娘给你做面吃，咱多吃点。都静一静啊，听我说，咱们这样，先派2个人出去报官，再有几人望风警戒。娘，您和大弟妹受伤了就歇着，吃的让阿荣做就行了。一会儿等官差来了，咱们把人交给他们，就继续赶路。这地方咱们也不宜久留。此时出去报官的3人已经走上了官道，远远就瞧见来了大队人马。呀哟，啥？哦，是那个崔大人。大人，有劫匪。什么？在何处？带路。说完就要催马前行。抓住了。船好了再说。好了，船好了。咱们的路上遇上一窝劫匪，不过已经被我们给制服了。咱们也只是路过此地，不知道上哪儿报官啊。大人，您瞧这，咱们也不是地方官，咱们是武艺带路，继续往前。你还有孙自立、齐三跟我走，带路。好，大人跟我来。说完，夏安阳转身迈腿就跑。等跑到了那小院的时候，大人，咱们真的是冤枉的，是这几个人想打劫我们，咱们这才被绑在这里的。呸！口吐芬芳的，你个大叉叉！咱们抢劫你们，还报个屁的官！我被捆在一起的5人直接闭了眼。
这货的智商真的不适合打劫。原来是您呐，真是太巧了。这6个匪徒想骗咱们来这儿杀，不过被咱们反杀了，咱们也不知道这人该往哪儿送。您瞧，您能不能接收了？到时候冲锋啥的，当个肉盾也好啊。我军不收这种人。对，此等败类就该斩首示众。这儿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口有人声传来：娘，外公外婆，快来，咱们发现了好多白菜。站在门口的崔大人略动了下脖子。呀，安阳怎么把您给找来了？这倒霉催的，早知道进门再喊了。这人瞧着还挺精明的样子，可不能在他面前露出马脚呀。白菜哪来的？这女孩好生奇怪，时不时就能掏出白菜来，哪怕是农家女也没有随身带白菜的习惯吧。刚才跟我爹去取水了，发现人家路边扔了好多白菜，估计是卖不掉，所以随便扔的吧。不应该啊，这白菜看起来好得很，咱们前日采买粮草也得3文1斤呢，怎么会扔了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们从哪儿抢的，藏白菜的地方离这儿近得很。那6个人嘴里头都塞了破布，情绪却异常激动，呜呜呜呜个不停。有病吧，还抢人农民伯伯的白菜。大人，咱们审吗？不必，不是我们的职责。你和孙自立把那3个箱子打开瞧瞧，没问题的话，连人带箱子送去宁县县衙。你带我去看白菜。夏安如对这个崔大人的行为有些不解。大人要瞧，那就去瞧嘛。对了，大人，那里白菜真的好多好多，你一会儿带点儿。走吧，安阳，背上篓子，一会儿咱们自己也拿点儿。也没走几步，夏安如就指着前头说：就在那儿，大人可以去瞧瞧。带路。行吧，夏安如认命的点点头，带着人继续往前。很快走到了堆白菜的地方，连一向冷脸的崔大人眉毛都跳了跳。怎么会有这么多白菜？娘这么多啊，少说也有3、4千斤啊。瞧瞧，姐打下的白菜山，这才1半呢。哇，这白菜种得好啊，巧手啊。你少装点儿，一会儿这些给军爷们吧。不用，既然是你们找到的，你们自行处理吧。别客气啊，大人，咱们赶路带不了这么多白菜的，您带走吧，好歹也是粮食，算是咱们给大家献爱心了。你之前给那病重母亲的白菜又是哪里来的？买的，咱们过路的时候看到有农人卖菜，就买了几颗。对了，我瞧着这些白菜跟咱们自己买的很像，肯定是那些劫匪在本地农人家偷的，或者是抢的。崔大人心里现在也觉得非常的奇怪，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大人想事儿呢，别打扰，小心被大人拉出去抽鞭子。别想了，早知道这人会来，我也不会把白菜搬出来了。要不是那白菜不耐放，我怕一会儿又捂烂了，再把我空间缩小了，也不会这么着急把东西给弄出来了。失算了。不过这大人想了也白想，任凭他想破脑袋也绝对想不到，这天底下还有我这样的系统 bug 存在。夏小姐，您别客气，民女夏安如，您叫我名字就可以了。民女也不是什么小姐。那就谢谢您的好意了，找人把这些都搬走。啊，这几千斤的白菜都搬走？没听明白吗？属下明白。齐三抱拳，赶忙去安排人手来拉白菜，而崔大人则跟着姐弟俩重又回到了那院子里。见崔大人回来了，负责查3个箱子的蒋正在崔大人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在哪儿？给我看看。跟在后头的夏安如只看到那蒋正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金属的管子和一块小牌子。在下有事要询问这几个人，请诸位移步到室内吃饭。很快，赶路一家亲全数进了门内，立刻有人去把屋子的门关上了，然后站在门口。哎呀，咱们是不是碰上什么事儿了？是啊，不是反杀打劫的了吗？你好好说话，爹这不是还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吗？没事儿，爹，您吃您的，不该咱们听的不听就行了啊，是不是啊，于大夫？呀，大料还扔在外头呢。没事儿，军差知道他那是真晕，只要啥都没听到，就不要紧。嚎叫夹带着求饶声在小院里循环播放，听的人简直胆战心惊。没事儿，咱们什么都不知道，不会有事儿的啊。对，
如果那崔大人真是个坏人，也不会跟着安阳来抓人了。对，我听崔大人护卫说，这预言也不是他们分内事儿。我猜想，那些人应该是闭嘴吧你！是还堵不上你的嘴，猜什么猜？吃饭。娘，姐姐说话您怎么？你姐姐只说人好话，你却猜不该猜的。行了，吃饭。偏心眼子。过了差不多再有10来分钟，屋子的大门被打开了。崔大人站在门口，看着捂着耳朵的众人。今天麻烦诸位了，这几个人我带走了，已经查问清楚，他们没有别的同伙。若是需要，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夜。以后如果有人问起你们这事儿，就让他们来找我。在下宿州北路军崔成允，告辞。说完，他便转身离开。等到人都被押送走了，几人才出了院子。大廖啊，你醒了吗？吓坏我了，太吓人了！军差审问，这简直太吓人了。大廖啊，你醒了呀？没事吧？啊，行了，别哭了啊！你看你这都哭吐了。不是我胆子小，真是那官兵太可怕了，跟阎王似的，上来啥也不问，咔咔就把人手脚给生生踹断了，拿起鞭子就是抽啊！那你听到人问啥了吗？哪里敢听啊？不过隐约听到，好像说火冲、亲兵啥的。咱们平头百姓不用打听那些，既然那崔大人说那些人没啥同伙了，咱们今天就暂且在这待一晚吧，休息休息，明日再继续赶路吧。姐弟俩胡乱找了个借口，说要去找野菜。快到主路的时候，夏安如一个闪身，弄出了2筐白菜。这玩意儿2筐大概才能卖个20-30文，我这搬进搬出，耕田种地，还得费老鼻子劲，真是太坑人了。姐，你得这么想，万一咱们家走投无路了，起码还有你那1亩地不是吗？也不会饿死，也不会渴死。其实我觉得这空间还挺好的，你别老冤他。我耕地你睡觉，我搬菜你休息，我浇水你扭你的老年disco扭得可高兴了，你当然不嫌弃了。哎，什么叫老年disco？我那是魔鬼的步伐，你不懂。姐弟俩互相吐槽着，就到了主路边上，远远还瞧见搬了白菜准备要走的那个叫齐三的护卫。谁呀？那是白菜精。卖白菜喽，1文钱2颗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上好的白菜。哎姐，你那空间里不是藏了吃的吗？弄点糕点出来，我饿了，赶紧的，现在没人，我给你挡着点。夏安如嘟嘟囔囔说着，这又不是给你当零食的，人家那是战略储备。不过人还是进了空间，不进还好，一进真是吓了一跳，空间咋的又缩了呢？难道白菜不能送人？夏安如大急，赶忙出了空间，也来不及跟弟弟解释什么，只说了句让他等着，拔腿便往前头追。军爷，怎么了？咱们白菜够了呀，不用再给了。不是，我没要给白菜啊，那就好。那是什么事儿啊？您得付钱。什么？钱？这白菜不是你送给我们的吗？如果是要买的，他们才不要呢，这么多白菜还不够累赘的。是的，军爷，您得给我钱，主要也是我怕咱们好心办坏事儿。什么意思啊？我也是才想到这一茬，咱们送白菜给诸位也是为了感谢军爷们对咱们大荣百姓的付出，但是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如果让有心之人知道了，再拿这几千斤白菜做文章，说军爷们收受贿赂呢，所以我思来想去，为了军爷们好，您还是得付钱，到时候万一再被有心之人做了文章，也能说是军爷买的白菜，有那么多人能作证呢，咱有理。那你要多少钱啊？都行，意思意思就可以了。1两。行啊，您说多少就多少。晕乎乎的齐三真的从怀里掏出一块碎银子扔给了夏安如，接过银子的夏安如赶忙道了谢，然后一溜烟跑了。然后他在路边看到个芦苇丛，闪身进空间后发现少掉的半亩田又回来了，这才舒了一口气。太妈，吓死我了！那军人骑着高头大马瞪着你，可老吓人了。看出来了，家乡话都出来了。而那头更加莫名其妙的齐三，在跟崔大人会合的时候，顺便就提了一下这事儿，问你要了1两银子。是，也不是说要1两，就是如此这般如此。怕我们被参收受贿赂，
收受白菜的贿赂。是，之前北蛮打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时候，大人也没这么疑惑过呀。这会儿崔大人看着不像非常生气，却是非常困惑，满脸疑问的表情让齐三很是不安。齐三，你去把刚才运白菜的人都找来，我有话要问。另外，那些白菜让人全部劈开来。得了崔大人的令，押送犯人的兵差劈了白菜，劈的刀都快拿不住了。好在没劈出什么花来。1两银子的白菜，行了，这些白菜都发放给流民吧。还有，往后我不想再见到任何跟白菜有关的东西。老姚家是一夜都没休息好，所以次日一早，姚荣便劝大家晚点出发。夏安如看着冬瓜天冬瓜地，眼泪刷刷往下掉。有病，有大病！刘总长西瓜呀，长什么冬瓜呀？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又过了3日，一群人总算是踏上了通往都城的最后一段官道。一会儿咱们还是见机行事，这是都城，比起南方来，那规矩肯定会多上不少。咱们等会儿多兜兜看看，之后再决定手里的东西怎么出手。知道，多看多听，少说话。听到你姐说的了吗？娘，我很机灵的好吗？后面呢，赶紧跟上，进不进城了还？不进就立刻离开。哎呀，差爷，咱们是打从南边来的。切，你们进城干嘛呀？回差爷的话，咱们是进城去采买些粮米，这北去还得不少路呢。这人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生病了？哎呀，不是，昨晚他没睡好，这会儿睡熟了。睡熟了？喂，醒醒！廖大勇毫无反应。哎呀，这位官差，他本来身体也不是很好，这几日赶路可能累了便睡得有些沉。呵，你们不能进啊！这人不知道是不是得了病，万一要是会传人呢？哎呀，不是，他没病，他只是……哎呀，滚吧，别逼我赶人啊！哎呀，差爷，咱们打个商量吧，要不就派几个代表进城买点米面粮食，其余的人在城外等着，您看这行吗？你们都是一起的，那人有病，谁知道你们身上有没有？不行，滚蛋！贵人，被喊住了的齐三走在靠近姚家队伍的位置。白菜！那崔大人看到了夏安如他们，还是一副根本不认识他们的样子，就继续牵马上前。齐三更是觉得自己失言了，跟着崔大人往城门走去。不过让他有些意料之外的是，前头跟看门衙差交涉的夏兆峰没过一会儿居然被放行了。进得城内，夏安如才知道，原来是前头崔大人和齐三进城的时候，不知给那衙差看了什么东西，说了句什么话，夏兆峰便被通知可以进城了。有点来头啊，这两位看着大概是啥探子之类的吧，不然也不会好好的昼甲不穿去打扮成商人。可夏兆峰却不想在这里讨论军差，他只问女儿准备先卖首饰还是先卖冬瓜。先卖瓜吧，这瓜不卖会烂，首饰不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夏兆峰再次在菜场里找到一个值得他多看一眼的人。不过大城市里的人嘛，总归是防范之心会重一些。听说夏兆峰要卖200多个冬瓜，那人直接赶人，说再不走就去报官，还跟周围摊贩说这俩货明显就是骗子。我一没要你钱，二没要你菜，你说我要骗你什么？我每天盘冬瓜盘得那么辛苦，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说我想用冬瓜行骗呢？苍天啊，大地，天理何在呀？孩子，行了，既然这位不想要3文钱一个的冬瓜，那咱们也不用勉强，走吧。大不了路上卖1文钱一个嘛，有啥了不起？父女俩正想走呢，却有人叫住了他们。3文钱一个冬瓜，是真是假？自然是真的，不过我不想卖了，再见。好在那来问价的人看在钱的面子上，还是有点锲而不舍的。这买卖最后还是以5文钱一个冬瓜的价格谈拢了。双方说好了交货的地方，就选在城中一处巷子口。特地找那么个没人的地方做买卖，东西还卖得这么便宜，肯定有鬼。别怪我没提醒你。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如果真有200个瓜，哪怕一个赚10文20文，1年的摊租也便有了。行了，大哥，我先收摊了走了。拿出最后一批冬瓜的时候，孩子都吐了。
哎呀，安如啊，你好好练练举铁，以后大有可为啊。大有何为什么东西啊？我倒是想将来扛煤气罐，可这有煤气罐吗？嘘，买家来了。夏安如朝前头一看，果然巷子口进来了几辆牛车。你们这到底是什么牛什么车呀？怎么拉得动这6、7千斤的冬瓜呢？而夏安如则说，他们这牛啊，从小就跟别的牛不一样，这牛喝他母亲的奶，差点把母牛给喝瘪了，现在一顿能吃3个冬瓜。这冬瓜就是为这牛种的，主要现在这牛改吃白菜了，所以冬瓜就便宜卖了。菜贩看着一本正经的父女俩，赶忙付了钱，带着几辆牛车转身就走。还没走几步呢，就听有人在身后喊他：哎，拉冬瓜的！您喊小的可是要这冬瓜？我跟您说啊，这冬瓜是才从乡下送来的，新鲜的很，多放几天都不会坏。您要不要多买点啊？你这冬瓜怎么卖啊？15文一个，真正是批发价。您买的多的话，还能再便宜个。我全要了。放心，咱们钱货气。这些人是你雇来的吧？一会儿直接送到咱们府就行了。咱们老夫人爱吃冬瓜糖，夫人便想多买些，给老夫人多做些，所以你就看到那两妇女把一车冬瓜藏进了无名巷。是啊，可是有一点比较奇怪，那牛车是他们租的，那冬瓜我也没见他们卖，所以你没见到谁跟他们交易了冬瓜？是大人，上回是白菜，这回是冬瓜，他们到底是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啊？而且如果是他们抢的偷的，为什么要偷那么不值钱的？偷点古董字画啥的不行吗？你今晚怎么？今晚咱们就去洗？不是今晚，今晚你先把放家的那些冬瓜全批了吧，如果批开有什么异样再回我吧。你说那牛车能拉6、7千斤，你一会儿把牛和车也都买了吧。5日之后，吃了一路晨灰的一行人终于踏入了西周辖地。啥厄尔尼诺呀？是拉尼娜。你没觉得这才9月里，可风吹在脸上已经很冷了吗？拉尼娜，好吧，不管是哪个，总之现在就是反常的灾难性气候。非常正确。还好咱们之前买的粮食够多，棉衣我再多做一些吧。这灾难性气候，也不知道苏州会有多冷。几人正说着话呢，就听后头突然传来吵嚷声：“哎呀，别拽了，这裤腿都给我拽掉了！哎呀，你可饶了我吧，我就这么一条裤子。现在，求求您给口吃的吧。您家也有孩子，您瞧瞧我家那孩子都已经走不动道了。”闻声而来的夏家妇女和老姚家的一群人往他手指的方向瞧去，就见官道边的黄土里躺着个骨骼一般的活人。这儿的人是人也不是人，您发的是慈悲心，可对姚家人来说或许是恶业。老大夫挣扎了2下，最后还是作罢了。呀，这怎么有冬瓜呀？哟，3个不对，6个，爹，冬瓜！众人这会儿也顾不得合理不合理了，热闹也不看了，呼啦啦全扑向了夏安如的方向。匍匐在何氏腿边的那女的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准备也去抢了试试。我有个小的，给你孩子吧。那女的顿时又跪在了地上，说话就要磕头。别磕头，冬瓜就当是你买的，你给我1文钱吧。我没钱呀。你有钱啊，瞧那儿有1文钱，你捡了就是你的。那女子也不明白夏安如的意思，她还是慢慢的跪爬到了1文铜钱旁边，捡了起来。冬瓜1文钱，给钱。一脸懵的女人递出了刚刚捡到的1文钱，夏安如收下，放进了自己的袖管里。咱们走吧，此地不宜久留。对，趁他们没注意，咱们赶紧走。一行人到达下个驿站的时候，看着日头已偏西，夏兆峰直接就喊了大伙儿，今日便在此地休息。强子，带这几位去客房吧，你再给后院折腾个地儿，让这几位好停车。对了，好叫诸位知晓啊，咱们这儿的通铺啊，一间是80文，咱们这是先付钱后住宿啊。什么玩意儿？你们这价不对呀，怎么的跟都城一个价啊？这位大人，驿站可是官办的，咱们一路走来住的驿站也有20-30家了，除了都城的驿站，别地儿可没有您这样的。要是官家知道
这儿的事儿呢，您告到官府也没用。咱们西周呢是禹王封地，您呢是个过路客，不知道。那我就不怕跟您直说了，咱们这儿的驿站也好，粮税捐税也罢，就都是这样的。这事儿还真不是官府能做得主的。不过，若是您有官家的文牒、军部的文书，那还是能便宜的。您有吗？我没有。这不是明摆着剥削民脂民膏吗？西周都已经这样了，那什么女王鸟王的还不忘搂钱呢？好气呀！再可气还不得住宿。此时天色已渐暗，夏兆丰3步2步到的门口，就见自家众人围着俩男子。我真的是丢了文牒公章，不信你去中州、去都城、去吏部问，我真的是。你没有文牒公章，我也没法确认你就是官差啊。一会儿议程大人来了会怪罪我的，你还是带着人赶紧走吧。咱们哪还敢晚上走道啊？咱们才被抢了骡子和行李，好不容易保住了小命，你居然还把我们往外推！我家老爷真的是朝廷命官，咱们这会儿是去宿州赴任的。哎呀，对了，你若不信，明日跟我一起上你们县城，问你们县太爷，你便知道了。旁边老姚家众人都齐刷刷地看向夏兆丰，而此时夏兆丰心中是有疑虑的，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不知这位爷是遭了什么灾了？哎呀，自从进了这西周境内，就见这恶殍满地，河床干涸，田地绝收。本官只觉得这西周百姓实在可怜，有人来我跟前讨要吃食，我便把自己的干粮都给了他们啊，却不曾想，哎呀，我家老爷心善，却被那些灾民抢了包裹钱财，最后他们还把咱们的骡子给抢了，老爷被他们从骡子上硬拽了下来，摔了半天都爬不起来呢。被抢走的包裹里最要紧的还是那吏部的文书和官印，这会儿咱们也没盘缠回都城了，看到这儿有个驿站，就想过来借宿一晚，等到明天赶到最近的县衙，把这事儿告了官才行。是啊，这西周实在闹得不像样子，我不仅要把自己的事告官，还得把这里的情况上书到御史台，参这西周州牧一个不治之罪。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像骗子呀？听到没？宿州去当官，说不定这人以后就是管咱们的呢。咱们要不要套套近乎？正在夏兆丰纠结之时，义成回来了。他听义族如此这般如此一说，便直接走到了常山男子跟前。像你这种人，咱们这儿见得多了，没钱却装大爷，没文牒敢冒充官差，胆儿挺肥啊！赶紧滚，不然我可不客气了。放手！我家老爷是你能推的吗？知道我们是哪家的吗？呸！哪家都没用，咱们这儿一认文牒官印，2是就认钱，没有就滚蛋。你一个小小驿城也敢在这儿作威作福？本官今日是丢了官印文牒，那也是因为你们州牧不作为，让百姓流离失所，时不果腹所致。走，这会儿就带我见你们州牧去。呵呵，见州牧你也配？还不赶人？赶紧的！哎呀，有话好好说，不管住不住得起店，这要赶客也不能动手，不是？你管那么多闲事儿啊？别闹事啊！今日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了，要住店可以，要么交钱，要么交文牒，我这么做一点错的地方都没有。你们告到哪儿，我这个理儿都站得住。咱们明日不是要去县城瞧瞧吗？咱们虽不知道州牧在哪儿，但是知道最近的县城怎么走。要不2位明日跟咱们一起走？啊，对，要不然你们明天跟咱们一起走吧。今天就委屈你们，暂且住后院，咱们可以借个帐篷给你们。住后院也得给钱，10文够不够啊？不够这事儿我就不管了，你们啊，爱怎么吵怎么吵。那义成也怕烦，于是他点点头，便算是应了。待夏兆丰去取了帐篷给那主仆2人的时候，常山南还跟他做了一揖。这位兄台，鄙人荥阳郑氏郑志明，感谢兄台高义啊！郑兄客气了，鄙人海利姚氏。琼州下士夏兆丰。琼州下士是哪个呀？
夏大爷，今日谢谢你的慷慨解囊。小的名叫熊二，我家主子是荥阳正氏。熊二是不是还有个哥哥叫熊大？天哪，怎么会叫熊二啊？怎么想的呀？你好，熊二。我是琼州夏兆峰，这么说没错吧？谢谢夏兄了，咱们就不耽误你们休息了，明天见。所以琼州夏氏到底是哪门子的氏族啊？万一这俩是坏的，那肯定还是住外头，咱们略安全些。也是，咱们反正有安如呢，关键时刻还能躲。姚家这大大小小那么多人，有个万一，老的小的都跑不脱。这荥阳正氏是不是跟琅琊王氏那样，在这是世家大族的意思啊？还琅琊王氏？姐，你的琅琊榜到底看了几遍啊？叫我说，这事儿就非常简单，这俩就是蹭吃蹭喝的。要真是什么世家大族的人，还是当官的，那肯定仆从一大堆啊，怎么也得熊大、熊二、吉吉王子、光头强全都跟上吧？哪有只带一个熊二的？既然有熊二，那肯定就有熊大。弟，这回姐觉得你说的对，没有熊大这事儿不对头。你们俩开什么玩笑呢啊？你们爹跟你们说正经的呢，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家以后能不能好好的在宿州生活，都给我正经点。其实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没错，对吧？就是啊，没有熊大肯定有问题。阿荣，我的意思是，之前孩子说的，如果这人真是做官的，而且是世家大族出来的，那就别说下人了，什么小妾婢女的，估计都得带上一堆呢。就只一个仆从，的确看着不可信呢。那怎么办？要不一会儿你跟安阳在窗口轮流的值班吧，别到时候真是坏人把咱们给洗劫了。我守上半夜，不过老姐的派子得借我。我晚上还得收官，就不陪你们了。你们聊。一夜过后，啥事儿都没发生。难道他们真的是去宿州赴任的？不应该呀。应不应该的，一会儿咱们上了县城就知道了。县太爷认了他，咱们就赶紧的抱大腿；县太爷不认他，那我就让他出1文钱，送他俩冬瓜，感谢他昨晚没抢了我们，也不算太坏吧。就是这个理儿，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不用想太多，走吧，别老是让爹娘他们催。一行人匆匆赶路，走了差不多有3-4个小时，才走到了县城。一队长长的队伍蜿蜒在街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队伍是排队买粮的。咱这县城如今粮价几何呀？今日说是有鲜米200一斗，平日咱们买粗米是180一斗，别的粮米也没有。可把夏兆峰惊了一跳。要知道海蛎县哪怕欠收精米也不过100文一斗，这粮价未免太贵了吧？朝廷难道没有赈灾粮发放吗？想屁吃呢，还赈灾粮发放？为了买这鲜米，咱们也是昨天夜里就来排队了，还不知道能不能买上呢。正说着话呢，前头就有粮店小厮来喊：今日粮食售罄了啊，明日赶早。瞧，你也又白排。那人说完，跟着人群就慢慢散去了。哎呀，不知大哥家住何处啊？你干嘛？我告诉你啊，我家可有8个儿子。这儿的人都那么喜欢吹自家儿子多的吗？不是，咱们从南边来的，路上多买了些瓜菜，想着带着不方便。嘘，小点声，我都要了，有多少都要啊。行吧，那一会儿我来。你家在哪儿啊？于是那人便说，一会儿就在前头的巷子口等他，千万记得不见不散。夏兆峰点了点头。青花，你这是？我就在想，那人说朝廷没拨救灾粮下来，可我明明记得户部说拨了这西州周边不下4个长平仓的粮赈灾，还有些民间的义仓，应该也是送了粮来的。粮呢？这西州是虞王封地，粮店门口还有。青花兄，你一会儿你到了县衙，准备怎么说服人家县太爷相信你啊？他可不想在公开场合讨论什么王爷王八的。这个嘛，有些事只有官场上的人才知道。我说了，这儿的县太爷自然会知道的。
行吧，看你这么自信，咱就且浅信你一回吧。夏兆丰把人送到了县衙门口，就带着家里另外3人卖冬瓜去了，所以没看到郑志明，连衙门都进不去这样尴尬的场景。你这人忒不讲理，我并不想为难你，你只要去帮我通报一下，就说是郑志明来寻个方便，他肯定能知道我是谁。走吧，每天来求见县太爷的人，不说有100来个，那起码也得有20-30个，咱县太爷能个个都见吗？走吧，趁着还没挨揍。不是，我家老爷是有官身的，咱们这是去宿州上任的。那不挺好吗？宿州比咱们这儿还能好些呢。关老爷您走好啊，小的就不送了。昨日咱们路过西州，包裹行李都被抢了。这还不就是来打秋风的？你们这些人现在怎么的都骗到县太爷头上来了？正说着话呢，斜刺里冲出来个人，趁着差役正跟郑志明说话，3步2步就跨进了衙门前堂。没多时，那闯门的人就重又被扔了出来。你他妈找死啊！衙门都敢闯！哎呀，求求您了，差爷啊！我是大杆子乡的钱富贵，前些天跟县太爷吃过饭的，我还买了个员外呢。你让我见见邱县令吗？啊，我家前几天被灾民……哎，别在这儿吵吵，县太爷忙得很，不在。还有啊，衙差说到一半，又见旁边来了一群人。你们干嘛呀？谁让你们聚众的？都给我撒开！怎么，走一块儿都不行吗？衙差立刻喊了一声，从衙门里出来一队人马，就挥着棍棒开始驱赶人群。哎呦，大人可千万别冲动，一会儿被那帮人打伤了，咱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别拉我，我就不信了，哪怕我是个寻常百姓，这衙门我还进不得了。哎呀，您行行好，可别说了，一会儿再被听到，可得不到好果子吃啊！可郑志明看着前头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群，直接开骂了：王八蛋，西周周末，你有胆子给我出来！姚老八实在忍不了了，直接捂了郑志明的嘴，让儿子给他捆了个结实。到姚家也算是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城门口。买到粮了吗？哎呀，根本没地儿买去。不过爹放心，咱们车上还有4-5斗白米，当初路过扬州的时候多买了些。咱车上还有1缸子粗面，这粮估计撑到宿州应该是够了。外婆，我今天得的，你给我1文钱。安如，咱能不能打个商量？哪怕你捡个南瓜也好啊。不要，我希望下回能捡到桃子。老天爷，你听到了吗？桃子好，咱家以前后山上有棵毛桃树，虽然那桃不甜，但是水分多。吃桃，吃桃，我也要吃桃。桃子吃人吗？叫你别吓孩子，瞧把古雨吓的。桃子有啥好吃的？酸就算了，吃了身上还痒。呀，怎么还绑了个人啊？怎么是郑大人啊？这怎么还绑上了？姚老八便这般如此这般的把事儿给说了。啊，暗号都没用上啊！清华兄啊，我给你松绑的话，你可千万别再骂咱小老百姓不该骂的，可好？哎呀，郑大人，不是我存心要绑你，实在是刚才那情况太乱了。你一瞧啊，就是个好官，可好官咱也得先留命啊，才能给百姓伸张正义，不是？我老丈人这话说的没错，咱先得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跟黑恶势力斗争，不然这黑恶势力还没倒，咱们自己先吧嗒了，这不是白死吗？被松了绑的郑志明虽然气得要死，可细想想，这2人说的也没错。夏兄说的对，咱们得先自保。不过我就带了那个一点都不忠心的下人，接下去一路上都要靠你照应了。我不忠心就不会跟着老爷您到这儿了。郑大人，您别灰心，这一路上咱们遇到的衙门还多着呢。不必了，我已经不相信西州官场上的所有人了。待我到了宿州，定要好好参上他们一本。所以哪怕现在他们追着我给盘缠，我也不会吃着嗟来之食。姚老爹，咱们这一路还长着，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虽然我现在手上没钱，
但是你放心，到了宿州，我肯定会把钱给你补上。所以吃人家的是嗟来之食，吃咱们的就不是。这人怎么看，怎么像是骗子？想骗咱们啥呀？骗咱冬瓜？骗吃骗喝嘛。这一路到宿州，卖粮钱可要不少。到时候他到了宿州，拍拍屁股跑了，咱们报官也没用，人家也不会因为这点东西就全程的追捕他吧。我现在说什么，基本都是口说无凭。这样吧，你们想想，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做，且你们需要的，我就用做工换我的口粮，可好？既然这样，咱们家还缺个教书先生，郑大人您……我可以，我科举是2甲前3，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你们要学啥，我都可以教。咱们才开始认字呢，300签都还没有开始教呢，这会儿才会10个数和写自己的名字。呀，那这个可启蒙太晚了。这个地上爬的，现在开始倒是没关系。不是，还有这个，那个，还有我外公。年龄覆盖这么全的吗？我想问问，你们都准备如何考学呀？也不为考学，纯粹是想让大伙儿认几个字，哪怕以后买地看个地契，做买卖看个商气，不都方便点吗？也是。那大伙儿都读到什么程度了？都一样，都只会写自己的名儿。我再强调一遍，安如啊，你可能想多了。不想了。于是他拍着胸脯应下了此事。既然事已至此，清华兄也不想多做停留了，那咱们就启程吧。这县城也没啥好待的。好，走吧。对了，这个给你。您不是被打劫了吗？这怎么还有鱼图？居然是鱼图，而不是银票。郑志明吞吞吐吐说是因为一路上都得用，所以藏得特别好，这才保存了下来。一行人继续上路，有了鱼图，夏兆峰这个带路的速度明显有所提升。3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一处原本是驿站的落脚点。清华兄，咱这驿站也能倒闭的吗？不是说好了是国企吗？这个也的确有管辖地无法拨付驿站用度，驿站被迫撤离的情况存在。那现在怎么说呀？咱们要不把这大堂收拾收拾，今晚就暂住这儿？夏兆峰看着鱼图，夏安如也凑了过来。爹，离这儿最近的驿站估计还有30里，咱们走到那儿也许就天黑了。关键咱们也不知道后头的驿站还在不在。行吧，那咱们就收拾收拾，一会儿把帐篷搭里头吧。领头老夏一声令下，大伙儿便忙开了。过了好一阵儿，天色渐晚。安阳，出什么事儿了？于大夫是出事了吗？3人只看到他身上背着个人，血腥味很重。是我们？什么我们？你是那个拿白菜的？齐振业，你们叫我齐三就行。安阳身上背的是那个崔大人。哎呀，你们再聊下去，这人估计就得死了，我也不用浪费药了。赶紧送到帐篷里去。很快就把人送进了他们临时搭的帐篷里。真是崔家的2儿子？应该没错。好，那崔二怎么样了？估计不太行啊，咱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了。那个齐三就是都城齐家的老三齐振业，他爹是礼部。我问的是齐三吗？问你崔二呢？齐三说他中的是火冲，昏迷前已经大量失血了。什么是火冲啊？火冲就是哟，吓我一跳！你们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背后的？他说齐三的时候啊。不过火冲是啥呀？这毒很厉害吗？怎么我看安阳身上都被血给浸透了？火冲是西洋兵器，就跟拿在手上的炮火似的，点了火就能砰一下发射。砰一下的火炮，姚家人也都没见过，他们只能似懂非懂的哦了2声。哎呀，不行，我得瞧瞧去。大人，等等吧，于大夫这会儿正紧张呢，咱这大夫可不是什么神医，一会儿看不好病，他会讹人的。这都是什么草台班子啊！此时帐篷里的崔成允的确已经到了万分紧张的时刻。于大夫怎么办？这些好像止不住啊。要不然截肢吧。这是人手，又不是鸡翅根，怎么能说砍就砍？不行，崔大人还得领兵打仗，不能砍手。那你说这血怎么止住吗？你跟你儿子先出去，你们俩在这儿，这空气都被你们吸光了，赶紧出去，别影响于大夫发挥啊！咱们要相信于大夫，他可以的。于大夫，您是想到什么好法子了吗？哎呀，没有，
你这玩意儿可别瞎说，我再回忆一下止血的针法啊。行了，可以了，我下针了啊。说完，手起针落，而后那胸口的血依旧还在往外渗。别急啊，我再来2针。慢慢来，咱们想好了再下针。崔大人可以的。崔大人也不是特别可以，咱能抓紧点就尽量抓紧点。帐篷里头，面对崔成允的伤势，几人都很是紧张焦灼，而除了帐篷的夏家父子俩，也瞬间被姚家人围住了。里头啥情况了？还在施救，暂时还没看出来太大的好转。突然，夏兆峰被不远处的一小滩血迹给吸引了目光。崔大人一路都是流着血过来的。可不是啊，您看我背后都被血水给浸透了。你把衣服脱了，然后烧掉。哎呀，多可惜呀！爹，这回听我的，你们别念书了，进到屋里去。双五啊，你弄几根木条子，把门窗修补整齐，孩子都看好，别乱跑，快去。安阳，去车里把你姐姐的灯带上，跟我走。听夏兆峰如此安排，姚老八他们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何氏叮嘱了几句夏家父子千万当心，便带着孩子们进了屋。你是不是要去抓什么人啊？我也去，护好你家主子，我们去就来。父子俩扛着铁锹，沿着夏安阳他们之前回来的路径往枯树林子里走去。哎呀，你这破孩子，拿的这灯也太小了。那可不得拿小点的，大的太亮了，万一有啥情况咱们就暴露了。更何况好使的都被我姐收到空间里了，她还说要卖钱呢，到时候万一丢了，她得剥我的皮。也是，这太阳能灯估计值不少钱呢。对了，爹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您说。就是你看啊，这夜黑风高的，咱们这个灯又跟个鬼火似的，瞧啥都不仔细，这血迹可能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干净。爹，你啥意思啊？难道让我滋尿啊？这几天喝水少，尿可能也没那么多。胡说什么呢？谁让你滋尿了？那不然你说什么血迹处理不干净，咱们也不没水吗？要不然我现在回去让我姐弄点她的水出来。这样啊，咱们等一会儿把这儿的血迹处理得七七八八了，就往反方向去，边走咱们边往地上滴点血，万一有追上来的人也能误导他们。咱们也没带鸡鸭呀什么的，血哪儿来啊？夏安阳看向了老爹，而老爹呢，只是静静地冲他笑。爹，我是你亲儿子吧？儿子，我是你亲爹吧？两人是一路清理血迹，一路压着声争执，最后决定两个人一人放一半。你这破孩子，我算是白疼你了。哎呀，爹，我问你，今天要是跟你一起来的是姐，你会不会让我姐放血啊？夏兆峰愣了一下，才想说话，就听夏安阳又跳脚了。看看，偏心眼子！不是，你一个男的能跟你姐比吗？嗨，男人嘛，就是要只流血不流泪。那您一个人流吧啊！我不是男子汉，我是个小男孩。恶不恶心？哎呀，不行啊，创伤太大，这血一时三刻止不住，可血再止不住的话，恐怕……大夫，你一定要救救他！崔大人都是为了我才挡的那一枪，要不是崔大人，我此刻就是个死人了。于大夫，咱们上回路过扬州的时候，不是还买了不少药材吗？您能不能再试试口服草药？要是的，方子我已经想好了，马上就去抓药，让大料煎了灌下去试试。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啊，虽然他这个出血少了些，但是一直止不住，我再多药下去也只是拖点时间，实在不行啊，还是得找外头医馆，找好的大医馆。他们呢，或许会有法子。头孢倒是有，可那玩意儿也不止血呀。不对，娘，我出去一下。夏安如突然想到了什么，也不等姚荣答话，就冲出了帐篷。到了车厢里，他又着急忙慌地进了空间，在药箱底部翻到了一瓶6瓶装的云南白药。果然有。很快，夏安如回到了帐篷里，着急忙慌的干嘛去了？您瞧，拿了这个云南白药，这药粉不行啊，到了伤口上就没了。甭管有用没用，先上了试试。云南白药，老夫倒是没听说过。云南那儿养蛊的苗医多，巫医也多，
他们那儿倒是确实有很多咱们见不着的药啊。那试试啊，别愣着了。别急，咱们这会儿先不上药，先服这个。说着话，他把药盖里的小红丸给倒了出来。这又是啥呀？这是这药里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呀？哎呀，喂，赶紧喂啊！这个叫保险子，这药贵就贵在这一粒上，据说可以治血崩。姑娘别解释了，赶紧吧！你看大人都睁眼了。大人，你怎么睁眼了？不会是回光返照吧？哼，大人，这药咱们也没吃过，只是听说可以止血，您要试试吗？好，多谢。说完，崔大人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夏安如从善如流地把小药丸给他怼了进去。别怕，生死自有天命。说完，便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既然都喂了一颗了，夏安如觉得不如再来一颗，于是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晕了，他直接开了瓶新的给人塞嘴里了。那什么，你们这是怎么搞成这样的？我跟崔大人是去办案，结果发现了重要线索，然后被人追杀至此。追杀？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放心，来人在半路上就被我们解决了，一时半会儿估计也不会有人追上来。哦，怪不得刚才外公说我爹带着铁锹和安阳出去了，估计是去掩盖踪迹去了。哎，安如，好像这血真的没再出了。于大夫解开白布一看，哦，倒是好像也不怎么出血了，这药可以呀。安如啊，那药粉能不能给老夫试试啊？好，您尽管用，我这还有一瓶。谢谢夏姑娘，等崔大人醒了，我定不忘告诉他你的救命之恩。不用谢，不用谢，大人能止血就行。哎呀，别高兴得太早，这止血才是第一步。这么大的创伤，里头还带着火药，后头怎么过了疮疡，这才是关键。我有头孢。不过好在咱们路过扬州的时候，药备得足，高价的药物也买了一些，都是夏姑娘花的钱。你们呢，可真是要好好谢谢夏姑娘。好了，你们先看着她。夏姑娘，你这药粉里除了3七还有什么呀？夏安如自然不知道，他摇头说这是秘药，配方成谜。没事，我大概能猜出个7七8八，一会儿我再加点药粉进去，回头再来给他敷药。与此同时，往破驿站反方向去的父子俩已经滴滴答答走了大约差不多3、4里地了。爹，差不多了吗？咱可说好了啊，明天遇到卖猪肉的，咱得买肉吃。行，给你买，伤口你自己先包扎一下。咱们把这些刚才捡的树枝往前头扔，扔完了就回去。两人就这么处理好了踪迹，正想往回走的时候，看到远远有火光朝他们这里来了。两人找了个枯木丛，静静地蹲了下来。头，血迹往前面去了，走，继续追。那人伤势重，哪怕跑也跑不了太远。父子两人听声音，觉得人已经走远了，这才慢慢从枯木丛里走了出来。两人到底是腿长，一路跑回去也就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爹，安阳，你们这是被什么东西追了吗？不追兵，感觉不是善茬。姐，那崔大人醒了吗？他到底惹什么祸了？没醒，不过血是止住了，具体估计涉及到机密，他们也不好多说，只说是发现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被人追杀了。可不是说来的人都被他们解决了吗？怎么还会有人追杀他们？那哪知道啊，可能他们知道的秘密太大了，得罪的人权势也很大吧。三人正说着话呢，就见有人出了那驿站的大门。安阳、赵峰，你们回来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回了，没事，就是刚才天黑，差点认错道了。爹，走，咱们进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得把门顶上。咱们在那枯树林里，好像还听到了狼叫。呀，还有狼啊！哎呦，那是得小心些，这狼啊肯定很聪明，不然这儿都缺粮成这样了，怎么还没被吃掉？双五啊，别睡了，起来把门窗加固下。可怜双五才睡下，又被揪了起来，加固门窗。天光微亮之时，那些人没找着人，倒是没连夜排查，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儿也不是就这一个驿站，你要排摸，起码得查方圆10里内所有人户。现在人户再怎么少，100来户总是有的。按照齐三的说法，他们查的事儿肯定是还没暴露出来的事儿。如果说真要查方圆10里内所有人户，还是半夜3更，那没事都会被传成有事了，更何况是真有事儿。那不对啊，既然这西周是禹王的封地，这最大的就是他了，要真是他想找人，弄出多大动静，最终还不是报到他那儿？肯定不是啊，
除了藩王，这里还有州牧、刺史、都尉，官员众多，更有各县县令。你能保证个个都是渔王的人吗？那咱这儿最大的官是啥呀？当然是丞相啊！你知道咱们如今的丞相是谁？答还没说出口，就被一阵敲锅声打断了。吃早饭了，赶紧的，先到先吃，后到没有啊！崔大人，你吃点吗？不。他非常积极热情地表示要给崔大人喂点冬瓜粥吃。一切收拾妥当，一行人即刻出发。也没走了多久，官道前头却排起了队。前头有官差查人，爹，安阳，快跟我来！父子俩急忙停了车，朝女儿招手的方向跑去。车里的崔成允因为高热和严重的外伤，从上车到现在就一直在昏睡。荣婶，咱们如果会连累你们，我可以即刻背着崔大人走。放心，没事儿啊，你一会儿自然点就行了。唉，算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人该救还是得救。后头跟着的姚老八发现前头的车厢停了，便上来问情况。没事儿，外公你们一会儿别说话，也别紧张。我爹跟安阳在鱼途上发现一条密道，他们按照密道走，一定不会出问题。咱们过了这河岔的卡口，一会儿再集合。啥？那要是一会儿过了卡口，他们找不到咱们可怎么办呢？您老放120个心，我爹的能力您还不知道吗？行了，您赶紧回去，别引人注目了。您稍微等我一会儿，咱们继续走。哎，不是啊，你爹和弟弟走了，你们这车厢……放心，我可以的。我来帮忙。别动，一会儿坏了你可得赔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车厢，这是我弟亲手做的。行了，一边待着，我马上给你看看我到底行不行。说完就再次钻进了车厢。对不住啊，我也不知道你吃了这个会怎么样，但是现在也是没办法了，只能让你回光返照一下了。说完，夏安如直接给人灌下去了半碗水。行了，半碗够了，这会儿好了，到时候再醒过来就好。然后拿着简单的化妆品，咔咔咔，3下5除2，把这人眉毛给加粗了。别说这崔大人可塑性还是不错的，3下2下，这人看着就不太一样了。等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3个车在路边差不多停了有10来分钟。喂，干嘛呢？哎，来喽，官爷，是我不好，我瞧前头排队呢，就想弄口水喝，这就来啊。你们路饮呢？哎呀，官爷，咱们是一起的。说完，把一摞路饮都递给了官差。姚风平是你吧？你是家主啊？这里一共是16口，上头写了。路饮上写的是姓名、年岁、体貌，从哪儿来打哪儿去。离远点，路饮我自然会看，不用你教。好，官爷您慢瞧，我跟您说呀，这是我大儿子。闭嘴，一边待着。问你再答。你到底是男是女啊？女的。民女是怕穿女装赶路不方便，而且男装省不了。咱们家又穷，所以才穿成这样的。你这算是混淆视听，妨碍办差。对，咱们现在西周啊，正在缉拿要犯。你这样的嫌疑很大。差爷，都是这孩子调皮，小民给您赔礼了。这家到底是干嘛的？怎么的，崔二就好了？不会有什么巫术之类的吧？老爷，嘘，您可别胡说。崔成允已经走到了夏安如边上，摸出一块碎银，直接塞进了那官差的手里。大人，咱们也不知道您这要查验身份，不然肯定不能让孩子胡闹。女孩子家嘛，赶路的确不便。您行个方便，让咱们过了吧。这银子虽然不多，但也是咱家的一片心意。您瞧，为了到宿州，咱们半路上把牲口都卖了，如今只能靠手拉着车厢，咱们也不容易啊。官差默默收了银子，这事儿就不跟你们计较了，都给我站好，我要查验身份。突然有一人拎起手上的长刀，姚荣吓得赶紧把女儿护在身后。谁说要砍他了？我只是查验下身份，闪开！他用刀鞘挡开了姚荣，然后又戳了一下夏安如的左肩。夏安如乖乖站着，也没动。官爷，您这查验身份的法子，咱们还真没见过。官爷厉害！你是夏兆峰？草民确实夏兆峰。查车，开箱子。夏安如赶忙回说好，然后上车去开行李箱，检查行李。夏安如也没再怕的。你女儿是不是？说完就用手指指了指脑瓜子。大人莫见怪啊，咱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人户，这孩子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的确有点上不了台面。你们从南边官道来，路上有看到什么行踪诡异之人吗？这个怎么说呢？这一路上
偷鸡摸狗的人可真不少，咱们前头被人盯上，跟了3里地呢，这种算不算行踪诡异啊？这不尼玛是稀松日常吗？诡异个屁啊！这个不算。哎，行了，你边上去点啊。夏安阳，过来。哎，大人在呢。你不是夏安阳？那差人看着画像，又开始比照。这年轻人眉毛也太粗了，粗的不正常啊。可是看录音，上头倒是的确说了，眉毛特粗，异于常人。这官差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的。这父子俩虽然体态比较像通缉令上写的，但是样貌却是10万8千里，应该是没问题的。进车厢查行李的官差也很快从车厢里头出来了，说是就一些破衣烂衫，于是老夏家就这么混了过去。谢谢。不客气，您的安全就是我们的使命。不过您之前躺板板上说的话没忘吧？没忘，这个给你，以后若有难事可以来苏北军找我。赶忙把腰牌往腰封里一塞。那个什么，崔大人不知道在苏北军是干嘛的？咱们要是真有事找您，万一看门的不认识您呢？我是宿州北路军参将，现领苏北军机动营。机动营打仗很狂暴的意思？参将嘛，我知道啊，看了无数穿越小说，这里头多少有点武将之类的官职。这参将大概就是3、4品左右的武官。很不错嘛，小伙子。崔大人真是年轻有为。那以后咱们到了宿州，真有什么事儿，可真的会来找您哦。在下若能帮得上忙，一定尽力而为。对了，话说，两人同时开口。你先问。你先说。夏姑娘，你刚才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当然，如果不方便的话，不回答也可以。这个啊，我告诉你个秘密，你不要跟别人说哈。你说。我爹以前有点门路，您知道他是琼州出身嘛，就认识不少老乡，都去过海的那边。咱们家的确有些东西是从外头弄来的。崔成允看着夏安如那张一本正经的小圆脸，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却也不点穿他。如今朝廷对海货查得很严，还得让你爹以后小心点。早就不敢了，不过还是要谢谢崔大人提醒。不过崔大人，我爹弄来的这个药啊粉啊的，很多也有副作用。不干了就好。副作用的意思是？这个是咱们琼州以前的说法，意思就是是药3分毒。这个我知道，夏姑娘不必担心。若有副作用，崔某也不会怪任何人。那就好，万一这人一会儿一睡不起，希望齐三不要找他算账才好。如，你爹和你弟弟，你打算什么时候放他们出来？对，咱们说的就是前头那岔路，一会儿停了车，我去找他们去。没走2、3分钟，夏安如他们就走到了路口。齐三，你跟着去。别，不用，我腿快，你一会儿跟不上的。他说什么？说我跟不上他？耻辱，奇耻大辱！哎呦，这种谎说出来，很没有技术含量，很容易被揭穿的好吗？说完，他就要独自往岔路边的草垛子里走。后头的姚老八团队也都走上前来，说是不能让安如一个人去，多危险呢！都给我回来，让安如自己去。你咋比我婶还凶？放屁，我哪里凶了？我这是直说。那什么，阿荣说安如一个人去，就安如一个人去吧。横竖也是你自己的崽，希望你心里有数，别让孩子出啥意外才好。我还是去看看吧，齐三，守好这里。说完，他也不听姚荣在后头怎么喊，跨步就往夏安如消失的小路走去。可他往小路里走了好一段，却一直没有看到夏安如的身影。照理，夏姑娘的步伐应该没有那么快，不会出什么事。他正想加快脚步，再往前探探。崔大人，你怎么追来了？怎么会？崔成允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刚才明明没有听到任何的脚步声，这3个人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崔大人，您没事吧？是扯到伤口了吗？呀，大人怎么也来了？你妈居然还站起来了！这又是为了人家水了吧？为什么我们走之前人家还好好的躺着，这会儿就能满地乱跑啊？到时候再把人家整得一睡不起了怎么整？无碍，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咱们在那草垛子后面躲着呢。刚才听有人来，也不敢出声，就一直躲着。一瞧是您来了，咱们才敢出来的。可他们哪里是走过来了？他们是夏安如大变活人变出来的，这人不怀疑才怪。能顺利会合就好。对，咱们要不走吧，还得赶路呢。
其余3人皆点了头，迈步就往大路上走，并且很快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哎呀，还得是夏兄啊！人家说光长个子不长脑子，我看夏兄不仅身材魁梧，这脑子也相当可以啊！居然能带着那么大一只儿子，躲掉那么多人的盘查，夏兄真是好本事啊！什么叫那么大一只儿子呀？再说了，我也很有用的。行了，别嚷了，赶路要紧。于是队伍又匆匆往前赶，走了不到1个小时，就听齐三一声低呼，崔成允直接倒在齐三身上了。奇怪，这脉象怎么说？是不是？哎呀，别哭啊！要死也不是这会儿啊！就是这脉息太奇怪了，是老夫生平从未把过之脉象，脉象时而有力，时而又显得虚浮。你们摸摸看他，是不是这把拉是暖的，可那把拉却是冷的？听了于大夫的话，夏安如倒是很好奇，才想伸手摸人。哎呀，摸什么摸？崔大人也不是咱们能摸的。哎呀，也不知道个男女避讳，这破孩子还当是21世纪呢。于大夫最后还是抓了几味药，让夏安如在车厢里用小陶炉煎了一会儿，给崔大人喂下去。等崔成允再次醒来的时候，他们这逃命小分队已经离宿州不太远了，差不多还有2日路程，咱们就能进入宿州地界了。大人，您居然醒了！天亮了。大人，咱们都走了2天了，马上快到宿州了。您这伤口啊，还有身体啊，有没有什么不适啊？哎呀，奇迹呀！快，让老夫把几个脉。大人啊，来喝碗冬瓜水啊！众人听闻冬瓜水3字，立刻往后退了3步。实在是这冬瓜硬压出来的水，他们这2天真的是喝吐了。夏安阳和姚家3条单身狗已经忍无可忍，揪着3白出去找水去了。现在去抓鱼了？是去找水？小兜子是觉得有水就肯定有鱼吧？双武大哥还得去找点木材呢。这不，您坐的那车厢坏了，咱们一会儿得修补好了，明天才能继续赶路。对不住，我拖累了你们的行程。这个跟你没关系，是我弟之前在车厢里面上蹿下跳的，搞得那大车轴都有些裂了，这一路颠下来是该坏了。还别说，这车坏的还挺巧的，早不坏晚不坏，偏在我们到了这庙之后，咔嚓裂了。关键是啥？关键是怎么咱们之前赶路，这天气也不说太好吧，但是也没这么大风沙，今天就偏偏到了这里起了风沙，咱们才想着找个地方避风，这车却又恰好坏了。你们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天注定？哎呦，这算啥天注定啊？天注定咱们要吃一嘴的沙土，还是天注定咱们家的车要坏？真是怪不吉利的。哎，那3白还说去看风水呢，找水源呢。这人本来眼睛就不好使，这会儿外头都黄成这样了，他这还怎么看风水呀？瞧着吧，要不了半个时辰，他们几个肯定得空手而归。他们空手而归，说的好像你能得多少便宜似的。死老婆子，瞎嘀咕什么呢？说你好呢，我去煮饭了，晚上冬瓜盅啊，每人1个。一队人马正愁着呢，就见大门口远远来了一些人。来的人看着有些腿脚功夫，是看得出都是练家子。齐三被喊了名的齐三立刻捏住了腰间的长刀，挡在了门口。都给老子滚！这地方咱们看中了。齐三单手扶着腰间的佩刀，也不答话，就这么站在大雄宝殿的门口，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人。崔成允更是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站在门口不动如山。哎，老子说话听到没？先来后到，你娘没教过你吗？哎呀，风啊，咱们要不然把地方让给他们吧。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您瞧那2位，像是要让地方的人吗？我去说。可没想到姚荣还没站出去呢，就听外头有低沉的男声传来。矮脚，咱们是来办正事的，别惹事儿。那边上还有个小鼓楼，咱们先那里吧。哈这些麻干什么呀？好了，都到这儿了，还惹事儿呢？耽误了贵人的大事，是砍你脑袋还是砍我脑袋？见人都走了，姚老八才探头探脑的看出去。哎，齐大人，
那些人干嘛的呀？走江湖的吧，看着也不像什么做正经生意的。不是正路上的人。崔成允说完，又深深地看了眼正在进屋的那群人。哎呀，安阳怎么还没回来呀？可别给三白师傅给带迷路了。正跟着三白这半瞎找水源的夏安阳突然打了个喷嚏。三白师傅，肯定是我外公他们惦记咱们了，要不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三白师傅，走吧，这风沙越来越大了，找不着水啊，回去啃口冬瓜也是一样的。你们相信我，那下头山坳里必有水源，咱们再坚持坚持。三白师傅，咱们已经跟你走了将近1个时辰了，这汗出的，我爸爸一会儿找的水都多了。我就想问问您啊，您真的是在找水，还是把咱们带迷路了？我看风水之人怎么可能迷路了？前头那山坳里肯定有水源，你们信我。安阳，咱们都走到这儿了，要不就信三白师傅一回吧。那行，咱们下到山坳啊，如果那里再没水，咱们得往回走了哈。那不可能没有，我挤也给你们挤出2桶水来。用了不到半小时的功夫，5人就站在了光秃秃的山坳间了。三白大师，您老是怎么瞧出来这里有水啊？咱这一会儿还得回去呢，这不白折腾吗？你们听，除了风声在山坳里回荡，这4人别的是啥都没听到。您老能不能告诉一下，咱们要听的是啥呀？流水声啊，就在前头，相信我。我信你个鬼！有没有的就这一回，咱们再往前找找，真找不到咱就回去了。几人这会儿是真的连话都懒得说了，只一门心思跟着三白往前走，走了差不多能有10来分钟。听，水就在前头。不用听了，我看到有青草，就在那石头缝里。在4个人奋力的刨坑之下，这土地的颜色看着是越来越深了。怎么样，有水吧？这会儿咱们只能说可能有水，这地是湿了，但水还没出来啊。再挖挖，这儿一定有水。这石头，看我给它挪走。那破石头纹丝不动。怎么样，水出来没啊？你真的确定这有水吗？都这会儿了，你们怎么还不信我呢？行，信你一回。三舅，你跟我一起往外搬。4舅、5舅，你们负责把石头往咱们这边推，都听我口令啊！好啊，好。夏安阳一声嘿，4人就一起发力。加把劲儿，最后一下！安阳让开！夏安阳赶忙闪身，那大概有几吨重的石头就从略显陡峭的山坡上滚了下去。怎么样，有水了吧？求求了，福寿无量天尊，一定要有水呀，不然老头我没法混啊！舅舅，往前跑！3个舅舅被吓得不轻，一听夏安阳喊往前跑，腿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夏安阳跑了。疯跑了大概能有5、6分钟，远远瞧着这山被他们挖塌了一个角。您不是说保证有水吗？这要不是我反应快，我看咱们也不用找水了，反正到时候我就能吃上爹娘给我的祭品了。三白师傅，您不知道哪里找水，可以说不知道啊。当然，真知道也可以说知道，可是不能明明不知道却说知道啊。那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应该是不知道。不应该呀，我瞧着这地方的确是藏龙聚气的好地方，怎么会没水呢？这藏龙聚气跟有水有啥必然的联系吗？您老人家啊，我觉得还是跟我姐学2胡吧，到时候卖艺也比您看风水强。夏姑娘还会拉2胡呢？那可不然就凭我姐那僵硬的肢体，走调到天边的歌喉，怎么过的？差点说漏嘴啊！怎么打发无聊的时光呢？没，您别打岔啊！现在不是说我姐，现在是说您这个专业度的问题。可三白能承认自己不专业吗？绝对不能够啊！他只含含糊糊地说，这地方应该是个好地方。没水，说明地气被破坏了。是我错信于人呐！现在事已至此，又不能真的把这老头打一顿。这老头一看就不禁揍，万一真揍出个好歹来，
我还得给他养老送终。咱们再等等啊，等钱都没落实了再回去。虽然咱没取到水，也没找到修车的木材，还损失了3个水桶和1张渔网。怪不得老大个人了，还没找着媳妇儿，这可真会安慰人呢。虽然事儿没办成，但是咱们人也没事儿啊，也算是好事吧。那要是咱们没出来找水，是不是还不用受这惊吓呀？还不用受累，更不会有损失。5个人坐了大概能有小半个小时。走吧，300师傅，回家喝冬瓜水去喽。那什么，一会儿你要不爱喝那冬瓜水，我帮你喝。不爱喝也得喝，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喝老姐空间里的水，那还不如喝冬瓜水呢，起码人家冬瓜水没毒啊。也不知道那崔大人醒了没有。5人小心翼翼地走到塌方的山脚边，夏安阳突然停下脚步。舅，你们瞧，我说有水了吧？不是水，这木头不错，咱们拿回去修车吧。是木头啊呀，这木头怎的还是修过的？能不能是棺材？你见过用1根棍做棺材的吗？那好歹不是都得弄成板板吗？有道理。于是2人一合计，直接把木头抬了起来。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出来一趟，好歹也算是带了东西回去了。不行，看这天色，刚才那声响也不是什么闷雷，我还是得出去看看。我也去，放心点，我现在体力好得很，不会拖你后腿的。2位留步，等我换好药，我和齐三去，我们来去快线。去个屁呀！你才小，伤口也没结痂，这脉息也乱得很，一会儿在晕路上，还不得找人把你给抬回来？是大人，还是我去吧。我去吧，我平日里抓蛇，翻山越岭走得多，也认路。此时鼓楼里却走出去2个人。哎呀，别嚷嚷了，隔壁有人出去了。崔成允穿好了衣服，拎上佩刀就往外头走。等我。齐三也跟着跑了，可跟着也要走的夏兆峰却被他拦住了。叔，你得在这儿。哎呀，崔大人，你这万一……于大夫，放心，安如随身带着药，崔大人不会有事的。咱们怎么走？听刚才的动静，感觉离那庙不近，咱们再往前面瞧瞧。你2位能不能听得出刚才是啥声儿吗？能不能是火药爆炸呀？不会是火药，怕是塌方。这不一样吗？夏姑娘，你还行吗？不行，你赶紧回去，这会儿回去也就一小段路。他摆了下手，说自己没问题，2位尽管往前，他会跟上的。应该就是这儿了，那棵树是刚才被折断的树枝。你在这里等着夏姑娘，我上去瞧瞧。大人等等，好像有人来了。崔成允抬头看去，的确看到有几个人正在下山。你去帮忙。好吧，这是关低一级压死人呢。在众人下山之前，夏安如也总算是跑到了山脚下。你没事吧？没事。崔大人，夏姑娘看到我吐了。夏姑娘，你想说什么？你需要我做什么？我爹，你先去找我爹，我马上就没事。姐，你怎么了？夏安如含泪抬头，就看到好大一只地伴随着尘土从山上飞奔下来。让！崔成允赶忙扯了一把呆立当场的夏安如。你是人间大炮吗？不是去取水了吗？水呢？没水。神经病啊！没水你笑什么笑？那活着不值得高兴吗？虽然没水，但是我们也丢了水桶啊。夏安如一听弟弟这么说，也突然笑喷了。有什么好笑的？没找到水还丢了桶，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还有，夏姑娘为什么那会儿能吐？她到底吃了多少冬瓜？这是从人家车上现拆的。三白就把这事儿如此这般如此的说了。塌方，然后捡来的木头。可不是，不过我总觉得这木头有些奇怪，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怪在哪里。三白师傅，哎呀，您想不起来的时候啊，就别勉强自己，真的不用太相信自己的。别说这玩意儿，我也觉得好像在哪儿见到过。山上滚下来的，山上哪儿呢？到底是什么山上见到的来着？又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一行人边走边讨论，很快就走到了破庙门口。怎么了？他们有什么问题吗？哦，没什么，只是觉得
这些人不是善茬，咱们一会儿修好了车厢便走吧。那估计挺悬的。我3舅舅那水平，你让他修车得给他点时间。那我跟夏叔商量下，晚上值夜。要的。不过此时姚家众人却不知道崔成允的担心。这都能捡到？这尺寸还正好啊，怎么会那么巧？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像是才挖了3天矿回来的。咱们去山坳找水，搬了块石头，石头动了，山塌了，回来碎石堆里看到的这个木头，然后咱们就抬回来了。舅，你们就看到这一根？没找，想到什么了？没有，随便问问。大人觉得那些人是干嘛的？西周如今不成样子，旁门左道越发多了。可这人话音刚落，那鼓楼里的人似是得到了召唤一般，呼啦啦全出来了。咱们呢也不是来寻仇的，我就是想问一问，那根木头你们是哪儿来的？切，你管得着吗？管天管地，你还管人捡木头了？告诉你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现在痛快点回话，一会儿就少吃点苦头，不然有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再不滚，留给你逃命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木头到底什么讲究？我怎么知道？我起先以为是挖塌了人家造的半山腰的房子，这玩意儿是人家房子的大梁。大梁为什么非要弄成方的呀？可不是，所以应该不是大梁。爷爷道上混的时候，你小子还包尿布呢，让我逃命，那就看看你够不够格。说完便从刀鞘拔出大刀，朝崔成允砍了过去。崔成允佩刀未出鞘，只把刀横了过来，就生生接了一刀。兄弟们留活口，咱们干完这票就能回家娶10个8个婆娘了。激动的萝卜精叫喊着，抡起了自己的大锤，朝齐三的腰砸去。齐三往后退了3步，正好躲过萝卜精的一锤头。不行，咱们得出去帮忙。舅，拿这个。就看到从他们头上是接连不断的有冬瓜飞了出来。冲过来的几个牛鬼蛇神是万万没想到，大雄宝殿里居然藏了那么多冬瓜。我操，哪来的这么多冬瓜，还砍不完？眼前的牛鬼蛇神还没从冬瓜攻击中反应过来，就又迎来了魔法攻击，然后陆续有人扯着衣领在地上翻滚。这些人怎么弄？是捆了还是砍了呀？先绑了，一会儿审审。多捆点，捆牢点。不过我还有。到底是啥呀？能不能是金丝楠木？怎么可能？这也不是啥好木头，就是黄杨木。这怎么一股霉味儿啊？说干嘛来？那木头有何蹊跷？那人喉咙发出吼吼的声音，却说不出话来。你用了啥呀？于大夫新搞的药粉，本来准备给我搓药丸的。这玩意儿有毒啊！解药呢？没有解药。这玩儿那么猛的吗？您老知道那药粉的药效多久，会有什么反应吗？不知道啊，这药粉是我用毒蛇、草毒，还有些虫毒提炼磨碎而成的，咱这也是第一次用，看效果还行，就是不知道用大料身上够不够劲儿。原来是瞎搞啊，很符合这些人的做事风格。行吧，爱死不死吧，就是这审问，估计会有些难度了。没事，苏州马上就要到了，带回去审也可以，到时候说不了话就用手写，写不来手脚留着也没用。拎着那些工具走出来，这些人是盗墓的。哎呀，我说这木头咋有霉味儿？肯定是墓室里的味道呀！要死啊！你们掘了人家的坟呐！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什么呀？你别吓我啊！黄肠题凑。黄肠题凑？什么？你确定吗？不会吧？你的意思是他们找到的是黄肠题凑？我不是很确定啊，但是你们瞧这木头的顶端是不是挖了洞？是不是黄肠题凑木头的制式？另外，这木头是黄杨木心没错吧？除了这黄肠题凑，还有别的木可以用这样制式的黄杨木吗？还有，你们想，他们是盗墓的，看到这个木头，突然就对我们起了杀心。这黄杨木是黄肠题凑的一部分，是不是可能性很大？说的有点道理啊，那这个可是个大……他话说到一半，扭头看了眼眉头紧锁的崔成允。崔二，你得叫我声世伯。清河崔氏，崔成允，敢问您是？荥阳郑氏郑志明。看到没？老子不是假的，我是真的。原来是郑世伯，晚辈有礼了。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什么啊？
崔家跟郑家是世交，这两位先见个礼，咱们再说那黄肠题凑。所以那郑家到底是什么家？郑家您不知道？咱们大荣丞相郑志渊您不知道呀？呀，这么说起来，这位叫郑志明，丞相郑志渊同辈兄弟啊。郑志渊盛世家兄，骗人的吧？放屁！崔二可以给我作证，我不信。丞相的弟弟能是个要饭呢？哎呀，我说了，我只是官印丢了，官印丢了。你是不是跟于大夫一样中听啊？那个什么肠子到底是个啥？我也不懂。黄肠是什么肠啊？鸭肠，鸡肠是白的，猪肠是粉色的，肯定是鸭肠。所以这个跟黄杨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为了一点鸭肠，他们还想杀了我们，为什么呀？他们想要直接跟咱们要，为了保命，我们说什么也得给啊。傻子呗，肠有啥好吃的？还不如吃肉，二傻子。奶说的没错，就是咱什么时候安排一顿？得知了郑志明身份的夏兆峰很快又找到了主基调，所以还得是去瞧瞧吧。此事非同小可，他们背后是有金主资助的。看，这里做了批注，这鱼图不是一般的鱼图哦。那是鱼图有啥特别之处吗？这有啥好问的？别的咱不管，反正一会儿陪大人去瞧瞧就是了。走，去拿点家伙事儿，一会儿用。说着便扯了多话的儿子去选工具。这鱼图是鱼王的吧？不确定，但有可能。这图的题跋是皇上所写，只有大荣皇子才有。这鱼王是不是傻呀？崔大人，这黄肠题凑你也知道，只有诸侯藩王才有资格用这样的墓葬形式，那里头肯定是个大墓。咱们家庄户人家人为言轻，实在是不敢跟这种事儿扯上关系。若是大人这事儿要上报，麻烦您把我们家摘出来吧。这样也好。不过，算了，这是事成之后再说。一会儿确定了，万一真是黄肠题凑的话，我们即刻就要走。之后的路就让齐三跟着你们吧，他功夫还可以。好，见夏安如答得爽气，崔成允心里不知为何却有点奇怪的感觉。你今天多出了20个冬瓜？没有，你看错了。见这人抵赖，崔成允也不再多问。是我看错了。听人话，吃饱饭。因天色马上要黑下来，崔成允也不想再多耽搁，带了齐三和夏家父子俩，这就要出发去确认那地方到底是不是真有黄肠题凑。你们千万小心着点儿，一会儿看到有石子什么的滚下来，可千万抓紧点跑，别到时候墓没挖出来，自己反倒被埋了。知道了，一切有崔大人呢，放心吧。大人，您知道怎么挖的吗？不知道，但是他们带了火药。炸山啊，不太好吧？那地方不是说是山凹吗？这一炸，万一起了连锁反应怎么办？所以我没打算用。去吧，早去早回。安阳啊，你跟着点儿，你自己多小心些吧。夏安阳点头应了，说自己会照顾好老爹的。大人，您这玩笑开的可能只有我听得懂。是吗？怪不得夏姑娘没笑，我没开玩笑。一会儿你来挖，走吧。说完就带头走了，其余3人扛着锹也跟了上去。众人吃完晚饭就又开始发愁，被扔在空地上的那一堆人怎么办？嗨，你们烦恼啥呀？这事儿留给崔二去烦就得了。关键是在这儿发生的事儿，你们得……什么事儿？啥事儿都没发生啊！对，咱们就是路过破庙住了一晚，什么人都没遇上，什么事儿都没瞧见。我聋了，我瞎了，我晕了。都是明白人，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这事儿啊就当没发生过。大伙儿还是该赶路赶路，别的事儿不用管。我看你们人品都不错，带我到了八方县，说那地方不错，到时候再差了人来叫你们。若那八方县不行，到时候我也会想办法认识认识你们的县令，让他好好关照你们。哎呀，那老汉我就先谢谢郑大人了。谢谢你啊。姚荣还说，郑大人看着就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读书人。您可没少说人家是骗子，你还叫人家熊大呢。夏姑娘，那地方我进去看过了，的确是应该是黄肠题凑。西周大旱，草木不生，所以这山体就不牢固。这山估计之前塌过一次，这回又塌，便露出了墓葬的一角。这会儿我要赶快赶回苏州，那些人明日应该就会来人接手，你们放心赶路便是。好，那崔大人自己小心些。另外，怎么发现的这个地方？我自不会多言。夏安如说了声多谢，转身便要回大殿残破佛像的后面。夏姑娘稍等，这些都是从那伙人身上搜出来的银两，我核验过了，里头是些散碎银子和一张银票，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你们拿着路上用。至于那墓葬要怎么处理，目前我还不太确定，所以你们的赏银……好人呐！什么赏银？那跟咱们有啥关系？不过这个呢，就算是你的诊疗费和药钱了，我就不客气了。对了，你等我一下。崔大人，
不容易啊，27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当年要不是因为……哎呀，想人家崔大人干嘛？想想你自己吧，齐3、齐4都儿女双全了，你还跟着光棍混呢？完犊子，完犊子！这回回宿州，必须让大将军给安排个老婆。毕竟老母亲安排的那些个姑娘，不是姑娘不好，是我自己不配啊。很快，夏安如双手提溜着东西回来了。崔大人，这里头是之前给你用过的云南白药，药盖子里有一颗红色的小药丸，叫保险子，救命用的，你可千万放好。另外那药粉是给你擦拭伤口用的，还有牛皮纸包里面的白色药粉，3角包的是你伤口痛的时候吃的，4角包的是你万一再发烧的时候吃的。记得每次用小勺子舀上小半勺，直接咽了就行。这里有我之前买的松仁糖，骗小孩用的，给您吧。若是药苦了，您就吃糖。哦，对了，还有这个是芝麻糖，另外这个是我买的杏干，您爱吃啥就吃啥吧，您都带着吧。崔成允轻摇了下头，只觉夏安如多少带着点孩子气。大人一路小心，后会有期。告辞，后会有期。说完便转身3步便消失在了夏安如的视线中。这人呐，真是不错，又大方又懂事，跑步还好，不错不错。那钱袋子里500两是银票，其余散碎银子大概有17、18两。次日，原计划要一大早就赶路的众人，因为一直等着有人来接手那些个捆成粽子的盗墓贼，所以直到中午都没出发。可能吗？但凡你有点脑子，也该想想，我有这些钱请托，还用蹭你们的饭？所以你现在承认自己就是蹭饭的了吗？哎呀，你们别吵，崔大人做事向来妥当，他说今天会有人来接手，就肯定会有人来的。要不他们也没伤着腿，咱们压着他们走。虽然咱们这2天没有遇上盘查的，但是保不齐到了2周交接查的又严了呢。不行，大家不用着急，咱们得相信崔大人。外公外婆，你们来，我有事儿跟你们说。夏安如把人引到了后殿，然后掏出了500两的银票。这个崔大人赏的，我想着要不咱们分了吧。这个咱们不能要啊！崔大人是给安如的，就是安如的。可刨坟的有4个人，安阳只占了1个，还要是3、4、5舅啊。再说扔冬瓜的时候，舅舅他们也没手软呢，这钱是该分的。哎，刨祖坟说的太难听，咱们这个叫勘探。不过爹娘，这500两不管你们收不收，咱们肯定得分，要不然咱们1分也不要，到时候到了宿州直接捐庙里得了。哎，可不得乱说！哎，可不得乱说呀！孩子瞎说呢，菩萨别当真啊！到了宿州，咱们给您几位烧香，捐500文。败家娘们儿啊，500文呐！我姚老八这辈子烧的香加起来也花不到500文，哎呀，算了，总比500两好些。哎呀，在好一阵劝说和讨价还价之下，最终以夏家拿300两，姚家拿200两结束。至于300的功劳嘛，夏安如说到了宿州有了落脚的地方，给于大夫和300租俩铺子挨着开一起，于大夫看不了的病出门就能找300。那不还缺个棺材铺？要不要让你3儿子开呀？倒也不必了，不过开个木匠铺子好像也行哈。崔成允说来接应的人一共来了2辆马车，4个兵差。哎，自立，你伤好了？好了，这位军爷一路辛苦了，你哪儿受伤了？咱们这儿倒是有大夫。不用了，谢谢。几人说话间，另3个兵差从马车车厢里搬出了2头驴。是骡。崔大人说你们行路不便，用马车又太过招摇，这一路上不安全，便命我送2头骡子来。一听是崔大人让送来的骡子，姚老八和夏安如双撂的彩虹屁，直夸的崔大人天上有地下无。走之前，郑志明再三跟夏兆丰说，让他们到了落脚地给他捎消息，到时候再看怎么安排。夏兆丰自感谢不已，说到了地方肯定第一时间告诉郑大人。孙自立便快速跟齐3交接完了人，立刻就要走。这后头一路上还太平吧？太平城外人多，你们自己小心着点就行了。说完就想掉头走人。哎，等会儿，把你水囊给我。干嘛？给你加点水啊。孙自立不疑有他，还说了声谢谢。不做人的齐3直接把水囊别在自己腰上。去吧。齐3。孙自
自力咬着后槽牙，带着人扬长而去。鸟枪换炮的姚家人在整顿了一番之后，继续赶路。这是这回空间里长的，这啥呀？您不认识啊？种菜小天才，你不是也不知道吗？掰开来瞧瞧呗。姚荣揪了一截像豆荚一样的东西下来。俗话说得好，好口舌不如烂手工。这俗话您发明的吧？呀，是芝麻。前一波还是冬瓜，这一波却来了芝麻。敢不敢折中一点儿，来点桃？那冬瓜和芝麻折中出来，也不会是桃子的呀。你到底对桃子有什么执念？我对桃子没执念，但是我对钱有执念。不过我们现在不说这个，我就想知道这个芝麻怎么收啊？难道靠包吗？儿他爹，你女儿找你。啥事儿啊？夏安如快速地介绍了下他新得的职务。怎么办？您知道这芝麻怎么弄出来吗？不会用手剥吧？怎么可能靠剥呀？那水稻你怎么不问是不是剥的呀？你这孩子怎么接受的高等教育啊？学校里头没学过农啊？不说算了，我也累了，身心俱疲。反正这芝麻我也不想收了，到时候空间地皮被没收了，那空间里的玩意儿不是都被弹出来，就是都被没收了，我反正也无所谓了。老夏，安如种南1亩地也是够不容易的。再说这还没个知识盲区，孩子问你，你好好说嘛。把芝麻杆割下来，到时候放一摞，应该是要晒一晒的。不过你那空间也没个太阳，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得晾晾干。到时候干了，咱们得买个连夹，把芝麻打出来就行了。垂头丧气的夏安如再次进了空间。空间大人，你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计划，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这样作物越长越难处理，我可能我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你。夏安如说完之后，就眼睁睁地看到面前冒出根小苗，然后渐渐长了开来，再然后开出了一朵小花。大哥，算我没说过，芝麻就够麻烦的了，你可别再给我长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了。到的下个驿站的时候，天色也已经擦黑了。这一走了4-5个小时，还不如自己拉车呢。安如，你前头说要连家，这会儿你三舅闲着也是闲着，你让他做呗。好啊，不过要啥材料？咱们这会儿估计也买不了吧？没事啊，不就是个连家，一会儿三舅去给你捡点棍，就能攒起来了。三舅，咱这次捡东西动静可小点哈。三舅一愣，然后才明白夏安如啥意思，保证这会儿只捡树杈子，不挖人老坟。待到鸡汤炖好，鸡杂炒好，杂粮饭也蒸熟了，一队人马吃饭根本不需要喊，一个个的都等着了。后院劈柴了吗？干站着干嘛呢？姚荣远远看了眼，拿了个大碗，舀了碗汤，让夏兆丰给一成送了过去。您瞧瞧，咱们这西周啊，如今就是这样，咱们吃公家饭的，家里老的小的勉强还能混个7分饱，那些种地的捕鱼的基本上反正听说咱们这地界2年里头少了不少人呢。的确进了这西周啊，这情景真是让人心里说不出个滋味来。不过俗话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既然这地方待不下去了，为啥你们这儿的人不往外头去呢？也有往外头去的，不过就是少，除非家里头有关系有盘缠，才能往宿州或者南边去。都城去的也有，不过能进城的人那就更少了，人家都城啊根本不准咱们西周老百姓进，大部分的人离了西周也就是个死。现在咱们这身子孱弱的是多数，很多人还没走出西周呢，就死在半道上了。哦，对了，你们这又是车又是骡的，可得小心些啊！这但凡还有点力气的，全都堵前头官道上了。反正啊，你们自己小心些。谢谢您提醒，那您忙啊。齐大人，你们进出宿州可觉得乱？夏叔说笑了，连咱们军营出去的都不敢下手，那西周不是闹叛乱了吗？也是，要不咱们……话还没说出口，就见外头走进来几个人。一城人呢，住店。几位爷要几间房啊？这个驿站咱们包了，你问问他们，让他们把房让出来要多少钱吧。算了，咱们这次出来低调为主，包了上头那一层就行了，不用为难百姓。这都9月里了，还扇扇子呢？扇了扇子也看不出文雅，就是还装潇洒，看着像根油条似的。别管他们，咱们管咱们吃。来，多喝点汤，多吃点冬瓜。娘，我是你亲女儿，你就别给我盛冬瓜，给我个鸡胗。那个鸡汤也给我们来1份啊，2份。对了，再给我盛上碗米饭，炒2个素菜，外头吃的简单点。
米用碧梗米就行了。咱这没那个什么碧梗米，几位吃熟米行不行？没有就去买熟米，咱们家老爷吃不惯。哎呀，没地儿买啊，咱这儿买粮都得上苏州呢。行了，熟米就熟米，偶尔吃吃也不会死。鸡汤先炖起来吧。咱们后院没有鸡了。什么？那他们的鸡哪来的？那没有鸡，杀2只鸭红烧吧。跑出去了的义成就在这时回来了。大人，这几位大爷想吃鸡鸭呀？那可真不巧啊，最后2只鸡被那几位给买走了。不过咱这儿的厨子做的烙饼不错，您几位要不要尝尝？什么馅儿的？哎，几位爷，咱们西周啊，如今别说馅儿了，能有面都是咱们冒了风险去采买的。这个馅儿饼啊，没馅儿。不过爷爱吃甜食的话，我可以让厨子给您放点红糖。实在不行，咱们这儿鸡蛋倒还有几个，要不您来点鸡蛋烙饼？为什么采买还得冒风险？好让几位爷知道，咱们现在采买粮食米面都得拿了路引去苏州采买，这每月还有限额呢。从这里往北20里，再往前的路可不好走啊，那路上多是乌七八糟的事儿。这每次啊，咱们都得找几个驿站一起，人多一些才敢往北去买粮啊。你们为什么不去昌丰城采买？那里不是米面粮油都有吗？这位爷真爱开玩笑。如今要进出昌丰城，得有官衙开文书，没有文书，哪怕是咱们驿站也是进不去的。再说了，那城里的物价哪里是咱们普通驿站能买得起的呀？光就说这熟米，咱们去苏州买120一斗，昌丰城200多一斗啊，这都得翻倍呢。看来诸位爷是从城里来的呀，难怪这看着就气质不凡。咱们驿站也没啥好招待的，您吃冬瓜吗？一会儿给您做个冬瓜汤，烙几个鸡蛋饼，可好？于是他也只能勉强点头，说鸡蛋饼里面得多放鸡蛋。哎呀，真对不住爷了，咱就剩3个鸡蛋了。白面馒头无力地挥了挥手，让他别废话了，赶紧的做吧。姚家团队全程默默吃饭，直到吃完饭回了房间。看来那几个人还挺有来头。可不是，你看那主子估计能有小200斤，在西周能吃成那样，你想想这家底得多厚啊！是，关键齐三还说那几个保安一样的人穿的靴子还是官靴呢，会不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走，收芝麻去，收完姐姐给你做芝麻糖吃。行。当然，姐弟俩去干农活，怎么也不可能放过爹妈的。一家4口瞬间消失在了房间里。与此同时，孙自立带着抓来的人也赶到了苏州。建威将军陈虎正在与自己的得力手下崔成允说着事儿。那照你这么说，偷运进来的那匹马最后的落脚地是西周路往南30里处的庄子，那岂不是离中州很近了？余王为何要把马匹安排在那里？的确，属下这次出去调查这事，同时还发现了好几件怪事儿。那找寻皇长题凑之人拿的舆图，只要查下皇上亲笔题字的年份，便能查出是哪位皇子的。余王若有真心要盗了古墓以充军资，那怎么会把自己的身份这么轻易的暴露出来？另外，那些火铳咱们也已经找到了源头，应该是从南边送进来的。但是奇怪就奇怪在，这么要紧的东西，怎么会让连路边小贼都打不过的普通守卫随身携带？哎呦，我跟齐三进了昌丰城查探，从南边来的火铳并没有进入王府，进的是昌丰城城防守卫的武器库。这事儿的确听着有些不对劲儿。等齐三带着人回来了，你再好好盘问盘问。不过现在这些事儿也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那皇长题凑，咱们得赶紧下手。哎呀，你可不知道啊，咱们肃北军这军资啊，那位才传了话来，说下半年的军资他给解决一半，另一半让我自己想法，说是去北蛮抢也好夺也罢，反正他是不管了。你说这不是耍流氓吗？我又不能揍他，是不是？所以啊，别管那皇长题凑到底是谁在找，咱们反正得先拿到手，不然下半年咱们只能喝西北风了啊！还有啊，那些救你的人知道这事儿吗？若是知道，可就有点麻烦了。他们只知道咱们遇上了一伙盗墓贼，具体墓葬在哪里之类的，他们一概不知，都是我带着齐三去找的。另外，齐三现在也看着他们呢，以防万一。陈大将军满意的不停点头。忽闻门外护卫来通传，说是孙自立带着人回来了。将军，那属下先告退了，那些人还需再审一审。大将军点点头，挥了挥手让他退下，还让他明天就带了人马往西周进货去。
次日一早，姚老八跟个周扒皮似的，早早的就喊了一家人起床，因为昨日收芝麻收了大半夜，夏家几人是爬着起床的。夏叔，咱们干脆晚些出发吧，离他们得远着点。的确该离他们远点，要不咱们过会儿再出发吧。老爷，要不咱们回吧？您说您这又吃不好又睡不好的。不行，原本看着昌丰城，觉得虽然没啥好的，但也不至于像他们说的那么夸张啊。可走了也就1-2天功夫，这怎么就不行？那义成说前头乱得很，本大爷就要去瞧瞧到底怎么个乱法。说完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外去了。莫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看着挺像。这西周地主早饿死一大片了，估计是哪家官宦子弟吧。等那些人走了，夏兆丰又等了能有半个来小时，这才带着一行人启程。夏叔，出事了！安阳，你来赶车。齐三说着话往后跑去，夏兆丰从儿子手里一把夺过鞭子，皮鞭狠狠一抽，这骡子倒是噔噔噔噔跑了起来，前头就有人朝他们冲了过来。是难民！夏安如喊了一声，然后把手里的包袱往车窗外一甩，里头都是吃的，赶紧去抢！冲过来的一群人瞬间就被那包裹吸引过去了好些个。让齐三跟着我，安如撒粮。说完又是一鞭子下去，姚荣和夏安如这会儿也顾不得慌乱了，直接把车子里能吃的全往外头扔。前头跑来的50-60个人一下子就被吸引走了大半。拦住他们，咱们不只要吃马肉，还要吃骡肉。众人举着各种菜刀匕首就往夏兆丰他们冲来了。安阳，驾车，快跑！自己一个飞身就跳下了车，而后头的齐三此时也已经飞身下车，两人一人拿着皮鞭，一人拿着长刀。官家办事，尔等也敢造次？啊呸！他们杀的就是官府的败类，咱们不抢不夺，你们就眼见着咱们饿死。今日咱们抢的夺的本该就是我们的。出门右手是衙门，有冤你们去那儿诉，何故又来为难我们？放屁！老子今天劫的就是你们！说完提刀而上，夏兆丰退后3步，一把鞭子甩了上去。那杀猪刀男倒是有2下子，险险避开了。眼瞧着他们的骡车已经跑远了，夏兆丰和齐三两人对视一眼，正准备想法子脱身，耳听得旁边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二位英雄，我家主子就拜托你们了！”说完，正在缠斗的一大群人就听到砰的一声炸响，再转头，那杀猪刀男半拉脑瓜子就不见了。我操，好恶心！谁不要脑袋了，谁就来试试。主子，保重，老奴先走一步。然后夏兆丰就见他举着火铳快步向他们走来，于是二人直接往后退，一路退到了白面馒头旁边，想架起人就跑。这个白老爷，你家那管事的为啥不开火铳啊？白老爷？为啥自己叫白老爷？无所谓了，白老爷就白老爷，就只能开一次。夏叔，车就在前头了，我去喊停。不瞒你说，本老爷这辈子也没跑过这些步。那我告诉你，你这身形妥妥有病，想要活得久一点，从现在开始起码每天得跑5里地。以前都是瞧，不说也罢。哎呀，节哀吧，人都已经没了，也没法挽回了。你到时候啊，好好对待人家家人就是了。两人说着话，走了能有3-4分钟，就见前头骡车已经等着他们了。您是跟咱们走呢，还是咱们陪您去报官？走，我跟你们走，我去宿州找亲戚。夏兆丰点点头，直接带着白老爷上了自家骡车。哎呀，真是倒了血霉了，粮食全没了，还来个看着就很能吃的，好不容易得了个骡子，瞧瞧都快累死了。行了，别说了，能活着就不错了。你瞧瞧那些人，哪里还有个人样啊？您是外乡人，我还以为您是本地的财主呢。咱们从南边来的，都知道西周已经旱了2年了，想想也知道这世道不会好呀。我也不算外乡人吧，不过是好多年前移居过来的，就是这2年听闻外头乱，就一直没出过远门。怪不得不是咱们马后炮哈，您那马车啊实在是太招摇了。咱们进了西周之后，都没见过您这么高贵的车。你说说，不抢你抢谁呀？现在好了吧，人财两空，只能投奔亲戚去了。要不是我们还有齐三，这位估计是连亲戚都投奔不成呢。唉，
那都已经是家里头最破的一辆马车，最差的几匹马了。那就这些干粮了，你掰一点吧，剩下的我吃。白老爷看着那杂粮馍，立马转头。这个山怎么那么像那个馒头呢？那朵云看着好像只鸡呀！不能想，不能想。您吃吗？不用了。哦，好吧。算了，我还是吃吧。夏安如讪笑了一下，把半个馍给了白老爷。吃吧，齐三刚才说咱一路都不再停了，一会儿到了太平城外，恐怕得半夜了。等到了太平城，找到了我家亲戚，我给你们换辆马车吧。谢谢啊，不用了啊。老爷的好心咱们心领了，这半个馍也不值什么，不用放心上。你别说，这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好吃啊，关键还瓷实。这富贵老爷还真是不挑嘴啊，倒也勉强算是个优点吧。一行人一路往北狂奔，总算在黎明前抵达了太平城外。因为齐三有军中的腰牌，一行人很快就进了城。一扇城门分了人间和地狱啊！嗨，夏叔说笑了，咱们宿州也算不得什么好地方，只是西周这2年闹旱才那样，咱们这打仗的时候可比西周要惨烈多了。你这是提起别人的伤心事了？哇，你嘴怎么这么臭啊？肚子里没货5、6、7，不知道几天没刷牙了，这味儿肯定不好闻呢。走，也请你吃面。加我1碗，钱等我找到了亲戚再还给你。行，一会儿吃面，我请客啊。然后直接包了个驿站旁边正准备开张的面条摊儿，说让人家今天准备了多少面就都煮起来，鸡蛋也煎上。别，咱们可以自己做啊。然后就看到面铺老板直接把笸箩里的面条全给倒进了锅里。这位爷，您瞧咱这面都煮上了。奸商啊，我明明先喊的，这故意的，这人绝对是故意的。哎呀，这苏州不行，风气太差了，做小买卖的不实诚。哈哈，没事，你煮，这面钱我掏。娘，这顿面条啊，算是庆祝咱们总算到了宿州了。就是啊，外婆，咱们这一路下来，那可是披荆斩棘，过了重重关卡，好不容易到了宿州，吃碗面庆祝一下，不算铺张。我买，这面算我的。不过劳烦夏兄先垫下钱，等我找到了亲戚再把钱还给你。这个亲戚怕不是个冤种吧？您老这是怎么了？哎呀，别问他，这是心病，只能他自己想开。这是被吓着了？没有，就是家里粮食啥的都没了，你外公难受。好几斗的米面呢，还有好些干粮包裹，还有咱们家祖传下来的3条黄鱼响，几10年了，我准备传给我大孙子的都没了。您老也别伤心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黄鱼响没了，咱们以后做青鱼响、草鱼响、鲤鱼响嘛。那河里的叫鱼响吗？那只是咸鱼，那3条黄鱼响还是我爷爷传给我爹的，我爹传到我手里的全没了。哎呀，爹要真这么喜欢鱼，咱们到时候开鱼塘嘛。夏叔，我就想提醒你一声，咱们这儿虽然喝水无鱼，但是养鱼估计还是差点。对，差点被这太平盛世给蒙蔽了。夏安如重重呼出一口气，终于漂泊要结束了，他们马上会在这个新世界有个属于自己的归属了。正当众人要吃面之时，远远就听得有马蹄声传来。呀，可巧啊，是崔大人呐。夏叔，你们到了。总算到了。你要出去啊？办事。然后冲齐三看了一眼，齐三立刻会意，我会护送夏叔他们去落脚地的。郑大人之前捎来消息，说已经跟州府的人交代好了你们一行人的事宜，你们到时候去了州府提他就行了。好，那我就谢谢崔大人和郑大人帮忙了。不必客气，你们吃吧，我先走一步。崔大人忙哈。崔成云点点头，并未说话。对了，这个给您，这个是咱们自家种的芝麻，还没来得及做糖呢，下回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见，就送给你，给你留个念想吧。一定要记得我们呀，崔大腿同志。你种的？
啊，第一次中的不好，您多包涵。对了，您得给我1文钱啊！崔成允愣了一下，才从腰封处掏出块碎银。你要1文钱干嘛？为了秘密。不过这银子我找不开啊。不用找了，我请你们吃面，你们多吃2碗。那小女就替大伙儿感谢您的慷慨解囊了。咱们路上又捡了个白老爷，这2两银估计能喂饱他了。他说他姓白，我爹说他姓白，他怎么会呢？于是夏安如如此这般如此的把事儿简单的跟崔成允说了。白老爷身份不明，你们说话要多加小心些。我知道，咱们刚才还把唯一的馍给了他吃呢。那你饿了一路，为何不过去吃面？嘘，轻点，我爹他们头上长虱了，我怀疑我外公他们肯定也逃不了，我怕他们传染给我。嘘，别饿着自己，我先走了。一路小心。崔成允点点头，跟齐三低语了几声。齐三一句控制不住音量的卧槽被夏安如听到了。我说呢，怎么看那位多少有些面熟，原是见过的。不过那也差不多在10年前了。当初这位那气度那身形，这些年他到底霍霍了多少小动物？不要妄议，既然这位不想表明身份，且西周之事确有蹊跷，那你就先护着他去找亲戚，这事儿不要忘记通报给将军。那他的亲戚家你说呢？北安王府，我认识。你是不是长头虱了？离夏姑娘远点，她怕那个。走了，驾！然后加了马腹，飞奔而去。你不喜欢狮子？你喜欢？那是啥意思啊？崔大人对夏姑娘是不是真的有意思？老蚌开瓢了？还是为了个村姑？不会吧？真要这样，那年年想要给他赐婚的那位，岂不是得气吐血？一伙人的战斗力实在是惊人，最后结账，路边摊都吃掉了3两银。外婆，其实也不关舅舅的事儿，主要是咱们家安阳跟漏了似的，吃面都是往下倒的。老姐，你咋不说白老爷？他一个人干了5碗面，8个煎蛋呀，吃这么多，会不会不消化呀？于大夫，有没有山楂糕？给白老爷来点儿。不好意思啊，不过实话实说，这碗确实小了点儿，这2天吃的又没什么油水啊。不过你们放心，等找到了亲戚，我一定把钱给你们补上。您别客气，不够的钱我来，一会儿我安顿好了大伙儿，就带您找亲戚去啊。好，夏兄，你们到时候知道分配去哪儿，记得给我来个信儿。好，咱们往哪儿送信啊？到时候你们就给齐三带信儿，他会告诉我的。夏兄，我身上实在也没别的东西了，这乌木发簪还是我老父亲给我的，现在留给你，万一以后有个万一，你可以凭着树杈是发簪来找我。白兄，贵爹好手艺啊！贵爹应该叫慈父。您怎么不喊咱爹呢？还贵爹？使不得，万万使不得。爹叫令尊，娘叫令慈，别瞎叫。没文化还是没文化呀，白老爷别介意，咱们乡下人懂得少，心肠直啊。好，直肠子好，我喜欢直肠子。夏兄，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好。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家在哪儿还不知道呢，就又捡到条大腿，上哪儿说理去啊？齐三先带着夏兆丰他们去了驿站，安顿完了众人，齐三又出去租了辆马车，直接带着白老爷走了。你们先休息，我去就来。说完就跟着马车跑了。哎呀，你爹也真是的，人家不表明身份，就是人家不想说嘛，人生地不熟的还追了去，你不怕跟丢啊？人家不想说，不妨碍咱们想知道嘛。再说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不然到时候别大腿没抱上，反倒给自己挖了坑。哎呀，你们呀，真是老鼠投胎，有洞就钻，看到是个人我就上赶着上去抱大腿，这脸皮怎么这么厚了？什么叫抱大腿啊？咱们这个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眼界决定未来，你没听说过吗？说不过你。行了，你去叫小儿送水，咱们先把自己洗洗干净，一会儿还要周府，还是得给人留点好印象。夏兆丰到得驿站，只见女儿一个人坐在驿站门口的桌子边。爹，你坐对面，尝尝这大枣和杏干，可好吃了。他便直接坐在了女儿旁边。爹，你不想我变成光头，就离我远点。没跳蚤了吗？你娘都给我毙掉了。来，我有事跟你说。不行，您要不赶紧去洗头洗澡，洗完再跟我说。嘿，我还不说了呢，你可千万别再来问我有什么爆炸性的大消息。
好呀。夏兆峰哼唧一声，说让女儿等着，等她洗干净了，看女儿求不求自己说爆炸性的新闻。弟子1号，赶紧去吧您。继续吃茶看风景的夏安如等了良久，没等出来老爹，倒是把齐三给等来了。齐大哥辛苦，喝口茶吧。你知道了吧？知道啥呀？哦，老爹要说的秘密啊。那就是知道了。刚才去北安王府的时候，一路上他就觉得被人跟了。到的王府门口，他下车看到那人就是夏兆峰，便没多说什么。渔王可能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逃来了宿州北安王这里，你们要记得保密啊。见夏安如一脸蒙圈，齐三狐疑地说：你爹没跟你说过？不是，我就在想，渔王好歹也是西周的王，怎么就这样了？王也没说呀，但是这里头肯定有故事，等崔大人回来咱们就知道了。崔大人不是去干古玩勘探再利用的吗？要不是夏安如闪得快，齐三的枣核差点打他脸上。对不住，那什么，古玩再利用是要干的，就是按照崔大人的性子，这西周的事儿不清不楚的，肯定还会再去查明白的。对了，你们什么时候去州府啊？这话才问好，夏兆峰他们就下了楼。一听齐三后头还有事儿，老夏便扯着嗓子朝楼上喊：都赶紧的，齐大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别到时候他走了，咱们连州府的门都摸不到。于是刚搓完泥准备盘点行李的一行人都应了声：咱们就不用去了，去了反正也轮不上分田。我也不去了，咱们在这。啪的一下，话还没说完，人就直挺挺倒下去了。待得众人总算把该找的都找到了，已经是一炷香后了。到得州府门口，齐三上前给门口的差人看了腰牌，说了事项，那差人便客气地引着他们进了衙门。你们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郑大人来打过招呼，说过了，说就把你们放到他知下的八方县去，你们把路引给我就行了。夏叔，我得先去趟将军府，一会儿我再去驿馆找你们。你忙你的，等叔把家安好了，一定请你到家里去玩。好，咱们可说好了啊。对了，这个是白老爷给的，说了请客的就得掏钱，另外多出来的就算你们的车马费和磨的钱。说完就快步走了。八方县是哪儿？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和郑大人的关系怎么样？回官爷关系可好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对了，即便咱们只有一口粥啊，那也得分他半口喝。官爷为什么这么问？司户一时之间想不明白这些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也不好多说什么不好的话，只呵呵一笑。既然你们关系不错，那我这儿能多给你们点丁田，自然会多给的。好，谢谢官爷，您能不能给咱们点上等田，出点钱也行啊。八方县的田我还真不熟，不过呢，咱们这儿的田地啊，基本上也都差不多。要说特别好的良田，也轮不上咱们衙门摊派。我这儿呢，成年男丁每人给你们放5亩丁田，反正你们跟郑大人熟得很，到时候让他给你们挑地就行了，你们觉得如何？夏家呢，总觉得这司户大方的有点不对劲儿。如果你们觉得少的话要不女子和孩儿2人，我算你们1个丁户，也给5亩地，这样行不行啊？那咱们家就听大人的。于是最后出门的时候，老夏家得了15亩地，不过这地暂时是跟老姚家记在一起的。15亩地免费送，这么大方，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是吧？那八方县就那么多没人要的地，要都给咱们使的，那得多大的地才够分啊？那咱们不是有郑大人和齐大人他们打招呼吗？属于关系户，待遇好一点也正常。再说了，这宿州不就是缺种地的人，才把咱们千里迢迢给招来的吗？要我说呀，你们这担忧大可不必，咱们呀还是好好想想4个人要怎么种这15亩地吧。要不咱请人？都还没种就想着偷懒。不过我觉得的确不必多虑，八方县听着就是个各处交汇之地，而且郑大人好歹他大哥也是丞相啊，虽然被贬，总不会去太差的地方，不是？放心吧，没问题的。此时北安王府，皇兄，你真的准备现在回去吗？你那地方老鼠太多，不太平啊。没事，
你还不知道我呀？你皇兄我只是装糊涂，不是真糊涂。王府里有多少老鼠，本王会不知晓，我这都是演给别人看的。皇兄演的真不错。一般一般。哎，你说我要不要找陈将军要对人马护送啊？主要你看哈，来的路上连我官府里带出来的人全没了，我不想你给我带回去的人再重蹈覆辙。这个方便，之前皇兄不是说那齐三还行吗？他爹是礼部的侍郎，为人倒是挺正直，那让陈将军拨了齐三送你回去便是。陈将军为人勇猛果敢，基本不参与朝堂上那些蝇营狗苟之事，皇兄也可以放心。皇帝所言极是，那就麻烦你了。大皇兄啊，大皇兄，走，我让人准备了上好的羊肉，难得来一趟，可得多吃点再走。哟，那感情好啊！走走走，我都3天没吃上一口荤腥了。您刚才还说早上吃了8个煎蛋，嗨，那鸡蛋孵不出小鸡，都是素的。好好好，素的素的。来人，让王妃赶紧去备一桌鱼羊宴来。次日一早，昨日齐三派来的2个护卫早早就到了驿站接人。2个时辰之后，我不行了，定麻了。夏公子别急，咱们这就到了。你瞧，城门就在那里。那矮垛子是城墙吗？这地方有城门吗？算有。啥意思啊？那城门不会是凸起来的2块板吧？这风声可真像是鬼哭啊！这地方原来就叫八方县吗？啊，不是，这里以前叫鬼哭坡，这不是要立县了吗？周牧觉得不吉利，才改的叫八方县。不行，我得找郑志明问问清楚，为啥把他们弄来这破地方？这坑他郑志明一个人跳，是嫌寂寞了是吗？爹，您今晚先稍安勿躁，咱们先找驿站住了，等明天养好精神，咱再去找郑大人好好说道说道。是啊，爹娘都年纪大了，3个小的也不能这么在外头晾着啊。咱们先给他们安顿了，明天再去找郑大人问问。郑大人总归有自己的道理吧？夏兆丰很想回说，自古都是读书人不干人事儿，能有啥道理呀？明摆着拉了他们做垫背嘛。那驿城见人来借宿，还不忘介绍。哎呦，您几位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咱这驿站昨日才刚设的，早一天来啊，诸位都还住不上呢。来，诸位请进。一听是昨天才设的驿站，夏家人哪儿还有不明白的？这郑志明等的不就是他们吗？郑大人到。郑大人，几日不见，可还安好啊？还行还行，多谢夏兄关心，别叫我郑大人，跟以前一样，叫我清华兄就行了。来，姚叔也来，我把这八方县的事儿跟你们说说。清华兄，这八方县你觉得好吗？好也不好，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这八方县亦然。不愧是古代读书人啊，这鬼话还真是能扯。清华兄，既然你一直说咱们是自家人，那你何必这么打官腔呢？这地方以前叫鬼哭坡吧，好或不好，你心里没点数？夏兄此言差矣，我真的没有跟你打官腔。你看哈，这地方虽然离前线比较近，但是地方大呀，咱们这儿1两银子1亩地，你说你要多少我都批给你，买多了我再多送你点也行。关键你来得早，可以选离县城近的村子买地，以后来来回回的不也方便？我谢谢你啊，咱们家就这些人，光丁田都种不过来。此言差矣，你看人家有成千上百亩地的人家，哪个是自己种地的？你可以雇人嘛？别看咱们这儿全县就7个乡，5、6千人口，但是那苏北军在这儿的军户就有1万人，再加上在营的官兵，加起来也有20万。这么算，咱们这儿可是个大县呢。据我所知，咱们这戍边的陈将军为人很是豪爽，对军户的限制不多，没有战事，陈将军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交齐军粮，军户只要不出宿州，想干嘛都行。你想想，1万人的帮工能给你种1万亩的地呢，对不对？另外，戍边的20万军人是不是也得要有军需？虽然军需自有兵部筹办，可人家想喝口酒吃口肉，是不是也不能问兵部要？那我就纳闷了，既然这八方县像清华兄说的有地种的，有要买酒买肉的，那为啥还如此破败？这不是之前我没来吗？夏兄，你相信我，只要咱们兄弟齐心，
自然可以其利断金。以后别说太平城了，说不定咱们八方县以后连扬州城都能比得。那您倒是想太多了。最后郑大人临走的时候还拍胸脯保证道：夏兄放心，但凡有我在这八方县一日，你干啥都没关系。当然有违法律的事儿，我相信你也不可能干。而且我都已经想好了，既然你之前那么照顾我，能认我这个兄弟，那现在我有了落脚地，肯定也得照顾你。这次我出门过于匆忙，幕僚一个都没带，我现在就郑重地请你当我的师爷，不知夏兄意下如何呀？清华兄客气，夏某人不才，也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差事。这样，你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夏兄不用考虑了吧？这师爷的位置我可是专门给你留着的，我大哥派来的人我都婉拒了，不过要考虑考虑也是正常的。行了，你们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夏兄，我等你答复哦。出了驿站门，没走几步路，郑志明便低声责怪熊二：你刚才那是什么表情？老爷想赶紧找个师爷有错吗？你也不瞧瞧，衙门里头拢共才几个人，起码一半以上是大字不会写一个的。我这又要开府又要办差的，忙得过来吗？夏兄腿脚功夫好，又识文认字，这一路上还能救那些老弱病残，人品也不错，真正是老爷我最需要的帮手。不然我费那么大劲儿骗不是安排他来干嘛？老爷，是大老爷给的幕僚您不要吗？是人家幕僚不愿意跟您来，才会在都城门口跟人护卫对打，然后才被抓进去的。你不说我不说，还有谁会知道？大老爷早晚还会派人来的，到时候谁都知道了。烦死了，干个侍郎要管，干个御史也要管，这回我滚来八方县了还要管，我不该叫他哥，我该叫他爹。没有大老爷管，您老那日就直接在殿上被发配去充军了。你瞧见了还是听见了？熊二不敢多说啥，只摇了摇头。没瞧见有啥好说的，我是自愿请命来为皇上建设边防的，你懂个球啊！与此同时，驿站里被骗来的一众人等正在展开一次热烈的讨论。那太平城里头多是宿州的富贵人家，那日驿站小二说，别看现在宿州不怎么样，那是因为打仗的关系，以前不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来往的行商之人可多了。这会儿虽然很多人家家主都不在宿州了，可家产土地都还在呢。说是如今宿州太平了，他们都等着这儿再度通商呢。靠近太平城的地方，王府、将军府加上州牧啥的各种官员，还有之前的豪门富商，早就把地占完了，哪还轮得到咱们啊？要我说啊，既然咱们在这儿有关系，反正都是种地，哪儿种不是种啊？再说了，万一要真打仗了，咱们离军营近，不是也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吗？咱打不过人家，难道还逃不过人家吗？我就觉得呀，这地儿挺好的，还有郑大人照顾，姐夫呢还能去衙门当差，咱们以后也不怕被人欺负了，多好啊！我同意老二的，咱要是说怕种了的地因为打仗而白瞎了，那别处种地的不也看老天爷吗？今年涝了，明年旱了，哪有个准呀？我就觉着吧，种地这事儿好坏都是命，反正到哪种地都得有遭难的时候，还不如待在这儿，田地还能多些呢。阿荣，你觉得呢？可姚荣脑子里现在是一团乱麻，他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于是他也转头看向了女儿。我是冒险派，我支持留在这儿。娘，我也觉得留在这不错。娘，这是你想的吗？怎么就没人问他意见呢？虽然他的意见也是留下。是啊，安如想的就是我想的，不然我问他干嘛？我姐想的也是我想的。这事儿吧是个大事儿。哎呀，废话少说，你说点有内容的。你女婿还没说完呢。这样吧，咱们回去呢都想一想，然后愿意不愿意的咱明天再论。到时候要是实在意见不能统一，想要单飞的也可以聊聊，大家都是一家人，有啥说啥，不打紧。单飞啥意思啊？是单干的意思吗？那可不行，姐夫，我跟着你干，你可别丢下我啊！等到次日一早，夏兆峰早早就起来了，想去街上晃荡晃荡。于是夏兆峰喊了夏安如一起散步。闹啥？闹去留的事儿？
你说说，为啥你也想留下来？照理说，你们这些00后不都喜欢安逸的吗？第一，咱们现在都已经落户在八方县了，再去改户籍就得求人，可求人是会损耗人情的。这地方世道艰难，人情还是得花在刀刃上。现在还没到什么生死关头，我是觉得暂时还没有到去损耗稀缺资源的时候。第二呢，我就想赚钱，赚简单的钱。老实说哈，咱们一家4口也没什么特别厉害的技能，像我跟我娘做的其实都是简单的手工，之前高价卖出去的首饰都是不可再生的，那买卖只能给咱们带来第一桶金，做不得长远打算。想要做长久的买卖，还是得着眼现在，不能光看着现在有的，咱们不是还得看看以后还能继续获取的吗？所以留在这儿，用低人工创造适合量产的平价商品，我个人觉得是现阶段比较适合咱们干的。第三呢，就是土地嘛，我那空间你也知道，每次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儿的地价便宜，咱们买地成本也能低一些，到时候搞多样种植，哪怕失败了，这试错成本也低一些嘛。这地方虽说少雨，但是齐三也说了，地下水还是有的，到时候咱们再找人多打一些井，挑一些耐旱的作物种了试试，感觉也不会一点没有收成吧。最后您能踏上仕途，算是意外之喜吧。我其实是挺支持您给郑大人当师爷的。昨晚我外婆说的，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老人家说的没错，作为比较原始的农耕文明，这会儿其实是很难抵御天灾的。最近南北朝您知道吧，连续打了400年的仗不算，关键是这400年间，光是自然灾害就发生了600多次。可对有钱有权的人来说，那时候依旧是好乱好有趣，清谈茶道，交游访友，弹琴对饮，风雅之事那是一样不落。不过普罗大众，像是咱们这样身份的人来说，那时候就是没命没希望了，一场战争或者是一场自然灾害，就能直接让当地人口少一半。我不懂你意思啊。听你最后说的意思，这不还是得离战争远一些吗？你这也是迷茫了。我这不是跟您分析的吗？说这么多，总之就是一句话，这年头完完全全靠双手在地里刨食，那是真的不行。我算是看出来了，在这封建王朝时代，是不是能好好活下去，不仅仅得靠勤劳的双手，聪明的脑瓜子，很多时候阶层才能决定好你的未来。您能有机会进衙门，咱们就能有机会往上走，这是一个机会，是比参加科举更适合您的机会，所以行不行的咱都得留下来试试。听完女儿这番话，夏兆丰背着手默默往前走，沉思良久。夏兄啊，你这么早就来了？郑大人再抬头瞧瞧，哟，他们这是闲庭信步，走到了衙门口了。郑大人勤勉。哎呀，说了叫清华，怎么还叫郑大人呢？啊，对了，昨晚那事儿，夏兄想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这师爷的位置，我可是特意给你留的。咱们衙门呐，就缺你一个师爷了。老爷，您是缺了夏老爷一个吗？奴才瞧着您缺的是一整个衙门的人才啊。夏兄是有什么为难之事吗？哎，这个怎么说呢？夏兄，咱们谁跟谁呀？你跟我有啥说啥。倒也不是我不想给清华兄当师爷，可家里头事儿多，我家就一个儿子，总不能让安如和他娘耕地种地，到处赚钱吧。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总不能让女儿老婆养活吧。所以这个，哎呀，这个你放心，我1年俸禄50两都给你了。哎呀，这可使不得呀！我把你的俸禄都拿走了，那清华兄怎么过日子？真要靠老爷的薪俸养家，那咱们一家早喝西北风了。夏老爷还是太单纯了。哎，夏兄放心，我这日常开销啊，家里头会送过来的。另外，夏兄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那行，那清华兄，这事儿我就应下了。50两就能把老父亲收买了，感觉卖便宜了呀，这不是我老爸的风格呀。那夏兄什么时候能来衙门跟我一起坐镇八方县呢？清华兄放心，等我安顿好了家里，给家里头把房子造好，然后呢，孩子他娘又说要开个裁缝铺，孩子外婆说要开个卖点心的脚店，孩子外公说这会儿种地是来不及了，不过要想抓些鸡鸭牲畜来养，最后再给孩子舅舅们安排妥当了，我就能来帮你了。您放心，我一定抓紧。咱们农户人家起房子简单，这些事儿都办完要个5、6、7、8个月也就够了。嘿嘿，给我老夏设套，我老夏难道不会反射套吗？夏兄放心，咱们这儿虽然穷些，但是县城的庄子倒是有几处，你到时候选一处合适的住就行了。另外，既然嫂夫人要做买卖开铺子，那这长街上的空地，官府还是有一些的，到时候你挑几块自己看得中的，再请了人造几间铺子就行。养牲口呢，我还是劝你一句，暂且养些鸡鸭算了，这大冬天的草料也贵，等明年开了春儿，
我再帮你打听哪儿有好的猪仔、羊羔。至于你那些旧兄弟，如果合适，咱们衙门倒也缺人，让他们来试试也可以。哎呀，郑大人，我的清华兄真正是咱们八方县的父母官，你瞧，这一下就解决了我那么多麻烦。这样你看行不行？咱们今天就去挑庄子，就挑离咱们县城近的，回来再把买长街铺面地皮的事儿一起办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麻烦事定下来，明天最晚后天我也能安心来衙门跟你清华兄干了。你看咋样？那行，好，郑大人，您稍等啊，我去喊了爹娘阿荣来，咱们这就去看庄子去。你想什么呢？老爷，你说夏老爷是不是讹您？什么夏老爷？从今往后就是夏师爷了。哎呀，这八方县现在不就缺能掀起风浪的人吗？老爷我不怕被讹，就怕这地方热闹不起来。此时夏家父女俩跑回驿站，就直接张罗着让大伙儿赶紧收拾行李，他们的房子搞定了。啥？咋就有房了呢？那啥叫就业呀？我爹答应了郑大人做他的师爷。大舅，你要是想……你大舅说话不作数，你别听他的。大舅母觉得这地方挺好的，咱们就在这儿安身立命了。那我不也是为了大伙的安全考虑吗？对，我大舅说的没错，安全也是很紧要的，所以我决定买马车。买马车还能抵御北蛮了？有马车逃起来快啊！很贵吧？以前我做过的东家里就有马车，说是得70-80两一匹马呢。那不能买啊！咱们明天开始锻炼跑步，多跑快一点其实跟坐马车一样的。没事，到时候我做了师爷，咱从郑大人那儿骗。什么叫骗呀？人郑大人是县令官爷，骗他的能叫骗吗？那叫奖赏。郑大人为民着想，以民为先，解民之忧，奖赏咱们移民先进户马一匹。这个说法你们觉得怎么样？不错，我做师爷的第一个提案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就让郑大人去太平城贴告示，愿意来咱们八方县的早到早赏。好，这个提案非常好，爹。那马片不是是奖赏到位了，可别忘了给儿子我骑去啊。快速收拾完行李的一群人，没多久就浩浩荡荡地出现在了衙门口。干嘛？咱这是衙门，可不能随便进啊！我是新来的师爷，来找郑大人有事儿呢。大人在呢，稍等哈。说完，大爷拄着扫把，颤颤巍巍的就进去了。这么寒碜呢？这大爷看着能有70-80岁了吧？哎呀，那不能够顶多78。大爷身上又没长年轮，您咋知道？现在的问题是讨论大爷几岁了吗？咱们该讨论的难道不是这啥衙门啊？一个7老80的大爷还得身经数职。门外正讨论的起劲儿，衙门前堂郑大人就出现了。夏师爷来了，走，咱们边走边说。于是一伙人跟着郑志明就往城外去了。出八方县县城只要20分钟。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离县城最近的庄子了。众人随着郑志明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苍黄的天地间矗立着一长排土坯房。您叫这庄子，这不就是猪圈吗？我们老家的猪圈好歹还有个顶呢，这儿的猪圈尼玛是汉圈呐！不是姚老爹，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儿呢，咱也不知道这庄子是这样的。不过你放心，咱们衙门里头砖瓦还有些，一会儿我让人给拉过来，你们修补屋顶应该是够了。这土坯房看着也有些年头了，估计也承受不住瓦片的重量。郑大人那儿有茅草吗？咱们暂且铺茅草吧。有，一会儿就让人给你们送来。哎呀，你们别光看这房子目前只能凑合，但是这块地皮大呀，我瞧瞧。我这儿写的明白，这个庄子带了10顷地。外公，10顷是多少亩啊？哎呀，1000亩啊！对，1000亩，大也不算大，不过你们也才刚来，先且种着，以后要是想再置办土地，咱再买就是了。这叫不算太大，咱怎么种啊？哎呀，郑大人呐，这庄子您卖多少钱呢？夏兄，咱们这儿呢，目前也没啥上等下等地之分。这么样，既然你们是第一个在我这儿买地的，虽然价格是死的改不了，但是丈量的时候可以给你量多点。10顷地
我给你量12顷，你看怎么样？12顷地，外加长街10个铺位。你怎么不还要我这衙门呢？10个肯定不行。再说夏兄，你有那么多买卖做吗？夏兆丰没答话，只是把手伸向身后，摊手表示：瞧瞧咱家这些人，每人1个，10个铺面还不够呢。10个不行，最多3个，5个不能再少了。清华兄啊，你想想，咱这县城里是不是连个医馆都没有？咱把老于大夫都给您带来了，咱老百姓以后看病是不是就方便多了？还有，你看，咱还把300给带来了，到时候于大夫看不了的病就让300算，300算不了的命就让于大夫看。这样一来，咱们8方县的老百姓是不是就都能得到救治？有咱于大夫300师傅给他们做后盾，他们的人生就不会再迷茫，这样是不是更能在您的领导下早日致富了？要说这歪理，还得是夏啊，不对，是夏师爷多呀。是我单纯，把夏师爷看简单了。行，5个就5个，不过地方我定，不能超过长街范围。行，好。因为这庄子还得过户，钱还得结算清楚，所以夏兆丰决定先和姚老八一起去衙门把手续办了，免得夜长梦多。其实我感觉这房子也还行，最起码房间多呀。哎呀，蜈蚣！哪儿呢？别踩！说着话，这人就掏出个小竹篓子，直接用手就把2条大蜈蚣给抓进了篓子里。这地方的确不错。大柳说这地方好，那蛇虫鼠蚁还少得了。好在夏家一双子女都是乐天派，姚荣还没愁完，2孩子已经在开始分配房间了。老姐，你们女的、老的、小的就住中间，我住尾间。小伙子不错嘛，多少有点担当。那中间那间咱们就做客堂间，平日里吃饭说事都能用。最西边的那间夏天最热，咱们就当厨房用。对，我算算啊，打东边起，安阳一间，安如一间，姐姐姐夫一间，大哥家一间，中间是客堂，然后爹娘一间，于大夫他们3个一间，我和梅香小兜儿一间，另外还有双武他们3个一间，再加上个厨房，正好10间，一间不多，一间不少。既然要住，那咱们就赶紧收拾吧，一会儿茅草来了还得修房顶，这屋子收拾起来可得花点功夫的。房子谁住谁打扫啊，双武初8，你们的房间让初2打扫，你们俩赶了骡车去城里打缸子水来，要是看到有卖笤帚簸箕的，也买几把回来。笤帚超过3文就不要买了啊。安如，你说咱们是买床还是让你3舅自己打床啊？肯定都不是啊，咱们得砌炕呀，不然这北方的冬天活不了了。哎呦，你还准备在这屋子里长久住下去啊？这庄子买了，咱们肯定还得造房子呀，不然这地方别说你了，我都坚持不了多久。哦，对，也是哈，那就让我3舅做呗，反正咱们用的时间也不长，能睡就行。到了大冬天，每个房间点个炭盆就行了。娘，你还真别说，我突然又发现了这房子的另一个好处。是啥呀？这房子除了够住，我还真看不出有啥特别的。您瞧，缝多，不怕烧炭中毒。你这孩子，咱们都落到这样的境地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嘛。条件困难一点，咱们可以改造嘛。您呢，就当这是一个开心农场，天大地大，想干嘛就干嘛，不是也挺好？咱这庄子一买，铺面一造，起码得花进去1000两银子，再加上年后买种的钱，还得造房子，请人工，哪样不得要钱？虽然现在我们手边七七八八加起来也能有个4000两左右，可是光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就得花上1大半的钱了。这地方刚才你也看到了，长街上的行人能有几个？不说别的，那些铺面我细细的瞧了，开门的也就小猫2、3只，都没啥人光顾。这生意感觉真是不太做得起来。唉，之后要生活，估计还得去太平城赚点钱来补贴补贴。那是因为咱们之前没来，人军也想消费，这个地方也没有让他们消费的想法，不是？咱这不是来了吗？军爷们的需求咱们来满足，让流失到太平城去的客源全给咱留回来。说得好，等咱那小饭馆开张了，咱们就请齐大人他们来吃饭，让他们顺带着带点同僚过来，这一来一去的，这买卖不就做起来了吗？呀，我们家安阳最近聪明了呀，这想法很是靠谱呀。咱们只要菜好吃，酒好喝，军爷们以后还用特地去太平城吃酒吗？哎，
就是，军营里也没个女的可以帮他们缝补衣服什么的。到时候娘就做了那大裤衩子，还有鞋子呀、袜子啥的，再加上修补衣裤之类的业务，都给安排上。哼，20万人呢，每天还得操练，我就不信这生意能不好。夏兆丰和姚老八事儿倒也算办得顺利，除了在铺面地皮选址的时候，夏兆丰和郑志明又切磋了一下之外，掏钱、敲章、写地契之类的事儿倒是办得挺快。华兄，我今天先走了，明天家里得好好安置安置，后日我再来。您那个招录衙役的通告得赶紧贴出来啊，不然光咱们俩光杆司令，这工作也没法展开呀。回去的路上，翁婿二人就田亩的问题也掰扯了一路。那回去我给你100两，咱们就拿100亩地，外加1间铺面的地皮。爹，你也真是说了150亩地就150亩地，您还跟我客气啥？哎呀，行了，闭嘴！我这1间铺面都是占了你便宜了，你非给我150亩地，那铺子的地我就不要了。两人掰扯了一路，最终以老姚家出100两拿2间铺面120亩地达成了一致。两人回到庄子的时候，去取水的双五和初八已经回来了。爹，不对啊，夏师爷回来了，事儿都办妥了。办妥了，你以后就是八方县7里乡6望村人了。这名儿怎么这么巧？现在取的这地方还没名呢，以前都是什么大腚子山、鸡屁股屯的，太难听了，很多地名得上报更改呢。我问你呢，你姐跟三白嘀咕啥呢？啊，我姐让三白师傅找水源呢。这找水的事儿不能让三白干，别到时候水没找着，再给人老坟挖了。你多虑了不是？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得多少坟才够三白师傅次次都挖到的呀？水脉呢，肯定是要找的。我姐说了，没有井，咱种不了那么多地。可三白也说了，挖井找水脉这事儿，不是看他们想在哪儿挖就能挖得到的。安如你放心，既然我能把黄长蹄凑找到，那地下水脉我也一定能给你找到。到时候咱们让人打上10个8个的井也不是问题。三白师傅，咱能不能不那么盲目自信？您要不要先复习复习怎么看风水？毕竟您这……咱看风水，特别是这山川走势、地脉龙气，我看的都是个大致的走向，我这眼睛够用，你放心，等咱安顿好了，我就给你找去。一群人从早上一直忙忙叨叨到太阳落山，屋子当然也没完全收拾好，不过勉强也能住。安如，你拿这铁锹干啥去呀？哎呀，别干了，都忙了一天了。外婆，你休息吧，我去认认田。失误啊，失误！干了一天，只想着吃穿住了拉撒，居然忘了安排。谁？赶紧出来，不然我这一铁锹拍下去！哎呦妈，吓死我了！你谁啊？在我家庄子里面干嘛呢？他要拉屎，我就带他来了。那你早点回去吧。你们是才搬来的吗？是啊，你是住这附近的吗？不是，这儿晚上还有狼啊！你们不知道？我们该知道啥？这庄子2、3年前就没人住了，说是闹鬼才搬走的。不过这儿的人都喜欢瞎说，其实不是闹鬼，就是野狼多些。这儿的人喜欢胡说，你别在意，该住就住。说完，孩子就抱着狗子转身跑了。你别走呀，咱再唠唠。我得走了，不然我娘该担心了。明天阿离还得来拉屎，你愿意的话就在这等我。回到破屋前的夏安如立刻拍了老爹的房门。爹，赶紧回，咱们得搞一些陷阱，这儿有狼。夏安如的一嗓子把一排屋子里的人又都喊了起来。我小小年纪蹲着方便一下，哪怕略有一点点腿麻，也不至于出现这么严重的幻觉。您是不是不会设陷阱抓狼？不会也没关系，咱们人多，肯定能想出法子来的。不会，那不可能。安阳，走，牵了骡子，咱们去趟衙门。这是今天第几回去了？这县衙是我爹的百宝箱吗？唉，今日都去了3回了，一会儿要木板，一会儿要工具的，希望郑大人别把他赶出来。可我寻思着，县衙里头也没啥能抓狼的东西吧？有弓箭，有大刀，还有大叉子，也许还有捕兽夹呢。反正不管有啥，总比咱们家东西。你关好门窗等我，我去就来。于是父子俩从屋子里把富贵儿给牵了出来，
套上了骡车，就往衙门去了。都回房去吧。老大，你去房顶上听着点外头的动静，一会儿要是有狼，你就喊醒我们。大公，先让舅舅他们睡一会儿吧，这到底有没有狼还不一定呢。夏安如话音刚落，外头就响起了嗷嗷嗷的动物喊声，众人赶紧各自回屋，也不敢点灯。娘，要不要进空间种点芝麻，松快松快？都什么时候了还品呢？也不知道你爹他们会不会遇上狼群。您往好处想嘛，万一那不是狼，而是哈士奇呢？你今晚到底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我也就想让您别太紧张了，您一紧张我就紧张，我一紧张就想上厕所，真是要命。对了，您等等，我去空间里头瞧瞧，有什么能用来防狼的。哎，别，一会儿你再出空间，你老母亲说不定就被狼叼走了。您想多了，这屋子再怎么不牢靠，狼也不能一巴掌拍进来吧？姚荣想反驳女儿一下，就听得七里咔嚓咣啷当，然后就听得乔氏的喊叫声：他爹，没事吧？你怎么掉下来了？怎么就这么背？倒是没受什么伤，只是这么大的动静，最终还是让他们得到了狼群的关注。夏兆丰掏出个荷包，夏安阳从箩筐里拿出一串鞭炮，父子俩互相一点头，点燃鞭炮，直接把炸响了的鞭炮甩了出去。狼群受到惊吓，四散逃窜，终于熬到了天光微亮。姚荣琢磨着一会儿得去趟城里，大家赶了一路，又熬了一夜，都辛苦了，得弄点蛋白质给他们补补。去县城买肉，还不如去乡下瞧瞧呢。我瞧那县城也没啥卖的，乡下人家里多少会养点鸡鸭，这些他们原就是要换钱买针头线脑的，咱们拿了钱去买，不怕他们不卖。外婆说的是，昨日我遇到那小孩，估计也住附近，咱们正好打听打听，这儿还有啥野生动物，也好早点做防范。于是女人们便说好了，等干完了活就去周遭村子里瞧瞧去。而夏兆丰则带着儿子再次跑去了县城，他准备在衙门口贴了告示，招人修墙。夏师爷，您贴这玩意儿没用啊，咱们这认字儿的人一个手指头就能掰得过来。你们平日里造房建屋的是怎么招人的？您瞧咱们这儿的房子哪儿需要招人呢？自家打了土坯砖，喊了兄弟邻居来帮忙，2-3天就好。咱们庄子上有狼，土坯砖墙不行吧？我想造青砖墙。那您得上太平城去，咱们这儿都没地方买青砖，另外好的水泥匠、木匠咱们这儿也是没有的，当然铁匠、工匠也没有。不行，大年你去帮忙嘛，然后再叫上你家兄弟，工钱让夏师爷结给你。那砖头怎么办？你自己就不能想想办法？那行，我去趟太平城，大人有什么要带的吗？我有个3天5日的，也就能把砖置办回来了。郑志明咬牙不已，也是，这砖头都得定。不行就把衙门后头的那排后罩房拆了吧，给夏师爷造墙吧。老爷，那里有我的卧房。天爷啊，这都什么人啊？为了夏师爷，你且忍忍吧，等咱们县好起来了，老爷再给你造排2层的后罩房哈。你暂时先住老爷隔壁的耳房吧。老爷都这么说了，熊二还能反对吗？他只能含泪低下了熊脑袋。因为要丈量土地，所以郑志明跟着也一块儿往庄子上去了。清华兄啊，我有一事不解啊。有何事不解？夏兄但说无妨。您老人家对八方县到底有多少了解？被这么一问，郑志明就开始倒苦水。这个八方县才开县不久，他是八方县历史上第1位县令，当然他自己也是到了之后才知道的。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夏兄，我连衙门后罩房都扒给你了，你可不能反悔啊！哈，清华兄放心，八方县百废待兴，咱们兄弟俩正好可以放手一搏。好，有你这句话，夏兄我就安心了。你明日就来上衙，咱们把招录的事儿先办了吧。行，今天只要把围墙造好了，明天我就上衙。熊二跟李大年说，今日把夏师爷家的围墙整好了，老爷我再赏每人30文。当众人到得庄子的时候，却见庄子里女的只留下了个煤箱。姐夫，郑大人，您这砖哪儿买来的呀？郑大人支援的。你姐他们呢？今天咱们得把墙砌好，得让你大姐做点好饭好菜，招待招待大家伙。大姐跟娘他们带着孩子去隔壁村子了，说是想买一些鸡和鸡蛋啥的，一会儿做了给大家补补。那感情好。清华兄一会儿凉了地，也在咱们家吃饭吧，我藏了点好酒。
好，我这一路馋的就是一口酒。走走走，咱们先去把地量了。说完，他就让熊二留在前头，等着后头挑砖来的李大年他们，自己则扯着夏兆峰就要往屋后去。你要哪块地自己挑好，我直接帮你们把地契分开写了。以后你们若要分家，就不用分地契了。等本县的章来了，你们来补个章就行了。因为那日买地的时候，姚老八和夏兆峰达成了一致，家早晚都是要分的，毕竟姚夏两家的差距还是不小的。咱家还买地了，买了几亩啊？那除了40亩丁田，咱们还得多几亩地，这不知道能不能种得过来。舅二舅，外公没跟你们说他买了100亩地，再加上你们的丁田，还有郑县令给的折扣，我们是190亩地，怎么可能种得过来啊？190亩？要不再多量10亩，凑200亩吧？不要了吧，190亩够了。完了，完犊子了！老爹的钱肯定是问姐夫借的呀，不然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买地呀？欠了那么多钱，3个单身汉可咋娶媳妇儿啊？最后还是让郑大人多量了10亩地，然后选好了地方。咱们家买地的钱都是问你们姐夫借的，我老了，你们好好干，争取早日还上欠你姐夫的钱。没事儿，慢慢来，还个10年8年，姐夫也不追你们的债。要10年8年也还不上呢？20年30年也可以。舅，没事儿，要30年也还不上，等到我和我姐继承家业的时候，我就把债给你们免了。姚家5个舅舅一时不知到底该不该谢谢这个大外甥。与此同时，姚外婆带着妇女儿童别动队已经到达了邻村参观学习。你们是谁呀？我咋从来没有见到过你们？你好，咱们是新搬到前头庄子上来的，咱们就想来串串门，顺便买一些鸡和鸡蛋，不知道哪家有啊？哎呀，那庄子闹鬼呢。没事儿，咱们带了道士。你们找马粪坨子家吧，他们家养的鸡多些，可能会愿意卖。谢谢您啊。外婆还冲那老太笑了笑，一行人这才往村子里去。女娃子，你们村委那户别去啊，买了鸡就回家吧。为啥？哎呀，不用问为啥，反正那家不干净，他们家那闺女也跟个疯狗似的，你们别招惹他们就是了。怎么哪儿都不干净？既然他说别去，总归是有原因吧，咱们初来乍到，还是听句劝。大姐说的对，一会儿买了鸡还得回去收拾，梅香在家估计都烧好水了，咱们早点回去呗。于是几人说好了，买完鸡就回家。夏安如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他家。你们玩什么呢？你谁啊？我们玩啥？关你屁事儿啊！有人吗？马粪坨子在家吗？不说就不说。走，兜子、吴宇，哥带你们挖蚯蚓去。于是俩孩子兴高采烈地跟着大顺跑去了那马粪坨子家对面的空地上，开始探索地底生物。可没想到那黑孩不干了，他见大顺他们挖蚯蚓挖得高兴，便站起身跑到大顺旁边，一脚踢翻了大顺放在脚边的篓子。这蚯蚓是我家的，谁准你挖了？是你家的，你叫他，他能应你吗？那你叫他，他能应你吗？蚯蚓又听不懂人话，你是不是傻？给我揍他们！这会儿夏安如就不能再继续旁观了，他正想跨出门口呢，就见远远滚来一只动物。阿离，回来，别去那儿！被吸引了注意力的黑孩一下子忘了要揍大顺的事儿，他喊了兄弟们，把那阿离给团团围住。狗蛋子，你给我放下阿离，不然别管我咬死你！你娘是个老不要脸的，你就是个小不要脸的，养的畜生也是一个四不像。你别让我弄死这畜生，我偏要弄死他！不要！没想到追上来的小孩比他速度更快，就在夏安如喊的时候，那孩子已经一口咬上了黑孩的手臂。听到黑孩的喊声，屋子里才出来了个女的，直接冲上去，啪啪就打了那咬人的孩子后脑勺一下。别动手！这小畜生咬我儿子，我还不能打了？你松口啊！再不松口就要被打死了！松口，赶紧！嘴是用来说话吃饭的，不是用来咬人的。有什么事好好说。黑孩的哀嚎不止，让他老母亲便更加疯狂地试图打那孩子，当然大部分都被夏安如挡掉了。我去你的！狗蛋子娘被突然从天而降的2只老母鸡给吓了一跳，直接吃了乔氏2下母鸡铁拳。哎呀，口吐芬芳，那个口吐芬芳，
今天老娘跟你们拼了！再骂人，我可叫官兵来了！哎呀，我的天爷呀！收了咱们的钱，还打我们的孩子，强盗啊！不做人啊！报官！报官！谁让他打人了？我没想摔他，是他自己没站稳，还怪得了我呀？我可告诉你们啊，这村子叫马家村，族长是我舅姥爷，你们甭想在这闹事儿。是你婆娘先打我女儿的，咱也别什么族不族老的。走，咱们上官衙，孰是孰非，让县太爷审去。瞧瞧，哪有你们这样的？我本就没多少头发，这把我头发都揪掉这么多了，我以后要秃了肯定得找你们。还有，我不过是好心劝个架，凭啥打我？我还没说啥呢，你们喊什么喊？你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的松口，男的力气大，真能打死你。咬人孩子却像聋了一般，死死咬着人，就是不松口。蛋姐儿，快松口！哎呦，他怎么来了？打扮的跟个妖精似的，又想来勾搭哪家汉子？哟，可真是啊！他这大白天的我人对里扎，到时候传了脏病给咱们全村，可怎么办？快走快走！真是看热闹看出了晦气，就说别看这小崽子的热闹。你瞧瞧，果然瘟神来了！呸！谁是瘟神？你们抢我们家的地，夺我们家的房，你们才是瘟神！你自己倒霉就算了，别连累你娘。那叫丹姐儿的小孩听夏安如这么一说，便止住了脚步。你今天不赔个5两银子，这事没完！赔，我赔，就是5两，我实在是拿不出来，能不能少点啊？这还能讨价还价了？瞧瞧我儿子的手啊，这肉都快被咬下来了，5两还算少的。你要是不愿意，咱就上衙门去。丹姐儿想说什么，却被他娘给捂住了嘴。你别说话，还嫌自己闯祸没闯够啊？马三嫂子，你看我这儿只有这些钱。呸！谁是你嫂子？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再说了，这钱给我儿子看病都不够，打发叫花子呢。够了，咱们带了大夫，医术高明，人品好，这看着也有个7、80文，给他瞧肯定够了。这户真是大户人家呢，出门带了道士和大夫。我说句公道话，我看我们家俊才伤得挺深呢，恐怕一般的大夫不能看，咱得上太平城一趟呢，多了咱也不要，就是来回的路费加诊费，这再怎么着1两银子也是要的呀。这样，咱们八方县不是新来了县太爷吗？咱们让他断，到底该赔多少钱？县太爷说的总没错。人家县太爷是大官，怎么可能断咱们这种家长里短啊？人家是办大事的人，咱们不能去打扰。说的没错。马家村的族老拄着个盘的光亮的拐，走到了姚荣跟前儿。你不是咱们村的吗？那咱们村的事儿你不用多管，赶紧走吧。所谓县太爷，就是咱们的父母官，哪有孩子吵架不找爹娘评理的？谁找本官呢？哟，安如啊，你这头发，谁呀？谁抓了我大侄女的头发？夏安如上前，3句2句就把事儿给交代了。大人，咱们这都是小事儿，孩子们打闹呢，咱们就不劳烦您了。管还是不管，得本县说了算，我可不听您的安排。你们两方苦主都跟我走吧，今日本县就帮你们好好断断孰是孰非。熊二，走，咱们回庄子去。大人，咱不回衙门？去县衙，人家苦主就得多走路。作为父母官，本县不得为老百姓考虑吗？郑大人真是爱民如子。那行，咱们回庄子，大人断案，我给大人做饭。走。一群人浩浩荡荡就往村子上去了，眼瞧着郑大人浩浩荡荡带了一大批人过来。呀，郑大人可真是急人所急，瞧咱们今天来不及砌完墙，居然还去找了那么多人来帮忙。这回咱们天黑前应该是能把墙砌完了。哎呀，这得有个20、30个人吧，这工费可得好几百文呢。爹，跟咱们的命比起来，这些钱不算多。咱俩说好了，你们这会儿来干活，咱只能算你们20文，不然对那些一大早就来的人不公平。这看热闹还给钱啊？误会，这些人是来看本县断案的。我还以为是大人找来帮咱们砌墙的呢。我会，家里头的房子都是我跟我大哥自己造的。哎呦，你家那西墙今年都修3次了，还会造呢？大爷，您别听他的，我会，我以前就是泥水匠。大爷，我也会，我以前在太平城修过城墙。哎呀，行了，别吵了。这样，如果你们想干，就去李大年那儿报名，
咱们再招10个，工钱咱就不变了，该多少？李大年是谁啊？哪个是李大年啊？大年哥，我大年哥呢？一群人呜呜喳喳的就往正在搬砖的一群人那儿去，一个个都说跟李大年认识。行了，闲杂人等少些也好，这个招工的事儿暂且不提了。本县现在就要升堂，熊二，你去搬个凳子，搬个椅子来。师爷，本县的师爷呢？啊，这儿呢。行了，知道了，你作为证人留一下。阿荣啊，你就先去把晚饭做起来，一会儿有需要再传唤你。是，夏师爷，有事儿您喊民妇。今日这母鸡好，1只红烧，1只炖汤。那你定升堂。威武！大人，我咬他是有前因后果的，不仅仅因为他要摔死阿离。你小年纪别瞎说。哼，他都没说啥，你怎么就知道他瞎说了？他们母女本就是咱们村子里的老鼠屎，说的话都不能信。马俊才之前剪了我的头发，还拔了我们家种的瓜菜，前几日里还在我家后院点了火，还好阿离发现了叫我，不然我跟我娘就被大火烧死了。放你娘的屁！我可没闻着人家放屁，不过你放的屁咱可都听到了。大人断案，岂可扰乱？熊二，你瞅着谁在捣乱？杖责20。底下一听要杖责，瞬间就哑火了。你这么说可有证据？证据你可以问刚才一起打我的那几个男的，剪我头发拔咱们家的瓜菜是他们几个一起干的。放火我没看到，但是我在我家后院门口捡到了这个。说完，丹姐掏出个弹弓，这个是狗蛋子的，他以前用这个打过我。狗蛋子，这弹弓是你的吗？不是我的。夏师爷，咱们审问人犯不认罪，一般怎么来着？先打上10个板子，再不老实回话就打20大板，若再嘴硬就上烙铁，再假手砍断。是我放的火，可是我不是故意的，我偷拿了我爹的打火石玩，没想到那打火石新的，蹦出的火星子特别多，然后就不小心掉在了他们家的柴火堆上。我没逃，我是想去打水灭火的，可是我拎着水回来的时候，火已经灭了，我就怕人发现，我就跑了。大人，别打我，我不想死。小孩子胡说，不能当真的。你意思本官断案心里没谱，还是说你觉得你儿子招了假口供，口供造假，可是要吃板子的？那不是，我没这个意思。马俊才放火毁人菜地，还剪了人家的头发，本官罚他给人家菜地补种上，挑1个月水，再剪了头发。可不行啊，大人，头发剪不得呀，这样咱们的伤也不要赔钱了，算扯平了，行不行？行不行还得问他。两人说好，狗蛋子种了菜，挑满了1个月的水，就互不相欠，且以后碰面不能再打架，下回不管谁先动的手，只要打架了就一起去县衙挨板子。哎呀，令郎这个伤口很深呐，不及时处理恐有溃败之险，说不定还得截肢。我跟县令大人熟得很，信誉有保障，包治包好，这伤口一定给你们处理得干干净净。你看要不要给令郎看一看呢？马俊才一听自己手要截了，嗷嗷的就喊爹赶紧掏钱，然后于大夫便怒转了老马家70个铜板，一人到得马家村村尾，远远就瞧见一处小院儿，建在半山间。你家住山腰上？姐，骡车上山不方便，我在下面等你啊，你快去快回。找不到借口的夏安如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你俩为啥住半山腰呀？平日里面买水挑粮什么的，你们是咋办的呀？孩子他爹没了，咱们家以前的屋子是造在他们马家族田里的，当家的没了，家里也没个男丁，所以他们就把屋子收了去。家里的田地，孩子大伯说咱们家没个男人，也就原先说好的每年给我们一些粮食，可大伯欺负我娘。寡妇门前是非多，古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带着丹姐儿从村里搬来了，免得听多了闲言碎语，反而落得不痛快。他爹以前上山砍柴的时候，在这搭了2间茅屋，咱们娘俩就搬过来了。这2年修修补补的，也算是能住人了。吃水倒还行，咱们娘俩用不上多少水，我每天打水都习惯了，也不觉得累。
丹姐现在也大了，有时候我没空，她背个小背篓，用陶罐子打水，上下多跑2次也够1天用的了。粮食咱们娘俩也吃不了多少，我每个月去县城背1次就行了。娘也是太好欺负，明明是大伯欺负你，他们却只骂你，还骂得那般难听，咱们为啥要忍气吞声？你看，说他大了，他却还是个孩子。娘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孤儿寡母到哪生活都是挨欺负，留在马家村，起码咱们还有个住的地方。你大伯他们爱说啥说啥去呗，你跟他们掰扯，他们越是跟你来劲儿，咱们平日里躲着点他们就行了。做人的确得讲理，可这个理都在他们人多的嘴里，咱们再有理也才2张嘴，哪里讲得过他们？可咱们现在有县太爷了，县太爷公正得很。对，咱们郑大人的确公正，你们家里的田地要不也上告一下，去拿回来？不了，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家里以前5、6亩地，我一个人根本种不过来。再说去上告的话，也是把人给得罪一遍。我不怕得罪他们。你不怕得罪，娘可怕。去年你去问你大伯家要粮食，是不是咱们家第2天夜里院子就被扒掉了？开年的时候你跟你大伯家的2堂姐吵架，隔天下山是不是被路上的麻绳给绊倒，滚下了山？咱们家以前村里的那块菜地你忘了吗？只要咱们一跟人家起冲突，倒霉的就是那片菜地。这会儿哪怕咱们把地都要回来了，你就不想想咱们那地能不能种成？听母亲说完，丹姐儿便低下头不再说话。于阿姨说的也没错，不过你们2个如今是靠什么生活啊？夏姑娘先喝口水吧，这水是干净的，碗也是干净的。好。夏安如点点头，咕嘟咕嘟就把1碗水给干了。我以前在太平城里是给人做丫头的，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就被放出来了，然后才经媒人介绍嫁给了他爹。在东家家里，我是针线房专门做鞋的，鞋面鞋底子什么的做的虽然粗糙，但是也能做个囫囵。现如今城里半个月就有1次大集，我就去城里面卖一点粗布鞋。另外军爷们有需要修补衣服之类的活计，我也能接一些，赚的虽然不多，但是养活自己和孩子倒是够了。我娘也还做手工活呢，以后可能还打算开个作坊。元姨如果愿意的话，到时候开了作坊我来喊你啊。好啊，我娘愿意的。夏姑娘，你娘不会介意我的名声吧？你多虑了，我娘只看你活干的好不好，别的不得相处了才知道吗？别人说的咱们可不信。今日我算认了门了，不过这会儿家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改天你们来我家玩吧。下山路不怎么好走，可好歹不太累呀。丹姐儿，你这阿狸怎么长得不太像狗啊？可不是，这孩子也不知道哪儿捡来的，别到时候捡的是狼崽。咱们这儿离你们庄子近，偶尔是会有狼的。不可能是狼，狼是长脸，阿狸是圆脸，它大概是只狐狸。应该不是吧？我见过小狐狸，那嘴比这个尖多了。阿狸看着还好看些。安如姐姐，你既然喜欢阿狸，我就送给你了。啊，我没有，我怕狗蛋儿到时候再抓了阿狸。安如姐姐你养着吧，阿狸在你那儿拉屎也是方便些。啊，这狗子这么认茅坑的吗？女儿家家的，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拉屎窝尿啊？我都瞧见过安如姐姐的屁。娘，你干嘛打我？你给我闭嘴！秘密知道吧？你看到过什么都是秘密。点头，赶紧点头。丹姐这才点了点头，委委屈屈地说自己知道了。房子的围墙在众人的通力合作、互相拖累之下搭建完成。夏兆丰请了郑志明入座，今日就算是暖房了。今日这顿算是咱们的暖房宴，清华兄，请，这酒您试试。夏兄，你这什么酒啊？很过瘾嘛。其实这酒是夏兆丰上他们那夺命小船船的时候，顺手从家里拿的52度泸州。夏兆丰就湖州一气，说是路过都城的时候，见有人挑了扁担出来卖，便买了。啊，私酿的呀，我说怎么没喝过呢？哎，你都不知道，如今咱们缺粮，朝廷都不准私酿酒了，要是被抓到，可得罚没家产呢，而且是买卖同罪。哟，咱们乡下人倒是真不知道这事儿，多亏大人提醒了，以后啊，我可不敢买了。郑志明还跟夏兆丰打听了，到底是在哪儿遇到的卖酒人，他下回写信回去，可得让家里人去找找去，管他什么买卖同罪，反正家主也不是他，他不怕那些个。吃完饭，夏兆丰和儿子送了郑大人还有熊二回了县衙。等到明年春耕，咱们这庄子里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粮食蔬果。外婆，你以后就是地主婆了。姚外婆甩着手笑说自己是劳碌命，做不了地主婆，只能当个老农妇。
这玩意儿养大了，皮子能做围脖，肉也能吃吧？安如，这好歹也是一盘荤菜呀，咱真不能吃了吗？不行，小动物有了名字，就不仅仅是小动物，而是一个小伙伴了。实在不行，大舅母你养几只兔子吧，我保证不给他们起名，到时候兔皮也能够当围脖。我娘烧的红烧兔肉也好吃得很。呀，咱们倒是没想到，想到也没用。这会儿啊，都快冬天了，上哪找草料去？兔子喝西北风又不会长大。没事儿，草料包在我身上。空间，我希望你能争气呀。对了，大舅二舅，怎么说？安如，你说咱们家如果造个暖房需要多久啊？暖房是个啥呀？干啥的？住的话，咱们得自己造新屋子。这个我不是打算住的，是准备专门用来冬天种菜的，样子应该跟普通的屋子没差多少。你配的估计也行，就是那墙得用火墙。火墙又是什么墙？安如啊，你要那个什么暖房干啥呀？种菜啊，咱们一路吃的冬瓜什么的，我都留了种呢。咱们反季种，或者比人家提前一些种，送去太平城卖的话，应该能卖得上价吧？安如，咱们还是先把鸡啊、兔子啊给养上再说吧。那个安如啊，大舅母不是反对哈，主要你看咱们地那么多，到时候光粮食都种不过来，菜蔬就算了吧，够咱们自己吃的就行。姚蓉看着女儿吃瘪，脸上居然还乐呵呵的。亲妈可能就是这样吧。外婆说的也是，那咱们暂且先办集市。不过舅们，这暖房的事儿你们可得记在心上，咱们老姚家能不能辉煌腾达，就看这一波了。哎，好。既然舅舅应了，夏安如也不再为难大人们。我不会这些文绉绉的，让安如起吧。众人皆点头，特别是姚蓉和夏安阳，点头点得尤为起劲儿。外公和我爹名字里面都有风字，咱们家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致富，那这庄子就叫富丰庄吧。众人一听，都说这名好啊！笔墨伺候，于大夫，您给咱把庄子名写上，咱们即刻挂牌。老夫的字其实一般，那我来吧。于大夫快写，三白大夫，您还是休息休息吧。啊，对，三白师傅今天陪大伙儿唠嗑辛苦了，来，喝茶。最后，于大夫大手一挥，在双武找来的木板上写下了3个大字：冒半云。这写的不对吧？瞎说什么？人家于大夫写的明明就是富丰庄。爹，您可能指反了。哎呀，老夫写的这是狂草，你们不懂便不给你们了。哎，大伙是笑话我跟安阳没文化，完全没有半点笑话您老大夫的意思啊。匾额很快就被钉上了门框，虽然门是简朴的原木，但是这富丰庄以后就是他们的家了。以后啊，咱们就是这儿的人了。别怕，没事的，我们都在。娘，别捏了，再捏可能需要于大夫出场了。看完匾额，夜色将深。等过几天衙门里头招了人了，我还得请教人家怎么做陷阱。这群狼在这儿，咱们总归不安全。是得把这些狼给抓了，不然进进出出总是提心吊胆的。特别是几个小的，万一被狼叼走了，要的可是全家人的命。隔壁的夏安如正在空间里盘他的菜种。大哥可争点气吧，好歹长一点能当粮食吃得出来吧。咱们家能不能够多养一点鸡和兔子，可全靠你了。说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就从腰封里掏出个铜板扔了出去，嘴里头还说：尘归尘，土归土，这铜板是卖冬瓜得的，给你了。不过那块地皮依然岿然不动，铜板就这么静静地躺在空地里。行吧，我就知道你这破地看我不爽。此时西周境内都在这里了吗？是大人，一共20车，皆在此处。里面如何？按照将军的吩咐，只借了东西，另把损坏的部分修补了一下，没有开关。好，记住，今日之后就再无此事。你跟蒋正、武义带队即刻回宿州。陈将军此时应该已在大营，你们路上莫要耽搁，有任何不明身份之人阻拦，直接处置了便是。是大人。不过您是去……你送完东西去趟太平城，问问周府夏家、姚家被分到哪里去了，我2日内就回来。为什么？大人的报恩如此长久，咱就是说给点钱就不用来往了，不行吗？次日一早，夏兆丰就带着3个小舅子往衙门去了。姐夫，咱认字少，郑大人能不能嫌弃咱？之前你们跟着郑大人认字，他嫌弃你们了？写字写错了还打手心呢，他连爹都打，孩子都不放过，可狠了。这个当先生和当上官不一样，放心，我觉得郑大人还挺好说话的，不然怎么跟着咱们走了一路，也不过就几天功夫。崔大人走的时候，他就马上跟着走啊。他还说娘做的冬瓜不好吃，咱就是说，你们只要好好干，没人会存心为难你们的。
还有啊，以后进了衙门，说话办事可得长点心，不能想到什么说什么，话得缓缓说啊，事儿得抓紧干，记住了吗？3个舅子若有所思地点了头。县衙依旧是那个县衙，空空荡荡，凄凉飘零。哎呀，四爷来了呀！哎，夏四爷啊，我姓王，草图王，以后啊你就叫我王伯就行了。你的办公房我已经收拾好了，来，走走走，我带您去瞧瞧。黄伯，听你口音不是北方人呐？是我老家福建的，那时候北蛮还没跟咱们这打呢，我就跟着马队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折腾东西嘛。结果路过这里的时候病得快死了，就只能留在这里养病，等病好了想再回去，就一直存不下路费嘛。啊，原来如此。那您现在是一个人？那怎么可能啊？男人肯定得娶媳妇嘛。我家就住在县城，儿子就是一城嘛。不对啊，那一城好像不姓黄。我在这啥都没有，肯定是入赘的嘛。夏四爷懂得吧？几人说着话就到了中堂的办公房。哟，夏兄来了呀！走走走，这办公房一会儿看，我先带你转悠一圈。于是带着3个小舅子跟着郑志明转悠了起来。清华兄啊，这衙门就咱俩也不行啊，咱不得有个县城主簿之类的。哎呀，咱们八方县就俩秀才，一个被我骗回来做了1城，另一个死活不愿意回来。不过他回不回来也不打紧，因为县城或者主簿起码得是举人，咱们县我看过了，从来没出过举人。咱们不能外聘吗？这地方没人，总不能不准外聘吧？没人愿意来呀。我上州府问了，主要新开了几个县，大家都缺人，等补录的举人基本都有差事了。夏兄莫急，后年就科举了，到时候咱们先发制人，去绑下捉人。我也真是服了这些人，哪里有点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牺牲精神？圣贤书都白念了，你瞧我一个外乡人，连都城都不待了，朝官都不做了，跑来这八方县，他们宿州本地的举人居然还挑3拣4，简直不知所谓。熊二紧紧抿了嘴，就怕自己脱口而出问自家老爷，您老是自己愿意来的吗？清华兄，既然事已至此，那只能咱们先自己干起来了。咱们今天把招人的招帖都写了，贴在衙门口吧，一会儿再让我3个小舅子拿着锣出去转一圈，把附近的人户都通知一下，让他们明日来衙门听用人昭告。正有此意，我已经写了一部分，走，上我书房再说。咱们趁着陆陆续续还有人再往宿州来，得尽快去太平城抢人。清华兄，我有个提议，咱们得对积极来八方县落户的人家做出相应的奖励。没错，人确实是得再招揽一些来，这个主意好，一会儿一并写下来。家里头姚老八他们就开始规划起建房种地的事儿了。不过娘，咱们是不是该问一下大姐，到底准备养多少鸡？这鸡棚咱要不搭大点儿？哎呀，轻点儿，你大姐他们这一路辛苦得很，让他们多睡会儿吧。鸡棚不用搭太大了。安如说，咱们这说不定过几天就要下雪了，梅香你再去前头拿点柴草来，屋顶和底下得多铺点儿。梅香应了一声，便往前院拿稻草去了。要我说呀，等开春了再抓鸡来养不就行了？咱娘还是宠大姐，大姐说啥娘嘴上说着不好不好，可这手啊还得帮着办事儿。跟你大姐比啥呀？你大姐可是仙子托生。娘，您说的对啊，您有没有觉得安如身上也有一些神通呢？她会不会是一个冬瓜娘娘？瞎说什么呢？安如长得好看，怎么可能是个冬瓜？别整天胡思乱想，赶紧帮你妯娌抱柴草去。站在窗口听完了外婆和大舅母对话的夏安阳笑得满地爬。老姐，居然是个冬瓜精啊！我快喘不上气儿了。笑什么笑？我是冬瓜娘娘，娘娘不是精怪，知道吧？再说了，我是冬瓜，你是啥呀？西瓜还是南瓜？好了好了，都小声点儿。安如，你以后拿东西出来真的得小心点儿。你看你大舅母都看出问题来了。没事儿，大舅母跟外婆都自洽的挺好，我都不需要说服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给说服了。那你空间里那些土豆花生怎么办啊？就这么直愣愣的拿出来，让外婆他们自己给自己一个解释？地里还出现了2种植物，其中一种居然还是土豆。可惜现在不是时候，不然咱们还能种上点花生，到时候做了吃食卖，这个很下酒的。对了，咱们一会儿去各村转转，这儿的干货我看着挺好，反正现在也没有办法种地，咱们可以先收了干货做吃食卖。做啥？我做菜还行，这个干货
我好像也就会搞些兰花豆、怪味花生什么的。枣夹核桃啊，这玩意儿我都能做，放一起还挺好吃。就是没啥秘方，只要东西好配在一起就行了。想要大卖，估计也就是1次2次的事儿。所以咱们如果收的话，现在收最好，做完差不多过年。行，那别耽搁了，咱们走吧。三人这才出了房间，然后跟老姚家的人说想出去逛逛。咱们才来没2天，你们出去转悠会不会迷路啊？没事儿，爹，咱们去衙门瞧瞧。如果李大年得空，咱们就找他带咱们转转；不得空，咱们就在附近走走。突然，阿离嗷嗷叫着向大门冲去。安如姐姐在家吗？我是丹姐儿。丹姐儿怎么来了？是想阿离了吗？哟，还装了一只麻雀给阿离吃啊？这个不是给阿离吃的，这个是我昨天捡到的，叫阿飞。安如姐姐你瞧，它不会飞。丹姐儿呢也知道了夏安如他们要出去溜达溜达，所以自告奋勇说她来带路。安如姐放心，平日里村子里的小孩都不跟我玩，我早就跑遍了咱们这儿了，连苏北军大营我都去过呢。如果以后没人跟你玩，你可以来丰富庄来找安如姐，找大顺他们，可别再跟村子里的孩子吵架打架了，知道吧？好的，荣婶。叫姨，荣姨。夏安如听得直摇头，牵着丹姐就往外头去了。娘，你们3个也跟着咱们一起去吧，到时候不是也得做买卖吗？不用瞧，我都想好了，到时候咱们就开个点心铺子，你教我的那些个也够咱们做的了。既然姚外婆他们拒绝了，姚蓉也不再勉强，因为有丹姐带着，夏安如他们也不用再去县衙找李大年了。于是就在荒凉的县城转悠了一圈，几人到得村中 CBD， 就被正在闲聊的老头老太给团团围住了。咱们谁家都不去，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有什么好的干货拿过来瞧瞧，好咱们才收。说完，老头老太呼啦啦全跑。哎呀，衣服都快给我撕巴开了，也太热情了。一位姨和安如姐看着就像是做买卖的。咱们不像农妇农女吗？这也没有穿得很富贵吧？在咱们这儿就算富贵的了。我娘说咱们这不产棉花，所以料子贵，平常人家2、3年才能做件新衣裳。姐姐家的衣裳不紧稀还不脏，农户人家一件袄子得穿到明年开春呢，还得干活，哪有不脏的？所以姐姐，以后你们再上外头收货去，可得穿的破烂点儿，不然我娘说了，人穷的被逼上绝境，啥事儿都能干。你娘倒是个通透的。所以荣姨，你开针布作坊的话，我娘可以帮您看店，她可机灵了。行，就冲你这孩子的爽利劲儿，我想你娘也不会差。几人说说笑笑间，已经有离村口近的人家背着布袋子出来了。因为枣村人口也不多，总共也就30、40户人家，所以很快他们就把枣给收完了，一共收了能有500、600斤。回到富丰庄，夏安如第一时间就把土豆交给了外公，花生给了外婆。没事儿，我会指导您的。外公就要烦扰你了。没事儿，说啥烦扰不烦扰的，咱们以后还得靠着土豆致富呢。这丫头也是个妙人，啥都说能致富。如果真能种地就致富，那大龙朝还有啥穷人？哎，孩子还是纯真啊。次日一早，夏兆峰就牵着摇钱树先走了。要说我家也跟崔二家是世交，这怎么骡子光送了你们，不送我呀？那清华兄跟骡子也不配呀。您是骑大马的人。哎呀，别说马，咱们说牛吧。这回咱们可得买好牛，不能追求便宜。清华兄说的对，价格我跟大年他们打听过了，苏州这儿成年耕牛大致就在30两左右，好些的也有35两的，小牛犊子看月份定价，一般能拉出来卖的基本在15两左右。郑县令直缩牙缝，好家伙，买几头牛就能去掉1半的州府拨款。要不咱们先置办10头牛，等以后有钱了再多买几头。那不行，别慌，有我，一会儿到了太平城，我就去州府要账去。夏兆峰出门之后不久，姚蓉也带着女儿儿子再次踏上了寻香之旅。我就是这么一说嘛，照你这么说，那你收的这些核桃红枣不也没有销路吗？都穷得一间屋子恨不得8个窟窿了，还吃啥零嘴啊？我娘说太平城里头热闹着呢，那些大户人家干果点心从来不断的，姐姐和蓉姨可以卖给他们呀。这种人家都要门路的。骡车突然就停了，姚蓉把门推开一条缝，问赶车的儿子：哎呀，怎么啦？是齐大人和崔大人，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啊，
于是他跳下了骡车。崔大人，齐大人！远远骑着马的二人加快了速度，很快就到了他跟前。崔大人，萌娃回来了。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不知道啊，我那天带着夏叔他们去了州府，就被派去护送王爷了。这不才跟你一起回来的吗？不是说你们去八方县吗？对啊，这里就是八方县呀。什么？齐三鬼叫一声，转头看向崔成允，却见对方脸上已经写上了3个大字：不满意。我也不知道咱们这儿居然还改了名了。你们在这儿可有不便？若有便说。我最近都在北营，有什么事儿你们可以来找我。嘿，正好有事儿想问一下崔大人，咱苏北军的将士平日里最需要的是什么？咱们准备在县城做一点小买卖。听说贵营没有战事的时候，1月放营3次，将士们可以出来走走，所以咱们想为诸位将士多提供一些便利，促进军民和谐。需要钱？禁止抬杠啊！齐大人倒是说说，苏州哪个不缺钱？要是被我知道哪个不缺钱，是在下唐突了。如果崔大人不方便说也没事儿，您忙您的，咱们这就回了。可崔成允哪里是烦他们呀？他烦的是齐三，办事办得不稳妥。这事儿我会让齐三去问问的，问好之后我会让他过来告诉你，你们如今住在何处啊？就在县城外的那庄子，咱们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富丰庄，地方挺好，就是闹狼。大人要来您可千万白天啊，闹狼有野狼群。没事没事，虽然有狼，但是咱们造了青砖墙，白天他们不出来的，晚上咱们早点回家就是了。那你们早些回去，过2天我来找你们。姚荣他们怕耽误崔成允的正事儿，就赶忙跟他告别。你喜欢河？倒也不是，这个是丹妹妹送我的，我就随便养着。要说喜欢的话，我好像更喜欢兔子，毕竟兔子这么好吃，不会有人不喜欢吧？哦，还有羊。知道了，去吧，早些回家。大人慢点骑。苏北军今年都能穿上棉甲了。这个不是崔大人的功劳吗？跟咱们家没关系。就是告知你们一声，只要是发生过的事儿，便都有它的意义。那可不，存在即合理嘛。崔大人您忙去吧，天快黑了，我先回了，不然一会儿回去又得挨外公叨叨呢。回吧，改天见。说完，他总算是跨上了马，回头看了眼恨不得自己立地消失的齐三，然后拉了缰绳往军营而去。到得军营，崔成允先去将军帐中回事。那事儿怎么说？回将军，属下查实，那些人都是从都城来的，拿的舆图的确是虞王殿下的，但是中间转几手，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第一手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另外，火冲的确在西周，但是接手的人却是西周州牧乌智州的幕僚长安派。迂腐表面上垄断了西周的粮草，但是赈灾粮自进西周之后，都是由胡志州接手，然后由他分派到各县。另外，朝中已有大臣开始参本，说虞王私卖赈灾粮，不顾百姓的死活。且都城有传言说虞王养一大批军马，王府私兵也赴超原，他们说虞王意图不明，私卖赈灾粮，然后用这个钱去买马养兵，要不是虞王不讲活了，要不就是有人做局往虞王脑袋瓜子上扣屎盆子。你说哪个可能性更大？若虞王殿下有心屯兵，又何必冒险出昌丰城体察民情呢？天家的事儿咱们猜不准，只要不影响边境安定，咱们看戏就行了。对了，那些东西我让人估了个价，补上那位少给的军资是绰绰有余。这次你办的差事不错，想要什么赏尽管提。将军赏银子吧。你以前不都不要赏的吗？你家现在都不给你钱了吗？清河崔氏成了破落户了。将军是要食言吗？我这个不是怕你嫌钱俗吗？要不赏你不俗，我不嫌银钱多。烦人！行了，知道了，赏你3000两，够了吧？我说不够，将军还会再给吗？滚！从将军营帐中出来之后，崔成允喊来了齐三。齐三，你现在不进来，明天就给我滚回都城去！齐三这才1步3回头的走了进去。大人，我是真的不知道鬼哭坡改叫八方县了。要是知道，我肯定不会让夏叔他们到这儿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夏叔他们来了，其实也挺好。夏叔在，夏姑娘就在，夏姑娘在，您不就……却见崔大人正对他投来死亡凝视，于是齐三低头闭嘴。你说我没关系，但是不能随便开人家姑娘的玩笑。没开玩笑啊，崔大人，您自己不觉得自己不对劲儿吗？是，以后再不说了。另外，你跟孙自立现在带一队人马去灭了狼患啊！现在去剿灭狼患？对，这样既可以锻炼你们夜间巡防和奔袭攻击的能力，又可以为地方百姓做点实事，一举两得。对了，狼皮尽量保持完整，到时候我有用。于是乎，这一晚，富丰庄外一片鬼哭狼嚎。夏安如得知此情此景，感情充沛地感叹了一句：崔大人真是个好人，知恩图报。次日，姚外婆早就杀了3只小子鸡，夏安阳从骡车上扛下了一个羊后腿，
和半扇羊排骨。排骨红焖，羊后腿切成肉丁串串烤了吃，羊棒骨砍了煮汤。哎呀，早知道就不用杀鸡了。吃这么好，会不会遭报应啊？安阳啊，这羊肉多少钱一斤啊？多少钱一斤不知道，就知道这些加起来一共2两银子。孩子呀，咱们如今只有出去的钱，没有进来的账，可得算着点话呀。是娘，您说的对，主要今天要找到崔大人他们为咱们是解决了狼患，也算是救了咱们一群人的命呢。是啊，不然小兜子他们一个不见，我就心里砰砰直跳，怕孩子被狼给叼了。啊，咱们好像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啊？咱们是不是没有跟崔大人说今天请他们吃饭？可真的是主角都没叫，他们不知道在忙啥。别乱，我跟安阳喊人去，你们管你们准备。3人一骡匆匆上路，好在丹姐儿路熟，没一会儿骡车就到了北营外。此时有守卫上前呵斥：军营重地，莫要逗留。夏安如立刻掏出当初崔成允给的腰牌。军爷，我们是来找崔成允崔大人的，想请他一会儿来富丰庄吃晚饭，以谢大人为咱们百姓灭了狼患。崔大人一般不会受邀的。没关系，您帮咱们通报了，大人来不来看他欢喜就行。大人这会儿不在营，等会儿。可他话还在嘴边，却见不远处来了一匹高头大马和一群羊，另有一辆马车压后。是崔大人。别说啊，崔大人长得没我帅，不过这骑马的样子倒是挺潇洒。你不用跟我说，这个距离我只能看到1坨、2坨、3坨。崔大人可厉害了，之前跟北蛮打仗的时候，斩杀敌军大将的就是他。这么狠？那可不，崔大人可是咱们苏北军第一勇士。这小孩多少有点见识。哼，你怎么来了？想请大人吃饭，大人可得空？你做。我只会烤羊肉串啊。那就吃这个，走吧。啥意思啊？这几个人谁呀？崔大人不是连陈将军喊吃酒也得看心情的吗？谁呀？到底谁呀？崔大人为何这么给这俩小年轻面子？大人，你的羊怎么办啊？哦，这个原也是要给你们送去，是陈将军赏赐的。啊，那我们不是暴露了？没暴露，有我不走吗？还烤羊肉串吗？哦，那没事儿。不过我没有养过羊哎，要不还是10天杀1只吧，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够摆摊卖羊肉串，不然万一冻死了就不划算了。也可以，夏姑娘可以自行定夺。那崔大人，齐大人问过你们官兵最缺啥了吗？过2天就是初10了，咱们准备摆一个小摊呢。两人一边说话一边指着羊群说个不停。安阳哥，走吧，安柔姐不会想起来了。我这么大一只，就这么可有可无？安阳，快来，崔大人可以说教你骑马。刚怀疑完人生的夏安阳立刻高兴了，颠颠的就往前头跑。崔成允只略教了下，夏安阳就可以骑着马跟上富贵哥了。崔大人，齐大人真的不用一起较量吗？没事，他不爱蹭饭。夏安如盯着看，却也一点不觉得心虚。看好了吗？没有，我想用我灼热的眼神射穿你钢铁般厚的脸皮，咱就看看到底是我的眼神厉害，还是你的脸皮厉害。崔成允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男男女女就这么点事。一行人在半个多小时后回到了富丰庄。会不会太麻烦啊？如果不方便的话，咱们这一天掉下来3次的门，倒是还能够再撑一阵子。走吧，主人带路吧，门我明天叫人送来。哎，好嘞，官爷，您随我来。崔大人，马给您拴哪儿啊？喜欢马？喜欢啊，这马送你了。夏姑娘，带路吧。崔大人，你不会对我……崔成允脚下一顿，才要否认，却听夏安如继续说：对我弟弟有什么招安的想法吧？招安是对叛军说的，我对安阳的体格的确欣赏，不过要不要来苏北军，还得看你们的想法。我爹也是军人的崇拜者，他们2个会自己考虑的。见外孙女儿和崔成允站在门口说话的样子，老太太瞬间心花怒放。般配，太般配了！崔大人来了，赶紧的里面请。老头啊，赶紧的给崔大人上茶。众人热热闹闹的拥着崔大人进屋。外公外婆娘，你们出来一下。为啥呀？这是看上咱们家安如了？瞎说什么呢？做客串门不得带点礼，崔大人这是讲究。崔大人，这么多羊咱们也养不过来呀，家里没一个会放羊的。没事，那位赶羊的汤婆以后就在你们家伺候家畜，羊和兔子都可以交给他。我去，霸总啊！什么？还缺什么吗？没，不缺啥了。那什么，我去烤羊肉啊。外公，你招待一下崔大人。夏安如一边烤着羊肉串儿，一边跟帮忙扇风的丹姐说：
你喊你娘来嘛，一块吃多热闹呀！咱们一桌坐不下，分男女2桌呢，没关系的。我娘这人矫情着呢，看到人多更不自在。姐姐给我10串羊肉，我带回去跟娘一起吃，更自在。呀，你倒是一点不客气啊！我原来想要15串的。两人正说笑呢，就见崔成允抱着个兔子来了。姐姐，我先走了，明天再来。这个给你啊，好，谢谢。崔大人想要吃红烧的，还是片了肉烫锅子吃？崔成允呆愣了片刻，然后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赶来找人的齐三站在富丰庄门口，就听到了上官的笑声。走吧走吧，陈将军那儿就说没找到大人就行了。不是，听声不是咱们大人的吗？为啥说没找着呀？不对啊，大人没大圣北门，也会笑的吗？你懂个屁呀！赶紧走吧，这顿饭你不让大人吃，我保证你能倒霉3个月。快走快走！而此时面对大笑的崔成允，夏安如就显得很尴尬了。大人为什么要笑？这兔子您不是买了给咱们吃的吗？哦，原以为你喜欢兔子可爱，养着玩的。不是养着玩，您给买了一车，是不是有病啊？宠物论车买的吗？怕万一死了你不高兴，便多买一些。哇，崔大人，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感觉是在讨好我呀。崔成允没说话，却蹲下身看着正在烤的羊肉串。夏姑娘，你的羊肉串好像糊了。哎呀，光顾着跟你讲话了呀！哎呀，糊了。而崔成允却一直噙着一丝笑，看着手忙脚乱的夏安如。味道不错，夏姑娘好手艺。我感觉你在嘲笑我。没有呀，崔大人，原来你在这儿啊！走，咱们开席了。夏姑娘不吃吗？不会饿。你们先吃，我烤完就来。瞧，我都是现烤现吃。好，多吃点。这才跟着姚十五走了。这货不会，哎呀，不可能，这人瞧着比我大不少，肯定是有家室了。哎，夏安如，请你注意原则。一顿晚饭吃的也算宾主皆欢。崔成允怒吃羊肉串30根，跟夏安阳不相上下。北营离这里很近，咱们走回去便是。崔大人，这个马还是您带走吧，我也不太会骑马，咱家也没养过啊。无碍，我会经常过来教你的。2位留步吧，我先走了。说完转身便走，一点不给兄妹俩拒绝的机会。你说崔大人是不是图咱们家啥呀？图啥？图咱们家拖累够大？或者他是不是知道了你冬瓜仙子身份，然后爱慕你的技能啊？你别走，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夏安阳，你给我回来！还没走远的崔成允听到夏安如喊弟弟的声音，脸上又挂了笑。真是没见过这样的奇怪姑娘。另一头，太平城，季大人，下官找您来了。哦，郑兄来了呀，怎么这么早就到了？来，里面请。季大人，是这样的，咱们八方县马上要开始秋耕了，我想买几头牛，到时候租借给百姓，也算为他们解燃眉之急。好事啊，这事儿你不用知会我，去办就是了。季大人，您还欠咱们八方县700两呢。啊？什么叫欠？又不是我的钱。这钱啊，我不是不给你啊，但之前被陈将军以不给钱就回京告状为由，狠狠敲了一笔。再加上最近州府还有出钱安置新来的移民，这粮草房屋这都是钱呐。不对呀，那怎么咱们八方县的移民啥都没有？你们那儿没有移民啊？大人，小民全家就是从海蛎县移民过来的。哦，我还以为你们是郑兄带来的下人啊，那是我误会了。既然你们是移民，那就每家得1担子粗麦，外加200文安家费，给你们修缮房屋用。你们一会儿去户吏那儿把东西领了就行了。我手头还有点事儿，就不留你们了。季大人，你不厚道啊！咱们明明不是来要安家费的，700两银子，您今天不给也得给。这府衙是真的没钱了，这到了年底还得给府里的衙役发薪俸，北安王和都城那儿都得进贡。陈将军隔3差5的就过来打秋风。赵兄啊，你瞧我这那也是很为难啊。若今日大人不把欠八方县的800两银子给我，那我一会儿就去别的县告诉他们县令，今日你给了我3000两银票。郑兄，你这是何必呢？再说真要细查，你们八方县也没有这么多钱在衙内，你这谎不就不攻自破了？这就不用季大人操心了。昨夜我到驿馆的时候，您猜我收到了啥？说完，这货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家书，我大哥给我写的，里头还有家里夫人送来的酒钱，正好3000两。来，信我读给你听听。不必，你赶紧跟我来，一会儿人多了，你想领钱我可没法给你。他还能怎么办呢？
除了给钱还能怎么办？800两哈，咱们县是整个宿州最穷最偏远的县。之前您给我的100两，我都留着准备造个城墙啥的。当然要把八方县建设好，800两肯定不够。大人要不要凑个整数？要不你让你哥把我给革了吧？我这州牧当的也是实在的委屈，上头不待见，下头管不上，我也是心力交瘁的很呐。既然季大人心意已决，那我一会儿回家收的时候，直接把您的请辞书一起带上。开玩笑的，咱们季大人最近的确被这经费搞得压力颇大，季大人还有点急事，这样在下陪郑大人去取钱吧。那也行，那下官就谢季大人了，800两哈。哎，这钱你可别和别人说。那肯定不会呀，别人问起我就道季大人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大清早就已经很累了？而得了800两银钱的郑志明说到做到，得了钱就跑路。出州府门口的时候还不忘啐两句：呸！真是个铁公鸡，大清早的来，还一个铜板都没要到。呸！清华兄，季大人好歹是您的上官，咱下次要钱啊，可不能这么撒泼了。哎，不碍事，能用钱解决的都是小事。话是这么说，但是现在咱不是没钱吗？哎呀，快了，我家收一到，银两自然来。什么？您不是说收到了？哎呀，哪儿那么快呀？季宗林这人死抠的，咱没点计谋，怎么能拿下买牛的钱？不说这些了，走，咱们打听去，这哪有卖牲口的牙行？咱们去买牛去。夏兆峰无奈摇头，紧紧跟上。您慢慢就习惯了。咱们县太爷在家是不是特别受宠啊？倒也不是，咱们老太爷去世的早，大老爷又长老爷15岁，长父如兄，对老爷管得可紧了，所以出了都城，老爷就有点放飞自我。3人先去买了牛，14头牛，分了3家牙行才买齐，花了整整1天功夫，和450两白银，连车带骡子花了30两。那2人带着大包小包回到八方县，已经是3天后的事儿了。夏师爷，你睡了吗？睡了。睡着了吗？哎，睡着了。我睡不着啊。哎，夏兄，清华兄，郑大人，您到底怎么就睡不着了？哎，夏兄，我穷的睡不着啊。那您买这买那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咱们穷啊？我这不也是忍不住吗？再说等秋耕春种，不都用得上吗？哎呀，来，别睡了，咱们想想办法怎么搞钱吧。妈妈咧咧起了身，直说这师爷干不了了，他现在就回家去。哎，来，我写了好几条，咱们商量商量，看具体怎么执行。夏师爷，脾气不要那么大嘛，本县也是为了八方县的百姓嘛。被他这么一扯大旗，夏兆峰还能说啥呀？2人一直说到了天都快亮了，这才都趴在桌上睡了去。次日，夏兆峰一早就举着个麻了的右手臂，赶着摇钱树往家去。会不会啊你？不会你下去，我来。你怎么不会啊？你别抓我腰刀啊！哎，你别扭呀，我要掉下去了！你们停车！夏安阳赶紧勒住马绳，直接撩起大腿就跨马而下。夏安如都来不及喊救命，正从远处赶来的崔成允眼睁睁地看着夏安如被弟弟给踹下了马。小心！夏姑娘，你没事吧？姐，对不起啊，姐，看到爹回来了，我一激动把你给忘了，我不是故意的。臭小子，你姐要是摔出个好歹，看你娘饶不饶你。安如啊，怎么样了？别哭了，让爹看看哪里疼啊。我好像是脑震荡了，耳鸣，有点想吐。我去就来，等我。崔成允大概花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就回了北营。将军，借张御医一用。正在跟师爷算账的陈将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刚才是崔来了吧？是啊，将军，是崔大人。这是得了急惊风吗？他找张御医干嘛？回将军，崔大人没说呀。停了马，崔成允抱了老大夫下马。张御医，您没事吧？有事儿，有事您老再忍一忍。张御医才想骂人，就被崔成允拉着进了虚掩着大门的副风庄。我请了御医来，让他给夏姑娘瞧瞧吧。她被人踢了一脚，说是头晕想吐。什么？你不是说被马踢的吗？我想呢，马蹄子怎么会踢出人蹄子的印？是不是你踢的你姐？张御医，您先给夏姑娘看看吧，那膏药是否对症，也请您辩证一二。行，姑娘啊，我给你瞧瞧。谢谢大夫。
孩子忍了半天的恶心，终于吐了出来。你们谁把这姑娘弄床上去吧？这会儿不能随便动弹了啊！我来，边上待着去，一会儿再找你算账。夏兆峰，老夏同志立刻现身，都不用老婆大人指挥。这脉息略有些弱，不过倒也不是因为挨的一脚踹，可能是长途跋涉过于劳累。这挨的踹问题不大，静卧3日便可。3日里少喝水，多睡觉，别操心。另外这药丸子你每日吃上1颗，直接吞咽就行。3天之后保管你就好。您是说吞咽不能嚼？这吃了能噎死吧？最好是吞咽，不过实在咽不下，嚼也行。您老说话到底有没有个准啊？就是有点苦，不知道你能不能受得了。张御医，为啥您这丸子不搓小一点呢？分成10颗8颗的，不就好咽了吗？这也不算大呀。张御医又掏出个丸子，瞧，这是陈将军平时吃的。阿里的脑瓜子可能比这玩意儿还小点儿，太夸张了吧？谢谢张御医了，这么贵重的药，您还是放好吧。走，今日就在家吃饭。阿荣，整几个菜呗。今日正好卤了兔肉，想试试味道。过几日想去集上卖呢。崔大人和张御医在，就正好帮咱们品鉴品鉴。说完便往外走，请了张御医和崔大人先去喝杯茶。你为何没有床套？穷，七勇穷。崔成允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对一旁的丹姐说：“好生照顾他。”然后抬腿出了房门。安如姐姐，你觉不觉得崔大人好像对你……小年纪你想啥呢？崔大人就是人品好，咱们救了他一回命，他就回报咱们呗。再说人家都多少岁了，说不定都能做我叔了，应该早就娶妻生子了。你个小孩，脑瓜子里别成天想这些。夏安如的想法，崔成允自然不知道。夏姑娘的房子是土坯的不说，用的床只有1块木板，这怎么能御寒呢？不行。夏姑娘，一会儿你让家里人把房中物品收拾一下，明日我让匠人来帮你们砌炕。还没等迷迷糊糊的夏安如啊出声，崔成允就已经走了。我说吧。说的啥？姐姐，好好想想啊！头痛，让我睡觉。外伤就得外治，是药3分毒，怎么能是个伤就吃药呢？这很多外伤都伴着内伤，只治表不治里，才会让外伤经久不愈。你个江湖游医懂个啥呀？人体是有自愈功能的。你瞧他身中7、8种剧毒，到现在还没死，反而是剧毒激发了他自身的修复力。把你那拳头大的药丸子给他吃了试试，说不定一吃就死了。原是8种毒，后来被蛇咬了就是9种。真的？你当真是个古人？什么古人不古人，他就是个活人。见张御医瞧大料瞧的眼睛都放光了。怎么了？大料有那么好看吗？你们想干嘛啊？这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呐。好东西呀！老夫行医50多年，这是第2次遇到如此奇特之人呢。别走，你来！张御医对着步步后退的大料招手。原本就有些紧张的大料抱着药罐跑了。别跑啊！大料不想见你这人怎么还纠缠不放啊？正在这3人吵闹的时候，原本想去厨房躲清静的夏兆峰却开始跟姚荣谈起儿子的未来。其实安阳这孩子心眼挺好的，就是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天天的闯祸，23岁的人了，跟小豆子一起玩也一点没有代沟。是，男孩子不锻炼锻炼也没点男子气概。你看之前抓个蛤蟆都要叫个半天，胆色都没他姐强。跟你弟家以前养的那条哈士奇似的，看着那么大一只，路上遇到只猫就能拽着你弟逃2里路。叫我说呀，既然这崔大人咱们都认识，苏北军离咱们又这么近，我是觉得你儿子该去军中好好去历练历练。你说的也没错，那我去跟崔大人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你儿子就这么荡在家里确实不太好。家里头的事儿，反正衙门离家也近，还有15、12两口子和爹娘帮衬，没啥问题，我就是不放心。不过你说去苏北军会不会太危险了？都知道危险，都不去那才叫真的危险。军人最大的荣耀就是上战场杀敌寇，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想法？问问安阳吧，他愿意就跟崔大人说说。为了征求儿子的意见，夏兆峰又去把看俩老大夫吵架的儿子给喊到了厨房里。你觉得这苏北军
危不危险？哪儿的军队不危险啊？这个时代，就没有不危险的军队吧？你们为啥突然问我这个？不会是想让我去参军吧？你要是不愿意也没。怎么不愿意啊？愿意啊！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跟爹似的做个军人，那不是大一体检那个什么吗？那这儿有机会我肯定去啊。那什么的意思就是这货入伍体检超重，但是这边是边境啊，那就更要站好最前线的岗哨了。他们身后可是千千万万的百姓啊！爹说的没错，再说了，这会儿不是没打仗吗？不用担心。回到课堂间吃茶的等饭的崔成允，听说夏安阳想入伍，倒也不算太意外，毕竟这孩子的身体条件的确很好。你可想好啊，大前的军中肃北军是最苦的，你本是家中独子，以后哪怕征兵也是轮不到你。想好了，我生性莽撞，大人也看见了，确实。说到这个，崔成允就得压着点火了。要不是因为此人是夏姑娘的弟弟，这会儿估计已经被他打得爹娘都认不出了。所以啊，那我就想去军中历练一番，也想学点本事，更想改改自己这个毛躁的性子。听了夏安阳说的，崔成允便不再多言，点头应了夏安阳的要求，并让他明日就去北营报到。待吃完饭，崔成允在带着打包了8个菜的张玉一回去前，还想去找夏安如道个别。不用，让他好好休息便是。崔大人，过2天就是县城大集，安如姐姐说会去集上做买卖呢。知道了，照应。当看到老弟背着行李包裹来跟他告别的时候，夏安如还不可置信地按了按自己依旧肿着的脸颊。啊，好痛！所以是真的？都跟崔大人说好了，怎么会有假？放心吧，我每个月能回家3天呢，一放假我就回来看你。不是，我头不晕啦，真的，咱不用罚那么重吧？这你们罚他的话，打他2下就行了呀，直接扔到军营里去，也太过了点吧？他自己也想去。再说你不当兵，我不当兵，谁来守卫咱们的家乡啊？说的也没错了，安阳的体积也太大了，很容易中箭啊。能不能想你弟弟点好啊？过2日不是有大集吗？咱们看看有没有铁匠，有的话给安阳定做身铁甲，就跟欧洲中世纪那种从头包到脚的铁甲一样的，订上2套。行，这个钱我掏了。不过安阳，姐姐跟你讲，我大学里面练过空手道。姐，你那个叫老太婆挪步，哼，太极八卦都比你那个什么套路强。白带黄带，哎呀，都是啥呀？3人边讨论着夏安如的空手道有多离谱，边走出了房间。你们别走啊，我话没说完呢，我要教安阳绝招的。之后夏安阳便告别了大伙儿，由夏兆丰赶着骡车送去了军营。你干嘛？没什么，属下突然尿急。忍着，跟我来。崔大人，我来报到了。好，今天你就跟着孙自立，任何操练都不能落下，毕竟你是最晚入营的，我得空了也会去看。夏安阳以后就跟着你，从最基本的开始训练起，若他有什么闪失或者错处，我只找你。孙大人，以后还请多多照顾啊。只叹自己命苦的孙自立只能点头应了一声，然后带着夏安阳去营帐安顿。他还小些，便助你一起吧。今日衙门口也是热闹非凡。出什么事了这是？不知道啊，知道不就不用瞧了吗？夏师爷，赶紧帮我把这报名的记一下。先别急啊。夏兆丰安抚了下郑志明，然后一脚跨上了郑志明坐着的长凳。别挤一堆，你来干嘛？来报名民壮。不行，太矮。下一个要报名衙役造吏的，身高5尺以下的不要，不知道自己多高的，以这个木桩为准，自己先量好了再来排队，量身高也要排队，不能乱挤。你都几岁了还去量身高啊？准备让衙门给你养老啊？也得问问县令大人愿不愿意。大人，我少白头啊，实际才18岁啊。这样啊，是我没你去吧。你干嘛？我问租牛的价钱，30文1天，这么贵啊？能不能便宜点？不行，不租耕农牛具的退后，要租的往前，到这儿排队。几人忙活了半个来小时，县衙门口才恢复了正常秩序。郑大人，您填写招录人信息，我写租赁册，如何？行，还得是夏师爷，你家这3个小舅子胆儿还是太小，见到泼辣点的老太婆小媳妇儿就没招了。李大年又因为是乡里乡亲抹不开面，熊二不识字，黄渤年岁大了，喊上3句就喘。我又是个文人，没法跟这些人说道理。哎呀，可真是为难死我了。郑大人您辛苦了，您再坚持2天，等人到齐了就好了。老爷真是有意思极了，说的好像自己不是第一次当县令似的。
夏兆峰带着20来个人到了郑县令送的5个铺面的地皮前。你们一会儿着手就在这块地皮上造5间一样的棚子，我就2个要求：一要能遮风挡雨，2要质量好些，不会倒就行了。至于大小，跟前头的那些铺子差不多大小就行了。按照咱们说好的，2天完成，每人每天15文工钱，没问题吧？没有问题，师爷放心，这点事儿肯定能办妥。说完，夏兆峰又喊了祝3天到旁边，小声交代了几句，并且允诺这事儿办得好，以后多的是活让他干。想学做缠花吗？想啊，不过我娘说了，学手艺得拜师傅，我们要拜姐姐做师傅，自然不能学的。丹姐儿，你娘赶集那天不是也得去摆摊？要不跟我们一起吧？我娘得卖帕子、头巾啥的，又得看顾熟食铺子，估计一时半会儿顾不过来。到时候让你娘跟咱们用一个针线铺子，帮我娘看顾一下生意呗。好啊，一会儿我就回去跟娘说。丹姐正因为夏安如让他们娘俩一起摆摊而高兴呢，就听阿离突然嗷嗷嗷嗷嗷叫开了，之后便有人声传来：安如，砌炕的师傅来了。哎，姐姐你慢点儿。没事儿，我好了，你看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姐姐想要逃避吃药那是不可能的。救命啊！我觉得张玉一肯定搞错了，那药丸子你瞧见了啊？正常人根本没有办法咽进去吧？那你嚼啊！好狠的人呐！你是不是想哭死我？崔成云找砌炕的人都是老手，7、8个人自带材料自带工具，不到1日功夫就把所有卧房的炕都给砌好了。哎，崔大人付过钱了，您这儿不用再给啊。崔大人这么客气，可怎么好？工头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要说崔大人是大家出身的，办事就是大气。砌炕之事在一片和谐的赞扬声下落下了帷幕。咱家免费用的牛，郑大人没忘吧？没忘呢。牛先让咱们用2天，明天一早就让汤伯去赶了来就行。人我也喊好了，帮咱们搭铺面的工头。有个兄弟叫祝半月，明天他会带着人来上工的。咱们这回先耕上200亩地，爹，你们也是种200亩吗？姚老八便点头说：地都先耕上吧，至于到底种多少，等明年开春了再说。爹，您说县令大人有没有想法给咱这儿办个县学？夏安如说完，老姚家众人为之一惊。这事儿倒也不算太难，反正咱们8方县人少，县学有个教室，再有个先生就行了，方便得很。你说咱们会不会被抓去？娘，您想多了。再说能识字念书是好事儿啊，咱们大人也的确得。娘，您去哪儿啊？啊，你说啥？你好好的听你姐夫说吧。娘去烧水。安如这孩子呀，哪里都好，就是太讲究。次日一早，姚老八已经带着姚家众人和祝半月等在门口了。呀，你个老头怎么回来的这么慢呢？我都怕你把牛赶丢了，人跑了。汤伯也不解释，只啊的胡乱应着。你赶到后头，不然赶去哪儿啊？他随便了一下，就赶着牛往庄子后头去了。走，大兄弟，我们家这400亩地啊，就靠你们这2天给咱们耕完了。2天400亩不可能啊！啊，咱们不是有那么多牛吗？对呀，这是牛，又不是菩萨，许个愿运气好就能给你实现了。这10来头牛，2天估计就够耕个40来亩地。400亩，大哥，你们是不是听错了呀？咱家是要耕400亩，没错吧？没错，姐夫就是这么说的，姐夫说的还能有错呀？嘿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姐夫压根儿不会种地。嘿嘿嘿。还是姚老八的催促声把2兄弟给喊醒了。反正不管是400亩还是40亩，活儿不都得干。此时富丰庄住宿楼内，姚荣在女儿的指挥下正在搞汤底、炸丸子和豆腐。我感觉还得加点虾米干，外婆放在堂屋的罐子里了，我去拿。哎呀，我去。说完，孩子噔噔噔就跑了。桂林精，其实人嘛都是趋利的，咱们抱人家大腿的时候，人家肯定也知道，只是不说穿而已。说到抱大腿，让你做的那个枣夹核桃做好了吗？早就做好了。夏安如说着话，人就闪进了空间。没一会儿，夏安如就从空间出来了，手里还带着个铁盒子。瞧，看着还是有点档次的吧？档次不档次说不好，但是少是真的少了点儿。人家也不会真把这玩意儿当粮食吃，什么东西都是少了才好吃嘛。我这可是挑了最大的枣子和核桃做的，您瞧，这一个能有巴掌大呢。行吧，你说啥就是啥。等过几日你弟回来了，就让他带去给崔大人。
那2亩的麦子你准备怎么办？一会儿他就准备借口自己要睡午觉，然后进空间里头收麦子去。2亩地的麦种应该够他们2家种400亩地了吧？回房间就好好休息，有什么活儿一会儿娘来帮你，知道吧？立刻进了空间，准备开展他的收割任务。正在他进空间的那一刻，丹姐就喊说崔大人来了。崔大人怎么来了？怎么又来了？我来给你们送点草料，顺便来跟夏姑娘说说怎么才能把马养得听从自己的指令。他不希望再看到夏姑娘从马上摔下来了。那真是麻烦大人了。安安刚才被安如二舅牵出去了，不在家，安如倒在。哦，对了，他还给你准备了一点小心意，谢谢您对咱们家的照顾那么多。他在房间里，我去喊他。姚蓉正要去找女儿呢，就见大顺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豆子掉坑里了。什么坑啊？粪坑，不过里头没货，就是豆子可能臭了。听得孩子掉缸里了，崔成允便要去救人，可姚蓉却不让他去，说自己能把孩子拉出来，让他直接去夏安如房门口喊人就行了。到得夏安如的房门口，崔成允先喊了2声，却无人应答。毕竟此时的夏安如正在空间里头割麦子，关键是这个麦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熟爆裂，而每次只要他转身，就能感觉到土地正在慢慢变小。夏安如心里急得简直要冒烟了。崔成允心下焦急，他举起右手拍了一下房门，就直接咣当一下倒向了室内。人呢？这是伤没好就往外头跑了吗？崔成允刚想转身，突然夏安如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见惯了刀光血影的崔大人瞬间头皮发麻，说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我解释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崔成允刚想开口说你倒是解释一个我听听，却见夏安如身边突然冒出了一些东西。当然夏安如也感觉到了，她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空间里的装备一件件爆了出来，越堆越多。你听我解释啊。好。这事儿呢，首先我不是鬼哈，我知道。其次，我该怎么说呢？这事儿他们都知道吗？不知道，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你在撒谎？没有，我怎么会撒谎呢？其实夏姑娘不用那么紧张，你不想告诉我是你的权利。不过既然你说大伙儿都不知道这些，那要不要我帮你先把门装上？好，谢谢崔大人。崔成允不再多话，让他去找个铁锹和刮泥板，再拿点之前砌墙剩下的黄土来。夏安如赶紧点头找东西去。正在厨房里给小兜子洗澡的姚蓉见女儿满头大汗，发型散乱的跑了过来，被吓了一跳。安如，出什么事儿了？难道崔大人？我的菜刀呢？要菜刀干什么啊？小豆子为啥这会儿洗澡啊？豆子掉粪坑了啊！豆豆啊，你没事吧？没事儿，就是洗澡好冷。姑姑，我能起来了吗？别动，赶紧擦干，姑姑还有事儿。你们慢慢弄吧，我那房门坏了，崔大人说给我修一修。你这死小孩，怎么说话都说不清楚？哎呀，还好菜刀不知道放哪儿，不然，不知道今天为啥，这心里头总是有些发紧。感觉会出什么事儿，一会儿等到崔大人回营，还得拜托他去瞧瞧安阳去。至于安如嘛，就在我眼前儿，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儿。安如，你等一下跟崔大人说，晚饭家里吃啊，关东煮可以吃了。不用了吧？什么用不用的？人家帮了咱们家这么多，咱们不得客气点儿？娘，你有所不知。行了，别知不知道了啊，赶紧去修门吧。此时崔成允已经把门框给扶正了，他回头跟夏安如说：东西放那儿，你歇着吧。崔大人，您要不要听我解释？夏姑娘随意。解释？我要听你解释，你给我解释啊！现在，立刻，马上。好，要不您歇歇，我去给您倒杯茶，您坐着慢慢听吧。没事，你说，我边听边干，门一直这么敞着也不太好。那行，那就辛苦您了。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听着也许有些荒谬，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骗你是小狗。汪汪汪汪汪汪汪。这句话等于什么都没说，自然都是真的。刚才我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睡着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个老神仙，硬是要让我干活，让我收割麦子。我原也不会呀，我便婉拒了。
但是老神仙却指着一堆东西，说是我干了活的话，就把那些东西都送给我。我看着东西都还挺多的，就说那试试就试试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然后我就不停地割麦子，割着割着，就听老神仙说了句：“东西都收齐了，你可以带着我的礼物走了。”然后你也看到了，我就突然出了梦境，然后就乱七八糟一大堆的东西就都跟着我出来了。此时崔大人已经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然后静静地看着夏安如。我就说不该跟你说这些的，你瞧我说了你又不信。可怜崔大人明知这人在胡说八道，却也只能点头说并没有不信。崔成远面上不显，但是饭桌上却略显沉默，放下碗筷道了声谢，说是得回营处理公务。大人您瞧，它自己会亮，我刚才回房瞧着好玩便带出来了，您拿着用吧。不必了，夏姑娘自己留着用吧。苏州冬天天黑的早，而且风大，这个你留着用正好。我晚间的路走得多，没有灯也习惯。还有2个呢，大人若是不拿，便是不信我刚才说的奇遇。那崔某便谢谢夏姑娘了，赶紧进去吧，这天看是要下雪啊。崔大人回去小心。崔成允看着那个瘦瘦小小的背影，心中有几分说不出的怅然。哎呦这个崔成允的眼神真是能把人给射出个洞来，吓死了吓死了，这事儿还得跟爹娘打声招呼才行，被到时候给整穿帮了。夏家夫妻俩此时正满炕打滚试试温度呢，却听得外头女儿的喊声：爹娘睡了没？我有事儿跟你们说。哎呀，睡了，有事儿明天说。那你们起起，今天这事儿必须说。夏兆峰没办法，只得披了衣服给女儿开门。哎呀，好不容易睡暖的被窝，这又凉了。这炕会越烧越热的，您且等等吧。今天崔大人吃晚饭的时候兴致不高，你们有没有发现？是，招呼他吃那关东煮，他都婉拒了。那关东煮不是我说啥，味道的确不错。明天咱们做买卖，一定能。娘，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千万镇定啊。说，就是如此，这般啊。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我说完了。哎呀，你扯的那些谎话，你自己能信吗？可是我要是说咱们一家4口是穿越来的啊，我还带了个随身空间，空间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些不一样的作物，而且要是收割不及时的话，那空间还能给我缩了。这样说，难道人家就能信了？行吧，反正事已至此，怎么说都是胡扯。你下回进进出出的，自己千万注意点，别再被人发现了。至于崔大人，我看他人品还不错，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就是那些跟这时代脱节的东西，咱们还得放好。不知道我那空间啥时候能恢复。希望明天一早起来还是2亩麦田就好了，没有2亩的话1亩也行啊。行了，睡去吧，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我今晚跟你们睡。为啥？我那房间都是东西，炕只留了一条缝，睡得不舒服。哎呀，赶紧回去看着东西去，小兜子他们皮得很，万一闯进你房间怎么办？乖，去吧，东西堆得多，房间不容易透风，暖和着呢。去吧。安如，委屈一下，今天已经在崔大人面前掉马甲了，这老姚家可没崔大人那么好的心理素质，可千万得小心些。行了，我自己走，不耽误你俩睡觉。另一边，回到军营中的崔成允，第一件事就是叫人把夏安阳找来。那，你娘让我带给你的，大人叫我就为这事儿。好吧，这大冷天的把人从被窝里叫出来，居然就是为了给我点宵夜，那我还真是谢谢崔大人了。大人，我家里人都还好吧？过了良久，崔成允才摇了摇头。你姐姐，算了，没事，你回去休息吧。我姐姐怎么了？说话只说一半很恶劣。你姐姐很大方，送了我这个给我当谢礼。这是啥呀？琉璃罩啊？我姐哪来的这个？按照我们家的家境，买不起这玩意儿。您这是救了她的性命了？她真没出啥事儿吗？崔成云也没再多问下去，反正问了也只是多费口舌。看来这姐弟俩都是事先通过气儿的。你姐姐没什么事，她说这也是人家送给她的。今天我正好帮她修了房门，她便转送给我。我想呢，她哪来的钱买那些没用的？那既然家里没事儿，那崔大人，属下先告退了哈。小骗子！大人叫属下吗？守卫之所以会迟疑，是因为他探头看到了崔大人对着个琉璃灯在傻笑。刚才谁问的话，去绕着教场跑8圈。次日进到空间的夏安如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1亩地的麦子，他惊喜的尖叫出声：爹娘，赶紧的割麦子，好不容易回来1亩田，咱可不能让他再给我弹出去了。二位先干着，我把东西搬好就来。事已至此，二人还有啥可说的呀？就干呗。爹，喝水吧。贴心小棉袄夏安如给老父亲端来了一碗缸里的水。
能不能不喝呀？恐怕不行，咱们得抓紧，一会儿您还得上衙呢，我还得摆摊，没这大力水，还有半亩的麦子，我怕咱们来不及收。那我这会儿大力了，后头几天怎么办？衙门的事儿您趁着没睡着就先安排好，家里你放心，有我呢。就是有你我才不放心呢。爹，你赶紧喝吧，喝完了好干活，不然到时候这半亩麦田再没了，这空间我也不要了，爱咋咋地吧。无奈的老夏只得一仰头干完了一碗水。怎么样，通体舒畅了吗？没感觉。没感觉就对了，您会保持没感觉到最后的。啥意思？可此时夏安如已经再次开工了，她也没法解释这种体感的问题，只说您老一会儿就知道了。姐，你这大清早的干嘛呢？怎么这么热啊？哦，嗨，我这人怕热，这第一次睡火炕，热得我都出汗了。咱娘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走吧。哎，姐，你不在安如吗？这大清早的，姐夫不在屋里啊？乔氏眼瞧着就要往安如房那儿敲门去了，去看安阳了。安如昨天说做梦，梦到安阳骑马摔断了腿，一早就扯着他爹陪他去北营了。哎呦，儿子，对不起了啊，娘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啊！可是马和骡子都还在呀，姐夫和安如怎么去的？这大妹子到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哎呀，果然老话说的一点没错，扯了一个谎，就得用无数个谎来圆。你姐夫瞧安如体力不好，说爷俩走去北营，让安如锻炼锻炼。不是今天咱们得赚钱吗？安如怎么还……哎呀，安如这孩子就是那样的，想一出是一出。不过中午前肯定能到县城，有他爹陪着没事儿。咱们干咱们的，走了走了，别让娘等急了。姚荣一边说着话，一边扯着乔氏往大门口走。一群人浩浩荡荡就往县城去了。很快，众人就到得县衙。此时，长街上已经有很多临时的摊位支棱起来了。这铺子好，里头放了7、8张小方桌，看着都不挤，一会儿人多了也不愁。荣婶，丹姐这儿呢。你这孩子慢点儿，我鞋子都要跑掉了。真是太谢谢姐姐了，要不是你让我蹭你这铺面，咱娘俩这时节摆摊就得喝上一天的风。姐姐这会儿有啥要帮忙的，别客气，尽管说。别，这儿咱们都准备好了，隔壁铺子却还是空着的。你跟我来，咱们手作坊开在隔壁。说完，便跟梅香说了声，让她帮忙看一下，自己则带着元娘母女俩到了隔壁那间铺子。空着的地方，我正好可以看着铺子做点针线。这铺子，姐姐你日日开，我就日日来。这也不是正经铺面，如今天还没太冷，你愿意来帮忙看铺子也行，我付你工钱。可使不得，姐姐说什么工钱不工钱的，你这免费给我搭伙用铺子，我都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你再说给我工钱，我可真是不敢来了。我还日日到婶子家蹭饭，一分饭钱都没给过。婶子就当我是你们家下人使就行了，别客气啊。说什么呢？你可比你安如姐勤快多了，我也是个爽快人。既然这样，那工钱我就不付了。不过你们娘俩今日中午这一餐饭咱们包了，一会儿丹姐来隔壁拿饭，别忘了啊。丹姐高兴地应了一声，惹得她娘直说这孩子没脸没皮，可怎么好？这是爽快，不是没皮没脸。行了啊，那你们先准备着，我去隔壁瞧瞧去。姚荣说着话就转身去了隔壁的铺子。也不知道女儿和老夏收完了麦子没，他俩不在，我莫名成了逃难集团董事长了，是怎么回事？此时隔壁铺子里三白的摊子已经摆好了，为了照顾三白，廖大勇今天就驻扎在了三白的铺子里。老夏家的来了呀，你们都准备妥了吗？放心，等我今日赚了钱，一定把租子给你们。你怎么知道是我？难道眼睛好了？婶子身上有卤铺子的味道啊，好吧。他嘱咐了2句廖大勇，让他看着点三白，别一会儿让人逃了单就行，有事儿就来小吃铺子喊他们。最后他还去了于大夫那儿瞧了瞧。于大夫，您这还需要点什么吗？哎呀，可以了，这样就很好。不过如果咱们再能有个药童就好了。呀，这个简单，丹姐儿来一下。丹姐儿爽快地应了声，噔噔噔地跑了过来。药童来了，丹姐儿还不拜师，于大夫要收你做药童徒弟了。也不等于大夫反对，丹姐儿啪就跪下了，咣咣咣3个头一磕，就笑眯眯地喊了声：“师傅在上，摄徒儿一拜。”这不行啊！于大夫要对自己有信心嘛。行了啊，丹姐儿就好好跟着于大夫学，我先去准备准备，这街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说着话，姚荣就跨出了门去，路过袁
袁娘看的铺子门口时，妹子，单姐在于大夫那里帮忙，你自己忙得过来吗？忙得过来，就是单姐皮得很，不知道。没事儿，师傅嘛，是该多担待着点徒弟。姚荣说完便说自己忙去了，让袁娘有事喊他。师傅？什么师傅？10点来钟，军中休假的官兵想出来逛逛的基本都已经出来了，姚夏两家的一溜铺子买卖也都已经开张了。夏家妇女到的时候，姚荣正忙得不可开交。老夏去隔壁瞧瞧，娘他们忙不忙得过来啊？二如收钱，烧好的炭火已经帮你点上了，好些个人都来问过了，说是一会儿再转回来，你先烤起来吧。一听收钱，夏安如顿时通身舒畅，他接过人家军爷递过来的一把铜板。谢谢这位军爷，50文正好，吃得好下回再来。行。你们铺子是新开的吧？以后便一直开在这儿了？是呢，咱们也是第一次在这儿做买卖，得看这买卖做得如何再做打算。不过军爷放心，别的时间咱们不敢保证，但是赶大集一定会开门的。那行，吃得好，我下回再来。说完转身就要走，姚荣却喊住了他。这位客人，这点儿是我昨日才卤的花生，您不嫌弃的话，给您当个下酒菜。哎呀，掌柜的会做生意啊！行，那我就收下了啊。夏兆峰先把3个娃带去了驿馆，然后交代他们：从今日起，曹大人就是你们的先生了，你们以后每天就来这里念书。夏师爷，您瞧，这8方书院的牌子我已经挂上了。不错，差一块匾就是副对联了。夏师爷说笑了，就是这个书院的教育，每月有1、2银，500文。咱们县你也不是不知道，穷的都快掉底了，能允诺你500文，我都没敢跟郑大人说呢。那行吧，为了孩子，我吃点亏就吃点亏。曹先生高义。回到县衙，夏兆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郑大人，说了市集过于混乱，得好好管管。夏师爷真的是说得不错，这么乱的确不像话，是得管管。不知师爷有什么高见呢？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我让李大年挑几个伶俐的，去街上拦了地方，画了线，让他们不能出现，把街面空出来，供行人往来，可好？我刚才也跟李大年说过，下回得好好管管。既然夏师爷愿意现在去，那便去吧，放手干，本县是你的后盾。夏兆峰抱拳应了声谢大人信任，随后他便找了李大年，让他找了10来个看着比较机灵的民壮，敲锣打鼓就出了衙门，整肃完了街道。时间已经过了饭点，夏兆峰大手一挥：今天大家辛苦了啊，我请大家吃兔肉。双武，去你姐那儿斩个兔子来。双武 A 了一句：姐夫让你给斩只兔子。哎呀，怎么不早说呀？最后半个刚被人买走，就剩这一碗砂锅煮了，你们吃不吃？没事，我这还有点烤羊排，要不打包点羊排？三舅可能不答应吗？哪怕他的脑子想说算了，羊排也不便宜，可他的嘴却不听他的呀。是该慰劳大家。不是我说啊，你姐夫到这衙门至今，就是这事儿办得我最满意。开集市哪有不管的道理啊？刚才你瞧见没？有人见咱们生意好，就是想把摊位摆在咱们铺子门口。就是要不是娘的砍刀看着能把那人的手给剁下来，那人估计还赖着不走呢。早知道就多准备一些了，这送上门来的生意却不能做，真是。得了吧，我看来吃的多的都是那些军爷，小老百姓不过都是看看问问，凑个热闹而已。这会儿军爷很多都回去了，哪怕没回去的也都吃得差不多了。若是还有一府的饭菜，估计也是卖不掉多少的。杨说的是，还是军爷给钱大方些，说了多少就是多少。前头有本地百姓来买饭，4个人吃1碗，还饶了1碗清汤去，还有讨价还价的呢。6文钱的饭叫我少盛点，卖他3文。都是庄稼人，偶尔打打牙祭，又真舍不得钱呐，都是苦命人。咱们没有主食，光吃肉喝酒，好像满足不了诸位客官大爷。也是，刚才你外婆那儿，咱们还赊了好几碗焖饭，等会儿别忘了给他们钱。不过咱们要是也做主食，还是算了吧。要主食就去你外婆那儿盛，到时候把钱算给他们就行了。今天的卤花生送出去不少，还有特地绕回来想买一些带回去的呢。下回咱们把这个也拿出来卖吧。兔子也多杀几只，烤架得定个大点的，烧烤品种也能够多加几样，跟以前烧烤摊一样，客人要啥就放篮子里，拿了钱拿了号，一边等着叫号就行。另外酒的话，
还得进些贵点的，这酒还是太便宜了。我看有几个军爷叫了2、3壶之后，说话都有些大舌头了。到时候万一闹事儿把咱们铺子给砸了，咱们都没地儿说理去。母上大人英明，还是得卖贵的，让他们舍不得一壶壶往下灌，只能一点点抿才好。正所谓小酌怡情，大饮伤身，不就是这个道理？行了，这也没啥事儿了啊，我看着就行了。你去瞧瞧隔壁那几位怎么样了？咱们反正铺子里没啥能卖的了，要不也收摊吧？行啊，咱们这回啊东西准备少了，等下回我那儿再添几个菜。要不然咱们把2间小吃铺子连通呗，然后各种菜摆一溜，明码标价，谁想吃啥就买啥，买完自己端着吃食去边上的桌子上吃就行了。这样的话看上去菜品又多，咱们互相也能够有个照应，哪个菜是谁做的，收来多少钱，直接放在菜品边上的小篓子里，到时候连分账都不用分，谁家的菜谁拿钱就是了。此乃古代版大时代，这法子好啊！这样咱们准备的吃食既不会重复，又能互相补充，看着排场又大得很。啥意思啊？不管啥意思，安荣和安如说的保准没错。那咱们就这么办。那下回我还做焖饭行不？行啊。二弟妹想做什么？我不然做韭菜盒子。不对，这会儿韭菜也没了。没事儿，明天让我爹想想办法，咱们自己在屋子里面种上些，到时候每隔10天割一茬，估计也行。那我做啥呀？要不你这做饭比我都不如，还做啥呀？做点羊杂汤算了，或者有人爱吃面的，你给煮点羊汤面也可以。哎，这个好。不过娘，这羊杂汤卖了，钱算我的还是算家里的呀？行啦，算你们的。谢谢娘。娘，赚的钱我也不全要，要一半就行。不过到时候大顺他们的学费，姐夫昨日就跟他们讲过了，孩子念书1月得交100文的束修。知道了，真有事儿也没见你多干，话倒是不少。行了，收拾收拾，一会儿回家去。娘，那羊肉串的钱，你的都给你。几人收拾完东西，还等着于大夫看完最后3、4个病患。今天倒是没见到安阳。是说呢，崔大人、齐大人他们都没见着，不过我好像看见张御医了，刚才忙也没跟他打招呼。夏姑娘，容姨。崔大人来了呀，快请进。不过咱今天买的吃食准备少了，这啥都没剩，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沏杯茶吧。不用忙了，我正好要出去办事，顺便过来瞧瞧。哦，那崔大人您忙，咱们就不耽误您了。还要谢谢夏姑娘的礼物。你们忙，我先走一步。说完，崔成云也不再多停留，上了马，头也不回的就往前头去了。这人啥意思啊？生气了？不会吧？为啥生气啊？难道是你撒谎了？是个人都应该觉得我那是撒谎吧？谁知道你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心事呢？我是少女，那位大哥可不是哈。您这眼神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凡是比我小的都是少男少女。哈，我大舅也是，大廖也是。而跑远了的崔成允此时却有些后悔了，他得去都城一趟，来回也许要10多天。你回去跟夏姑娘说一声，我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回北营，期间有什么事的话让他找齐三，我跟齐三交代过了。武艺满脑袋问号，愣着干嘛？去啊！我先往都城去，你若没追上我，就住老地方。去！说完便喊了一声驾，策马而去。不会吧，不会吧，大人不会看上人家姑娘了吧？崔成允快马加鞭，4、5日的行程，硬是赶了3日便到了都城。混账！户部都是死人吗？给朕去把邱正奇找来！夹杂着杯盏的碎裂声传来。到得殿内，崔成允扫了一眼地面，就见被摔碎的杯盏已经收拾妥当。皇上，崔大人刚从宿州赶来，奴才就把人带来了。微臣叩见皇上。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北营没出事吧？陈虎死了没？陈将军康健，北营也平稳。陈将军说皇上这里的事比较急，微臣这才日夜兼程赶来的。其实啊也没什么要紧事，我就想问问你，之前西周的事查得如何？陈虎那信写的那个谁啊？把陈虎的信拿来，让崔二瞧瞧。皇上，今日还喝雀舌吗？奴才去给您沏一杯来吧。行，去吧。而此时翻找信件的倒霉小太监也已经把信找出来了。
看看吧，你们家将军的杰作。崔成云小心翼翼地把信纸展开，一共10多句，8句哭穷，3句要钱，剩下的2-3句才是正经事儿。这正经事儿里头包括了北方大旱，粮食减产，明年北蛮断了粮，极有可能再次发动进攻。你们肃北军真的能像陈虎说的似的那么穷了？是，肃北军比别的地方更难一些。肃北冬季寒冷，没有棉甲和足够的粮草，人和马匹都受不了。你说说西周虞王那里又怎么了？最近大朝会上的确有不少人参他，可朕不是不了解这个儿子，他从小便愚笨，胸无大志，脑子里只有吃，难不成赈灾粮真的被他给吃完了？皇上，此事微臣去西周查过，如此这般如此，所以的确无法下定论，说虞王有何不可言说的心思。朕此次让你来都城，一就是为了问清虞王的事，既然你查下来这事儿的确有蹊跷，那朕就先把这事儿按下不表。二来嘛，宿州那边送去的人现在情况如何？那个郑志明有没有死？郑大人还可以，他找了个师爷叫夏兆峰，此人是海蛎县迁移到宿州的，能力还不错。听说郑大人听了夏师爷的建议，买了些牛和农具，租赁给农人秋耕，还开了县学，整顿了市集。目前看来是在认真办差的。所以说朕让南边的人去北边种地也不是太……缺德2字皇帝说不出口。皇上，您的决策是很英明。夏兆峰是吧？行，朕知道了，明天让江阳和郑大去说。郑志渊那玩意儿，自从他那好弟弟被扔去了肃北之后，人家就没上过一次大朝会。他派江阳去好说歹说了许多次，郑志渊只说自己年岁大了，是该放权给副相和各位尚书了。崔成允还把肃北的军报、攻防战略图，另外还有前线探子的密报和接下去的战略部署，都一一跟皇帝交代了清楚。君臣2人一直说到了天色微亮。邱正奇人呢？邱大人在外头候着呢。你歇着去吧，还没说完的，明日大朝会后朕再找你。是，微臣告退。皇上保重龙体，莫要太过操劳。朕不操劳谁操劳啊？太子最近又病了。对了，你得空去看看他吧，你们也是打小一起念过书的。是，微臣一定去看看太子。太子宫中，你这人也真是，来见太子都不知道带点见面礼。穷啊！为了大荣，殿下还是要保重身体。本宫这身体也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都30多了，还要让父皇母后担心。父母担心关爱子女，不管是几岁都是一样的。您的身体康健，皇上才能安心处理朝政。之前朝中有人参虞王贪没救灾粮款，这事儿你知道吗？微臣在陈将军处听过1-2句。那你路过西周，那里情况如何？有没有遇到什么闹事的？闹事？如果殿下是指打家劫舍、偷鸡摸狗话，应该是有的。不过这样的事大荣每处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西周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灾民太多，政府除了昌丰城外，别的地方补给都跟不上。不过微臣也只是路过，赶路匆忙，西周一路灾情究竟如何，微臣也只是知道表象。说的也是。你既然在宿州，那有没有去看过北安王？本宫自从他获封去了宿州，便再未见过他，不知本宫这弟弟过得如何？微臣所在北营，离北安王所在太平城起码也需要1整天才能到，所以也的确疏忽了平日对王爷的问候。从第一次进宿州之后，也好几年没怎么见过王爷了。若殿下嘱托，那微臣回去的时候路过太平城，一定去拜见一下王爷，顺便请安。你呀，大忙人一个，本宫哪里敢差遣你？再说父皇也不喜欢皇子之间联络太密切。罢了，你管你们北营的事就好。谢殿下体恤。2人又说了一会儿童年读书的趣事和宿州的事儿。崔成允态度谦和，有问必答。以前与太子一起念书，咱们是同窗，如今太子殿下贵为一国储君，那微臣与殿下便是君臣，同窗有同窗的情谊，君臣有君臣的礼数尊卑，这些微臣还是明白的。行了，你也别笑了，你这人从小便如此，笑比哭还难看。为了博殿下一笑，微臣也的确是尽力了。叫你莫说，你偏要说，本宫看你也是个奸猾的。
二人说笑不到半个时辰，便有太监端来了汤药，要服侍太子喝药。崔成允借此起身告辞。路过西周，莫要太多停留。朝中诸臣对余王不满的不少，本宫虽信余王不会干那糊涂事儿，但总之你莫要与他走得太近，以免再被殃及。你兄长当初……算了，不提这些伤心事。总之，你独自在外，还是谨慎些好。原本已经打算走了的崔成允缓缓抬头，眼神克制且冷静，可他只觉喉咙口似有什么堵住了一般，难以发声。行了，别想以前那些事了，走吧，替本宫好好看着苏州吧。微臣告退。出来吧。然后书房侧室的屏风后头缓缓走出一个人。殿下，怎么样？崔成允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崔成允此人心机城府极深，话说的滴水不漏，光从谈话的确很难判断出他是不是知道那事儿。本宫与崔成允年少起便认识，他的性子我知道，只是如今年纪越大，想的就越多。既然他什么都不说，那就且当他不知道吧。本宫这几日一直病着，也没经历过吻别的。西周那边可有消息？地方肯定没错，除了那里再没别处了。只是劫走那批货物的人非常擅长隐藏痕迹。探子传回话了，说余王的亲信外出路过那一带的时候被杀了，所以余王府那里部署了很多人设置关卡，说是要查劫匪，避免暴露。咱们也只能慢慢探了。那就是余王拿走的？现在不能完全排除北安王，毕竟那地方离宿州也不远，而且北安王府有钱德忠在，此人也是有点本事的。哼，查了这么久，居然都是吴用功。次日大朝会后，皇帝再次召见了崔成允。二哥，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会在这儿？邱尚书病了，皇上说有要事要问，便喊了我来。二哥，你这回回来住多久啊？怎么没家去啊？母亲父亲都惦念你，家里的孩子们也都问你好呢。有军务，不便回家。母亲父亲都还好吗？父亲身体健康，每日都会去国子监，还亲自带了学生。母亲身体也好，我也担心她一个人会多想，便日日让孩子们都陪陪她。那就好。我送的点心，母亲可有尝过？二哥，为什么孩子们没有礼物？既然你都到都城了。嘘，气闻殿外，不要喧哗。想想皇上同时召我们，是为何事吧？话音刚落，就有小太监来请。二位崔大人，请跟奴才来吧。皇帝同时召见二人，不为别的，就为让兄弟二人自相残杀。不对，应该叫互相砍价。崔成允，你不是要钱吗？朕帮你把户部找来了，你自己朝他要吧。崔承恩，你不是说户部没钱吗？你瞧瞧，肃北军已经讨钱讨到都城来了，你自己跟肃北军解释吧。兄弟二人互看一眼，崔成允先开口：肃北军20万大军要不死人过这个冬天，还缺军费50万两。崔大人莫要为难下官，今年沿海风灾频发，南方涝，北方旱，国库里的钱光赈灾都不够，别说50万两了，能拿得出10万两就算不错了。那便10万两。闭嘴！谢皇上为肃北军解难。朕什么时候说要拨款给你10万两啊？崔承恩，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故意给你哥提示啊？皇上，微臣不敢啊，微臣只是嘴笨，要不8万两？就8万两，你们俩，朕也算看出来了，你们是合起来坑朕。崔成允，去户部拿了银票，立刻给朕滚回宿州，近期别让朕再看到你了。兄弟二人这才谢了皇帝，出了启文殿。皇上不会看出咱们俩是故意演的讨价还价吧？你以为是咱们在演戏给皇上看，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皇上不愿意给，又何须咱俩演这一出呢？可愿意给，为什么还要看咱们演？自然是不想给，但却又不得不给，自己跟自己闹别扭而已。二位大人，宫内禁止喧哗。二人这才闭了嘴，匆匆往户部而去。回去的一路，崔成允又是日夜兼程，5天的行程，硬跑出了3天的效率。回到北营的时候，5亿都只能岔开腿走路了。哟，你这是被人伤着二弟了？你笑个屁呀！你连骑9天马试试，这铁打的，哎呀，都得磨掉一层。还有，你怎么好意思笑我呀？啊，你这脑瓜子又是怎么开花的呀？别提了，反正这脑子跟夏家那小子犯冲。没别的事，你先回去休息吧。什么叫没别的事让我回去休息？奇了怪了，不是你叫我来的吗？也不问啥正经话，光问我姐他们生意怎么样，羊和兔子有没有吃完？这不会是还想去我家蹭饭吧？此时他老姐也没空给弟弟烧烤。300师傅，您到底确定是这儿吗？如果是，咱们得找人来挖呀。300师傅，这个地方咱们来过3回了。
你确定这儿真是水脉啊？哎呀，你还是先喝口水吧，别一会儿再屁了。3回都找到了这儿，那必定是这里了。这就是一个水眼，底下肯定有条地下河道。那三白师傅，你和大廖在这儿等着，我跟二舅找我爹去，一会儿让他带些民壮来挖。崔成允骑着马，远远地瞧着，他问身旁的齐三：夏姑娘在这儿找了多久了？快5、6天了吧，基本每天都得走上30、40里地，一个女孩子家真是不容易。你为何不派人帮忙呢？派了呀，可人家说了，保家卫国才是咱们的正事儿，他们这些都是小事儿，不能麻烦咱们。知道了。看着夏安如远去的背影，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儿，才骑马离开。这又是知道啥了？真是磨叽死了，就不能直接说吗？这一大把年纪了都，也不知道抓紧点。哎呀，老男人的心思真是猜不透啊。当夏安如和姚12急匆匆赶到县衙的时候，夏兆丰正好要下衙。夏师爷，你明天上衙的吧？我家大人说明日要去太平城，让您明日务必来。我天，熊儿，之前3日没上衙，我不是解释过了吗？是真病了，连床都起不来。况且我这不正常来了吗？你们也不用天天问吧。熊二得了夏兆丰肯定的回复，这才转身往回走。崔大人，你回来了？不是说要半个月吗？这才几天来着？8天、9天，这么快就又要大狱了吗？大人办差难道不是应该仔细点吗？缩短行程要不得呀。三白师傅找到了水脉，咱们这2日准备把井给开出来。好事啊。那什么，崔大人有事儿先忙，我这先家吃饭去了。崔大人吃了吗？没吃。那崔大人要是不嫌弃，便去我家吃饭。好。崔成允说完，牵着马就往前走。不走吗？不是说吃饭去吗？行吧。走，今天咱们家的烤炉第一次用，我娘说做烤猪肋排，崔大人有口福了。那还得谢谢夏姑娘邀请。哪里，崔大人客气了。说这水井我明日派人来挖，你们也一起走吧。哎呀，可不能麻烦你们，我跟祝家兄弟说好了，今天先浅挖一下，明日让他们带人继续来干。你们是干大事的人，咱们这都是小事。安如，赶紧的带崔大人回家，一会儿你娘肋排烤好了，你们先趁热吃，别等我们。崔大人是哪里人？从小就在都城长大，20之后就跟着陈将军来了宿州。那大人平日岂不是不能跟家人见面了？你家里头孩子媳妇儿不能一起来吗？我还没娶亲。这样啊。我不是笑哈，我只是吃多了风沙喉咙痒。那什么，大人公务繁忙，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才耽误的。明白。2人一马，四目相对。我说话不过脑，大人您别见怪啊。不过你也不要太着急，我家仨舅舅也20好几了，都没成亲。所以你一直以为我是有家室的？要不然呢？您老看着太有威严了呀，跟个长辈似的，这也不能怪我误会吧？我的错，是我没有了解清楚情况。这样，为了给您赔罪，今晚我给您做我的拿手菜。所以夏姑娘的拿手菜是？拿手菜其实很多，老话说得好嘛，上车饺子下车面。今日就给崔大人做油泼面吃，可好？好，多谢夏姑娘款待。原来夏姑娘一直以为自己是有家室的，怪不得有时候对我躲避不及呀。您老误会了，我只是心虚。不过因为说到了吃食，所以2人之间的尴尬也缓解了不少。崔成远还说，这回去都城还把夏安如的枣夹核桃给了母亲尝味道，母亲说很好吃。您母亲爱吃，我这还有呢。今年收了不少核桃和枣子，一点没卖出去呢。明天我娘准备跟元娘一起去一趟太平城，看看有没有销路。夏姑娘这儿还有多少？我家人多，孩子就有9个，到时候我再送点回都城。加上我舅母和元娘单点帮咱们一起做的，大概能有500来斤吧。您这儿我都要了，多少钱1斤？夏姑娘按收卖价格算钱便是。500斤呢？你们家能吃完吗？现在送回都城，差不多就要过年了。我们家一支，包括我父亲的兄弟姐妹，还有表亲，再加上母亲那里的兄妹，一共10家，500多人。另外还有清河的族亲，过年也要送节礼。族中还在的族老有8位，去世的族老家平时来往少些，但是过年节礼还是要送的。一共56户，2000。
行，打住，清河崔氏。行，我知道了，是我冒昧了。太过旁支的还没算，是不是准备让我给您跪一个？夏姑娘说笑了。崔大人，您逢年过节喝喜酒啥的，能不能认得清自家的亲戚啊？所以我逃出来了呀。是我也逃。我的天，几千个亲戚啊，想想我就脑瓜子嗡嗡的。我想起家里头的9个侄子侄女，也会脑袋嗡嗡响。两人之间的尴尬不知不觉慢慢缓解了。到得富丰庄门口，娘，崔大人来了，您明天就不用再去太平城了。崔大户说咱们家500斤的枣荚核桃他包了。哎呀，什么崔大户，别乱喊，卖给他还是送给他？他说他要买，要不咱们还是送？非要送我，我以后便再也不来了。娘，送给他。前院瞬间安静，不料崔成允却说：“刚才也不知道谁抱怨，说这城里钱难赚，比吃还难。这会儿是装大方啊！说话说得太难听了啊！什么叫装大方？我本来就很大方啊！对了，崔大人，你跟我来，我得了一件好东西，算是反馈给大客户的小礼物，送给你。”说着话，夏安如就往自己房间跑，然后见崔成允不跟上来，还转身朝他招手：“哦，来了。”安如是不是给崔大人下药了？下什么药？这下的是迷魂汤呀！崔大人可能差事办得好，心情比较好吧。也是，那咱们今天再杀个鸡，新买来的10只鸡，总归感觉病歪歪的，趁着没死，咱们先杀了吃。崔成允吃完晚饭回到北营，已是星光漫天，才入营帐，就见陈将军已经坐在自己帐中了。将军，有事咱们明天说吧。小子，听说你在皇上那儿还抠摸了点银两？是啊，属下回来的时候您不在，银钱已经交给秦先生了，他应该给法算了吧？他跟我说了。我说你小子还真是有点本事啊，能从那位手里弄钱出来，我陈虎也要说一声佩服。啥呀，琳达？将军谬赞了，8万两银票都不够过冬的，今年年景都不好，都城那边粮价也比去年高了不少，咱们还得早做打算。打算不得有打才有算吗？这事儿我知道，秦先生那里已经绘制好了鱼图，等过了冬就可以开始准备搭建新的工事了，就是这个钱大概还缺一些。硬聊了几个回合之后，崔成允实在忍不住了：“大人，您有话直说，属下要休息了。明日你要不出营，我家里头来个人。您家里来人，您别出营不就行了？不是，我家夫人这回差了我家小女儿来苏州给我送节礼，她也没来过，你带她到处瞧瞧吧。既然如此，那属下明白了。只是这孤男寡女同行不便，我找个人陪陈小姐兜兜转转吧，属下做车夫便是。那行，那明日便拜托你了，你们好好玩，别太早回来啊，营里最近也没什么事儿。次日一早，苏州就是这样，咱们吃喝都得用地下水，井打的浅了，挖不到地下水层。那咱们现在挖了多少了？不多，也就10来丈吧。安如啊，你这胆子怕是比小豆儿还小些啊！别说哈，谁养的东西就像谁。安如养的那只河胆子也小得很，在家里一直被鸡追。姚十五突然大喊一声，往后退了一步，踏空了一脚，眼见着就要掉下井去。大舅小心！大哥不要！可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大舅胸襟前的袄子突然被一把揪起，最后啪一下横卧在了不远处的黄土里。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吓人，只是好奇你们在看啥啊。这位是陈将军的小女儿，第一次来咱们这儿，陈将军让我找人带她到处转转。啊，我真的不知道会吓到人，对不起啊。没事，大舅没事吧？大舅腰子好像摔裂了。崔成云跟姚12两人一左一右把人弄上了骡车，他让姚12先赶车回家，自己回趟北营去找几个人来帮忙。这挖井的事儿他们也不用管了，还是先回去让于大夫看看才是要紧。您是回营还是？我跟你们走，这回是我给摔的，我得负责啊，要钱算我的。哎呀，不用了吧，我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什么呢？我下手没个轻重，刚才情急之下也没收力，肯定是伤着了。一会儿得找个好大夫给你瞧瞧，要不让张御医来吧？不要啊！张御医倒也不用了，咱们自己有办法。那陈小姐就上车跟咱们一起走吧。不必，我自己骑马。崔大人，跟我弟说一下，
我去夏姑娘家了。陈小姐身手不凡，平日也练功吗？偷偷练，我娘不喜我舞刀弄枪的，我只能每日晨起练上一会儿大刀。女中豪杰，佩服佩服。我舞刀可能会被刀甩飞，惹得陈小姐嘎嘎就是一阵笑。你看我今天化的这妆如何，吓不吓人啊？吓人倒是还好，就是不好看。不过听陈小姐这意思，您这是故意扮丑啊？那可不。那崔大人你认识吧？认识啊，老熟人了。怎么说？我爹这回让我来肃北，就是让我来跟崔大人相看的啊。所以你们俩？什么我们俩？可别胡说，我不喜欢这样的。我在都城就见过他，天天板着个脸，喜怒都一样。别人都说他说话办事妥帖得很，我却觉得他古板又无趣。谁嫁给他，谁能憋出病来啊？这崔大人被嫌弃了，所以我故意今日化了个浓妆。不错吧？就是不小心把你舅舅给吓到了，真是不好意思。没事儿，我就别的没啥，就是耐摔，您别客气。说完自己都愣了下，说的都是啥鬼话？陈小姐也哈哈哈哈笑得不行，直说夏安如真是逗极了。既然陈小姐本就不喜崔大人，为何又答应来相看啊？多好的机会啊，能到边关来瞧瞧。要不是我爹写信回家，我娘死都不会放我出来的。到了这肃北，就是广阔的天和地了。我想什么时候操练就什么时候操练，想耍大刀就耍大刀，想练长矛就练长矛，多么的自由自在啊！也是哈，我虽然不会功夫，但是听你说来也觉得豪气万丈。要不你跟我一起啊？我教你，你让我当师傅吧。陈小姐，夏姑娘还得赚钱养家，而且你带来的那把古月砍刀能有30斤，夏姑娘练不动。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在说我古板无趣的时候，我拜托你们以后说人坏话，起码不要用背对着门，好吗？没说你坏话。崔大人，崔大哥，小妹我求你一件事啊，你千万别跟我爹说我看不上你，求你了。我爹问你什么你就糊弄一下就行了，实在不行你就让他来问我啊，求你了。只能答应你，陈将军问什么，我只让他来问你便是。哥，亲哥，你今天开始就是我的新哥，咱们再重新认识下吧。我叫陈娉婷，你以后可以叫我娉婷。还真是名儿跟人完全没关系。我叫夏安如，你可以叫我安如。以后咱们就做好姐妹吧。现在不就是了吗？来，姐姐带你去卸妆，一会儿再下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两人嘻嘻哈哈说着话，就要往夏安如房间走。崔成允在后面咳了2声。你都来过几次了，还用我招待？自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当自己家呗。古板，跟你说，这人就是古板，糟老头子一个。陈娉婷，你怕是想回都城啊？我派人送你吧。快跑！慢点，我鞋掉了。崔成允低头笑了下，我哪里古板啊？胡说八道。怎么样，三白师傅是不是又看歪了？不应该呀。哎呀，按理说这个深度是该出水了，可现在啥都没有。我以前在临县也帮忙挖过一口大井，能有100丈呢。如果真是那样的井，深度的确还没到。既然这样，那还得再挖挖。这样，今天天快黑了，你们先收工，明日再下挖试试。如果明日再挖不到水，那就另请专门的人来找水脉便是。夏安如也觉得只能这样了。崔成允带着陈娉婷跟夏安如混了一日，才回北营，就被陈将军喊到了营帐中问话。那个子晋啊，今日跟小女游玩的如何呀？还不错。陈小姐今日看人挖了1天的井，还把人腰给摔坏了，另外还吃了人家半只羊。娉婷从小胃口就好。挺好。若将军没有什么事，属下便告退了，明日还要去巡防。去吧，辛苦了啊。之后又让护卫去喊来了女儿，可护卫找了半天却没找着人，四处问了才知道大小姐原是去了教场。等他匆匆赶过去的时候，就见大小姐正穿了一身戎装在教台上比试。就这不就少了流星锤，也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陈大将军的虎啸笼罩了北营的上空。练练。你给老子滚下来！好嘞，这位大叔对不住啊，你没事吧？要不要找张御医瞧瞧？哎呀，其实你别冲上来，我这刀肯定伤不了那人的。这话说的，乍听之下好像挺有理，可细想想，
大叔？谁是大叔？叫谁大叔？什么叫你别冲上来我就伤不到人？合着意思这一刀又是我孙自立自找的？是我自己不好，陈小姐不必在意。哎，谁叫他爹是陈大将军呢？只能忍了。孙大哥，真的，这一把你没推我，我说不定能接住呢。陈娉婷，你给我滚回自己帐篷里去，明日哪儿都不准去。还有你们，看什么看？是不是嫌练兵练得太少了？都给我散了。好吧，爹，你也早点休息。说完，带着唯一的一个婢女往自己的营帐走去。陈将军被女儿的干脆又给气了一波。我去，力哥，那居然是个女的。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人家打吗？知道人家那刀是皇上赐的吗？砍死你都不算罪。人家不仅仅是个女的，还是陈将军家的独女，身份尊贵。你小子下回见到她绕道走，知道吧？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瞧这人眼熟呢，果然是陈将军之女。长得还挺像的。哪里像？女儿像爹，福气好吗？哼，这福气给谁谁能要啊？哎，力哥，来，我扶你去包扎一下伤口。不用，谢谢。你也不用叫我哥，你离我远点，我可以叫你哥。哎呀，力哥，你别这么说嘛。那明日我休假回家，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点炖肉炖菜补补。因明日要去最前线巡防，崔成允便召了齐三、蒋正、武义、孙自立4人来营帐，分析巡防路线。齐三明日走这条线，蒋正、武义走这，我走西北线。大人，我呢，在营里待着，好好养伤。夏安阳的基本功你多抓一抓。我们大概要去3到5天。另外，要是夏姑娘来找我，你便跟着去瞧瞧，有急事上北山口找我。说完，便再次低头，开始跟齐三他们部署巡查事宜。次日，夏安阳难得休假回家。哎呀，赶紧来，外婆的饭刚煮好，给你盛了吃啊！哎呦，我的大孙子可是瘦了。哎呦，我的大外婆，哎，你这搞得还真不赖啊！哟，我外公还烤上羊肉串了。哎，给我来10串。这些我家小姐包了。嗨，大个子，你认识啊？说她是陈将军的女儿，昨日吃了咱们半头羊，今日又来包了半只。你说咱们这钱收还是不收啊？收啊，干嘛不收啊？陈将军比咱富裕多了。外婆啊，你该怎么收就怎么收。哎呀，来，你尝尝这个，我特地给你留的腰子呀。外公你吃吧，我不用。嘿，傻小子，这个得从小补起，就我这年纪啊，每天吃100个都不顶用啊。夏安阳嘿嘿一笑，收下了外公的好意。这么巧，你也出来吃饭啊？夏安阳答说这是他们家开的铺子。陈将军不是说让你今天不准出营吗？你怎么？嘘，可别告诉我爹，到时候惹他生气，气坏了你可得负责。就是这么擅长倒打一耙。哦，原来是个女无赖啊，这个我熟啊。那行，不告诉就不告诉，不过你那刀得借我使使啊，不然陈将军气出个好歹来。还有张御医嘛，居然敢威胁本小姐，好样的。不过我的大刀在营里没带出来，回去我再给你拿。行。两人就这么边吃边说，吃完饭付了钱，两人还一起跑去给夏安如送饭。姐，干嘛？怎么火气那么大？是没水了吗？暂时。三白师傅，不行咱就说不行，对不对？这么多人陪着您老挖了这么大一个惊天巨坑，结果呢，没水就算了，咱们挖出来的这么多土方，是不是还得填回去啊？三白动了动嘴，也不敢再接话，就怕夏安如再给他上人生哲理课。没事，反正苏州地方大，你爱跑哪就跑哪，别灰心啊，下回肯定能跑出水来。灰心？那是不可能灰心的，主要是我这不着急嘛。咱们庄户人家呀，等的就是1年的春耕。笑屁啊，人家当兵的都一个个瘦成麻杆，你呢，怎么还吃胖了？胡说啥呀？我这是壮，不是胖。陈娉婷在旁边看得直乐呵，说自己回都城的话，一定要把他俩给带上，不然生活了无生趣。哎，下面的大哥听得到吗？听得到，下头不对劲啊，拉我们上去。一听下头不对劲儿，马班头和祝家2兄弟赶紧往上拉绳索。怎么样，出水了吧？没有，底下挖不动了。各位实在要挖，得去太平城请老师傅来。这井这么挖，反正肯定不行。那井挖到最后都是这个。夏安如眼疾手快，直接掠过那人的手掌心，把东西捏在手里。大哥贵姓？
我姓杜，你叫我杜大头就行。杜大哥，这井咱们就挖到这儿了，挖不出来工钱照算。至于什么黑的白的，咱们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成吗？嗨，咱们军户啊，只懂种田，今天来这儿挖井，只知费了齐大人的工钱，却没挖出水来。至于别的，咱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干活给钱是应该的，咱们这井挖的深，比一般人家还费力些。到时候我再跟齐大人说说，让他再多给你们一些辛苦钱。杜大头带着另外3个谢个不停。姑娘是才到这儿，不知道咱们这儿以前过的比现在苦多了。这还是陈大人来了，赶跑了北蛮，咱们才算暂时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咱们这儿的军户也先有被拉出去打仗的，一般啊都是交了粮，然后爱干嘛干嘛，只要不出宿州就行。有时候啊，咱们去军中干活，将军那里天天的哭穷，却还是给工钱的。姑娘，你别嫌我啰嗦啊，这我的意思是，陈将军看着凶，可却是个好人。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太穷了，这苏北军也挺难的。咱苏北军可不就是穷吗？棉甲里头全是棉花的，买不起，所以棉甲里头一半棉花一半柳絮，就这样，那火头兵啥的还轮不到呢。这都是次要的，军费开支、粮草补给，那才是大头。我爹愁的呀，头发都掉了大半。不会吧？将军的胸毛穿着棉甲都能从脖子里钻出来，头盔还是定制的，不然说是头发能把头盔给顶起来？闭嘴，瞎说什么呢？我记下了，一会儿回去我就跟我爹说。哎，姐错了，小弟错了。众人拾到完了东西，便准备撤了。怎么了？看这位杜大哥是个实诚人，我也是怕万一有人路过再不小心掉井里，咱们就罪过大了。今晚能否请杜大哥帮忙看着这坑啊？您放心，工钱咱们3倍的给你们，最快明天，最慢后天你们就能走了。可单这4人留下，夏安如还是不放心。他缓缓看向了二舅，别忘了给我送饭来啊！哎，知道了。次日，夏安如天还未亮就醒了过来，按照往日惯例，他先进空间晃悠了一圈，这地可能已经长到了5亩了，然后地里别说人参灵芝了，连棵草都没有。想我死就直说，5亩光溜的地是要重死我吗？小花呢？可以跟人沟通的小花又去了哪儿啊？既然现在土地里不出植物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可以种自己的农作物了？夏安如想到了这点，拿起铁锹就是一阵挖，种树浇水一气呵成。夏安如又翻出了一些蔬菜的种子，折腾了能有2-3个小时才出了空间。郑兄、夏师爷，你们来的正好啊！昨日正好收到了郑丞相的来信，丞相关心了下咱们宿州的情况，另外啊，还让我把这封家书给郑兄。真是麻烦季大人了。就说这货不会自己好转的吗？原来是我的亲好大哥呀！哎，你我本是同科呀，叫什么季大人？八方县的困难我也知道，没钱没人，还离前线近得很，所以这回啊，我还特地给你留了些人，虽然人不多，但是也差不多有个30来户，200来人。另外过冬的粮食也是咱们府里出，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季大人，这是跟我大哥有啥交易？你这什么交易不交易的？那咱们是同科的呀。我也不怕老实跟你说，京中来了消息，说郑丞相因为郑兄你的事儿忧心不已，身体抱恙，不能早朝了。丞相甚至还宣布至此封笔，再不画画写字了，说是没管教好你，也惩戒自己。郑兄可知啊，你大哥的一张画现在外面都叫到10000两了，这都没人卖。所以啊，希望你在这八方县好好的，你有什么困难咱们能解决的尽量给你解决，丞相那里也能宽心，说不定到时候宽心了，病也就好了，人就能上朝了，不是？原来如此，郑丞相与郑县令果然兄弟情深。季大人为了让丞相放宽心，真是对咱们八方县关照良多呀。季宗林则没有，应该的，也客气得很。瞧见没，南阳先生，我大哥给我画的扇面，季大人你要不要？我卖给你。盛大人，咱能不能别闹了？我可没闹。既然我大哥的画值钱，那我就卖了，给八方县买砖买瓦。季大人不知咱们县有多难，人家不愿意来，其实我也能理解。就说咱们才开的县学，先生是1成，
用的是驿站那破的到处漏风的屋子，孩子手都冻得裂了。哎呀，郑大人仗义呀！俗话说得好，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那这扇子郑大人要卖多少钱？看在季大人的面子上，这扇子我也不要10000两，只要8000，如何？郑大人，我是宿州州牧，不是苏州州牧，8000两，你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季大人，格局小了不是？你没钱，可是你认识有钱的呀。这宿州我是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但是您不同啊。这宿州谁最有钱，您肯定比我清楚。您只要找到下家，我只要8000，卖的是高是低，就看季大人自己了。程兄，你在太平城待几天？2天，县中事务繁杂，我办完了事儿就得回去。行，等我消息，我到时候会让人来找你。好，我先去把落户的文书办了，之后就在驿站静候佳音。说完便带着夏兆丰出了季府。嗨，这有啥？我从小到大的扇面都是我大哥给我画的，家里头都是成箱成箱的，多一把少一把有啥所谓？这扇子价值10000两，您哪怕卖了自己用，也不用过得这么抠搜了。嘿嘿嘿嘿，夏兄这回格局小了吧？钱嘛，身外之物，没的时候抠搜点儿，有的时候多用点儿，这不正常吗？再说，在你看来那是8000两，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我大哥画刺了的一幅扇面。按照我这抠搜的性子，一个扇面能换个县学，能换个城门，能换点粮食草料，很值啊。二人一路说，一路便到了府衙。因为有季大人的小条子，所以文书交接办得很顺利。元娘和姚荣那边虽没夏兆丰他们那么顺利，但是二人好歹也是把路子给走通了。我说呢，大户人家有针线房就算了，居然还有专门做鞋的，原来是王府，怪不得。就是因为王府，所以办事就比较难，还花了姐姐50两银子给我干娘通路子，这生意能不能成都不一定呢。买个机会嘛，50两银子买能给王府供应点心吃食的机会，真的不贵。可这事儿哪怕成了，也不过是给太监宫女嬷嬷们供一点糕点蜜饯，拿不到上头去的。这有啥呀？真要给王爷王妃这些正经主子供应吃食，我才害怕呢。给太监嬷嬷们反倒是简单些。刚才你干娘不是说了吗？王府光这些有点脸面的下人，每月要用上几百斤的点心吃食呢，哪怕咱们只分得到1杯羹，那也是很不错了。这事儿真要成了，我得给你个大红包。跟姚荣二人说笑一路，顺便还跑了好几家布房，进了点便宜耐磨的料子，准备带回去售卖。得傍晚，郑志明和夏兆丰果然被季宗林邀到了一处酒楼里，说是吃酒，实际上就是买卖那扇子。当下就拍板说8800两，数字吉利得很，这扇子他要了。从太平城回到富丰庄，那就已经是第5日了。当二人得知300挖水挖出矿来之后，这人命里多少是带点死物的财，到底该告诉谁？夏兆丰的意见只有一个，自然告诉崔大人呐。郑志明发了笔横财，关键这横财据说他还有好几箱，号称准备让家里头都给送来，到时候瞅准时机再给卖了。他这人也奇怪得很，小钱非常的抠搜，大钱用起来却挺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做官还能倒贴钱财的，也算是个另类了。再说，如果苏北军没钱修工事做防御，那前线就不会安稳，前线不安稳，八方线建设的再好也白搭。郑大人那些个扇面画轴，到时候不是全瞎了吗？我说也是，崔大人不是说皇帝死抠死抠的，连军费开支都能给他们削减一大半，要不是300之前不小心找了个大幕，这会儿苏北军连个袄子都穿不上了。皇帝能怪安阳这种小兵的死活？这矿要是让皇帝知道了，那苏北军肯定是连汤都喝不上。300又不是一直能挖到啥宝贝的，保不齐下回真挖的水呢。那您二位先忙着，我去北营找崔大人去。见夏安如说走就要走，姚荣急忙翻出个包裹塞给了他。哎呀，你反正去北营，把这个棉被给你弟带去啊，一会儿回来的时候记得把你二舅给弄回来。到得北营外头，守卫都认识夏安如了。孙大人，不用客气，夏姑娘有事儿你直说。
啊，那我直说了，我们挖到了煤矿，不知道崔大人是不是有兴趣？啊？什么？咱们挖井，不小心挖出了煤矿。你确定是煤矿，不是别的什么狗屎疙瘩之类的？他也不多废话，直接把之前从杜大头那儿拿的一小块煤炭递到了孙自立眼前。孙自立俯身盯着夏安如的手掌心，这玩意儿果真是煤炭呐！正当他直起身子准备回营牵马的时候，就听远远传来马蹄声。是崔大人和齐三回来了。几息间，2匹马已经到得夏安如和孙自立跟前。下了马的崔成允看着表情好似不太高兴。你挺高兴，看夏姑娘的手看出花了是吗？是，见大人回来了，有好消息告诉你。去把马拴好。不是，大人，夏姑娘……也不知道崔成允在发什么无名火的孙自立还想解释2句，不过话没说完就被齐三给拉走了。走，正好有军报要报给将军，你跟我一起去。我也没去巡防啊。你今晚想绕着军营跑10圈，你就继续作下去。虽然不解，但是孙自立还是乖乖地牵了崔成允的马，跟着齐三进了营。崔大人这是巡防不顺利？没有，夏姑娘和孙自立是在商量什么事啊？崔大人，瞧，煤炭。崔成允略弯了弯腰，盯着夏安如手心看了半天。大人是想用眼神把这煤炭点燃吗？夏姑娘的玩笑真是别具一格，不过夏姑娘的手相不错，会长命百岁的。啊，不是，崔大人，看这个呀，这个是煤炭呀，咱们挖井挖出了煤。听到了，走吧，带我去瞧瞧。没错，他是故意惹夏安如的，可能得了疯病吧。从北营走到深坑，走路不过20来分钟。崔大人，如果这个煤矿陈将军决定暂时不上报给朝廷的话，应该不会有事儿吧？夏姑娘如果担心这些，那为何不把这事直接报给郑大人？崔大人面前我就实话实说了，咱们家在八方县，自然希望边防能够建设的好一些。陈将军有了军费，咱们这儿不是能更安全些吗？再说了，我是觉得既然陈将军是皇上的心腹重臣，那他们肯定会有某种默契，或者心照不宣的秘密之类的。感觉陈将军其实再怎么离谱，只要能得皇上信任，别的应该都不是事儿吧。的确，苏北军军费吃紧，这回巡防也是为了提前找到漏洞，尽早堵漏加强防御，也的确需要大量军费。若这次真能找到煤矿，那倒是又能解决苏北军的燃眉之急啊！夏姑娘，你还真是苏北军的福星啊！不是我，是三白。别说哈，三白找别的不行，找钱是真可以。这回真能解决苏北军的部分军费问题，那我跟崔大人讨样东西可好？夏姑娘尽管提便是。给三白建个道观。那倒也不是不行，不过你确定三白离了你们能活？夏安如笑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不过三白穷得叮当响，到时候如果可以，崔大人尽量给三白多争取点赏银。这个可以，那夏姑娘不想要点什么？我想要空调、地暖、电灯、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烤箱、电饭锅，还有微疗和饿死了吗？我想要的崔大人可给不了，不过这些都是后话，等这会儿真开出矿来，您再赏我们也不迟。所以夏姑娘想要什么？夏安如当然不可能跟他解释太多，便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其实也不图啥，就爱为边疆建设做贡献。惹得崔成允忍不住摇头低笑。夏安如幼道大人，你这是不相信我的拳拳爱国之心啊，我非常伤心啊。行了，知道了，知道你对大荣情谊深厚。夏安如这才说崔大人能懂就行，然后又朝前头一指，瞧，就在前头不远了，咱们走快点。带2人漫步走到了井口边，可能是个大矿，但是到底是什么规模，要等开了再看。你们在这儿留守一下，马上会有人过来接管这里，允你们的赏钱不会少，但若有任何关于这井的消息流出去，我便全当是你们说的。杜大头看了眼夏安如和姚家二舅，却不敢说话，只能点头，嘴里头还得谢谢崔成允。你们先回去，等我把这里的事处理完了，会去汇丰庄跟你们详说的。夏安如上了马，才突然发现夏安阳的被子还没烧给他。大人得空再来说事儿就行，您先忙您的。您接好啊，这包袱里头是被子，是给……一阵北风吹过，把夏安阳给吹走了。来不及说再见的崔成允只接到了夏安如抛过来的一个大包袱。你说咱们把这煤矿给昧下来，是不是不太好？若将军不想要，郑丞相的弟弟此时正在八方县做县令。
说什么呢？我说不要了吗？我是问是不是不太好，不是能不能要。崔成云挑了下眉，没有接话。崔大人啊，这矿的事儿能瞒住吗？目前可以，找到这矿的是我熟识的人家，口风很紧，人品也没有问题。那就好啊，煤矿嘛，开出来也得要时间，快则1-2年，短则3-4年的也有。哈哈哈哈，还是秦先生懂行些。崔二，听到没？这煤矿咱们慢慢开，等开出来了再跟皇上回报也不迟。可不是咱们不想报，而是找矿挖煤需要时间啊。可崔成允居然没有接话，他没有答好，更没有答不好。崔二，想什么呢？开煤矿咱们的确能瞒得住，但是这买卖煤炭上下都得打点，不可能永远只有我知道。你说怎么办？其三，把巡防的结果报过来了，将军也知道咱们边防线很长，要修补加强的地方也多，另外折旧损耗的兵器再加上那么多的粮草，刚才我找了法算了下，想要完全修复前线的防御工事，没有100万两下不来呀。要真全部修缮，咱们还得找一大笔的钱呢。我知道，就是因为修建防御是大公事，所以哪里都瞒不住。其实别人质疑陈将军，怎么说都没关系，只要将军与皇上之间的信任没有崩塌就行。什么意思啊？皇上也缺钱，所以崔大人的意思是这事儿报给皇上，但不报给户部。是，到了户部，钱就是朝廷的；不到户部，钱就是皇上司库的。到时候肃北军拿一部分，皇上司库也拿一部分，哪怕开矿期间被人报到皇上那里，皇上也会压下去的。如果他不想自己的司库暴露的话。哇，你个臭小子，连皇上都敢算计，你要死啊！那属下这就报给郑志明，让他尽快上报给郑丞相。说完，做事就要往营帐外头走。停，老子开玩笑的，你个小子怎么连这点玩笑都开不得？秦先生，赶紧的煮茶，咱们好好聊聊这事儿，务必得把这事儿聊透了，落实了，最好明天就把矿给开出来。2个时辰后，从北营出来一队人马。出营之后，众将士便分了东西、东南、西南4个队伍，分别往北营4个方向而去。与此同时，崔成云也在营中宣布：因肃北军人数众多，陈将军为扩建教场，让诸位有更多空间训练，北营从今天开始南拓10里。这扩出来的一块地方，正好就把煤矿给包了进去。崔成云在布置好了一切之后，便骑马去了趟富丰庄。崔成云把开矿的事儿大致说了一下。呀，这法子好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要求。这事儿一旦报给了皇上，那陈将军这里也只能等消息了。咱们没有要求，只要你们好好保家卫国，咱们这坑挖的就值了。对，你们好，咱们才能好。就是我想问问，咱们肃北军有没有什么手工活要干？有的话，咱们这儿倒是可以组织人干点活啥的。军服这些都是兵部直接送来的，一般都是有点关系的商户才能做。不过若容易想要做这个单子，我可以想想办法。不用了，这大担饼子可动不得，咱们能力也有限，太大的单子也接不了。这样，那既然容仪擅长做吃食，便给咱们供应干粮吧。军中虽有火勇，不过前线巡防还是得有干粮，每3日供应1次，馒头饼子都行，一次差不多要4万个左右。4万个，这是准备要吓死谁啊？可每天供应4万个饼子，这收益，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好吧？不做都对不起这300挖出来的矿。4万个就4万个，不过咱们得过阵子才能供得上，得招人买粮啥的，争取年前能为肃北军尽一份力，可以吗？干粮一般是供应给前线巡防的官兵的，每人每日的军粮开支，军中也有规定，所以这4万个左右的干粮，每次采买一般是不能超过150两。那就是每个不能超过4文，这个没有特殊要求，或者粮食价格不暴涨的话，应该是可以的。而老母亲此时脑瓜子正在飞速计算，150两能赚差不多1/3，3天1次，1个月净赚500两。阿荣，你能不能做呀？崔大人还等你答话呢。能做，咱们肯定保质保量。不过这事儿是不是挺要紧的？崔大人不会有什么为难吧？不会，军中伙夫本就不多，容易能接下这个差事，那就再好不过了。那行，只要没给崔大人添麻烦就行了。咱们这会儿会加紧招人买粮，一定不辜负崔大人的期望。夏姑娘大可不必如此客气。以后崔大人要吃什么干粮尽管说，咱们家包了。不过以后有啥不为治的好事儿，大人想着点我们哈，这样是不是就不算客气啦？哎呦，
乖女儿说得好，手伸的有够长。你这孩子，崔大人哪能天天光盯着这些小事儿啊？崔大人，这孩子说话就那样，您别放在心上。你们还别说，可真是太巧了，咱们衙府刚到了200多号人，崔大人这儿就下了大订单。哟，这可真是像说好了一般呐。崔成允在富丰庄说完了事儿，很快便离开了。等夏安如再次见到他，已经是5日之后的事情了。不是说这八方县连鬼都比别处少吗？这如今看起来倒是还成啊。跟太平城还是不能比。也废话，这才建的县还能跟有王爷的地方比啊？你比比其他新县城，不是好多了？崔二，崔成允循声望去，叫了声世伯。你干嘛去啊？崔成允刚想作答，却听郑志明又说：你瞧瞧，咱们这县城如今办得怎么样？还不错吧？你看那儿，能看到吗？就是在起地基的地方，我打算在那里造个县学，夏师爷正在那儿当监工呢，地方选的还挺合适吧？县学旁边，到时候我准备再办个慈恩堂，有孤寡的小孩，到时候就安排在那儿。另外，我已经从都城调了一批书册过来，到时候在县衙边上再让人办一个书斋，咱们这儿就算是五脏俱全了。不错，世伯办事自有方圆，有您这样的县令，是八方县老百姓之福气。哎呀，八方县老百姓有你这样的守将，也是福气嘛。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去工地上瞧瞧去，你忙你的。崔大人，夏姑娘，吃饭该慢些，我去给你倒水，你等下。果然，齐三说的没问题，崔大人有问题。崔大人来了呀，这兔子给你带回去啊。可别，这位婶子，你昨天没来，我还白跑了一趟，今天最后一只，你可得卖给我。那崔大人，你吃不吃猪尾巴？这卤料里的花生也很好吃的，我也给你打包上一点吧。容爷，我一会儿再过来。哎，安如，招呼下崔大人。端着热水走到夏安如跟前的崔成允，把杯子放在了他面前。坐下喝，有些烫。我这嗓子眼就是这么不争气，崔大人不要介意啊。别说了，喝水。夏安如朝崔成允道了声谢，便端起杯子喝了2口。你再喝点。崔大人，门口那些人是你带来吃饭的？不是，是带来给你挖井的。我从太平城回来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些人在路边等着找工来做，于是便带他们来了。如今还没有到大雪冬至，这地也不至于冻得完全挖不了啊。都冬天了，他们还蹲在路边等要开井的东家。崔成允头点得很干脆，完全不提自己为了找些人花了多少精力。行吧，那就多谢崔大人还能记挂着咱们家的用水问题，我就不客气了。毕竟咱们田地多，没水也不行。这工钱到时候我就自己直接付给他们工头吧。不要钱，免费的。崔大人，我只是性子有些天真，而不是没脑子。您说谎能不能走点心呀？您哪怕编一个你挥刀斩匪救了他们之类的故事呢？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被打劫了，我救了他们，所以工头说帮我打井不要钱。不过最后，夏安如还是接受了崔成允的好意，于是此事暂且就这样了，两人不再你来我往的胡说八道了。不过既然崔成允都到县城了，那夏安如肯定要带他去瞧瞧他们马上要完工的食品工坊。还没进门，崔成允抬头便看到了狗爬似的3个大字五味斋。这字怎么了？我写的，名儿也是我起的，酸甜苦辣咸，人生不过5味，不好听吗？好听，字不错。说完便跨进了门槛，都不敢回头瞧夏安如一眼，他就怕自己笑出声来，惹得字的主人不快。哎呀，是崔大人来了呀！您放心，这院子咱们保证收拾的妥帖，咱们雇的50多号人，于大夫也都看过了，身体健康的很，保证各位军爷吃了干净。劳你们操心了。夏姑娘，不带我里面瞧瞧？好嘞，金主爸爸里面请。崔大人跟我来，小的给您介绍介绍。夏姑娘不必如此，你好好走在前头看路。夏安如这才笑呵呵的领着崔成允粗略的转悠了一圈。夏姑娘还会做点心小吃？不会做。起码她很老实，不会做就是不会做，不会装模作样，这样就很好。我不会做，但是我会吃啊。你还真是厉害，居然还会自己吃东西啊。
没想到崔大人还挺幽默的。我的会吃当然和你说的会吃是不一样的呀。虽然我不会做，但是只要是吃过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够尝出里头加了什么调料，是怎么制作的。如何？这能不能算是会吃？这倒的确是我狭隘了啊！我给夏姑娘赔个不是。不必，大人来视察工作，能提出问题是好事儿，咱们也能有的放矢的整改。那夏姑娘是准备学厨艺了？那倒也不是，我还是以提意见为主。挺好，不要学。夏安如对于这位大人的思维方式总归有些捉摸不透，不过还没等他想好，就听外头蒋正找来了。崔大人，齐三找来说陈将军找您回营，有急事。我可能要出趟远门，若有急事你便找齐三，他会帮你打点。一听崔成允要出远门，夏安如便知道他可能是去都城见皇帝，便只说了句崔大人小心些，若是能回来过年，那到时候就上他家吃年夜饭。我会快去快回。崔成允说完，还给了夏安如一个难得的笑容，便转身走了。这人为啥突然对我笑呀？而且跟我说话的神态怎么总是如此慈祥啊？不会是看上我了吧？不会吧？这神经病，发什么花痴啊？种田还不够你累的吗？回到北营的崔成允第一时间就去见了陈大将军。皇上召你进京，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得说服皇上，另外尽量给咱们肃北军多争取点分红，咱们这10年内是不是能太平，全看你了。属下知道。去吧，路上小心些，你顺道把陈平亭也给我带回去。我不回去，要不你让崔大人把我绑回去，但是我在路上还是会逃的。陈平亭，你给我滚过来！听老父亲喊他进营帐，陈平亭便大声回：您当我不想进来？要不是我腿都麻了，我早进来了。陈小姐倒是挺幽默，这也是优点。既然陈小姐还想待在宿州，那便多玩几天再走吧。属下先走一步。说完便转身迈步，一步恨不得能跨2米，匆匆离开了主将营帐。崔大人，等等我们有些细节还得再跟你交代交代。你家小姐呢？小姐说让将军莫要生气，气坏身子不值当。不过小姐暂时也不想回都城，若是将军执意要让小姐回去，小姐说便把将军在宿州将军府里头养了10多个烟花女子的事儿告诉老太太。放屁，哪里有10多个，就3个。奴婢不知，反正小姐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家小姐是存心要造他老子的谣，对吧？奴婢不知。你给我好好看着你家小姐，再跟疯牛似的满宿州乱跑，看我怎么把她捆回都城。还有你，若再让我看着你家小姐混在男人堆里训练，我就卖了你。可是奴婢是老太太屋里的。怎么现在我连个婢女都不能卖了？能卖的，那奴婢去收拾包袱去了。行了，好好伺候你家小姐，不然真卖了你。知道了，将军。正准备转身走呢，却突然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在老太太房里的时候叫杜鹃，如今叫铁锤。这女儿怕是要砸手里了，完犊子，完大犊子。而此刻的崔成允已经整理好了简单的行李，出营之前，崔成允还难得关心了下下属。与此同时，夏安如那边也已经安顿好了15个找水人。专业的到底是不一样哈。瞧瞧人家那工具看着就靠谱，不像三白似的，找水居然用罗盘。知道三白不靠谱，你还找他？那不是不要钱吗？咱们家现在不是还不富裕吗？其实说三白不靠谱好像也不对，起码对于苏北军来说他还挺靠谱的。我先回去了啊。您外婆说这2天这第一波配种的兔子估计就要生了，我也瞧瞧去，一会儿还得开店去。一起走，这2天县学那儿院子得加紧速度干活，不然再往后日子更冷，大顺他们得冻出屁来。过几天我还得去趟太平城，县衙里头事儿还有不少，我先走了啊。对了，安如，你好好跟着你二舅，别再给他扔地里了，知道吧？放心，二舅，这回真不会再把你扔田头地间了，这些师傅都是专业的。找到了！远处的喊声突然打断了夏安如的话。什么？这就找到了？这儿离他们住的那破院子才700-800米，3白的虾可真不是一般的虾呀。3位来瞧瞧，这个地方肯定有水。夏安如顺着赵头手指的方向往下瞧，啥都没瞧出来。这里能有水？这地都干裂了，你这找的对不对呀？所以这裂是有啥特别的？这个嘛，一般没有眼力劲儿的新手是看不出来的。瞧这儿，有啥不一样的吗？
说完，往那开裂处点了点，这里头有霜。对喽，还是夏师爷眼力好啊！这里头有霜，说明地下有水气上。按照我的经验来看，这地方不仅仅有水，而且还不会太深。那还等啥？开干吧！要真能挖出水来，我请大伙喝大酒。姚荣更是表示自己得去准备几个肉菜去，有酒不得有菜。杀羊杀羊，一会儿烤了羊肉给大伙儿庆功。也不急在这一时啊，还是等咱们把水给挖出来再说吧。不管挖到挖不到，这一顿酒我都请了。说完，便喊了女儿老婆，说是要准备饭菜去。好在老手就是老手，的确没看错，这处的确有水脉，而且还不深。崔成允在3日后带着武艺到达了都城。崔成允，你可知罪？微臣知罪，还请皇上发落。这怎么突然就有罪了？前阵子皇帝还跟崔大人浓情蜜意呢，怎么说有罪就有罪了？既然如此，你倒是跟朕讲讲，这主意是谁的？自然是陈将军的主意。那陈虎为何说是你说的？陈将军只是谦虚，这事儿本应该是上报工部，让他们去办的。煤矿的收入也应该收归国库，但是鉴于宿州急需建造防线，巩固战果，陈虎又提出了这事儿，那朕便全当不知道。只一点，这煤矿的收入，你们若敢私吞，朕定不饶你们啊！多谢皇上体谅肃北军之不易。陈将军也说，若皇上允许我们开矿，那势必要请皇上派信得过的专人去宿州帮忙，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不太懂这些。另外，开矿所得煤炭需运到都城，需皇上再派人帮忙买卖，到时候卖了钱财，皇上只需要拨给陈将军一半就行了。一半？陈虎怎么不全要啊？这陈虎缺钱呢？难道我这当皇帝的就不缺钱了？陈虎要管的不过是一个肃北军，可我皇上呢，要管整个大荣朝啊！皇上稍等。崔成允说着话，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份舆图和一本册子。这是什么？回皇上，舆图标明的是我们北防线需要修缮的防御工事，册子上是我军法算明的总费用，一共是125万两，其中还不包括肃北军每年正常的军费开支。肃北军今年军费的开支差不多是，一半就一半，就这样，你别算了啊！你且在都城待几天，再过半个多月也就要过年了。你戍边多年，好像也没怎么回家过年，今年便回去和家里人团圆。自从你大哥去世以后，你爹看着也老了不少，你也算替你大哥好好尽尽孝道吧。谢皇上关心，只是宿州军务繁忙，毕竟边防还未修缮，冬日里陈将军旧伤也容易复发，微臣不放心，还想尽早赶回宿州去。至于家中的父亲母亲，微臣这2天会回去陪伴2日，到时候皇上若是派人和微臣一起回宿州，可以着人来崔府找微臣。你这人呐，跟你大哥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认死理儿，让你在家过个安生年，你还犟？你是不是还因为你大哥的事儿对朕有所不满呢？微臣不敢，大哥的事儿自是大哥自己的选择，他从小便是这般耿直，认定的事情便一定要去做，别人再怎么劝也是没用的。这件事跟皇上毫无关系，而且自从大哥去世后，皇上对微臣家也是颇多照顾，不然按照微臣弟弟的资历，怎么才24岁就能坐上户部侍郎呢？微臣又怎么能在陈大将军的麾下磨练？微臣要多谢皇上对崔家的关照。行了，且当是你大哥给你积的福吧。你暂且去家里等着，等朕这边有了章程，自会再招你入宫。是，皇上。不过宿州军情复杂，微臣……知道了，2日内朕会召见你的，回去好好的陪你父亲吃杯酒，聊聊天吧。朕看他一天天的也够无聊的，前几日居然为了一只鸭子和别人吵到都府，这简直是不知所谓。你回去给朕带句话，让他实在闲得没事干，就赶紧从国子监出来，朕给他安排个职位，保管他天天忙的连家在哪儿都不记得。去吧。崔成允得了皇帝的允诺，心满意足地出了启文殿。江公公有什么话直说就行了啊。所以崔大人，你们怎么会想到去找煤矿呢？煤矿啊，谁会想到崔成允这回来是为了煤矿的事儿？好好的守将当着，怎么就想到去挖矿了呢？宿州缺水，陈将军命人挖井，然后无意间挖到的。
原来如此。可一般井的深度和矿的深度差很多呀。有看风水的师傅说那地方一定有水，咱们也是信错他了。那这风水师傅倒是火眼金睛啊。嗨，他是个瞎子啊。奴才若有幸，倒是真想见见这位瞎子风水大师。也许有机会。不会吧，不会吧，皇上那么信任他，不会真把我派去宿州监视挖煤吧？虽然我也是深居简出之人，可我不想离开都城啊。崔成允骑马到得崔府门口。二爷回来了，二爷回来了。二爷，我来帮您拿东西。马背上的东西拿好，父亲可在家中？在的，在的。今日是国子监月休，老爷正好在家。于是崔成允便说先去书房见父亲。回来了呀。是，皇上召孩儿回京，问宿州军情，恩赏孩儿回家看看。父亲，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啊。你母亲在佛堂礼佛，你先去瞧瞧她吧。你倒是知道回来呀，我还以为你再回来的时候就是给你爹奔丧的时候了。你礼佛礼了啥呀？这不是造口业吗？我什么时候要死了？我且活呢。我这不是为了提醒孩子多回来看看咱们吗？既然你以后不愿意让老二给你奔丧，那老二下回你就光给我奔丧就行了。你除了奔丧就不能说点别的呀？出殡。娘，算了算了，您跟我爹都吵了3天了，今天二哥难得回来，咱们这架暂且停一停，行吗？爹，二哥难得回来，咱们起一坛上好的千日春来喝吧。那酒据说今年皇上都禁止酿造了，咱们家的还是二哥打了胜仗回京都的时候皇上赏了他的，今日咱们爷4个就开上一坛子，喝个痛快。爹娘为何争吵？跟你说亲的事呗。爹看中了御史忠诚家的女儿，娘看中了……二哥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我媳妇儿你3弟妹家里头有个嫡出的姊妹。二哥你怎么还会飞呢？崔成允在家待了2日，崔家就闹腾了2日。马上就过年了，就不能吃了团圆饭再走吗？母亲见谅，儿子也想陪在二老左右，但是皇上那里有紧急军务，儿子必须要回宿州。去吧，军务要紧，路上小心些。回宿州了，记得给家中写信。外面冷，大家都回去吧。崔成允上了马车，家里头让他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为了方便照顾崔成允，这回崔老夫人还派了宋妈妈的男人崔管事跟着崔成允一起往宿州去。皇帝这回召见他们，连一直伺候在殿内的几个小太监都打发了出去，只剩下了皇帝、崔成允、江阳和另一个长得瘦削的男子。他是工部的公良才，他会跟你一起去宿州。是，微臣一定会安全把人带回宿州。公良才啊，你日后去了宿州就跟着崔成允便是。既然朕答应你会照看好你的家人，你便放心去替朕办差就是。等宿州的事情办完了，朕自会召你回都城。公良才不敢多说什么，只抱拳回说是。公大人，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开矿的事儿，我们肃北军定会全力配合。不敢当，不敢当。下官是个直性子，有什么事办得不妥，还请崔大人多多包涵。行了，你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课的。崔成允，之后开矿的事情你就找公良才，公良才缺人缺物就找崔成允或者江阳。皇上不是昨天说让奴才留在京城交接吗？昨天是这么想，但昨日经你提醒，朕觉得你还是去吧。到时候他们有什么考虑的，你这里调拨还快点啊。你昨天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冷，朕就想到了宿州，然后又觉得这个总之你还是去吧。那都城接头的人怎么选呢？皇上这里有没有看好的人？朕已经想好了，西周那边最近不太平，这煤矿来回阵仗又大，既然朕都派你去了宿州，那煤矿就当地开采当地卖就是，到时候只要将银票带回都城，还便宜行事些。皇上所言极是，苏州虽然穷困，但因为有陈将军和北安王在，所以盗匪之流几乎绝迹，所以开矿与买卖的安全应当是无虞的。不错，那就这么定了，你们准备准备，便出发吧。在出启文殿的时候，三人却遇到了来给皇帝送十全大补汤的皇后。子敬呀，回来怎么没去见见太子？才听太子惦记起你呢。回娘娘，微臣是来送军报的。年关将近，皇上特批微臣去家中看看。大哥忌日在年初7，微臣又急着回宿州，所以这2日微臣都在家中抄经焚香。
提前祭拜王兄，所以微臣怕祭拜了王兄再去见殿下，冲撞了殿下，那就不好了。皇后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挥了挥手，让他们3个走了。管事儿的夏安如当然也没闲着。这么快就好了？小姐啊，你关在屋子里3、4个小时了，这算快吗？光是把这曲奇胚给上冻，我就花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不算快的。啊呜一口，黄油的香味儿在嘴中散开，饼干酥松，几乎不用咀嚼就融化在了嘴里，甜度也刚刚好。怎么样？我觉得口感不错，你觉得呢？好吃。娘，打包1盒，我给今天给了咱们500两大单子的崔大人送去。行吧，不过我觉得你也不仅仅是给人家送饼干去那么简单吧。还是您了解我。崔大人昨天说带了开矿的人来，我想瞧瞧去。早点回来啊！我听干活的婶子们说，这天看着要下雪。知道了，走了。夏安如去县衙找富贵的时候，正遇到了正要带着宋管事去看房子的老父亲。夏兆丰便问他，这天寒地冻的，准备上哪儿去呀？去北营，给崔大人送一点小谢礼。崔大人才给咱们做了一笔大买卖呢。这天气寒冷，要不老奴送姑娘去？爹，你啥时候买的人啊？咱们家现在已经开始走地主阶级路线了吗？啥呀？人家是崔大人家的管事，跟着崔大人一起来的。宋大哥，您在咱们面前可真不用自称老奴。谢谢宋伯，那咱们走吧。一会儿了啊，我就把夏小姐直接送回家吧。房子的事儿等我回来再和夏师爷详谈。夏兆丰也没多想，点了点头，说这事儿不用着急。姐，夏安阳和崔成允2人几乎同时到了夏安如面前。二爷呀，夏小姐给您送点心来了呢。姐，你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崔大人的。天气寒冷，夏姑娘早些回去吧，等我忙完这阵再去富丰庄找夏叔。姐，我是你亲弟弟呀。这啥姐姐呀？是亲的吗？我难道真的是充话费送的啊？姐赚点钱也不容易，人家今天下了大订单，不得拍拍人家马屁啊？咱们家没点余钱，能把你喂饱吗？你当你平时回家拿的那么多的肉干、鸡蛋、酱肘子都是大风刮来的？别闹了，等你回家，姐给你做10盒。那能一样吗？啊，不是姐姐，你怎么有了小饼干，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难道？他突然瞪大了双眼，低问一声：“你是不是喜欢崔大人啊？”你要死吧！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脑子里面能不能想一点正经事儿？你再胡说八道，你就等着我在爹娘面前给你告黑状吧。夏安阳归队。那个崔大人，我就是想来看看煤矿开的咋样了。怎么会这样啊？冷静，夏安如，你冷静一点，不要被夏安阳的胡话所困扰了。你可是新时代的新女性，男人只会影响你挥刀的速度，你给我冷静点。还没开始动工，龚大人正在井下测算啊。那我先走了，您忙您的。说完，他转身就想跑。夏姑娘，我想说，如果可以，希望夏姑娘可以考虑考虑他。可话到嘴边，他却又犹豫了。于是崔成允话锋一转，我想说，路上小心。夏安如大松一口气，的点着头，逃似的上了马车。怪不得二爷27了还没成亲啊！这追姑娘追的实在是磨叽死了。不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我得想想法子帮二爷推波助澜一把。回到了县城之后，宋管事第一时间找到了夏兆丰，说买宅子的事儿暂时不急，他现在得在富丰庄旁边买块地皮。为什么呀？那一片也没有县城那么方便。毕竟是夏师爷家隔壁嘛，咱们二爷来去都是一个人，万一有什么事儿还能有个照应啊。行是行，不过造房子什么的还得等明年开春。你这段时间住哪儿啊？我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哪儿都一样，随便找个能住的地方。最好是离富丰庄近一点，这方便以后造房子来来回回就行了。见夏兆丰不说话，宋管事心一横，决定豁出老脸得了。听说咱们家二爷和夏师爷家挺亲近，不知道夏师爷家有没有空房间，可以让我暂住些日子。有倒是有一间，可那就谢谢夏师爷了啊！怎么就谢上了？我前面答应了吗？夏兆丰也不好意思再拒绝，只能再三强调，
说自家居住环境也就那样，希望宋管事不要嫌弃。哎呀，没跑了，破案了！二爷未来的媳妇儿铁定是夏姑娘，我依了。于是富丰庄自此之后就莫名多了个管事。安如，你这是怎么了？这地都被你扫得凹进去了，你想啥呢？想男人。于是他啊一下，说是在想新做出来的点心该定个什么价。要我说就该卖贵些，反正小老百姓根本不会买，干脆就卖贵点，赚有钱人的钱才赚得多嘛。大舅母说的有道理，做老百姓生意咱们得薄利多销，但是做富贵人的生意咱们做的就是奇货可居。什么奇不奇的我不懂，我只知道咱们小老百姓连买点细粮都不舍得，什么点心糕点，反正我以前就从来没有想过要买。所以你说的那个什么小扭曲啊，想卖给小老百姓，我觉得估计悬。是曲奇。那咱们就干脆卖贵点，20两一盒。安如啊，你大舅母的意思，是说你那东西没钱的人不会买，也没说有钱的人必须得买。咱定价定成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买卖的是人命。太平城里头10两银子能买个壮劳力，年岁大些的女人，小点的孩子5两银子就能买，20两得值好几条人命呢。安如啊，舅母是让你卖贵点，但是也没让你卖那么贵呀。你这不是做买卖，你这就是纯土匪抢钱呢。若是人参灵芝之类的能救命的东西，卖得贵点也就罢了，这小点心可有可无的。安如，你再多想想。乐呵呵的听完外婆他们吐槽的夏安如表示，她就是说着玩的，至于这小糕点怎么卖，卖多少钱，还得等姚荣有空了再讨论。三人正嘻嘻哈哈说着话呢，就听门外响起了夏兆峰的喊声：安如啊，让汤伯后门开一下，马车要进来。宋管事，您怎么来了？我才来八方县，这没地方住，还是夏师爷人好，可怜我啊，孤苦伶仃，让我来富丰庄住些日子。啥意思啊？这宋管事有啥目的？难道是崔大人让您来的？没有，不是，真的没有。破案了，否认的那么急切，那肯定就是崔大人让他来的了。不是啊，夏姑娘，您相信我啊，真的是我自作主张。我没不相信啊，宋管事就住尾间，没关系吧？不是，您没相信我这？相信。哎呀，夏姑娘，你听我解释啊。可夏安如不知道，背了黑锅的崔成允目前的确没空安排宋管事办事儿。什么？你说富丰庄新到的管家是我们家的宋管事？崔大人不知道，我还以为是你安排的呢。崔成允被陈萍萍那么一说，便也没什么心思干别的了。将军，我突然想起有事没办啊，先出趟营，马上回来。崔成允骑马赶到了富丰庄。二爷啊，您想吃什么？一会儿我去趟县城给您带回来。你怎么会住进来的？这2个干活的，你是怎么说服夏家收下的？之前崔成允也曾经跟夏兆峰和姚荣说过，要帮他们买2个粗使的杂役，但是人家都拒绝了。这还不简单呐，就说是我们家要买的，老奴把富丰庄旁边的地给买了，还央着夏师爷开春造房子带咱们一起，所以啊，老奴呢就买了2个人使唤。若是现在开始调教起来，夏师爷他们说不出什么反对的话来呀。所以宋管事为何要这么做？老奴啊，知道二爷看中了夏姑娘，这不是给您制造接近的机会吗？老奴住在此处，二爷您来来往往的，不也方便多了？这以后宅子就造在富丰庄的边上，您要是有空回家，这串门蹭饭啥的，不是也方便吗？二爷呀，不是老奴多嘴，您过年就……老爷夫人为您这事儿啊，天天在家吵架，您为了他们2老，也不能这么磨叽下去啦。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也无妨。但这事儿夏姑娘那里我还没说，你若是话太多，那便趁早被督惩了。我不希望到时候弄巧成拙。您放心，老奴我绝不多嘴。了解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的崔成允，这才骑马重回了北营。皇兄，您倒是想想办法，把那些粮都抄了呀。那我能直接给他州府的粮仓抄了吗？肯定不行啊，到时候
再给我安个打劫州府的罪名，父皇估计得亲自来西州抽我。你们这糕点不错呀，一会儿给我带点回去。咱们王府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你瞧我这腰围都小了3圈了。糕点啥的，反正大哥爱吃啥就打包啥吧。但是粮食的话，老实说，北安王的确也不怎么富裕。傻不傻呀？我跟西州州牧关系微妙，你跟你们州牧又不微妙，你不能上他那儿要点啊，就说是为了支持兄弟州嘛。大哥，您有所不知，宿州州牧季宗林人称人间大泥鳅，一般人真逮不住他。他为了逃避给新设的县拨款，能半夜出门办公。您想想，皇帝能从他那儿骗来多少？那陈将军呢？求您了，千万别让您亲弟弟我去找这位打劫的专业户。如今宿州入了冬，边防官兵都得了棉甲棉被，今年算是运气好，陈将军还没找上门，但是咱们也没送上门去的道理不是？好穷啊！整个大荣朝都散发着好穷啊的气息。那且不管人家怎么样，你答应我的粮食绝不能食言，得给我准时送到。对了，这个糕点我要50盒打包。50盒？我们于王府苦啊！你的侄子、侄女、侄孙们，我哪来的侄孙啊？您别告诉我，您已经当爷爷了，然后还没请我喝满月酒？不是，还没。就是即将出生的侄孙啊，这不是你大侄媳妇才有吗？什么都吃不下，就想吃点这种糕点。皇兄，50盒就50盒，咱们能不胡扯了吗？很好。能带的糕点呢，我今天带走。粮食你可别忘了啊。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欠了你的？上辈子。等鱼王带着点心回去之后，北安王妃便喊来了茶水嬷嬷，把没吃完的糕点拿来给他尝尝。结果一吃，他自己也很喜欢那茶味的糕点。于是北安王妃让元娘的干娘当晚就去订了80盒什么曲奇小饼干。至于这定价，王妃说了6两以内都可以接受，卖得太便宜不合王妃的身份。3人一合计5两一盒，就这么定了。一笔买卖做成，干娘又得一个5两的红包，而姚荣的小曲奇也自此登上了大雅之堂，大家都非常满意。崔大人家中也定有经营商铺吧？咱们要不要合作一把，把咱们这儿的吃食送去都城卖，生意肯定要比在宿州卖好。这样我现在就去北营问一下我家二爷，您稍等啊。那您让崔大人来家吃饭啊，今日已经是小年了。好。这日子到了12月，宿州便愈加的寒冷。哎呀，真的不能再快点吗？真的已经最快了。这个矿井并不是您想的打个直上直下的井那么简单，最起码的一个完整的矿得有立井、斜井和平夯，井夯的支护木料得用榫卯结构来搭建，这样才能牢固。这里地下水脉又比较复杂，咱们还得考虑到防水、通风。哎呀，那你说到底要多少时间？我要个确切的时间。20个月。其实这20个月是他用来宽慰江公公的，实际上他自己勘探下来，不出意外的话，30个月起码是要的。若是我们苏北军派足人手的话，时间能缩短吗？应该是可以的吧。先混过去这阵再说吧。到了天气暖和了，江公公也许就没那么急切了呢。行，龚大人只要需要多少人，我们这里都可以给您调拨。对，要什么人你就说，我立刻跟工部要去。皇上那里也在催这个事情。几人正在营帐内说着话呢，夏安阳就探头探脑的进来报说：崔大人，宋管事有事儿找来北营了。怎么是你来报信儿啊？今天正好轮到我休息，又刚巧是小年儿，我姐让我回去吃饭去。对了，宋管事说我姐也请您去吃饭呢，说是杀了羊宰了鸭，咱们过年也吃不了年夜饭，所以这顿就当是年夜饭了。夏安阳，赶紧的，你再不走我就自己走了。崔成允应了夏安阳的话，让他先走，他一会儿就来。二位早些休息吧，这事儿我们明日再议。崔大人，你每次回都城，奴才都会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吧？江公公，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吃饭？是不是不妥呀？毕竟我也是受人之邀啊。这样啊，那咱家就带个礼物去吧，算是替崔大人周全了礼数。
我能不能也去啊？这不行，多2张嘴，夏姑娘不知道要多烤多少串羊肉，所以不行。18个月，12个月不行，最快16个月。但是您这儿最起码得安排100个干木匠活拿手的熟手。行，走吧。骑着马出了营，不过后头还跟了2辆马车。这夏姑娘说了，让您别送礼，您这带了2车，她会不会？不是礼，是蹭饭的。所以除了叫我吃饭，是还有别的事儿吗？宋管事便把夏姑娘的主意如此这般如此的说了。行，没有便开1家吧。送货倒是不用担心，江公公这里有人3-5天就会去一趟都城，到时候东西让他们带去就是了。哎呀，不是二爷，咱们家没开过南北货铺子，这方面也不太熟悉啊，也不可能只买1样吃是吧？我记得夏姑娘说过，他们送去北安王府的吃食也有好几种，到时候每样都让他们准备些，店铺就叫5味斋便是了。哎，对呀，还是二爷您想的周到。那我回去和夏姑娘说。不必，你管你的进货，都城开5味斋的事你不用跟她说。若说是合开铺子，夏姑娘又会有诸多顾虑。那二爷，这个事儿老奴需要告诉老夫人他们吗？现在不需要告诉，明儿你再来一趟，我给你一笔钱。你家二儿子不是在我爹铺子里做过几年二掌柜吗？这事儿就让他全权负责吧。行。到得富丰庄门口，夏兆丰嘎嘎笑着带着一家老小迎了出来。崔成允这般那般的把江公公和公良才介绍给了夏家姚家众人。我说呢，怎么喊半天都没人？都别站着了啊！羊肉串烤好了大半，你们不吃，我们就先吃了啊！让一下，烫！小心，给我。很烫，你小心些。你小心些啊，没事，你手怎么样？没事，你看路。当然，崔成允这人办事儿还是牢靠的，锅子也端得稳，满一锅羊蝎子，上桌一滴汤汁都没晃出来。呀，好像烫坏了。没事，不耽误。这孩子头发好多呀，一点发缝都看不出，这仔细看，发根还有点自来卷，可爱。你这披风不能穿的话，我再给你样好东西。说完转身就要去取，可却看到门口众人正看着他和崔成允。安柔妹子，你跟崔大人，女儿不是18吗？我不是35吗？现在会不会太早了？崔成允会不会太老啊？我跟崔大人，我跟夏姑娘的确关系不一般，我们现在便是生意上的伙伴了。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是生意伙伴了？哎呀，这年头到底装个啥玩意儿啊？这么好的机会，当众宣布自己的意中人是夏姑娘，是不是会死啊？你甭管夏姑娘怎么想，你先得把这茅坑，不对，这是位置，先把这位置给占了吧。二爷娶媳妇儿这真是太费劲了。崔成允此时却正在这般如此这般的把想要跟5味斋合作的事儿顺势给说了，觉得女儿和这崔大人多少是有点事儿的姚蓉，此时也不好多问什么，他只能就事论事，说合作之事具体还得详聊。正当夏安如捧着脸蹲在小火炉旁，眼前突然多了一双脚。崔大人，是不是要喝茶？您稍等，水还没开。你怎么了？没事啊，我在等水开。刚才吃多了，我想喝口茶。不，我是问你今天晚上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吗？没有啊，我很开心啊。您没听到今天吃饭都是我的声音吗？我就是有点累了。也许吧。是因为我说我们是生意上的伙伴？没有，我没有不开心，能成为您的生意伙伴，我很荣幸的。我那么说就是怕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觉得尴尬，毕竟你是个姑娘。我明白，崔大人向来做事很是妥帖，谢谢了。我是说，你是个姑娘，而我是个男子，有些话我还未说出口，也不知你的心意，便不能让别人说你半分，不是吗？什么意思啊？夏姑娘，我心悦你。怎么办？他心悦我怎么办？我心悦他吗？好像是的呀，可是好像有点没到那个火候。夏安如，你冷静点啊！你别这么紧张，我说心悦你，不代表现在就必须得让你做出决定，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想，我会一直在的。那我去给你拿赔给你的衣服啊，你等我。
说是去拿东西的夏安如很快就拿着个大包袱跑回了灶间。是给我虎头鞋吗？虽然不是虎头鞋，但是崔大人想要，以后再给你安排。这次嘛，噔噔噔噔，您瞧，这是咱们家新推出的保暖羽绒服。您不知道，做这个可老费劲儿了。咱们现在都不卖卤兔子了，光卖卤鸭子了，卖了半个月才将做出来2件羽绒服。我想着你们在北营冷得很，就让我娘做了1件给您，1件给安阳。若穿得好，咱们后头再继续做；穿得不好，便再继续改进。这是鸭毛做的？鸭绒，鸭子的绒毛。可惜咱们这儿没有大鹅，不然用鹅毛更保暖。崔大人您试试呗。我能不能提一个小要求？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客户的要求就是咱们改良产品的动力。我可不是你的客户，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叫我崔大人？那叫啥呀？我字子进，以后你若愿意可以叫我子进。啊，子进，崔子进。听到是挺好听的，就是当着全部的人的面喊他子进的话，那跟说自己准备嫁给崔成允了有什么区别吗？不知道如何应答的夏安如只能一啊了之。夏姑娘这啊是什么意思啊？子进也挺好听的，不过要不我还是叫你老崔吧。我不是说你老哈，我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些？不是，你就当我没说，要不然我叫你小崔，也不好，搞得好像我像你婶子似的。不然叫你大崔。对，大崔挺好的，又热情又朴实，而且感觉咱们关系非常铁。你看于大夫就喜欢叫廖大勇叫大廖，他们关系就特别好。夏姑娘喜欢怎么叫都可以。好呀，大崔，要不然大崔你也不用叫我夏姑娘了。那我叫你安如。安如的话，感觉像是我爹在叫我，要不你叫我小夏吧。大崔，小夏。夏安如直接笑喷了出来。所以啊，果然是有些好笑吧？好像同僚呀。什么同僚啊？夏安阳，你走路没事的吗？夏安如，你是不是又给崔大人做衣服，没给我做呀？所以偷摸的给他。什么夏安如？姐姐不叫夏安如，有你的份也不会给你的。趁着夏安如和夏安阳说话的份儿，崔成允已经把羽绒服穿自己身上了。而夏安阳听姐姐说也有自己的份儿，于是又改口姐姐叫个不住。你干嘛来了？啊，夏公公说要走了，娘说让咱们放鞭炮，让客人听个过年的响再走。行，那你也一起回去吧，带着娉婷一起走啊，咱家再叫他这么吃下去可能得破产了。夏安如说完转身又说去给夏安阳拿衣服去。小夏看来这名真不行。啥意思啊？你不懂啥呀？你们到底啥意思啊？大人的事你小孩少管，我就给你拿衣服。这有情况啊。待富丰庄放完了鞭炮，这假装的年夜饭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众人送了崔成云等人出门，却看到远远来了一支队伍。啥人呢？不知道啊，看着像镖局。你们有镖要押吗？江公公这里有人3不5时就会去都城，他手下那些人倒是也周全。想起来了，是我们家的家什，从老家送来的。哎呦我去！崔大人，我今晚想留宿一晚，一会儿我姐手脚粗糙得很，别再把我的宝贝给打破了。夏安阳，你那羽绒服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是是我设计的，你还给我。再说了，谁要动你那些破玩意儿？你想留宿一晚便留宿一晚，不用找诸多借口，特别不能说你姐手脚粗糙。说话间，那镖局的一行人已经到了富丰庄门外，见人家忙着要接镖，崔成允便带着江公公他们告辞了。天空突然开始飘起了鹅毛大雪。回去吧，外面冷。路上小心，除夕我再给你们送饭。好。崔大爷、夏大姐，你们有话下回再说也行。我爹这腿都快凉了，赶紧的走吧。哎呀，陈将军真是造孽呀！烤羊腿成他的腿了。等崔成允带着这几个蹭饭的走后，姚老八看着远去的车马和隐约的鹅毛大雪，哎呀，瑞雪兆丰年呐，大雪好就得下大雪，明年一定会是个好年。这雪一下就从小年下到了年30。你不会说话就少说2句。瞧瞧这雪，小豆子刚才出门差点直接埋雪堆里。这雪到底准备啥时候停啊？
明年这光景还能好吗？看着大雪封城，夏安如的心情也从觉得新奇有趣，渐渐变成了厌烦、无奈、担忧。唉，这雪还真是没完了，真是耽误赚钱。我看是耽误你去送饭吧。你谈恋爱我不反对，但是别忘记分寸啊，这儿可不是咱们来的那个时代，明白吧？不需要明白，我跟大崔呢，现在正在尝试往男女朋友的方向发展，在途未到达，所以呢，嘿嘿，本小姐还不会出手。出你个头啊！赶紧把房间收拾收拾啊！你看都乱成什么样了？今天是除夕，你可得给我整利索点。还有啊，你再往炕上搬绿叶菜，我可都给你没收了啊！你看看你自己，你就是这么窄一条，这炕上的一盆盆的，除了韭菜就是大蒜和葱花，你这是怕自己不入味还是怎么着？在这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能吃上这么一盆韭菜炒鸡蛋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要不是我每天辛辛苦苦的搬进搬出，咱们冬天就只能靠萝卜白菜度日了。你还有啥好嫌弃的？我谢谢你啊，你真是辛苦了。但是再辛苦，你也赶紧的把你的窝收拾收拾。一会儿你不是还得去北营吗？早去早回，天黑了不好走路。看营地的士兵远远就看到白茫茫的雪地里走来了一辆马车。冷不冷啊？不是喊你别过来送饭吗？这雪这么大，冻着了吗？那什么，砂锅在车上，那什么，你一个人怕是不好拿。我去旁边瞧瞧，你们这个北营防卫做得好不好啊？你们抓紧搬砂锅啊！说完，老父亲就往边上走了2步，然后他一抬头，远远就瞧见来了俩大块头。你们今天都在啊？是啊，不然我也没地儿去啊。夏叔，今天带了什么好菜？你们家的饭菜我爹都说好吃，江公公也喜欢吃，今天没给咱们少带吧？哎，陈小姐怎么没回去啊？说到这个，陈小姐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哗哗哗的往外头倒。此时站在马车边的另外2人却是四目相对，一时无言。怎么了？我脸上也没啥呀。若说想你了，你定然又要挠头抓脸，所以我只能说想你家的饭菜了。想我家的饭菜你就多吃点，那个你穿太少了，叫人来拿了砂锅就赶紧回去吧。不少，里头穿了你给的鸭毛袄子，很暖和。不过下回若再给我送手工活，我能不能要求是你亲手做的？这个我不太会做哎，要不给你织个围巾？围巾？也可以，只要是你做的都行。那个羽绒服穿的还行吗？哪里需要改进吗？崔成允为了不耽误夏安如的买卖，便决定实话实说。老实说，很暖和，很轻便，但是什么？露鸭毛。崔成允说着话，松了松领口，然后从衣服里头掏出根鸭绒。瞧，我这都掉毛了。姐，你这啥羽绒服啊？你这害得我差点没被其他人他们给笑死。你这不动弹还好，这一动弹鸭毛满天飞，他们问我是不是藏了7、8只鸭子在身上。你这做衣服啥质量啊？那掉毛你们就别穿了，等过2天我再送了新的棉袄来。你把砂锅拿进去吧，天冷，大伙儿都多吃一点。父女2人送完年夜饭回家，天色都有些黑了。傅风庄诸人围作一团。没事，明年若是麦子、粟米不好种，咱们就种土豆，那东西也能当饭吃，跟粮食一样的。咱家那么多地呢，那土豆才多少？放心，我爹知道哪有卖，而且一颗土豆种可以切好几块，生长周期还比麦子短不少，哪怕咱们5月种，到了8月也能吃了。没错，安如说的对。哎呀，叫我说，你们也太庸人自扰了。这雪说不定明天就停了呢，那你们现在岂不是白担心？今日是年30，咱们都说些让人高兴的呗。对，三白师傅说的没错，今年这一年是我活了30多年经历最多的一年。我在这里呢，代表咱们老姚家，谢谢大姐姐夫把咱们一家平安带到了宿州，给了咱们谋生的希望，让孩子们有书念，让咱们有钱赚。对，如今这天天吃肉、天天赚钱的日子，是咱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安荣啊，夏女婿，
娘谢谢你们。赵峰啊，爹啥也不说了，咱们一家到这宿州不容易，不过最不容易的还是你们夫妻俩。路上最难的时候，你们也没扔了我们老姚家，我心里呀清楚得很。爹在这里谢谢你了。哎呀，都是一家人，不准说谢，咱们是互相照顾。来，都在酒里了。众人见夏兆峰干杯了，便纷纷举杯，干杯，倒酒，再干杯，最后菜吃完了，酒喝干了，人也全部干翻了。外头却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声音，好像是4号酒啊，北营在集结。什么？所以是北蛮来了吗？应该不是。如果是北蛮杀过来，会有人敲锣打鼓的来喊的。这个号酒应该是北营集结上前线，估计是有人来骚扰了。没事的，姑娘早些休息，有陈将军崔大人在，不会有事的。大崔应该是冲到前线去了吧？不知道安阳有没有去，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北蛮现在实力究竟如何呢？大荣朝的防线现在到底建设的怎么样了？北营在吹集结号之后，崔成允就带着人马冲去了最前线。大人，探子来报，北蛮骑兵一共3队人马，每队约100来人，分3路袭扰我军防线，是来偷袭探路的，做好巡防，莫要追击。在布置好了人手，安抚好了军心之后，崔成允也并没有回大营，而是让齐三带了一小队人马跟他去北山垭口巡查。小安营到，怎么把他也带上？不带不行啊，他非要来。崔大人，我是主动要来的，你别怪我师傅啊。你见过目标这么明显的巡防或者探子吗？齐三支支吾吾挠着头，这的说不出反驳的话来。行了，来都来了，走吧。小安营到前面来。崔成允决定让未来的小舅子待在他身边，有个万一他还能抢救下。姐夫，有事儿您说话。走吧，别品。姐夫，不错，这称呼我喜欢。一队人马在风雪中前行，到达垭口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多时辰之后了。咱这儿不是应该放狼烟啥的吗？你去放啊，放一个我看看。但凡能放的那烟往上走，我都不叫你师傅，我叫你爹也行。哦对，这刮的是平行龙卷风，别说吹散点小狼烟了，这风连魂都能给你吹没了呀。咱这离北营多远啊？不到10里地，7、8里吧。若不是这大雪，骑行虽要绕点路，却也比腿儿这快不少。你问这些干嘛？难道这货是奸细？我就问问，我不是第一次来吗？也不熟悉，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大显身手的战场呢。带着崔成允与守卫的校尉交代好了所有事项，带着安排剩下的也就夏安阳和另2个新兵往回走。不是不想让你在垭口守卫，你没有巡防经验，到时候哪怕遇上了敌人，也很容易惊慌失措，到时候反而容易误事。若你真想巡防，等过了这阵，我再亲自带你把我们苏北军的防线都走一遍。不是，我是在想别的事儿。咱们这儿除了跑来跑去的送信儿，还有没有什么飞鸽传书啊、老鹰传书啊之类的办法呀？没有，鸟类传书送信，一来不安全，二来冬天也飞不了。你为何要问这个？夏安阳张了张嘴，一句话在口中转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口。若是不想说，便不用说，只是苏北军日常便是这样，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悠然。我们明白。到得北营营外，下了好多天的雪居然停了。夏安阳，你怎么来了？前头来了北蛮敌军，人家都往外头跑，你可好？哪里危险往哪儿跑。崔大人，你也先问问安如是来干嘛的再说他嘛。夏叔，我没有怪他，我只是心疼他那么大冷天还往外头跑。我老年人听不得这些，安如，你们略说几句就得了，别耽误人家办差。我昨晚听到号角声了，汤伯说是你们出营了，想了半天，也知道自己武力上也帮不了你们，所以一早我就跟我娘还有舅母外婆包了一些羊肉包子给你们送来，这个耐放还顶饿，虽然不多，但也是咱们的心意，你们别嫌弃就好。说完，他打开了车门，崔成允只见满满当当一车的盆儿啊、竹帘啊、笸箩呀，里头全装了大包子。你们是半夜起来做的吗？没有，天亮才起来的，反正睡不着，就起来给你们做了。原本还想着遇不上你们，就交给娉婷姐姐呢。我都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半包子的思想准备了，没想到正好遇上了你们。这包子你给他的时候藏着点哈。好。你们早些回去，下回再听到动静就往太平城跑，别往北营来，知道吗？不知道，我才不走呢。你们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行了，赶紧的拿了包子走，别耽误功夫了。安如，你过来。
崔成允就见夏家三人凑在一起，低声正在讨论什么事儿。三人说三句停两句，三脸为难。安阳要把那些玩意儿都拿出来用，或者改造什么东西，有个打掩护的，的确更方便一些。就是我想问你们觉得崔成允是绝对能信得过的人吗？我觉得信得过。我掉的马甲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那这东西拿出来，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他再把咱们出卖了呢？这样也好，让我提前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可咱们万一被他给抓了呢？我可以带你们在空间里过1年半载吧。也是啊，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给，我想过了，以后我要干的事儿肯定得有人打掩护。姐姐说的没错，崔大人是最好的策反对象。同意。既然如此，对保家卫国有些执念的夏兆丰也不再多反对了，还让女儿先去马车后头把东西拿出来。崔大人啊，有个事儿想跟您说啊。夏叔叫我子进就行，有什么事您不妨直说。我们啊，不对，安如有点东西想给你。什么围巾？不会吧，这个不应该是私底下的吗？除了围巾还有什么？昨天的红包包了500两，他不会觉得太多退给我吧？这个也是那个给我灯的老神仙以前给我的，里头是4个对讲机。崔成允一脸懵的看着夏安如包袱里的东西，夏安阳如此这般如此的介绍了一番，然后还拿了一个对讲机给崔成允。这个你拿着，稍等啊。说完就啪嗒啪嗒跑出去了20-30米。听得到吗？听得到吗？欧儿，安阳的声音，他的声音在盒子里。听到了，安阳，举起右手 ，over。崔成允抬头看向夏安阳，就见夏安阳的右手缓缓举起。这是个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声音为什么会跑到小盒子里去？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呀？咱们刚开始也跟你的反应一样，不过既然是安如的那个守护神给的，那说不定是天上的东西。你想想，天上不是都有顺风耳、千里眼的吗？这玩意儿咱们叫它顺风耳啊，这倒不是，我们就叫对讲机，就你讲一句我回一句，对着讲就行了。这个对讲机我们试过，最远大概是10里地内都可以通话，所以安阳就建议咱们反正也没啥用，不如给北营，到时候你们一整条防线就可以实时通讯，不用人跑来跑去了。那啥，这些你先拿着慢慢研究，有什么不懂的让安阳教你。但是有一点，你们通信在300句话左右，或者1个月要带回复封装一次，最多不能超过500句，或者3个月。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用了之后总结出来的规律，具体怎么用，安阳可以教您。崔大人，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不过这东西啊，得来也是奥妙，你得替我姐姐保守秘密。所以你们一路上都是在纠结这件事，是怕我出卖安如？这不是出不出卖我的事儿，主要是我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还有咱们一大家子人，也许都会因为这个受到牵连。不过咱们还是选择相信你，大崔，这事儿要怎么圆过去就靠你了。谢谢你相信我，放心，这事到我为止，东西也是我弄来的，与你们无关。相信你可以找到一个比老神仙更好的理由。我不是说老神仙是假的哈，就是听着像假的，实际上是真的。世界观次元壁被完全震碎的崔成允忍不住咳了2声，以掩饰自己的震惊与无知。不用解释，我没有不信你。夏叔、安如还有安阳，我替肃北军多谢你们了。嗨，姐夫别客气，咱们谁跟谁啊？小安阳你要死！行了，别闹了，子进还有事儿呢，赶紧的把包子拿了，你们快进去吧，干啥都不能耽误军情。好，多谢夏叔。崔成允应了一声，又喊了人来，搬抬之后，又装了一大板车的羊肉馅大包子。回到大营的崔成允，他先把军报都过了一遍，再去了主将营帐，把情况汇报完了之后，才着人去把夏安阳给找了过来。安阳，说说到底怎么用？夏安阳打开包袱，给自己和崔成允一人一个对讲机，然后便如此这般如此的教了崔成允一遍。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个没人的地方跟你对话试试啊。那个 always 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一句话说完了，咱用这个对讲机啊说话要简练，因为这每按一次这个按键啊，就要消耗一次这个这电量要怎么说呀？灵力用一次啊，就消耗一次灵力啊。所以用的时候呢，你不能你言我一语的互相插嘴，就是你说完话了，要用这个专用的词儿来提示对方。我一句话说完了，接着才轮到你说灵力，那就让我试试这个灵力到底灵不灵。安阳，听到了吗？结束啊，听到了，然后结束。操！
正好想找没人的地儿尿尿的武艺目睹了这一幕，他被吓得尿意全无。崔大人，属下不知道您在这儿，我放回去了。你看到听到了什么？这属下要尿尿，您骂了属下一句操，好好尿，别东张西望的。崔成允说完就拍了拍武艺的肩膀走了。啥意思啊？回到富丰庄的父女俩就被姚家人给团团围住了。怎么样，有没有见到安阳？夏兆丰说在北营门口遇上了崔成允和夏安阳，看两人的状态应该没啥大事儿。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佛祖保佑，福生无量天尊。你看看，说了让安阳别去北营当兵，非要去，现在这号角一响，我这魂儿都被吹走一半。可是外公，昨晚号角响的时候，我明明就听到您房间里头的呼噜声，比号角还要响呢。孩子们啊，今年大年初一，宋伯伯给你们包个红包，可好啊？好，谢谢宋叔。好，谢谢宋叔。很快，富丰庄众人又再次围坐在了4张桌子拼起来的大桌边。今天是新年的开始，大雪也停了，明年不对，今年一定是个好年。你可别再提那雪了，就是上次你提了一句，这雪才下了那么久。胡说八道什么呀？这大好的日子偏要扫兴。我错了，大家吃吧。好吃。这芝麻还是安如买的好，吃呀。怎么了？今日年初一，我姐不跟你这老婆子计较，看啥看？自己不会吃啊，还要我喂呀？大伙儿这才拿起了勺子，吃起了汤圆。我外公能不能是更年期了？嘘，吃你的。待众人吃完汤圆，却听门外有人敲门。东家过年好，我今日带丹姐儿来给东家们拜年来了。师傅过年好。徒儿啊，你今年可得收了心性，好好跟为师学医理药理，可不能只顾到膏药啊。谢谢师傅，徒儿知道了。待得中午饭毕，夏兆丰寻思着得给上官送点节礼拜个年，于是带了姚荣和夏安如赶上了骡车，带着元娘他们娘俩往县城去了。苏北军那儿的干粮他们增加到3天5万，咱们这儿人手也就多招了10来个人，是我央了李大年让衙门去找的，所以东家放心，这些人都没啥问题。另外我干娘去跑通了王府管糕点采买账的嬷嬷，王府的账年28也送到了，粮铺的粮食这回送来了，够咱们用半个月的。行了，这些等我初5去了五味斋再说也不迟。主要是工人的工钱都发下去了吧？从昨天开始到初5，咱们五味斋就做半日工，算1天的钱。你跟他们都说了吧？说了，都说东家菩萨心肠，工钱前天就结给他们了，不然这年大伙儿也过得不踏实。姑娘也是好本事，咱们方荣轩出去的咸面、花样和肚兜，据说也卖得很好。我干娘让人给我带了话，说是年后好几家铺子都要问我们订货呢。那可不，我这设计专业的，不过这赚钱看来还得赚女人孩子的。那啥鸭绒羽绒服的折腾了半天，结果试穿员说那玩意儿穿了3天就能够掉光毛，真是白费了那么大劲儿。工艺不行，不过男士成衣，特别是便宜的成套的都很好卖，最好是连头巾加外套、裤子和鞋子全都给他们配好，他们一来就能买齐所有东西，这样男人最喜欢了。等开了年，让你爹再给好好的在富丰庄边上找块地，咱们好好盖几间厂房，再多招些人手，到时候把这买卖都好好的梳理梳理。好的，总裁大人。夏安如答了句俏皮话，惹得丹姐儿直问总裁是啥？总得他来裁定一切事务，就是总裁。有道理。姚荣给了元娘一个10两的银锭子，吓得元娘差点跳车跑了。如今看到10两的红包就要跳车，以后万一有100两、1000两，那不得跳崖了？哎呀，这大过年的看我说的都是啥呀？呸！10两银子都够买咱们娘俩了。娘，您收着吧，等开了春，我夏伯造房子，咱们也央了夏伯帮我们在富丰庄旁边起个小院呗，不然住在马家村老是爬山。我年轻倒是没事儿，您以后老了上山还好些，下山我得每天往下滚。你个丫头，怎么就那么不知道客气为何物呀？这主意好，等开了春，大伙儿一起动工，到时候就热闹了。再摆一个摊卖烧烤，
说不定还能够把付出去的工钱给重新赚回来。这丫头人都掉进钱眼里了，简直缺德呀！到得县衙门口，就见郑大人正坐在门槛上，一脸愁容。呀，清华兄，这大年初一就坐门槛上，莫不是被罢官了？这大过年的，夏兄能不能说些吉利的？我若连八方县县令都做不下去，皇上大概得派我去北蛮做县令了。郑大人过年好，晚辈给您拜年了。既然不是被罢官，那您这愁眉不展的是为了何事啊？是啊，郑大人赶紧起来吧，这门槛呀，老人都说不能做呢。有话咱们进去说啊，若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您尽管吩咐。是不是移民过冬有困难？不是他们有困难，是我有困难。是不是咱们又没钱了？哦，那是我和衙门都有困难。然后又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呆立在衙门外头。熊二说：“郑大人这是怎么了？”我家二夫人来了，二爷干的好事儿，夫人都知道了。我家二夫人是文人伯府唯一的嫡女。老爵爷是帝师，如今爵爷是二夫人的嫡亲大哥，虽比不上老爵爷，却也是大荣朝的鸿儒，文章受万人追捧，所以我家二夫人也是很讲规矩礼仪的。几人正在门口说话，却听里头吵嚷个不住，众人赶紧往里头走，却见有二夫人带来的小厮和李大年他们正在对峙。夫人说了，这儿的牛今日必须清出去。不行，大人说了，这牛是他的命，他在牛在，他亡牛亡。我可没说过啊，不过这牛出去就得冻死，咱们能不能开春了再赶他们走啊？衙门种地，老爷岂能儿戏？县衙乃是断案理政之所，又不是乡野村间，怎能可以堂而皇之的把牛养在死地？夫人，老爷，我也是为您，为了我们郑家好。您要知道，大哥为了您的事已经闭门在家好几个月了。听说您在八方县干得不错，这才重回朝的。若你这里再不安分，那就干脆不做这县令也罢了，也免得大哥为你的事儿来来回回的折腾。被自家夫人当着外人这么一说，郑志明也觉得下不来台，才想张嘴争执，夏兆丰却及时帮他挡雷了。那个郑大人，咱们慈济堂虽然还没完工，但是牲口棚已经搭得差不多了。这样，我现在就带着大年他们去整理整理，这些牛就暂时送去慈济堂吧。咱们衙门里头到时候再派2个人去轮班照看下，应该问题也不大。您就是夏师爷？是，小的夏兆丰。听说您办事得力，现在看来总比我家老爷有分寸。老爷，夏师爷的提议您觉得如何？行，就这么着吧。这县太爷你要不要当？要当你来当。一县父母官，却犹如孩童般胡闹，真是可怜了这八方县的百姓。他是不是想气死我，让我好早日守寡，或者改做他人妇？老爷放心，您死了，我定不会改嫁的。他日等我死了，还得让孩儿们把咱们安葬在一处呢。郑大人，好歹夫人也从都城赶来了，说明还是关心你的。他这是关心我来了吗？这是监督我来了。我这娶的是夫人吗？我这娶的是个娘啊！我娘都没他凶。等忙完这一切，天都快要黑了。我就没见过我这样的女主角，怎么就这么背？人家偶遇什么小姐夫人，不是好酒好菜的招待，就是认个姐妹啥的。咱们倒好，帮人喂了半天的牛。这说明你不是女主角，请停止你的幻想。是不是女主角不重要，只是希望老天爷能够善待我们吧。是啊，在大荣朝活着本就不容易了，我看着八方县的百姓是不容易中的不容易，太难了。过完年的第一次大朝会就有御史参本，让皇帝赶紧赈灾。西周如今已然10室9空，禹王之事暂且不提，没有讨论出个定论的事儿，多说已经无用。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此次严寒的赈灾物品，户部准备何时发出？你们莫要再顾左右而言他。回禀皇上，郑丞相，去年南方风灾大涝，粮食欠收，北方旱灾，赈灾又是一大笔开销，再加上宿州军和沿海卫所的军费开支、各部的饷银等等等等，国库早就亏空了。具体皇上要查，微臣这里有账簿明细，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今年才开年，南方也报了雪灾，冬粮几乎要绝收，如今西周又要赈灾，陈将军还没过年就送来了今年的军费预算，说是宿州军费今年必须增加30%预算。皇上，不是微臣不想赈灾，实在是国库空虚，没有任何可以腾挪的空间呀。
空虚，空虚，空虚！从朕坐上这个皇位开始，你们户部就没有1年不空虚的。那么多盐税、矿税、粮税、捐税都收到了自己的口袋不成？有什么事是朕想办，你们就能不多说这种废话，直接点头应下的？西周已经10室9空了，你们是想让那里的百姓死绝吗？今日朕不管你们户部是空还是虚，这赈灾的物资必须给朕拿出来。西周百姓困苦，之前若说还稍有余力举家迁徙，可如今这大雪封路，别说迁徙了，哪怕就待在家中，缺粮少衣，恐怕都要冻死人。邱大人，户部还得抓紧想办法。那要不然宿州那里咱们能不能减一点开支？陈将军那儿有20万大军，比沿海所有卫所加起来都还多，这军费开支真是……邱尚书，咱们北边才太平多久？邱尚书这是不把咱们牺牲的人命当人命啊！这会儿裁减守军，是想让北蛮反扑更方便是吗？你难道是北蛮的探子不成？史大人莫要血口喷人，户部要管的自然不仅仅是您兵部一家的开支，这些年粮食连年欠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史大人难道都不明白吗？行了，都别吵了。启禀皇上，那西周州牧微臣已命大理寺审问过了，查实了他贪墨受贿一事，微臣已经让大理寺查封了他的家产，若皇上应许，可以先用这钱换了物资，然后送去西周，以解燃眉之急。另外，既然西周是禹王殿下的辖地，那禹王殿下自然也要做出表率。如今这西周州牧之位暂时空着，群臣举荐，暂时由禹王殿下来负责这赈灾之事，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行吧，就按照郑丞相说的办。另外，大理寺即刻去把西周州牧的资产查实，绝不能有任何的遗漏。若是让他家得了风声，隐匿了财产，朕第一个就不饶你们。太子，你意下如何呀？父皇，郑丞相所说的确有可行性，不过这也只能解眼前围困。若是西周今年还是如去年一般，甚至比去年更甚，那也没有第2个州牧可以被查抄啊。虽然邱尚书的提议的确有见稳妥，但是却不失为缩减开支的一个办法。咱们既然跟北蛮已经停火，那的确在北县再放20万大军，开支太大了。宿州百姓的命是命，可西周百姓的命也是命啊。儿臣以为邱尚书的建议还望父皇再考虑一下。那太子觉得咱们北县现在的平安是靠什么换来的？自然是天子威严，当然陈将军也功不可没。若真要裁减宿北军，裁减的人数其实都是可以商量的，或者10之23，或者10之45，这些都可以慢慢与陈将军商讨。这事儿朕自会定夺。禹王殿下在西周搜刮赈灾粮之事还没个定论，如今让禹王殿下监管赈灾不合适吧？那要不你去吧？下官只是御史台的，赈灾不太拿手。老夫弟弟也是御史台去宿州八方镇做的县令，如今也没听说饿死冻死一个百姓啊！你得相信你自己，去西周做县令也是可以的。去西周做县令的恐惧笼罩住了每个站在朝堂上的朝官的嘴，别说反驳，他们连呼吸都尽量放缓了，生怕一会儿呼吸重了被郑丞相相中，让他们滚去西周赈灾，那可真是要了亲命了。真是还得是郑丞相，爱他。苏北军裁军一事，既然太子提了，朕会考虑一下。但是目前西周赈灾一事，就照郑丞相说的办。若谁还有异议，就自己去西周赈灾去。退朝。待得皇帝走后，群臣按照次序出了大殿。郑丞相留步。殿下，找微臣有何吩咐？如今天寒，您还需多保重身体。多谢郑丞相关心，只是本宫到底经事少些，今日提议裁减宿州军备，不知道郑丞相如何看待？本宫也想听听你的意见。微臣其实对军事并不算太精通，不过太子为百姓考虑的心，微臣还是能感受到的。既然皇上已经说了此事会考虑，那殿下也不用太过多想多思伤身呢。这一切让皇上定夺便是。还是郑丞相通透，不过
本官也不算是多思吧，只是有时候想替父皇分担一些而已。对了，郑丞相的弟弟还在苏州吧？若是有机会，本宫倒是可以劝劝父皇，让他早些回都城，以免得郑丞相一家远隔千里。谢太子殿下关心，只是微臣那弟弟啊，就是那个混不吝，这回是皇上格外开恩呢，让他去的宿州做县令。按照微臣的想法，他也只配去放羊。殿下万万不要为微臣弟弟的事操心，更不用让他回都城来。微臣觉得，既然都城的饭他吃不惯，那就让他在宿州多喝点西北风吧。本宫听闻郑丞相的弟弟是你亲自带大的，如今可真的忍心他在宿州吃苦？就因为是微臣自己带大的，微臣才愧对皇上。都是微臣家教不严，才教出这么一个混账来。殿下的好意，微臣心领了，但这次一定要给微臣弟弟一个教训，殿下可千万不要替他求情啊！哎呀，这天又飘雪了，殿下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不然一会儿因为微臣的家事，让太子殿下病情反复，那微臣真的是死几次都不够啊！既然郑志渊油盐不进，太子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略点了点头，便坐上辇轿走了。多思伤身呐，是不是真的到时候该退隐乡野了？可退出这朝堂之后，又能干点啥呢？宿州，呸！我才不会陪那怨种弟弟喝西北风呢。3日之后，在余王殿下收到皇帝圣旨，要求他赈灾的那个时候，在北营的陈虎也收到了一封密函。在接到密函之后，陈虎便喊来了崔成允，问他之前带回来的结了火铳的劫匪和几个盗墓贼关押在何处。在北营。很好，走吧，本将军去会会他们。将军这是？没事，我就是好奇而已。属下已经盘问过多次，将军是对属下不放心。你呀，还是太年轻，为人太厚道。有些人呢，记性不好，需要强烈的外部刺激才能回忆起一些事情。我那考架很久没用，找不着了。来人，去帮我找个考架过来。陈虎咋咋呼呼地喊了人，然后拍了拍崔成允的肩膀。走吧，让你瞧瞧我的独门绝技——铁板烤肉。1个时辰后，崔成允一脸铁青地站在陈虎营帐里。怎么样？我这手艺还不错吧？就是太久没亲自审问过犯人，手生了。肉片还不够薄。将军，是属下无能，没有询问出这么要紧的线索。不怪你，之前本将军也并不想追查的那么深，毕竟跟我没关系。可没想到本将军不想节外生枝，可人家却想把手伸到肃北来。很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把这事儿查个彻底吧。反正我不好过，谁都别想好过。既然你知道了这事儿，你便派个你信得过的副将，带上10来个人出去跑一趟，把该带的人都给我带回来。是。崔成允抱拳回了一句。陈虎以为他回完话就会马上走，没想到这货还站在那里。干嘛？要钱没有？要人？除了陈平亭，谁都可以带走。实在不行，陈平亭你也带走吧。属下不是要钱，属下有一样东西要给将军。吓我一跳！早说不是要钱呢。要给我啥呀？你这年礼送的可太晚了啊！属下家里送来一样东西，可能对我肃北军有极大用处。银票吗？不是，是这个。说完，他便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2个对讲机，放在了陈虎桌子上。啥呀？长了脚的砖呐！对讲机，将军稍等，属下给您演示一下。崔成允说完话，便打开陈虎面前的对讲机，自己则拿着另一个出了营帐。陈虎被崔成允的操作搞得一头雾水，才想拿起那黑砖瞧瞧，却突然听到一阵嘶啦啦的声音，然后黑砖里头传出了崔成允的声音：陈将军，听到了吗？结束。我操！营帐门口的护卫一个脚才跨进营帐，就听陈将军大喊：别进来！谁进来我砍了谁的腿！出去！崔成允，赶紧的把崔成允给我叫进来！而崔成允也不用找，他自己从营帐不远处跑了回来。这啥呀？这是哪儿来的呀？你就俩吗？我想要8000个。你的声音是怎么跑到这块小砖里头去的？啥道理呀？还是这世上真有鬼神一说呀？被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头大的崔成允，只能
如此这般如此的解释了一遍这对讲机的由来。所以这东西是你大哥的遗物，他还给你留了字条，说是从大食国人那里得来的。哦，信里是这么说的。对不起了，大哥，我也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拿出来呀？这回去都城，属下回了趟家，然后去旧宅看了看。您知道，我大哥以前喜欢收集一些孤本奇书，父亲母亲因不舍大哥的心血就这么没了，所以一直没有烧给他，准备等我侄子再大些的时候，再由他来继承父亲这些书籍。属下这次回去，正好去大哥书斋里瞧了瞧，发现藏书里有好些古兵书，很是有意思，便让家里人整理好了，就给我送到宿州了。我要借阅一段时间。这4个对讲机就是从我大哥那些旧物里找出来的。听起来好像你大哥知道你会从军事，居然还在装这些东西的盒子里留了条。他知道。从小我便和大哥说，长大以后要去从军。虽然那个时候也念书，但是我最爱看的却是兵法谋略。你大哥的人品处事的确没话说，这事儿就当是便宜我了。崔子敬啊，来，教我。本将军以后坐在大营，也时刻知道北山垭口的情况，简直是神迹啊！大食国那些人看着长得跟熊似的，没想到还能折腾出这种东西，这可比木牛流马还要厉害了。那只是个传说，而这个……按下按钮，把对讲机凑到嘴边，当着崔成允的面就喊：“崔成允，我说话你听得到吗？”将军，这东西一次只能说300句话，说完了300句，就得吸收天地之精华，才能继续用。这不他娘的扯淡吗？崔啊，你大哥还有没有给你托梦说你家还有什么类似这样的神奇玩意儿吗？暂时没有。若还有，属下定然知无不言。你一会儿别忘了给你家回个信啊，让你那老古板的爹替我给你大哥多上几炷香，顺便再带句谢啊，千万别忘了啊。于是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点头说好。哎呀，说吧，想要什么赏啊？钱。行。于是夏安如于次日收到了一张1000两银票的奖赏。大崔大，这1000两会不会太多了？毕竟你过年红包还给了我，多少来着？500还是800？你这个脑瓜子，现在是连钱都记不得了。别提了，大雪天气，人家都在家抠脚皮，可咱们家都忙匀菜了。您家宋管事每天催着咱们把点心备齐，咱们原本只是想寄卖而已，可现在搞得好像要开糕点铺一般，又要数量又要品种。我虽然比不得我娘的厨艺，可是什么打鸡蛋、拌面粉之类的杂活都是我的事儿。元娘回村轮休之前，还让我多出一点花样图案，所以我还得天天抓耳挠腮的想图样。对了，你那围巾，我原本想要用羊毛线来织的，可是外面买的太粗糙了，我还得从找长毛羊、养羊、剃毛、纺线开始干，这工作量跟盘古开天辟地也没啥区别了。夏姑娘真是大忙人啊！我瞧陈将军都忙不过你去，不过自己的身体也要当心，实在忙不过来，我给你买2个丫头可好？不用，你相信我，我可以的。我虽然体能一般，但是力气很大。为了显示自己力气大，夏安如还企图去搬个水缸给崔成允瞧瞧，吓得崔成允表示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夏安如的强大气场。都是些吃食，你别嫌弃。不敢嫌弃，你做的都是独一份。实不相瞒，关键步骤还是我娘出手的。虽然我也想学着做，可看到我娘做点心，我一般都是眼睛会了，可手说不行，他们不会。没关系，我也不会。崔大人，前头干粮都装完了，咱们走不走啊？姐，这啥呀？怎么又没我份啊？崔大人给了咱们一笔赏钱，这是谢礼。夏安阳挠着头，嘿嘿嘿地往门口退。安阳，接住！一个巨大的包裹朝夏安阳飞了过去，里头装的是姐姐对他满满的爱。回去的路上，夏安阳还挖开了包裹的一个角，看了一眼。这些点心还不够陈师傅塞牙缝了呢。陈师傅啊，齐三不是让您扔鸭口了吗？我这没人教功夫，然后陈平亭就硬要做我师傅，我也是被迫营业。啥？为啥啊？没啥，赶紧走，看这天又要下雪了。今天还要教齐三他们用对讲机，不要耽误了。宿州的大雪一直下到了3月初才渐渐停歇。正在激情创作的郑志明突然打了个喷嚏。难道家兄知道我要？老爷要干嘛？夫人今日不是说去慈济堂施粥吗？怎的没去呀？向家送粮的还没到。郑二夫人瞄了一眼郑县令放在桌案上的文书。夏师爷拉来了2车土豆，说是送给咱们的，老爷去瞧瞧吗？
好，走，瞧瞧去。哼，说老爷又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檄文之类的，我劝老爷还是省省吧。您这折子递上去，且不说能不能送到都城，即便到了都城，也只是给大哥添堵。您大儿子之前写信来说，皇上之前因为气打伤了身，所以现在有关灾情的折子基本上都是大哥和2位副相在处理，所以你哪怕是写的再多，皇上肯定也是看不到的，别到时候反倒是让大哥断了你的家用零花。夫人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写檄文呢？我就是随便写练字。走，咱们去看看土豆去。这事儿啊，夏师爷跟我提过。中堂的前庭，夏兆丰正站在前庭的中间，身边放着几个箩筐，里头装的都是满满的土豆。你说的土豆就是这些，看着也不像是粮食吗？米在成为米之前，看着也不像粮食。夏兄，你说说你家闺女说是怎么种的来着？好，来，姚茂姚父跟大人和夫人说说，这个土豆安如说是怎么种的。土豆按照芽头先切块，一个差不多切14份。14份？那不剁烂了？4份，这孩子一紧张就14不分。这有什么好紧张的？说的挺好，继续。切完了就放地里，轻轻盖一层土，等着发芽就行了。倒也不难，若老爷觉得妥当，那我就安排人去庄子里种了试试。若是成功了，收起来的粮食可以用到慈济堂去。行，这事儿夫人安排吧。于是郑二夫人喊来了几个小厮，把土豆都搬了走，说是一会儿就送庄子上去。见夏安如从马车上跳下来，崔成允便迎了上去。怎么才几天没见，又瘦了一圈？你试试一天伺候5亩地，你也吃啥都会瘦。忙着赚钱度日嘛。对了，你瞧，这4辆马车里头装的是我为你打下的梁山。你这小身板还是多养养吧，要钱我这里。大哥，崔大哥，大崔哥，我错了，下回不胖个10斤8斤，我绝不在你面前出现，行不行？求求了，看在这些土豆的份上，你这回就饶了我，别念我了吧。不胖也得来见我。好嘞，怎么样？让我舅和宋管事他们继续等着，咱们去喝一杯如何？好好说话，喝酒伤胃，你又太瘦了，不能喝。说完这话，崔成允也不等夏安如反驳，便挥手喊来了自觉离得8丈远的武艺，让他安排下卸车。这几天如何？北蛮没再来犯吧？这几天还算太平。他们上次被重伤之后，多少是伤了些元气的，估计北县能暂时太平几个月了。听得宿州暂时安全，夏安如也安心不少。那千里眼好用吧？好用，不愧是老神仙给你的。若下次还得着了，小夏一定给我留一个。我那个被陈将军抢走了我用银钱跟你换。说完，崔成允从怀里掏出了一沓银票，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都给你。哇，大崔，黄金单身汉啊，随随便便就能摸出1万两银票。不过这钱我这会儿不能收，你自己收好，以后娶媳妇用。那还不是得给你吗？不过这只是我的私房钱，崔家宫中到时候也会出一笔聘礼。我开玩笑的。我没有开玩笑。你说想要千里眼，千里眼是没了，就4个，我自己1个没留，都给你们了。才怪，夏安阳买东西呀，都是4个人买6份，不然他心里头不踏实。所以他们家其实还有2个高倍望远镜。这样吧，我今日托梦给老神仙，让他再想想办法。不过我不保证一定有哈。那就多谢小夏了，也替我谢谢老神仙的慷慨解囊。所以银票还是给你吧，以后我要什么就朝你许愿，这就算是许愿费。你当我是许愿池里的老鳖吗？我是真想知道你的脑袋瓜子里面都是装了什么呀？怎么样，我是不是特别会聊天？用你的话讲，简直不要太会聊，大荣朝聊天王非你莫属。你说崔大人居然也会有这么高兴的时候，算不算是天有异象的一种表现呢？崔大人看到女子高兴，总比看到男子高兴好吧？不过我看那姑娘也不像是大家闺秀。崔大人这名门望族的出身，他们家能允许2人的婚事吗？你先前说了什么呀？我说那姑娘不是大家闺秀。前面一句我说了啥呀？走吧，人家年轻人谈谈人生，说说理想也是必要的嘛。龚大人您赶紧的吧，再努力，咱家去太平城度日的愿望全靠你了。
不是，江公公，所以您到底啥意思？为啥问我之前说了啥？公大人，皇上的密函您是不是想再看一看，看看皇上是怎么着急上火，怎么骂人？那什么，江公公，今天咱们的进展很不错，我带您去瞧瞧去。我跟您说啊。与此同时，都城崔府也首次收到了来自宋管事的信件。我说呢，让他相看姑娘就没一个喜欢的，原来是在宿州看上了。好好好，喜欢姑娘就好。老夫人，这夏家据说是海蛎县迁到宿州去的，夏家当家的只是个师爷，跟咱们家这又有什么关系？老爷您说咱们家对子晋择妻的要求是什么？女的，活的。听到了吗？让宋管事继续盯着那边。还有啊，听说夏家没有用下人的习惯，这可不行。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干太多体力活伤身体的。你去让秦总管来一下，我有事儿要交代。送完土豆，看完男朋友，夏安如便又和舅舅们匆匆赶回了富丰庄。你爹娘也真是的，那么多的田地让你自己拿主意，这不是在开玩笑吗？没事儿，外公，咱们随便种点就成。爹娘也不要求我种得多好，他们只要求别荒得太难看就行。我都想好了，这一片呢，咱们就养小动物，旁边再开一块菜地，到时候咱们要吃啥就搞啥，方便得很。前头那个坡上呢，我让我爹去搞了一些果树来，今天就能到，一会儿咱们就种上。然后再往前呢，我打算弄一片实验田，反正各地的蔬果粮食咱们都种了试试，说不定能种出什么极品来也说不定。别的空地呢，反正就种粮食嘛，咱们能种多少种多少，空着的地方以后就用来放牧好了。对了，赵头他们这些天又开始找水挖井了，到时候让他们给我想想办法，引条暗渠过来，我要在这儿挖个池塘。这块地盘就是他夏安如的大餐桌。这地方冬天冻得很，你这池塘能成冰塘，咋养鱼啊？不用养大鱼，养小鱼。我娘以前路上给咱们做的炸小鱼您忘了？不过这池塘我也不是主要用来养小鱼的，我想养螺丝。夏安如的计划是他养螺丝，螺丝养鸭，鸭给他吃，自然循环，生生不息。螺丝为啥要养啊？这到了夏天小沟里头随便摸，不都能摸得到吗？小沟里头摸的前提是咱们得有沟。哎呀，捕了一辈子的鱼，居然突然做起了农夫来了。老天保佑啊，这天可千万……外公，你忘了怎么跟外婆保证的了？这苏州大雪，合着全是我这嘴造的孽。我那么大的神通，还种啥地呀？做神仙去得了。做神仙这事儿，您可得请教三白师傅。三白这老骗子，骗吃骗喝还想骗他的人，没门。八方县暂停了许久的大集重开之后，已经被大雪封了太久的人们，哪怕不买什么，也都纷纷来到了长街凑热闹。这小餐馆子我还是打算开着，吃的人少，吃食咱就少准备些。先前阿荣说的没错，好不容易热起来的场子，咱就这么放弃了，未免可惜。娘说的对，反正人少咱们就自己干活，卖不完就带回家自己吃。就咱们家那么多人口，还有吃不完的粮食。虽说成衣现在咱们不做了，可扎鞋底、盘扣子之类的散活还得有人干。这些小活在哪儿干不是干？咱们看着大时代，干着计件的手工活，就是两头赚钱，啥都不耽误。老百姓虽舍不得吃喝，军中却有20万人吃着大锅饭，哪怕不是大集，也有人来买菜打饭带回去的，多少还是有些生意的。开着好，开着好，咱们这八方县好不容易骗来了些人，一个冬天一过，可把人给吓惨了。要不是因为咱们那5味斋好歹都还发着工钱，县衙目前也要人干活，不然我估计这200-300号人早跑光了。咱们这一溜铺子开着，好歹还有个买吃买喝的地方，县城看着也不那么寒碜。既然如此，那咱们要不要再开一个杂货店？你这既然如此，和我说的也没啥上下关联呢。你这是何来的既然如此啊？开啥？10顷的地还不够你种的，你还要开啥店呢？我说开个店，没说我开店啊。众人突然都不再说话，转而去瞧正在闷头编筛子的姚三舅。这地方真是不便宜啊，做个筛子还得买竹料，简直，你们为啥都这么看着我呀？三哥，他们可能想让你开个铺子。
那我手上的这些手工活咋办？咋办？带去铺子里干呀！你还当咱们这儿真有那么多生意呀？反正闲着也是抠脚皮，不如两相兼顾，赚2份钱。你这掌柜选你3舅，就不怕买卖做蚀本了？那不可能，我想过了，咱们就开一个杂货铺子，米面粮油这些家里的生意都要用，卖不掉咱们自己也需要用，所以也不怕坏了赔了。针头线脑、箩筐簸箕、铁锹镐子、锅碗瓢盆，咱们家也都是消耗大户，哪怕3舅卖不掉，咱们自己也都能消耗了。就咱们家这个物资的消耗量，开个杂货铺子最是合适。这杂货铺一开，长街上多了个铺子，多份热闹，左邻右舍也不用为了点针头线脑的跑太远，一举多得。这想法挺好。售卖的基本都是咱们自己需要的原料，卖不掉也没事儿。方荣轩那新铺面造的也差不多了，到时候等老铺面腾出来了，正好开个杂货铺子，货几乎都不用进，啥都是现成的。郑大人家的书斋最近也说会到一批笔墨纸砚，过几日便能开张了。到时候咱们8方县的县城，好歹也算啥都齐全了。宋管事也想出份力，可惜他们老崔家的买卖不怎么接地气。没关系，宋管事只要消费就行。还是夏姑娘说的对呀，咱这做不成东家，却能做客人，不是？对，是我想窄了。整个晚上，夏姑娘不是在切土豆，就是在买土豆，最终终于把自己干崩溃了。什么狗屁空间，这不是欺负人吗？我是人又不是驴，是驴也不能这么干呀！富贵和摇钱树早就睡了，土豆种不完的土豆，我再也不想见到土豆了。哎呀，不过哭归哭，最后夏安如还是把土豆给勉强种完了。安如，你在不在里头啊？安如，在。哎呀，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哎呀，什么人呢？我去砍了他。没谁，我就是昨晚睡前喝太多水了。哈，喝了太多水？可我瞧着你怎么像是种了一晚上地的样子啊？哎呦，这孩子昨天说要在后院开菜地，怕耽误你们今天出门，所以啊，连夜就把地给种了。娉婷，你要不要瞧瞧去？我看你安如姐还种了不少品种呢。不过陈娉婷哪里会在意这些，她只是感叹了下夏安如的勤劳，然后催促着她赶紧洗漱，不然晚上就赶不到城里了。夏安如状如死狗，随便洗漱换完了衣服之后，便被陈娉婷给塞进了马车。女孩子家的一个人跑这么远，你们倒是放心呢。放心啊，这不还有娉婷呢吗？又是苏北军的车马，咱们也没不放心的理由啊。没事儿，有娉婷那孩子在呢，谁还敢欺负到他们头上去？哎呀，女孩子家的像谁不好，偏偏像他老爹。哎呀，这可怎么找婆家呀？怎么就不好找婆家了？我瞧着这孩子挺好的，大方热情开朗豪爽。哎呀，要不是夏安阳高攀不上，我还想这孩子做我儿媳呢。不得行啊！安阳本来就费粮食，再加上陈将军家的这位，那得多少粮食才能遭得住他们俩的嘴啊？呀，说的好像陈将军家还在乎那点粮食似的，还以为人家是咱们庄户人家，老盯着那儿的粮食啊。说完便拍拍屁股走了，他可是赶着赚钱去，没空跟这傻老头掰扯。被拉上马车的夏安如一路都是甩头甩脑，神志不清的听着陈娉婷的絮叨。哎呀，这回啊，我跟着他们去了一趟北山，哇，我觉得那儿才是我的宿命之地啊！站在那风口上，我都觉得自己是我爹了。哎，安如，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啊？听着呢，你说。哎，对了，我还尝了你们家送去的烤饼，果然美味。军中现在都传遍了，说你们家的烤饼比以前的干粮那可是好吃太多了。我能不能也问你们家啊？旁边传过来了夏安如小小的打呼声。怎么这么瘦还会打呼啊？哎，铁锤，小姐我睡觉打呼吗？小姐，你睡觉不打呼？就是说嘛，我都不打呼。夏安如这一睡，直接就梦到了自己还在种土豆。哎，你到底梦到了啥呀？为什么一直在蹬腿？别提了，梦到个老头让我种10顷的土豆，我差点没吓死。我那天还做梦到了你弟弟，还就是夏安阳。我知道我弟叫夏安阳，你不用解释这个，不过你得解释解释，你为什么会做梦梦到我弟弟呀？
陈萍萍又是一个猛女撒娇，推了夏安如一把。哎呀，你别睡嘛，你听我说啊，我不是梦到夏安阳，我是梦到夏安阳居然打败了我。然后呢？然后我就吓醒了呀。这有啥好怕的？夏安阳那大象似的身板，打败谁都不奇怪吧？我是他师傅呀，徒弟打败了师傅都没面子啊。不过这都怪我爹，小时候没有给我喝牛乳。夏安阳说他从小把牛乳当水喝才长那么高的。哎，你们家乡有很多牛吗？啊，水牛嘛，南方多得很。不过这回去太平城，我打算买点羊。买羊好啊，还能吃，比牛划算。不行，这回买的羊可不是为了吃的。不能吃买来干啥？夏安如目前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得成羊毛线，便嘻嘻哈哈地说就是买来啃草的。没放过目的陈萍萍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姐妹俩就这么天南海北的鬼扯了一路。城中将军府里头，庄晕呀，明日呢就练双倍的军姿，耍2把大刀。哟，看到大姑娘来了，瞧妾身这激动的都晕了。大姑娘一路辛苦了，您要洗漱吗？妾身这就让人去准备。好啊，叫下头的人去准备洗澡水，整理2间房出来。另外，今晚你们早点睡啊，明早我会准时叫你们起床的。3位陈将军的妾室这才颤颤巍巍地退了下去。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你爹的妾室，你会给他们好脸色？不，我们老夏家一夫一妻，没有妾。若是有妾，那我爹性命恐怕堪忧啊。容姨不愧是整个苏州我最喜欢的女子，我就说嘛，凭啥男人可以3妻4妾，女人却不能4夫5婿？我以后要是嫁人，便要嫁跟你们家一样不纳妾的。那不如你做我弟媳得啦。没想到陈萍萍居然害臊了，伸手想推夏安如，可夏安如却已经摸清了他的撒娇套路，直接躲掉了。害臊啦！哎，你是不是真的对我弟有点意思呀？要不要我替你去探探口风？没有啊！不要啊！2人在前院你追我赶了没2圈，夏安如就投降了。他说再跑他就真的要吐了。那你不要跟你弟说，你答应我。知道了，保证不说。赶紧给我撒手，手都快被你扯下来了。我真是得谢谢陈将军，得亏他老人家没给你从小喝牛奶，不然这会儿我胳膊就脱臼了。你也知道我不是什么矫情的人，你容我再想想啊，到时候若真的是看上你弟弟，我会自己跟他说的。在这之前你得替我保密。行，你不用给我面子，安阳这孩子啊，优点和缺点一样多，你自己多考虑考虑。次日一早，哎，你吃完了？这早饭是不合你口味吗？怎么的都没动啊？大姐，你们家这餐桌杀头牛放上面都觉得小，你看着满满当当的一桌子早点，都够12-13个人吃了，一屉包子12个，还都跟拳头般大小。贵府厨子以前是给巨人做饭的吗？我每样吃一个都已经撑死了。吃饭嘛，自然要吃过瘾了，不然为啥要吃饭？为了不饿死。你这要求太低了。再说了，我瞧你在你家吃饭也不仅仅是为了吃饱呀，不然你为啥一会儿要吃羊，一会儿要吃兔子？停啊！既然你这么喜欢吃东西，苏北军又真的没啥东西好吃，你为啥还要留在北营？哪怕你不耐烦你奶奶和母亲叨叨你留在太平城不也挺好的吗？虽然啊，我喜欢吃好吃的，但是呢，我更喜欢舞刀弄枪啊！留在太平城没人跟我操练呀。那3个妾室，虽然我可以操练他们，我爹不会说啥，但是我却不能操练死他们，好歹也是3条人命不是？有道理。再说了，不是还有容姨呢吗？他做的饭菜点心可一点都不比我们家的厨子差。行吧，陈壮士喜欢就好，夏安如不再多纠结人家的事儿。人家小姐喜欢买针买线买金买银，偏你喜欢买砍刀，关键你也不上战场啊，买了砍谁啊？是啊，小姐，这刀买便买了，咱们要不要去看看首饰啥的？好啊，瞧瞧去！我自打来了苏州就没有好好逛过这些女孩们喜欢的铺子。看你平日也不怎么打扮，总得也喜欢那些花儿朵儿的。为啥不喜欢？学会了人家的花儿朵儿，咱们就能自己做了赚钱。赚钱的事儿我就没有不喜欢的。那行，我便陪你走一趟。不过咱们说好了，逛完了金殿银楼，咱们得买羊去。行。
于是二人带着袁妈妈一口气逛了4、5家的金店，东西倒是啥都没买。这样，我买2头羊，一会儿回家让厨娘烤了吃。可正东张西望的夏安如却突然盯着一个地方不动了。不用，平平你看，那儿有好多长毛兔啊，走，瞧下去。到得兔子摊位跟前，夏安如问了人家摊主能不能抓来瞧瞧。摊主很热情地回了句当然可以。所以长毛兔是更好吃还是怎么的？好看呀。好看没用，我看这兔子毛太长了，占分量，比家里养的肉兔瘦不少呢。别看了，走吧，咱们去买那边的肉兔去。哎，姑娘，这兔子虽然也许可能大概出肉没有肉兔多但是你瞧瞧，这毛皮削好了做个兔子皮袄多好啊。可是多吃点肉长胖一些，身上就自带老子，都不用削兔子皮了呀。这样，我呢也不跟你们2位姑娘漫天要价，这兔子我算你们25文一斤，够便宜了吧？啥？你咋不去抢呢？这是生肉，又不是杀干净的，怎么要卖25文啊？姑娘，你们这是多久没买肉了呀？这太平城里头，猪肉、羊肉都翻倍了。猪肉都要卖35文一斤，羊肉、生肉要接近70、80文了啊！为什么呀？年前不是还是15、20文一斤猪肉吗？粮食贵呀，像是粮铺，大米都卖到250文一斗了，这还得半夜去排队才能买得到。我瞧你们刚才也没问生羊价，怪不得不知道这货价都已经涨得不像样了。粮食贵关猪肉什么关系？再说粮食太贵的话，那别吃肉不就好了？1斤猪肉不过30多文，1天吃1斤，是不是也够了？好一个何不食肉糜，不愧是我陈家大小姐啊！啥呀？啥意思？你给我好好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猪也是要吃粮食的？哦，难道不能只喂草吗？所以你们要几只兔子呀？先不要，全要了。啥意思？怎么又不要了？对不起啊，老伯，咱再逛逛，一会儿要的话再回来找你。于是夏安如拽着陈娉婷又在杨氏东瞧西看了一阵儿。事实证明摊主说的对，不过也不全对。重又杀回长毛兔摊位的夏安如也不绕圈子了，直接跟着摊主开价，20文一斤，您瞧能不能卖？这姑娘再多些吧。你这人看着老实，心眼却多，看着咱们家小姐脸皮薄，却要诓骗他们。这肉兔人家开价才23文，说是买的多还能便宜一些。20文就20文，我这就给姑娘称。最后夏安如买下了2筐25只长毛兔，连筐带兔子，付了2两80钱。大叔，你这钱还是多去换点粮吧。谢谢姑娘提醒啊！我今天的确打算在城里待一晚，半夜得排队买粮啊。明天一早已经喊了我儿子推板车来接我了。夏安如朝他点了点头，目送着那摊主走了。啊，你这人真是好生奇怪，虽然看人家不容易，那为什么还要讨价还价？25文和20文也不过是差了没多少啊。1是1，2是2嘛，生意归生意，人情归人情。走吧，你还想买啥？咱们赶紧去买了，明日咱们就得赶回八方县。回到八方县又已经是半夜，陈娉婷把夏安如和25只兔子给扔下了车，然后才坐着马车回了北营。回营的陈大小姐偏偏在自己营房门口看到了正在巡逻的夏安阳。师傅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在城里多玩。孩子话还没说完，陈娉婷便面无表情地进了自己的营帐。锤，你家小姐怎么了？夏少爷，我叫铁锤，不叫锤，下回还请把名儿叫全。锤，叫得这么亲热，万一被小姐误会了怎么办？好吧，铁锤妹妹。铁锤就叫铁锤，不能叫姐姐妹妹。铁锤。夏少爷忙去吧。说完，挂满了包裹的铁锤进了营帐。我叫铁锤干嘛来着？营帐里头的陈娉婷见铁锤进来了，便问他：铁锤，你觉得我刚才看到夏安阳表现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样啊？我怕自己显得过分热情，特意没跟他打招呼呢。怎么样，还算是自然吧？小姐表现得很好，很自然。非常满意铁锤的答案，然后开始小声跟铁锤数夏安阳的优点和缺点，附封装。所以你半夜把我们喊起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们粮涨价了？这还不是大事吗？您想想，太平城里头粮价已经涨到250了，而且我去到处问了一下，现在还不仅仅是粮价高的问题，是到处没有粮，粮铺、官衙、粮仓哪里都缺粮，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啊。
你女儿说的，你听到没？哎呀，我知道，向家上一批粮是他们粮铺的掌柜送过来的，已经跟我打过招呼，说可能要涨价。郑大人那里也到处去问过，苏州现在哪儿都没粮食，想要粮食就得穿过西周，往都城或者更远的扬州、临安去找。现在带着大批粮食穿过西周也不安全，除非是大商行请了标行，或者是苏北军亲自押送，才有可能安全穿越。咱们县一没人，二没钱，知道要涨价又怎么办呢？咱们自己的粮食倒是不用愁，但是老百姓和苏北军的粮食也只能靠郑大人和陈将军想办法了。我们除了拿点土豆出来，还能拿什么出来？那你不早说，没粮五味斋怎么办呀？那么多人的生计，还有军中的干粮怎么办？所以这不是让郑大人想办法的吗？咱们倒是可以出去一趟买卖粮食，但是咱们手里头的钱财能买多少粮食，够多少人吃啊？总不能咱们割肉喂鹰吧？还喂不饱？对呀，八方县5、6千人，外加军户算1万，然后还有苏北军20多万人，你说多少钱，多少粮食才够？哎呀，照这么说，这事儿的确不是咱们能解决的。不知道陈将军那里有没有什么章法？要不我明天问问去。今天不对，应该是算昨天了。昨天郑大人去北营求见过陈将军了，没戏。苏北军都要不来粮。陈将军倒也没这么说，他就说得等着今年新粮上市再说。郑大人说应该是陈将军这里粮草也难，新粮上市了，户部才能拨粮下来。市场上买粮难，等朝廷的储备粮也不容易，是这么个意思吧？是，所以你说这事儿咱们能怎么办？我倒是跟项氏粮铺的掌柜说过，想让他下回干脆多给咱们送点粮，但是人家也说了，下回还有没有的送都不一定，多是绝对不可能多的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五味斋停工了，这停的是几百号人的生计呀！你有事说事儿，别这么看着我们，看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爹，干嘛呀？明天去开个露营，再请半月天假，咱们父女俩出趟远门，去都城买粮，还说不好，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都城的粮若是贵得离谱的话，咱们估计还得往金陵或者是扬州那边跑。江南的粮价应该比北方的粮价要低。娘，你一会儿把咱们五味斋1年要用多少粮食给算一算，咱们干脆去把1年的原料都囤了。你那地方能放得下？五味斋要的粮可不是1点2点。自从那地里头不再冒粮食出来之后，我试过田里头放东西也不会被吞了。不过为了防止万一，一会儿我就把田埂上的东西都搬出来。搬哪儿？你那房间一来是塞不下，二来也不隐蔽。不行不行，嗨，这还不简单，去太平城或租或买个房子不就行了？对，太平城房子倒是不算贵，一进小院儿也不过就20-30两，咱们买个小院儿，再让元娘的干娘给咱们找一个可靠的人来看门，这就行了。那你们2个去的话，会不会有危险？夏安如也不解释，直接抱住了老父亲的胳膊就进了空间。然后过了差不多能有10多分钟，两人才又突然出现在了姚蓉面前。哎呀，进去干嘛呢？那么久才出来啊？我爹视察了一下我种的土豆。那应该不算是种的，你都是随便扔的。乱讲，我大部分都是好好种的，小部分那才是扔的。行了啊，要去就去吧，早去早回。咱们手里的银钱给五味斋买足1年的备粮，估计是不够的。姚蓉算了算手边的钱，哪怕加上女儿这里的，估计也就有个7、8千两，钱肯定是不够的。不过夏安如却说钱的事儿她去想想办法。次日一早，北营门口，夏安如绕着夏安安转悠了好几圈。你这是准备把夏安安转晕吗？你来了。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能把自己绕晕的，小心些，别摔了。你之前想让我保管的私房钱还在不？在营帐里，你要吗？我现在去拿。你怎么不问问我要钱干嘛呀？你愿意说自然会告诉我，不愿意说我也可以不知道，所以问不问都没关系啊。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哈。不过这个钱我就是问你借来去买粮的。买粮？你要买多少粮？夏安如便把和陈娉婷去太平城见到的事儿如此这般如此的说了一遍。所以我们想去南边把做干粮要用的1年的粮都给囤了，就怕今年收成万一再不好，这粮就更贵了。你也要去啊？西周那里不太平，过了中州进苏江路哪一段又是3不管，你没有，是我爹带人去，到时候他们会去太平城雇了镖局，你放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要不要我派人跟夏叔一起去？你派人去了，我还怎么藏粮食？这不反而是拖累我了吗？
不行，这北蛮说不定哪天又来侵扰，你们守卫边疆才是正经事儿，我们这儿可以自己解决的。你放心吧，不行让我爹衙门官差也带上几个，官差加镖局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崔成允沉吟片刻，又低头看着夏安如那已经打定主意完全不想听劝的表情。那要不然你们把安阳带上。你这个不是给我爹增加困难吗？也行吧，那你稍等我一下，我去拿钱。最后夏安如从崔成允处借走了1万两银票和几句叮嘱他千万别乱跑的叨叨叨。哎呀，你怎么好意思开口问人家借这么多钱呢？您这话说的，咱们这不也是为了肃北军干粮不断档吗？这钱应该算是大崔借给肃北军的。要是今年大丰收，这粮价到了6月还是跌了呢，那咱们不得亏一大笔钱吗？您简直太单纯了，咱们如今都想到囤粮了，人家大粮商会想不到？这会儿囤粮价格肯定比以前贵不少，所以哪怕今年粮食丰收，这粮价也不会猛跌的。粮价农民说了不算，得大粮商说了才算，知道吧？你出门在外千万小心这些，知道吧？肯定啊，千万别办到突然消失，再把别人吓出个好歹来，就造孽了。手握金钱和鱼图的父女俩于次日一早便赶着马车动身了。父女俩进入西州之后，从早到晚赶了一路，居然只遇到了2、3个人，整个州都无声无息。没想到连驿站全部都荒废了。大崔说这儿现在都归余王管，估计余王这会儿还顾不上驿站不驿站的呢吧，毕竟那么多的灾民难民还得安置呢。我看他也是一副不怎么聪明的样子。哎，这西州老百姓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了，灾祸一个接一个。你们这干粮他们说好吃，干粮不就得干吗？不干叫啥干粮啊？娘说了，这烤饼冬天水分可以多一点，做得略软一点也可以，但是夏天还是得水分少一些，越硬越不会坏。说着话，夏安如从马车里翻出一个多士炉，用这个一会儿加了水，搞点菜在里头，再打个鸡蛋，把饼掰了在里头煮着吃。你有你不早点拿出来？哎呀，这会儿要是有个汽车就好了。哼，汽车，我还想坐高铁呢。我去摘一把小青菜来啊！您赶紧把水煮上，咱们吃了早点休息，一会儿梦里说不定啥都有。此时的余王府内却是一片灯火通明。哎呀，王爷，咱们回去吧，您这么淋雨会生病的。可余王却好像得了失心疯一般，站在雨中跑来跑去。叫你莫要给本王打伞，本王就是要淋雨，听不懂吗？本王不是疯了，是看到这大雨心中觉得畅快呀！咱们西州有救了，有救了！真是好惨呐！怎么会那么惨呢？老天哪，你怎么这么能折腾啊？我堂堂一个王爷，如今都靠典当度日了，这到底叫什么世道啊？不过今日这场大雨是不是预示着西州已经走出了阴霾啊？畅快呀！快去把大夫找来，就说王爷得了癔症了。我西州有救了！因为下了一场大雨，西州官道又年久失修，父女俩才走了没一会儿，马车便陷进了泥沼里，路边却鬼鬼祟祟出来几个人。这位爷需要帮忙吗？不需要。夏兆峰凭直觉拒绝，而夏安如滋溜一下钻进了车厢，着急忙慌的把车厢里的一些比较违和的东西都给收进了空间。这位爷，你行好吧，就给2口吃的吧，咱们老人孩子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放手，裤子都要给我扯下来了！哎呀，行了，别哭了，我去拿点吃的给你们。松手！此时夏安如也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父女2人对视一眼。姐，大爷，您想好了吗？给咱们吃的吗？若我师父突然反悔，不想给你们吃食了呢？那人饿极了，可不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吗？你的意思就是要抢喽？这怎么能说是抢呢？这是你们2位大善人做善事啊！哼，我可不是什么大善人，我只是一个过路神仙。有病吧你，过路神仙！
随着夏安如和夏兆峰突然的消失，领头男子如猪叫般的笑声戛然而止。就这么不见了？口吐芬芳，这是什么法术啊？还是算了吧，保险一点，咱们赶紧走吧。要走，你们也得把马车带走。于是，一群人奋力把马车给推出了泥沼。忽然，有孩子惊叫：“啊！出现了，出现了！”突然，一个闪身出现在了他面前，然后他就觉得胸口剧痛。作为曾经的安保队长，别的没有，电击器肯定是有的。见领头人突然倒地，才把马车推出来的众人吓得四下逃散开去。走！二人日夜兼程，用了2天功夫就冲出了西周，进入了中州地界。这粮价是要上天呐，怎么敢比咱们穷地方还贵呢？中州有都城，自然买啥都贵。以前西周还城的时候，咱们还喜欢往西周去买粮买东西呢。不过啊，自从西周闹了汉，现在反倒是他们那儿的人想尽办法往咱们这儿来买东西。哎，这西周啊，真是可怜见的。有钱的有门路的早就在中州安营扎寨了，没钱没门路的只能留在西周死磕，朝廷也不准他们乱跑。这本来嘛，咱们这地界就有皇上的龙气。于是二人让车夫改了道，直奔江苏路。此时距离父女俩出门有6、7天了。容易，安如真的只是去了太平城吗？对呀，不然还能去哪儿？你若不信，那我也没办法。安如是跟夏叔出去买粮了吧？对呀，去太平城买粮啊。不可能，五味斋要粮，估计项家都不一定能一下子拿出来。他们是去南方买粮了吗？没有项家，还有陈家、王家、李家、刘家嘛，一家没有，他们肯定会多跑几家的，时间可能耽误了吧。去南方，除非他们俩自作主张，我可没同意啊。到得北营，崔成允立刻喊来了武义，让他带着一队人马即刻赶往西周。西周哪里啊？从中州进入西周的官道开始，沿路放3组人，看到夏瑶峰妇女，护送他们回宿州即可。哦，原来是监老呀。是大人，属下明白了。夏家妇女是帮咱们军中去买粮，让你们去接粮，你笑什么？属下这就去。待武义出去后，崔成允又着人喊来了夏安阳。你这脖子上又是怎么弄的呀？哎，别提了。姐夫，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最近千万别惹陈家大小姐。这位最近啊，你懂的。我不懂，我也不想懂。所以你是知道你姐和你爹出去买粮的是吗？我娘跟我说了，她还不让我告诉你，就怕你担心。不过你放心啊，我姐和我爹机灵着呢，他们俩出去肯定没问题。既然觉得陈平平凶，便少跟他比试。还有你姐的事儿不是你母亲告诉我的，而是你告诉我。行了，出去吧，马上要集合了。什么叫你告诉我？我也没说啥呀。哎，不管了，反正我老姐有作弊神器，不用担心。哎呀，我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得了。可陈平平哪里知道，在夏安阳的眼里，自己已然是个来了大姨妈的武疯子。铁锤，你说我最近表现，夏安阳能感受到我对他的那啥吗？小姐，您的刀棍很是厉害，这事儿无人不知。要不然咱们让夏公子看到点别的优点。这么说的话，好，那明日咱们就不练刀了，咱们练骑射，就这么决定了。骑射也是极好的。夏家妇女一路往南，跑了扬州、金陵、苏州，再往南都快跑到海丽老家去了，总算是把该囤的都给囤满了。完犊子，这么说来，咱们岂不是创业还没成功，反倒是欠了2万两银子？这都花完了，您才想起来。不过咱们手里头的粮带回宿州卖，直接翻倍赚。对，走，趁着还没离开江苏路，咱们把最后一切粮也花了，到时候卖粮食给郑大人，咱们也不多赚他的，就卖他200文一斗。等父女二人再次穿过中州，到得西州境内，已经是二人离家的第23天了。嗨，夏师爷，是崔成允身边的那个走路有些 O 型腿的那个武义。完犊子，武义出现在这儿，难道是为了等我们？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跟崔成允扯谎的事儿应该是瞒不住了？夏师爷、夏姑娘，在下奉了崔大人之命，特地在此等候二位。哎，二位就买了1车粮吗？没有，因为买的粮食比较多，所以商家会分批送去八方县。咱们还雇了镖局押送，因为怕家里头人担心，所以咱们俩先回来了。既然如此，那我们是现在就出发回苏州吗？于是
跟武艺说了声现在就走，一行人浩浩荡荡就往宿州而去。3日后，夏家父女终于在离家小1月之后回了八方县。你们俩还知道回来呀？说了10天半个月的，这都1个月了，你们准备急死谁？哎呀，你们也别怪阿荣凶你们，他这10来天的功夫啊，都瘦了1圈了，这出门啦就不知道往回赶的毛病，真是不得行呐。不过人回来就好，别的都不重要。夏安如赌咒发誓，说下回再要出远门，一定把老母亲带上，让老父亲待在家里头，急死拉倒。我真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所以才摊到你们2个。赶紧的回去洗洗吧，这脸呀都脏成什么样了啊！不，你们还要干啥？我来帮忙，要不要去挑水啊？我去给你们挑水。不用你，哎呀，赶紧走吧，浑身脏兮兮的，怎么做吃食啊？家里头阿峰阿大都在，让他们给你们俩弄点吃的，吃了赶紧休息去。还是我家老婆会疼人。大哥，你们不是买粮去了吗？合着怎么去的怎么回，这不白跑一趟吗？于是夏兆峰把粮食得过几天才能送到的事儿跟大伙儿解释了一下。天爷呀，大哥你这心也太大了，这么多粮食，万一人家不给咱送来呢？嘿，大舅母放心，咱们给他们下了毒，到时间他们不来取解药，那粮铺东家就会毒发身亡啊！这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呀！安如，咱也不至于如此吧？娘下手能不能轻点儿？不能，下回再跟你舅母开这种玩笑，我打得更重。赶紧回家去，泡了1个来月还不累呀？我就说嘛，安如不会的，他连安如赶紧回去休息吧。崔成远快马到得富丰庄。小安如，哎呦，子进来了呀！嘿，安如在里头呢，你们慢慢聊，我那什么去田里头瞧瞧去。哎呀，这都很久没去了，也不知道土豆长得怎么样了。嘿嘿嘿。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夏安如看着踏进课堂间的崔成允，虽然一脸平静，但是嘴角的溃疡显示大哥估计还是上火的。你先听我给你解释啊。好，你说。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怕你担心。所以你觉得你瞒着我走了，我就不担心了？是，倒也不是。哎呀，好吧，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不说，是因为怕你阻止我去。但是这事儿我又觉得我必须去，为了避免麻烦，我就选择不告诉你。你告诉了我，你也能去，我并不会阻止你。但是就像你派了武艺在西周等我们那样，你会让人护送我去。所以我派人护送你，有什么不好？我不需要啊，我跟我爹明明2个人可以办成的事儿，为什么要那么兴师动众啊？我一点都不喜欢那样。若是路上遇到土匪，你跟夏叔才2个人，怎么应对？西周现在什么情况？还需要我再三跟你强调吗？你也不是3岁小孩了，做事能不能考虑点后果？若是你出了什么事，你让荣姨和外公外婆他们怎么办？你放心，我肯定是考虑过路上的安全问题，才会跟我爹2个人去的呀。你瞧，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来，我看你嘴角都起了泡了，赶紧喝一杯决明子茶消消火。可崔成允依旧没有端起茶杯。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能不能告诉我？告诉你可以，但是我这个人又固执又拧巴，一旦考虑好了后果，觉得自己可以承受，我就会去做。我可以把决定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阻止我，我也会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去做的。你这是什么犟脾气啊？我是为了你。是的，我知道你是为我考虑，但是你相信我，若是我觉得有危险的事儿，我一定不会去干。可若是我一定要干的事儿，那就肯定有我必须要干的理由，或者是一定能干成的把握。你连跑步都会吐，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把握自己一定可以平安回来西周。你要知道，如今进出西周的商队都是请了镖局或者自己带了护卫的，连项家每次进出都要带上20-30人。你可以告诉我，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吗？这话到底应该怎么说呢？算了，要不然混过去吧。成年人互相给个台阶下，行不行？别生气啦，下回我一定注意。你瞧，我给你买了好看的发冠，虽然不是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看到这玉冠就想到公子人如玉，然后就想到了你。你平日虽然不用发冠，但是我不配，你的发冠我配不上，你的解释我也不配听。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说完踏出了课堂间。谈恋爱好难呐。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夏安如一个闪身进了空间，就开始给土豆地除草。什么坑爹玩意儿啊！
好不容易谈个恋爱，给姐整黄了。怎么的？我做单身狗就可以一辈子在这个破地方做牛做马，种地除草了是吗？什么玩意儿？凭什么呀？崔成宇他能明白我的苦吗？每天累死累活的干，还要被人家误会我鲁莽倔强，这算啥？这算啥吗？我不干了。可哭完了，他又觉得完犊子了。这会儿哭完要出去了，却不知道课堂间里有没有人。他决定立刻出空间，然后他就看到了崔成允一脸震惊、不敢置信、惶恐、释然等等，反正一张脸都不够释放他的表情。怎么就这么不巧呀？我操，媳妇儿威武，太刺激了！这女子，我崔成允举定了，成亲，明天就成亲。你听我说，事情反正就是这么个事情。这个解释好像什么都说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你别紧张，我不吃人，你先喝口水润润喉。我错怪你了，是吧？我跟你说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了，你偏不信。你瞧瞧，气得我眼睛都肿了。是我没想到你还会法术。没事儿，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其实我先前不说是怕吓到你。吓到也不至于，就是觉得很猝不及防。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会这法术的？没有，我并不好奇，因为哪怕我再好奇，你也不会跟我说真话。你这话说的还真是不给面子呀。既然大崔说话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尴尬的了。那既然不好奇，你为什么直勾勾的盯着我看？你放心，我不会跑的。第一次遇到仙女，势必要多看几眼。什么仙女不仙女的？凭你不对，本仙姑法力也就那么点，这回你全知道了，以后就莫要再为这种事情生气了，可好？贫尼仙姑可不行，你上哪个庙哪个宫去，我便日日去找你们方丈道长，让他赶紧把你逐出师门。要是他们问为什么，我便说你有红尘债未了。无耻之徒，阻碍本仙姑修仙，你可知罪？其实我不是不想跟你说，主要是你知道吗？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我说了反倒是怕你以为我疯了呢。所以你是突然被赋予了某种能力？刚开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有这种能力，直到遇到了三白。这么说起来，你说三白会不会也是一个老神仙啊？怎么说？你想啊，我刚刚开始并不知道我可以进入空间。对了，我不是会隐身啊，我就是会进入某一个空间里面，里头有我种的5亩地。空间5亩地，所以安如是在某个别人到达不了的地方种田。为什么？我也想知道为啥呀，可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你也许听到觉得我可能适合种地。所以你种的是什么？土豆。对了，给你买的罐子还在里头，你要不？土豆？为什么是土豆？居然是土豆！要啊。夏安如从掐诀念咒开始，再突然消失，然后过了2口茶的功夫，他又拿着玉冠，搭着窝里还加了一株挂满了小土豆的土豆苗。果然是土豆。我没骗你吧？如此这般，咱们也没有啥误会了吧？没有误会了，之前是我浅薄了，不知道世上居然还有这等奇事，错怪了你，莫要放在心上。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我都买来给你赔罪。谁家谈恋爱不吵架的？你记得给我保守秘密就行。所以你现在是我的是你的小仙女呀。好吧，小仙女，若你种地太累，我不介意帮仙女的忙。对了，仙女种地需要耕地播种吗？还是像画本子里一样一甩衣袖便行了？能只是甩一下衣袖就好了。你瞧瞧这双手，是不是就是一个农夫的手？不过我要纠正你一点，种地那可不仅仅是耕地播种那么简单，还得沤肥、翻土、施肥、育种、栽秧、浇水、除草、收割。所以你老说我怎么不好好吃饭，我吃了呀，可是每天都得种地，吃再多也白搭。不过我现在锻炼的肱二头肌已经非常强壮了。5亩地一个人种，这太辛苦了，我可以帮你吗？不能，好像只有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才可以进入空间，除了我爹娘和安阳，别的人目前好像都不行。要不然我试试？应该不行吧？
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行，那你勾住我的胳膊，准备好了吗？崔成允还没点头回答，就听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准备好什么呀？哎呦，你们这是在干啥呀？”今天是踩到什么奇怪的玩意儿了吗？怎么就那么寸呢？夏叔，刚才来的匆忙，还没好好跟您打招呼，晚辈失礼了。哎呦，失礼倒也不算，就是你们俩刚才是准备去干嘛呀？去空间，安如说可以试试带我进去。夏兆峰无意识地瞪着双眼，看向了一脸生无可恋的女儿。我无话可说，建议你也别废话那么多了，反正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老爹会意了一半，他只知道女儿肯定没把事儿跟人家说全。既然那什么，你们俩就自己交流吧，我先去搞吃的啊。都给我规矩点啊，说话可以，可别上手啊。是晚辈鲁莽了。你们聊吧。夏兆峰满意离开。安如，之前是我太不相信你，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未免也太武断，我跟你赔礼道歉。接受了你的道歉，不过这事儿你得替我保密哈。这是我死都会带进棺材里的秘密。也不发个毒誓之类的？发誓只是做给人看的，是不是能守住秘密，你只看我从今往后的每一日便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以后你成亲的人不是我，那没有万一。不是，人生总有意外。没有万一，没有意外。若有意外，就是我死在战场上，别的可能没有。倒也不必这么咒自己啊，大哥，咱们聊个天，不必有性命出入。空间你要不要再试试？我爹这会儿估计正在吃饭呢。好。然后随着夏安如一次次的掐诀念咒，念咒掐诀，看着他消失重现消失的崔成允，眼睛里的光亮渐渐变成了释然的目光。不管我有没有进你的空间，我们之间都不会有万一和意外，记住了吗？好的吧。不是好的吧，是记住了。有一个万一，就是我看破红尘去做了姑子。那肯定是因为我战死了。崔大人你可以了呀，你赶紧的呸。那就没有万一。保证没有万一之后，崔成允回到了北营。他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夏安阳。最后一招，崔平亭的短处在他背后，你应当以退为进，不要接招，直接翻转到他的背后，才能给予致命一击啊！您不早说，你知道了也没用，动作太慢，还没转过身就被崔平亭砍成2截了。夏安阳，你这个长枪还是不行嘛，为师今日呢再教你2招吧，崇拜我吧。陈小姐见谅，我还有事找安阳，先走一步。什么事儿？崔成允只说是军务，便带着夏安阳匆匆离开了。我若是个男子便好了。你要是男的，跟夏公子之间就做不成夫妻做兄弟也行，我不挑的。崔成允急着找夏安阳，其实也不是什么军务，而是通知他夏安如已经回来了。哎呦，我的个天爷！他再不回来，咱们对讲机都快没电灵力了。崔大人，我出趟营收对讲机去啊，您派2个人手给我呗。我不是怕啊，主要是怕自己一会儿掉下悬崖无人知晓，再把咱们苏北军的大事给耽误了。你不用去哨所了，我已经派人去了。你想回家见你姐和你爹，留下假期就行啊。好的，谢谢姐夫，我这就去调假去。安如空间里的土豆长势倒是很不错。那可不，我姐那是什么东西？你听到了？我姐不会吧？怎么不会呢？我家去一趟啊，马上回来。妖兽啊，这么大的秘密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啊？而他身后的崔成允则乐得恨不能在地上滚2圈。安如还是信他的。崔大人来的正好，咱们正说着矿，估计呀能提前完工。好，可喜可贺啊。不过什么呀？苏文琴先生甚爱读书，不知您有没有带藏书到北营？藏书？崔大人为什么突然问藏书呀？是有什么书里记载了怎么开矿吗？我想找几本修道的或者志怪的书看。带了吗？带是带了，不过就带了几本，我平时也不太看这些，几本也可以，我就是突然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事。于是在秦先生和江公公费解的目光护送下，崔成允拿着几本神鬼之说的书出了营帐。先生，有没有觉得崔大人今天有些奇怪呀？可不是，今天好像连眼神神态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感觉太柔和。
也不是说柔和，感觉好像跟早上的崔大人不是同一个人，就是那神色表情啊，这说不上来的慢一派啊！对，还是秦先生大志。我就说，怎么觉得崔大人突然变得没那么干脆利落了呢？我就觉得他好像说话动作都比早上要慢一拍啊！听说江湖上有一种易容术，就是可以做了人皮面具，然后找身形体态差不多的人来仿冒这个人。所以公公的意思是，咱们要不要去找陈将军说一下这个事儿？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走，咱们现在就去。到得将军帐内，二人把崔成允的事儿这样那样一说，陈将军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哈哈，二位是不是想多了呀？的确，江湖上真有易容术的传言，但是你们谁见过？传闻不过是传闻，莫要当真。崔二最近的确稍微忙了一点点，所以反应慢一点也是正常的，二位不必担心。二人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也并没有什么实证证明，所以二人便也只能悻然离开了主将营帐。回到富丰庄的夏安阳拎着个包裹冲进院子。姐爹，你们在哪儿啊？喊魂呢，还不赶紧进来？爹，我姐暴露了，你知道吗？你回来就是为了问这个？什么叫就是为了问这个呀？这还不严重啊？所以咱们这身份是暴露到哪一重了？咱们没暴露，你姐选择了光牺牲她一个。啥意思？于是夏兆丰就把来龙去脉如此这般如此的跟夏安阳又从头解释了一遍。哦，那这么说，我姐现在在崔大人心目中就是个神仙了。这你就得去问他本人了，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崔只知道安如有点特殊，但是并不知道咱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你可别给我说你已经全部给崔成允交代清楚。那我也没那么傻，跟我解释。觉得我傻吗？没有，我没说过啊。如果觉得我傻，那也没关系，就是你那堆破烂我不愿意带着了，这就还给你。哎呦，我错了啊！好姐姐，亲姐姐，神仙姐姐，你就再替我藏些日子吗？藏到什么时候？给个具体日期。我正在构思啊，最近吧，我一直在想，咱们北营不是要挖矿吗？我就在想，咱们那些零件能搞出个什么来，可以帮他们开矿用啊。哈哈，你这是打算搞个盾构机哈？什么呀？盾构机那也不是挖矿的呀。我拆下来那发动机倒是可以想办法装在什么东西上，做一个驱动装置。但是这问题就是火车、高铁、船，交通工具，我们需要交通工具。你可拉倒吧，没有这个可能，因为咱们没柴油。有啊，那破船油箱里面的油，你跟爹用管子吸了，不是灌了好几桶吗？对啊，也没有能源补充，几桶油也不够干嘛的。是啊，现在就是哪怕能传出个什么四不像来，但是没有后续的能源补充啊，咱们也就用个几次就没用了。蒸汽机你应该不太会做吧？爹，咱就说就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能不能别再提了？我不是也没有特异功能吗？但是有碳啊，咱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还处于工业草履虫时代，那就不用上来就搞什么内燃机、汽轮机之类的，从蒸汽机开始也不是不行啊。当然靠安阳一个人这事儿肯定办不成，但是这会儿能工巧匠也很多呀。到时候招募了人选，组成一个小团队，安阳只需要负责在关键的时候把他们往我们想要的结果上引导就可以了。说是说的没错，可人去哪儿找呢？找大崔啊！若是真要搞蒸汽机，那到时候什么矿井排水什么的肯定都能用得上，而且真要是搞得成，那你想想，咱们就直接从农耕文明跨越到了蒸汽时代，到时候什么蒸汽火车、蒸汽轮船不都能上线了？这事儿可是关乎一个时代崛起的大业呀，夏安阳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男人不能说不行，儿子，爹看好你。三人正说的激动，就见房门吱嘎一声又开了。你们干嘛呢？畅想未来，走向新时代。我也不知道什么畅想未来，未来你要干嘛？于是夏安如和夏兆丰这般那般把几小时内的事儿都跟姚荣汇报了一遍。娘，蒸汽机真的很扯，对不对？所以你能不能先帮娘安排一下脚踏的缝纫机？娘真的很需要。安阳，别走啊！夏安阳，冬霞要不要了？赶紧充电，我要回北营去。所以蒸汽机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其实很简单的，就
就是将蒸汽的能量转换为机械功，带动活塞运动，对不对？这些初中物理都学过的呀。这么简单，那你来啊。我要能来，还要你干嘛？最后，在老夏家这些个异想天开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鼓励威胁之下，夏安阳只得点了头，说回去问问崔大人是不是能找些能工巧匠来，找得到就试试。所以回到北营的夏安阳第一时间就去找他未来姐夫去了。怎么要起来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将军今日特地请我来一起泡澡，是想看我哪里？哎，什么叫想看哪里呀？上官请属下泡澡，这不是很正常吗？据属下观察，您冬天3个月泡一次澡，春秋1个月3次，夏天不泡澡，直接在营帐外头用冷水冲，所以您请我一起泡澡不正常。这人哪里不正常？这不就是崔成云本崔吗？夺命催魂也没他催，真是失策。明明知道崔成云肯定没问题，我又为什么非得证实一下呢？哎呀，哈哈哈哈啊！我也是看你这些日子辛苦了，便让你泡个澡，松快松快嘛。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既然你不想泡了，那便起来嘛。崔呀，你背后的这个伤就是上回中的枪伤吧？是。那什么，这些日子你辛苦了，不然你明天休息半日。不必，既然属下的嫌疑已经没有了，自然是要留在北营，继续为将军办事的。哎呀，你这个人，我哪里怀疑过你啊？崔成允抬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陈将军。是江公公和秦先生吗？刚才叨说你不对劲。没事，谨慎些是对的。若没什么事，属下便告辞了。南边来的信件还没处理。去吧，有什么要的尽管说啊。出了钱。那没了，那属下告辞了。哎呀，好险呐！在夏家妇女回来的第2日，夏兆丰就重回了县衙。哎呀，夏兄啊，你总算回来了。没有你的日子里，哎呀，别，清华兄别激动啊，咱们有事好好说。怎么样，南边近来如何？哎呀，也就那样，当然比咱们这儿是好不少，就是跟往年比起来，说是年景还是差些，粮食什么的倒是有，但是也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估计啊，都得看今年夏收了。如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慈济堂从正月里开始施粥，如今更是停不了了。你不在的这一月，新来的移民户倒是又带了一些老乡来。我和李大年光粮地分田都能从早忙到晚，连累的我家夫人也每日去慈济堂熬粥施粥，忙个不停，还得愁怎么买得上便宜点的粮食。今年春耕又比往年晚了一些，这日子过得真是今朝不知明日事，搞得我日日夜夜不能寐呀。清华兄有话直说。既然夏兄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客气了。你那粮食有没有多买？要不然让一点给我。清华兄，我有一事不明。你说有何事不明？夏兄尽管说，我必知无不答，言无不尽。我知道你有粮，只要你匀我一点，想知道啥都行。豁出去！您那卖扇子的银两能支撑到夏收吗？关键您这么做，用自己的钱来养老百姓，是图什么呢？哎呀，这钱也不是我的呀，是我大哥的。非要这么说的话，勉强也算吧。当然我也出了那么一点点力，不过主要还是我大哥的那个章比较值钱。我本也不缺那些钱，用来接济下百姓，全当去庙里烧香捐了香火钱，有何不可呀？哇，那您这香火钱倒是真的不少。实不相瞒，我们郑家在都城也好，在整个大荣也罢，也算是叫得上名号的人家了。咱们宗支旁支加起来，每年捐的香火钱，别说几千两了，几万两恐怕也是有的。有道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既然我也不缺钱，这也没个寺庙道观的，我拿钱做善事，全当积德，有何不可？咱们八方县这不是才刚开始吗？自然比别的地方困难些，往后就好了。我别的没用，这份信心还是有的。哎呀，原来这就是贵族阶级啊！也并不是每个富人都跟郑大人一般存了善心，愿意把提己拿出来接济百姓的，夏某佩服。您先前问我是不是可以匀点粮食出来，可以是可以，但是也不多，180文一升。您看您要多少？向家卖我250文一斗，这也太黑了吧！您别激动啊，这粮食我是多少买的就多少卖给您，
中间1分钱都没赚您的，连车马费都是我自己承担了。但是人家项家也要是请了镖局，养了护卫，押送粮食走南闯北的，这一路的花费都是成本。南方180文的采购价卖到咱们这儿250文，叫我说呀，其实不算黑。也是哈，主要还是这地方不方便，中间还隔了个要命的西周。会好的，咱们去的时候正好遇上一场大雨，也许今年西周的旱灾就能解了，希望他们也能有个丰收年吧。可不是，要不然咱们多不方便。行了，这粮价咱们就说定了，我可等着你的粮食了哈。这粮价180没有问题，但是在下有个建议，说出来，锦华兄，你考虑考虑。什么建议？你说。慈济堂施粥是照顾百姓，怕今年受了雪灾，蒙受了损失的人支撑不到下收，所以一直没停过。这本是善举，没有什么过错。但是清华兄，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男女老少，咱们是个人都接济，一来负担太重，毕竟咱们县现在连个城墙城门都还没有，还得省点钱出来，好歹造个门不是？二来这么干也容易养懒汉，躺着就有饭吃，谁还愿意干活啊？是不是？这事儿夫人也跟我说过，只是我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拿出章程来。既然夏兄提到了此事，那今日咱们就把这章程定下来。夏正二人一步去了郑志明的外书房，商讨了整整一上午，最后定下来，凡是小于7岁、大于50岁的，无论男女，只要是家中受了灾的，每日都可以去慈济堂用餐一次，但是不可外带。慈济堂在查明身份之后，会每人发一张单子，用一次餐就盖一次戳，用餐单每月初1更换一次。最后还有郑二夫人的一个要求，就是县学从今往后得分了男女班授课，年龄不限，每月学费还是100文，自备笔墨。谁啊？是我。嫂子，你既然要翻墙，你又干嘛敲门啊？不知道，我这2日都不太正常。赶紧下来，我正好挖了土豆，咱们做土豆饼吃。好啊，你还会做土豆饼吗？不会啊，不过可以试一试嘛，谁也不是从娘胎里面就什么都会的嘛。不会厨艺的2人分工协作，反正谁也别好过就对了。这个怎么还会变色呀？会不会有毒？不会，这个只是土豆变成了土豆丝，就老成了。这是土豆丝？我虽不擅长厨艺，但是调和丝我还是分得清的。崔大人，你武功盖世，刀工了得，怎么一个脑袋大小的土豆削皮能削成鸡蛋大小呀？你这刀工还真是名不副实啊！哪里有脑袋那么大，本来不就这么大点吗？不过这皮咱们就不能直接吃进去吗？我看着挺薄的呀。可以是可以，这样咱们改个吃食，今天不吃土豆饼了。好。于是2人大半夜的煮了一锅土豆，然后一个蘸盐吃，一个蘸糖吃。你是男的，怎么会喜欢蘸糖吃呢？以前不爱吃甜的，不过吃多了你给的枣夹核桃还有小糕点，便渐渐习惯了。怎么，脸上有什么吗？你果然不正常了，怎么看着还有点跟以前不一样了？谢谢你。为了土豆？不是，应该说不全是。那为何要谢谢？三言两语说不清，但是以前我只知道带兵、训练、打仗、杀敌，亦或者执行上级的命令，完成所有任务。但是现在因为你却多了很多有趣的事，原来这世上其实还有很多事儿都挺有意思的。就是让你重拾了生活的乐趣呗。是也不是。你好好说话。其实我从小就是这个性子，说得好听是一板一眼，但实际上就是对很多事物都没太大兴趣。人也好，事也罢，在我看来都是差不多的。特别是我大哥去世之后，我就更觉得这个世上的很多事都是一种痴妄。我对朝堂没有兴趣，只有在杀敌的时候才能激起一丝本能中带的血性，所以即便很多人反对，但我还是留在了北营。不过自从遇到你卖白菜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那些白菜多少有点问题，还有那冬瓜，我琢磨着也不对劲，可是查了半天却什么都没查出来。你都不知道我让手下的人看了多少白菜冬瓜，现在我看到这2样都是脑袋发晕的。后来机缘巧合下你们救了我，然后渐渐的我发现你身上有很多令人不解的东西。其实我刚开始关注你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疑惑，最后也就是昨天，你彻底刷新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总觉得好像自己因此不再是自己了，而是另一个我，另一个应该从孩童时代就被压抑了的我自己。
不知道说那么杂乱，你是不是能听懂？就是说我打开了你新世界的大门，姐是你的领路人。你这么觉得也行，不过总之还是要谢谢你。谢倒是不必了，就是这位客官，小店今日要打烊了，您可否自行离开？本店主不想再去扯那大门栓，一会儿再把我大舅给吵醒了。耽误你睡觉了。没事。那我明日再来。不行，明天店主有事，土豆小卖部不营业。什么事啊？我也要参加。你确定？那行，那你把安阳也带上，咱们干活还能快点。那干啥呢？明天你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被抓了壮丁的崔成允搬起一袋面粉，忍着鼻痒问一旁的夏兆峰：你们买的粮食其实都藏在安如的空间里？可不是，不然我也不能卖郑大人180一斗面呢。如果算上车马费，咱们都能亏死。而在空间里的夏安阳拎着2袋面粉，嘀嘀咕咕个不停。我还想呢，有啥好事能轮到我？原来是做苦力。赶紧的干活吧你，我都快吐了，我说啥了？进进出出10多趟的夏安如一下子就忍不住了，捂着嘴就往外头跑。容易，我过去瞧瞧他。行了，没事儿，你女儿从小吐到大，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不过她这会儿估计也吃不下这油煎的东西了，嘿，便宜了我，嘿嘿。来，阿荣，让我尝尝你这手艺是不是又进步了。又过半月，时间已到了6月中下旬。今年这收成怕是不行啊，今年本就卖得种得晚，还来了2波倒春寒。您瞧瞧，这要么是不抽穗的，要么就是瘪犊子的。咱们村里的老人说啊，其实照理最晚再过个10天半个月，应该就要开镰了。你说这可咋办？现如今也不可能让农民重新再种吧？那咋可能啊？咱这儿种不了2茶粮。今年这粮食危机估计比去年还得严重。又不能种2波粮，如今太平城280一斗都买不到米面，你说怎么办？粮食其实大部分都在大粮商手里，那不是废话吗？你有啥想法你说。南边的粮价要比咱们这儿起码便宜1/3，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大粮商都把粮送到咱们这儿来卖？办法嘛也不是没有，的确也不是没办法。他们俩到底说的是啥玩意儿？什么办法你们倒是说呀。北安王府，皇兄，几月未见，您怎么都脱相了？瘦一点，行动也方便嘛。不过你们家这点点心倒是真不错，到时候再给我打包些，你小侄孙要吃。好，不过皇兄这回来就是为了吃点心呢。你明知故问可就没意思了啊。皇兄，现在也不止你们西周缺粮，困难呢肯定是你们最困难。那还用说呀。可谓实话实说，西周很多路都被大水冲毁了，送进宿州的粮草都得往南绕个大圈子，这车马人手都得花银子。项家那里我早已问过了，他们自己的庄子本来也大多在西周宿州，如今西周绝收，宿州眼看着也得限收，他们自己也要从南方买粮。问题如今南方的大粮商都在囤粮，价钱几何咱们先不论，哪怕咱们现在有钱，此时根本不是咱们想买咱们想要就能有的。咱俩身份尴尬，说是王爷，实际上手里的资源却比都城的那些世家朝官要少得多。皇兄，真的不是我不帮你，想想办法嘛，办法都是人想的。南方今年说是年景虽不算太好，但是总比咱们这儿好些，粮食他们那儿应该是有的。那人家不愿意卖，你能怎么办？要不这王爷我也不当了，我帮皇兄去抢吧。抢倒也不至于，你要不然让你们宿州州牧想想办法吧，集思广益嘛。西周已经死了3个州牧，你就威胁他，就是说再想不出个法子来，到时候就跟父皇要人，让他来西周做州牧。这还真是缺德，不过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行，那咱们就给他个机会。此时的季府，季大人，你想想，如果用这个法子真能解决咱们这的公粮，您这政绩不是不愁了吗？我没想要升官啊，更何况今年夏收晚，宿州这会儿还没开镰，
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肯定欠收啊？季大人，真等到开镰，粮食收上来了，再筹谋就晚了。所谓防患于未然，咱们什么事儿不得想在百姓前头吗？你们八方县不过才5、6千人，为了这5、6千人，在太平城闹出那么大动静，你们觉得值得不值得呀？季大人，话可不能这么说。下官身为八方县令，自然是为本县百姓着想，而您身为宿州州牧，也必须为本州百姓打算。什么叫就为了5、6千人？咱们为的是仅5、6千人吗？整个宿州10多万人口，没有粮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不都是您该考虑的吗？郑县令，既然你这么能干，那我这州牧的位置便让给你来做好了。哼，大人既然不要做这宿州州牧，那就赶紧的辞官，现在就写辞呈，下官让我家奴立刻马上送去都城。您既然不想干了，那就让朝廷派个想干的来，免得有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熊儿进来，季大人有辞呈要送往都城，你现在就动身前往都城去。哎呀，二位大人莫要动怒，季大人、郑大人呢，主要也是希望能好好办差，绝无想要插手宿州事务的意思。可问题这事儿只能是宿州好了，咱们八方县才能好。现在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是要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可不能自己内部先干起来。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愿意出力了？是，咱们当然知道季大人也是时时为宿州百姓打算的。倘若季大人觉得咱们刚才说的那法子不好，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您别误会啊，咱们来也不是为了为难您的，咱们主要是也想与您探讨探讨，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决咱们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探讨？你们什么？季宗林话说到一半，却看到郑志明上下打量他的眼神，于是他想了想，改口道：既然郑大人那么大本事，为何不直接让朝廷拨了粮食来宿州？哼，大人还真别把下官当傻子，陈将军那里下官早就去问过了，他都没要来粮，下官又何必去自讨没趣呢？季大人，北安王府来找啊？说了吗？所谓何事？肯定是为了粮食。季大人，去吧，在下就在此地等你。无奈的季宗林2条眉毛直接挤在了一块儿，背着手，佝偻着背，喊了人备车，匆匆往北安王府去了。2人茶才吃了2壶，就有季家的小厮来找人，说是请2位也赶紧去趟北安王府。不说了，肯定是季宗林把咱们卖了。走吧，瞧瞧去吧，是该去一趟。毕竟这事儿由北安王府从中协调，那就再好不过了。到得王府，2人由王府太监直接带进了北安王府的偏院。夏兆峰啊，你可还认得本王？还请王爷恕罪，当初草民实在不知您的身份，才喊您白老爷，草民罪该万死。不必道歉，真要论起来，本王还要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要不是你们一家勇猛果敢，估计早没本王什么事儿了。看坐吧。没想到宿州居然还有皇兄的救命恩人，这救命恩人居然还是郑县令的师爷，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不敢当。不过说到巧，王爷倒是没有说错，这碟子点心怕是出自5味斋吧？你怎么知道？不是说这点心在宿州就供给了北安王府吗？难道这夏家也置办得起这么贵的点心啊？王爷，您家这点心就是夏家夫人做的，时间紧迫，咱们要不开始说说今年这粮食的事儿吧？你这郑县令还跟以前一样，父皇都把你贬到八方县去了，你这脾气啊，却是一点没收敛呢。哎呀，微臣这不是急百姓所急吗？夏师爷，您家夫人真是人美心善，手艺好啊，不错呀。郑县令莫急，咱们还得等一个人。等老的呀？谁呀？是谁那么大架子呀？敢让2位王爷久等？等人的功夫，2位王爷问了下郑志明和夏兆峰2人之前季宗林提到的事儿，他们是不是有把握办成？夏兆峰自然不能把话说死，直说原本有5成把握，不过现在既然有2位王爷参与，那这事儿就该有7成把握了。陈将军到，8成把握。那便按照夏师爷和郑县令的法子，咱们这就让宿州的粮价再往上涨一涨。什么涨一涨？微臣拜见2位王爷。陈将军免礼，请坐。自然是涨粮价。这又是为何呀？这是嫌我们坐北军饿不死，想让我们快点饿死是吗？北安王不再废话，直接点名了夏兆峰和郑志明2人，让他们把事情该怎么操作都说了一遍。那这么说的话，万一朝廷有人参本，这罪责不都是在下官头上吗？放心，我们会照应你的。
需要这么多人照应，这事儿还能有个好吗？可我现在后悔的话，估计会被陈大将军砍杀当场啊！毕竟陈大将军已经在狂笑着幻想有了粮草，怎么出去打劫了？哎呦，好惨啊！初步统一了意见之后，郑志明便和夏兆峰回了趟八方县，两人把此后1个多月的事儿都交托给了各色人等。6月底，原本宿州应该还是酷暑时节，但是今年却凉快得很，因为马上就要去太平城一段时间，所以夏安如在临行前去了趟北营。你先去，我等陈将军回了营，便会接班去太平城，到时候再来找你。行，不过这回我不知道要去多久。你们那个对讲机充电的事儿，我拜托了我娘，到时候你让人去五味斋找她就行。哦，原来未来丈母娘居然也是个不对，婶子仙女。那容姨不是跟你一样？停，别乱想，我娘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我就是把东西给了我娘，她会帮你们弄的。哦，原来是你把法器给了容姨。大哥，你能不能少看一点神神鬼鬼的话本子呀？不过话说回来，你如今这么呆呆傻傻的，我是不是有点责任啊？不是有点责任，是全部责任都是你的。既然如此，你要不要让军户也把收上来的土豆再重新种下去？不过这回先说好啊，如果9月底突然气温骤降，导致土豆减产或者是绝产，我这回可是不负责任的哦。早就安排下去了，上次听你提了提，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让人把这回收上来的土豆全都给种下去，所以我已经让人吩咐下去了。你这是什么表情啊？笑得也太突然了吧？很突然吗？其实我心里已经笑了很久了。哎，行了，你赶紧回去办正事儿，我一会儿也得跟我爹他们走了，咱们太平城见。夏安如，崔成允下意识地把夏安如往自己身后扒了。陈小姐，你慢点，要不然灰太大了。夏安如，你太不够姐们了，你去太平城也不叫我，我也要去。陈大小姐，我是去办事儿哎。你们俩干嘛呢？禁止在我面前卿卿我我。你别瞎说啊，我可什么都没有干。陈小姐，夏安阳最近没空与你比试，是他确实有事在忙，你不用撒气在别人身上。夏安阳有没有空跟我有关系吗？你可别血口喷人，我对夏安阳一点意思都没有。我真是服了，这不打自招这种事儿，大小姐真是玩得挺溜哎。你路上小心，我到了太平城就去找你。说完便绕过了陈娉婷，进了北营。哎，自古男人耽误事儿，走吧，夏安阳有啥好的？姐妹带你去搞事儿，好不好的？反正他现在也没空搭理我，他没空理你，你马上也会没空理他的。怎么样，走不走？走啊，干嘛不走？你不是要带我去搞事儿去吗？我别的不会，搞事儿可是我的拿手好戏。5日之后，城中的几家花楼突然宣布，定于8月15中秋之日举办宿州首届花魁大赛。除此之外，北安王府还准备在中秋节主办一次灯会。北安王亲自发了请帖给到宿州的各级官员富商，邀请他们在15这天在太平城内的主街上搭设棚帐。在宣布了8月的2件大事之后，宿州州牧季宗林又以私人身份开办了一个诗社。季州牧虽然没有什么有档次的朋友，但是给他捧场的商贾还是不少。得了头筹的雅士可以选商贾提供的古董摆件为奖品，也可以选了人家花楼的头牌伺候2日。夏安如听闻季大人的诗社很是热闹，不由跟老父亲感慨，果然还是男人最了解男人。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有何不一样？他们都是读书人，我不是，我没文化，我是文盲。北方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地朝南扩散，几乎在太平城粮价涨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500文之后的几天内，大荣朝所有粮商都收到了消息。而且西州余王府放出消息，只要路过他们西州的都可以请余王府的府兵护粮，余王府做担保，保证各大粮商的粮食可以顺利通过西州。有先行者在得知宿州粮价之后的第2、第3天就已经筹备了粮食，找了车马队往宿州赶了。宿州突然热闹起来，且粮价涨上了天际的消息不出意外的也很快传到了都城。皇上，臣妾听闻您今日午时进的不香，便特地动了这乌鸡山参汤来。您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跟您自己的身子过不去啊。放那儿吧，
朕一会儿喝。皇上，太子前几日说已经筹到了一批粮草，过几日就能送到。兵部若是急需，急需什么呀？我看陈虎在宿州玩的挺不错呀。比武，他是准备比武招亲，把他那宝贝女儿嫁出去吗？到现在还有心思管这些？我看他要的粮草也并没有那么急呀。皇上莫要这般想陈将军，陈将军劳苦功高，在宿州守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偶尔搞个比试挑选点人才也无可厚非，你也莫要责怪陈将军了。毕竟如今北边的安定可离不开陈将军啊。什么叫离不开陈虎？难道肃北军没了他陈虎，这20万大军就不会打仗了吗？皇上，您知道臣妾不是这个意思。唉，这朝堂上的事情臣妾也不懂，更帮不了皇上什么。不过好在太子如今吃了新的汤药，这咳喘的病症倒是好了不少。您若是有什么事需要帮手的，使唤自家儿子就是了，别老是自己生气，气坏了大荣朝的百姓，臣妾和太子太孙该怎么办？只觉头晕眼花，手便往桌案上撑了一下。皇上，您怎么了？宣太医，快宣太医！哎，不用叫太医，朕这是被那2个逆子气的，没事儿。您啊，这一日日操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其实臣妾觉得余王和北安王也挺不容易的。一个全境粮食绝收，倒是学会了雁过拔毛；一个全境粮食严重欠收，却还搞什么中秋晚会，还真是不容易呀。皇子嘛，没吃过什么苦，自然行事乖张一些也是正常。你且放宽心，太子这里一直在为筹集粮草想办法呢，这事儿还是让他操心去吧。唉，也就是太子最让人放心些。出了启文殿的皇后，路上轻声问走在她边上的嬷嬷：所以宿州如今真的有这么热闹？回禀皇后，所言非虚。咱们派去的人回报说，宿州粮价物价齐涨，前2日拍出了一个花簪就得5000两，更有投机倒把的豪掷10000两，在太平城郊购置了10000亩庄园。说是如今西州往宿州去的官道上都挤满了各色商人，简直是络绎不绝。是江阳的手笔，还是真的是那2个没脑子的搞的？江公公自从进了肃北军就再也没有出来过，咱们的人试着想进肃北军的大营，可他们那里实在是守备森严，进去不得。不过既然江公公一直在肃北军的大营，那这事儿应该不是他谋划的，会不会是2位王爷听信了什么人的谗言呢？皇上很生气，那明日大朝会参2位王爷和宿州的本多了，皇上肯定更恼火呀。明日本宫就煲了清热去火的汤送去给皇上吧。是，老奴明白了。次日大朝会，果不其然，不少言官都参本，弹劾了北安王不知民间疾苦。宿州州牧季宗麟放任宿州粮价涨到了惊人的500文一斗，另有人弹劾陈虎，说他刚愎自用，肃北军为陈虎马首是瞻。最后说到陈虎，皇帝反倒冷静了下来。不能气呀，说好了合伙搞钱呢，现在钱还没搞到，真弄掉了陈虎，还有谁能给他保守搞钱的秘密？虽然陈虎这厮的确不太好，但是毕竟当初拥戴朕上位的人，如今只剩下陈虎和郑芷渊了。皇上，郑丞相认为呢？你再说一遍，我没听啊。微臣是说冀州州牧季宗麟该治罪啊。治罪的话，倒是还没到时候。郑大人，季宗麟这事儿就是明摆的事实啊，哪怕不治罪，总该先把人召回来问话吧，还应该再查查季宗麟与粮商是否有勾结，暗中把粮价炒上了天价。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苏州大面积欠收，粮食危机还没解除啊，所以季宗麟不能现在治罪。若是要治罪，也得等到这事儿过了，数罪并罚，到时候砍头抄家倒也干脆些。这郑丞相简直了，出牌从不按常理，要不就不治罪，治罪就是杀头抄家，是不是玩得狠了一点？杀头抄家倒也不至于吧。对呀，所以何必急在这一时呢？更何况
现在罢黜了季宗麟，那宿州的州牧谁去做呀？陈将军缺粮，又不是缺一星半点，宿州本就有义务给宿北军提供粮草，所以在此的各位，有谁去想为陈将军排忧解难吗？要不你去吧。哎呀，郑大人，你莫在朝堂上开玩笑。没开玩笑，你是副相，苏州现在这般胡乱折腾，你去管一管有何不可呀？皇上，微臣推荐。皇上，微臣觉得让季宗麟处理完了宿州的事再说，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他若能将功补过就最好，若是不能，到时候再一并治罪也不是不可。你朕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事儿就让郑丞相全权负责吧。苏州的粮价再往上涨，要真闹出了乱子，到时候朕就只找郑丞相。不过御史台的弹劾朕都收下了，这事儿也不是如此便能随便应付过去的。传朕旨意，让余王、北安王和季宗麟、陈虎就算了，让他们3人写了陈情表来，朕倒是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干嘛。出了大殿，正慢吞吞往外走的郑丞相余光瞥见了一人，一下子就清醒了。郑丞相，请留步。太子殿下安康啊，见您这气色好多了，老臣也就放心不少。多谢郑丞相惦记。郑丞相似乎对宿北的事儿倒是不怎么紧张，您弟弟不是在宿州为官吗？不知他在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回殿下的话，他那里就是个小县，5、6千人的事儿，总好解决些。本宫这里倒是认识一些江南的粮商，若是有需要，郑丞相可以告知。那老臣先谢谢殿下了。臣弟目前还没有求救，不过老臣估计这人脑筋迟钝，这会儿还没有危机感呢。老臣还得现写了家书去问问情况。郑丞相的兄弟倒是没把宿州的那番热闹告诉你。他那个人呢，脑子不灵光，八方县离太平城又远得很，估计这消息啊还没刚才几位弹劾季宗麟的大人来得灵通呢。指望他告诉老臣，那黄花菜都凉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老臣这会儿写了家书去问他，都能猜到他打开家书的表情。他定是愣神半天，然后找了底下的人来问，说什么太平城居然有此番热闹，为什么粮价会涨到500文呢？反正左不过就是这些反应了。老臣这个弟弟还是被老臣给养坏了。趁着太子的高兴劲儿，老头赶忙告辞，说这就得写信问问弟弟去。郑知渊这只老狐狸，原本季宗麟这次肯定被拉下来换上我们的人，没想，不过算了，季宗麟此人虽然不是我们的人，可也没什么根基。这州牧要是想拿下来，后头的事儿也麻烦，就让他暂且先坐着吧。太子所言极是，这季宗麟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宿北军的军权呢。父皇还是很袒护城湖的，不过人嘛都会有猜忌心，只要有了隔阂，那这裂痕就会越来越大的，母后那里也会想办法的。时间还有很多，殿下也不用操之过急。2年够吗？未见我儿登上皇位，本宫走的也不会安心的。2年足够，咱们手里的粮草虽然比预期的储备少了，但是也足够用。今年北方必有大战，届时应该走的人都会走，明年开春殿下登基大宝，一切都会尘埃落定。刘先生，我的身子是不是正在被啃食腐烂？殿下您想多了，殿下最近的状态真的与2个月前完全不一样，您不用想那么多。太子没有答话，而是接过了柳先生递过来的碗，一口饮尽了碗里的汤药。随着8月15的临近，太平城里头愈发的热闹了起来。季大人不得不多派了2队人马，日夜巡逻。大崔，你不是号称自己是半瞎吗？这3更半夜的，倒是能看得清是崔成宇。我就说我老爹急匆匆回八方县准备好事的，果不其然，崔成宇就来砸场子了。不过我倒也不怕什么，不管是谁来比就是了。这一路都是灯笼，而且他骑马的姿势我认得出来啊。
大崔都不叫了，直接叫他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的姐妹是来为我庆祝夺得比武大赛桂冠的。我是被他从被窝里面挖出来的，你是被陈将军喊来比武的吧？你们赶紧比吧，我真太困了。好，那咱们就速战速决。什么速战速决？看不起谁呢？这擂台我可守了10日，只差1个时辰了。你也莫要太小看我了。那便请陈小姐赐教。请，你可别手下留情，因为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请。于是二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开始打了起来。锤，你跟我说说，你们小姐跟安阳怎么样了？唉，小姐不会谈情说爱，每每把夏公子给打趴下了，她就觉得夏公子能喜欢她这样的。她说自己走不了柔美路线，就得走勇猛路线，这样她也就是一个有优点的女子了。不过夏公子感觉没能懂小姐的意思。那我弟前段日子岂不是过得很惨？那可是相当惨啊。夏姑娘，您如果有机会，还得跟夏公子解释解释，咱们小姐还是喜欢他的，只是小姐表达的方式与常人有些不同。这事儿我可能说不了。我觉得吧，我弟可能都不知道你家小姐喜欢他，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得男女双方自己表明心迹，别人掺和进去，好了坏了都很尴尬。可这两人该咋办呀？慢慢来呗，还能咋办？反正20不嫌小，30不嫌大，年纪在咱们老夏家基本不算是个问题。好，大崔威武！随着夏安如的一声喊，陈娉婷的金刚大刀被崔成允挑落在了擂台上。一脸生气的陈娉婷可把夏安如吓得够呛。干什么你？都爬上来了还怕我恼羞成怒，砍了你心上人啊？没有，怎么可能呢？你心胸如此宽广之人，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呢？哼，记住，我可是为了不让你在我姐妹面前丢面子才让你的，你最好把这1000两给守住了，要不然……多谢陈小姐手下留情，崔某不胜感激。赢了便请吃宵夜。去吃烤串吗？走啊，大崔，我带你去一家巨好吃的烤串摊子。大崔哪有拒绝的道理，点头就跟着夏安如走了。你们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太平城搞得如此热闹，真是超乎你的想象。是啊，超乎想象，我竟然觉得这太平城比都城还要热闹几分。看看本姑娘虽然肩不能扛，手不能挑，做不来针线，煮不来饭菜，可是咱会搞事儿啊，所以还是有优点的吧？有的。眼看着前头两人对视的眼神都快冒火星子了，陈娉婷在后头咳嗽。哎呀，没成气呢，没成气呢，别看他那么赤裸裸的。哎，这烤串还吃不吃啦？再不走快点，人家都收摊了。不可能，你猜烤串摊子是谁支棱起来的？不会是夏叔吧？怎么样，好吃吧？这调料可是安如亲自配的。好吃。不过您怎么会来太平城烤串啊？嗨，这不是我外甥女让我发财吗？前些日子伟斋来送货，回家带话说安如让我来卖串，家里头现在农活都有2个庄头和我爹还有大哥看着，我就想着来赚点钱也不错。毕竟搞房子花掉了咱们家不少钱呢，所以我这不就来了吗？你还别说，这生意是真的好啊！我在这儿摆了2个月的烧烤摊，赚的钱都能抵得上造房子的开销了。好事啊。不过您在城里住哪儿？咱们之前在城里买过一个小院儿，如今我二舅就跟我们住那儿。白天看院子的冯大爷和冯大娘就帮我二叔穿串，晚上我二叔就推车出来摆摊。吃这个，我种的。好，那一会儿吃完我送你们回去。你送安如吧，我们还得一会儿呢。等会儿他们从花楼出来的人，那肯定得来吃串。也行啊，那二舅还是继续发财。这路上也有巡逻的人，一般不会有啥事儿的。大崔吃完了串，去我家喝杯茶也好。娉婷要不要一起去？吃不下狗粮的陈娉婷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狂扫桌子上的串儿，她没空说话，只摇了摇头。是串不好吃吗？非得去吃狗粮？我可不干。于是吃完串儿，二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了夏家小院门口了。你慢点。身子一歪就往左边倒去，还好这回崔成允倒是接住了他。偶像剧烂俗场面终于现身。你们都给我进来，松手还不松手？也不管身后老爹在跟呆住了的崔成允说什么，自己就先进了院子。好像还挺扎实的。不错不错，我非常满意。
反观崔成允，哪怕人都进来屋子了，他都不知道未来丈人那嘴一开一合在说什么。你这是怎么了？发烧了？刚才是我不好，对不住，我不是有意轻薄你的。轻薄？刚才抱了我就是轻薄了？没事。你放心，等你忙完了，我就让家里来提亲。不用那么急吧？咱们不用再多了解了解彼此吗？我3岁开始启蒙，5岁开始练功，8岁读完了诸子百家，12岁第一次科举下场是。不，我不是说这个，人的脾性不可能显示在简历上呀。说起这个，我好像也是3岁开始启蒙的，好巧呀。不对，我不是要说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明白你的意思，的确，我这个人无趣、呆板，没什么见识，你要多考虑一下，我能明白。但是你要相信，无论你要考虑多久，我都会等你。到底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啊？就因为抱了一下，这就要成亲了？这古人的思想到底算是太开放，还是太不开放啊？说太开放是因为抱了一下就能成亲，说太不开放是因为抱了一下居然就要成亲。那自然是因为我们总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等到你点头了再让家里人来提亲。那也行吧。郑志明这人也皮厚得很，住在老夏家的宅子里也全然不拿自己当外人，死活拉着崔成允让他住家里。对，你既然还没去驿站开房，不如住咱们家吧。你住可以啊，但是我先声明啊，住了也不能马上成亲。硕大、忠诚、可爱、憨厚，这人应该是废了。Good boy， 姐姐爱你。如此，大崔便也住进了夏安如家的小宅子。次日一早，天才微亮，夏兆峰就见崔成允已经在院子里洗衣服、洗床单了。小伙子倒还行。还好他不知道未来女婿昨日梦到了什么，不然的话，今日老夏怕是要做个杀猪匠了。日子很快便到了8月15这日，太平城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婷婷啊，你确定这个狼牙棒点了灯能好看？怎么不好看啊？我前几日都亲自点过了，好看得很，惟妙惟肖，闪闪发亮。王爷要是有眼光，咱们府肯定是得第一。行，那就希望咱北安王和世子有个好眼光吧。对了，大崔今日最后一战估计马上要开始了，走，瞧瞧去。有啥好瞧的？不过既然你求我去，那我就去看一眼，他有没有给咱们苏北军丢脸。走了。结果嘛，崔成允自然是力拔头筹，独得1000两白银。他下了擂台，就直接把白银送给了夏安如。可别给我啊！刚才结束的最后一场拍卖可真是……总之姐有钱，欠你的银两我也凑满了。崔成允倒也没有太过纠结，他打算把银两换了银票都帮夏安如存起来，等成亲之后再交给他也一样的。明日项家粮铺便开始降价了。苏北军准备了10万两白银，余王和北安王那里也说好了，我明日已经约了几个大粮商。虽然这宿州州牧不是什么肥缺，可好歹也是个4品的官职，我真的不想失去啊。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要看去看花魁呀。我前几日去吃酒倒是看到过，其实也就这样，不过就是比人家白点，腰肢软点，跳舞好看点，五官精致点而已。这也叫而已？这不就是样样比人强吗？你在想什么？没什么，我就是在欣赏这人世的繁华，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这花灯节看了。会有的，海晏河清，太平盛世，总有一天都会有。你知道吗？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你说的太平盛世。哦，所以老百姓在你的梦里过得好吗？好，孩子有书读，老人有钱养，也不怕外敌侵略，因为我们也很厉害。人们不用担心吃不饱饭，因为有神农氏培育了很多品种的粮食。远隔重洋的人也能够面对面的说话。都城到宿州只要1个时辰。有点想梦里那个地方了。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样的想法传承下去。也许到了我们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那辈，这世界寰宇便同你梦中一般模样了。扯什么呢？还宿州到都城1个时辰，咋不说马车能在天上跑啊？赶紧都回家睡去吧。明天开始，咱们就等着被那些个粮商每天惦记家里的18代祖宗吧。行吧，热闹是别人的热闹，骂娘就让咱们来承担吧。
次日，项氏粮铺开门，直接放低了粮价，由原先的500文一斗直接降价到300文一斗。第二天，项氏粮铺把粮价降到了250文。第三日，项氏粮铺公开售价200文一斗粮。之后10日，项氏粮铺把粮价又降低至180文，且不限量供应，可粮商们却渐渐等不下去了。众粮商只得推举了2个代表，派去与项氏协商。谈判进行了3日，最终项氏粮铺以160文每斗的价格收光了粮商们带来的粮食，整整50万两的粮食在3日内全部交割完毕。外婆娘，我都想死你们了，你倒是还想着回来啊？嘿，我这不是搞钱去了吗？走啊，家去啊！一会儿杀鸡宰羊，你们可得好好给我接个风。这一趟我们家不仅仅是还清了债，安如这儿还多了这么多银两，甚是安心，甚是安心呐。皇帝原本已经平静的心再起波澜。臣妾听闻皇上今日上火，特地炖了百合莲子瘦肉汤来，皇上喝一点吧。有劳皇后了。皇上说的什么话？名为大容百姓日夜操劳，臣妾不过是每日炖点汤而已，算得上什么？皇上这是为了2位王爷的事儿犯难吗？你也知道了，那皇后对此事如何看？臣妾也是听太子提了一句，才知道了个大概。现在反正事已至此，皇上也不必再为此事生气了。2位王爷也是办事心切才……所以依照皇后看，余王和北安王这事办得不妥吧？也没什么妥不妥的吧，就是动了粮价，倒是有些不太好。粮商损失且不论，主要还是粮贱伤农。不过这事儿臣妾觉得过去便过去了，皇上也不用再惩罚2位王爷了吧？他们也是一时冲动，好心办事，有点纰漏而已。粮贱伤农，他倒是挺想问问皇后，200文一斗粮到底哪里算贱价了？2日后，大荣朝10日一次的大朝会，活活成了北部3人组的批斗大会。皇兄他们这次的确是过分了，先是哄抬粮价，把人诓骗去了宿州，还拦路要粮，仗势欺人，低价收粮，这不是土匪行径吗？所以太子觉得他们这回的事儿确实办错了。为百姓筹粮的心是好的，但是这方式方法确实不妥。朕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们跟太子都是一个意思吧？底下一呼99应。皇上明鉴，臣等就是这个意思。郑丞相，此事你怎么看？回禀陛下，老臣觉得挺好。什么挺好？是余王他们办的事儿挺好，还是太子说的挺好？那自然是老臣觉得苏州西州百姓不会饿死，苏北军有了粮草，这事儿挺好。本宫并没有说这事不好，只是说这个方式有欠妥当。所以太子殿下认为不妥当的办法是如何呀？自然是官府出面牵头解决，县衙解决不了就找州府，州府解决不了就往户部回事。若个个都像季宗林那般胆大妄为，那大荣朝的规矩岂不是乱了？邱大人，如今宿州西州2地长平仓中存粮还有几何呀？有你个仙人板板！不多了。太子殿下如此为百姓操心，实乃我大荣百姓的福气啊。不过这2年大荣也确实是情况特殊，因此有时候也得拿出特殊手段才能把事办了。老臣觉得太子殿下也没有说错，按照流程的确应该如此，只是户部无能，长平仓的粮草空了这么久了，居然还没补上，所以余王和北安王才不得不特殊情况行特殊手段。微臣定会尽快把长平仓的备粮补齐，万望皇上太子殿下恕罪。人家都把自己玩没了，还能怎么罚呀？关键这粮价平日里不也就是各大粮商制定的吗？同样是粮商，为什么南方的粮商可以定价，北方的粮商却不能定价？当然老臣也没说乱定价做得对，主要是这家商户没了，倒闭了。皇上您说该怎么罚呀？总不能
再让他倒闭一次吧。罚钱吧，向家粮铺的东家没死的话，就罚他5000两白银，到时候就交给北安王去买粮食粥饭。若是死了的话，就让他儿子认罚。皇上英明，的确该罚还是得罚。这老头难道抓到什么把柄啊？要以老臣之见呢，这事儿还是因为户部不作为，不然如果长平仓的粮食充足，他们向家粮铺高价卖粮，长平仓只要卖价正常，这粮价很快就能被平抑下来的。说来说去还是户部不行啊。陛下明鉴呐，微臣真的已经尽力调拨粮食了，可奈何咱们这儿这几年收成一直不太好，长平仓的备粮都不太充足，再加上……行了，你们也别那么多借口了，朕也觉得你们户部这2年的确办差办得不行，今日朕就罚你这个户部尚书1年薪俸，以儆效尤。邱正奇只得行礼谢恩，心里问候了郑志渊祖宗18代。那余王和北安王，他们行事鲁莽，自然也要罚。就罚余王修好西州城内所有官道，他自己出钱。至于北安王，就罚他以后再也不准举办灯会，再让他开个粥铺，每日施粥，持续到明年3月开春吧。至于宿州州牧季宗林，也罚他1年薪俸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罚也罚了，申斥也申斥了。朕之后不想再来讨论此事是非对错。若是诸位爱卿实在是精力无限，那就好好的放在自己的本职上吧。陛下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底下一群弹劾的人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哎呀，怎么回事？今天皇上是吃错哪门子药了？居然没有发火，对余王他们更是轻拿轻放，说是要罚，可这种罚也好意思叫罚呀？罚余王修路？开什么玩笑！余王为了那一程粮食的抽成，早就把西周的官道修好了，还什么罚北安王不准再办灯会。哎呀，真是荒唐啊！怎么不罚北安王以后吃饭不准用勺子，只能用调羹呢？这不是开玩笑吗？如此折腾了差不多2月的囤粮之争，便算是彻底落下了帷幕。咱们这么做对那些粮商来说是不是不太厚道啊？不过他们把粮卖到500文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想过厚道不厚道。商战嘛，在法律框架内就只有胜负，没有对错。你怕是不知道，我跟那些粮商吃酒的时候，他们吃醉了自己说的，1斗粮哪怕卖200文，他们也是对半赚的，真亏本人家也不能卖嘛。人家可是大资本家，你跟资本谈啥厚道不厚道？这不是搞笑吗？你说谁搞笑？吃酒？吃什么酒？难道你去花楼吃酒了？没有，不信你问安如。我不知道。爹娘你们忙，我去空间收土豆了，拜拜。独自面对双手叉腰的姚荣，百口莫辩，自家那小棉袄怕不是件洞洞服吧。而回到自己房间的夏安如就进了空间，他空间里种的第3波土豆都能收了，另外之前随手乱撒的高粱种、熟米种这会儿也长起来了。为啥我这瓜摸着毛毛躁躁的？菜瓜不都应该是光皮的吗？于是夏安如二话不说，一拳头砸下去，理应被砸开的菜瓜却纹丝不动。什么玩意儿啊？他随手翻了翻，翻出一把小刀，然后直接就往瓜上一砍。啥呀这是？我去，这是黄瓜，这么粗的黄瓜也太厉害了吧！天哪，这农作物怎么成分子料理了？得知女儿莫名种出了杂交蔬果的夏家夫妻也很激动。次日一早，夫妻俩就撺掇着女儿把他们也带进了空间里。这回他们3个除了又摘了几个分子料理瓜之外，还在菜地的犄角旮旯里找到了长得像豇豆那么长的豌豆，剥出来似黄豆大小的花生，和剥出来像花生那么大小的黄豆。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我的女儿懒散。母上大人明鉴，我也就这半亩菜地和高粱粟米随便撒了点种，但是那边的土豆还有一点玉米可是认真种的。开玩笑的嘛，知道你辛苦，一会儿给你一顿鸡汤喝啊。这还差不多啊。爹，走了，你要舍不得出去，就帮我把这些高粱割了，一会儿我再进来带你。
你管这叫高粱？对呀，我倒是没怎么见过高粱，可怎么觉得这东西有几分眼熟呢？不会是……这不就是甜露素吗？就是甜露素。我说呢，什么高粱长得那么高，上头的穗穗却那么小。安如你这挺会混呐。该说不说，甜是挺甜的。这甜芦素是高粱变异的产物，以前南方很多人家都会种了吃，味道类似于甘蔗。可能是这地肥力比较大，催的杆子蹭蹭长，长着长着就变异了。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你想想啊，第一根甜芦素是不是就是基因变异了的高粱啊？我不知道啊，你给我一根甜芦素，我要吃，管它高粱还是甜芦素，反正能吃就行呗。虽然不能当粮食，但是它甜呀。既然甘蔗可以做糖，那这甜芦素不也行？接过老爹递过来的一截甜芦素，夏安如也跟老爹似的，先用嘴把皮剥掉，然后咬了一口，嚼吧嚼吧。这不就是小清新版的甘蔗吗？好甜呐！完了完了完了，好像又要发财了，这可怎么是好呀？回到八方县的日子过得嗖的快，夏安如甚至觉得今年都没怎么过夏天，这秋末的西北风就又夹杂着尘土如约而至，而郑宅、崔宅和富丰庄几乎也在同时修建完成。三家选了前后3天入住新宅。北安王拿了个最大的土豆放在大哥碗里。是，这种粮据说就是夏师爷家的，他们从去年搬来苏州之后就开始育种耕种，夏收后又种了好几百亩，自家吃不完，八方县也消耗不掉，实在没地儿卖了，就找了丰收日代卖这玩意儿。哦，本王尝尝，味道好的话倒是能采买一些回西州去种。你且尝尝吧，这味道，总之就是除了能吃饱，我的确没有吃出别的啥味道。这也没啥味道，顶多算是有点面味儿。听下人说倒是可以炒菜吃。那你干嘛不炒啊？这不得让您吃原味的，才能判断要不要采买回去当粮食种啊。大哥还当老百姓跟咱们王府似的，炒个菜恨不得放上半锅油，老百姓吃土豆就是白水煮吃的。话虽如此，但是加点盐巴也行吧。盐也要钱嘛，咱们这儿又不产盐，贵得很。在回去之前，余王再三思量之后，还是跑去把丰收日的土豆全给包圆了。于是这土豆在不经意间就流转去了西周。而此时的夏安如手头最要紧的事儿还是折腾小动物。娘，你确定剪下来了这兔子能熬得过冬天吗？没事没事，你尽管剪啊，剪完了咱们杀了吃了。我们会不会太残忍了？那你别吃，你得这么想，这兔子本来命里啊就做1年兔子，死了就重入轮回，下辈子也许就做人了。这会儿咱们磨磨唧唧不愿意杀，不就等于耽误他做人吗？太缺德了，咱不能这么干。哇塞，您这歪理把我说服了，合着咱们吃肉还是件功德哈。你别管功德不功德，这毛你还剪不剪？不剪我可放手了。既然都要超度他，那咱为啥不杀了再剪毛？于是他手起刀落，晚饭夹菜，最终在年28那日，崔成允终于收到了迟到了整整1年的新年礼物。我是真的想给你织一根围巾的，可是他们不准我再进兔棚了。不过说起来，这兔毛线也的确不容易织，7、8只兔子的毛才攒出来这么一点点，都不够你围一圈的。可放过你们家的兔子吧，这饭兜我虽是用不上，但是可以留着。我的新年礼物呢？哦，早就准备好了。崔成允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锦盒。给你的。夏安如打开锦盒一看，原来是一个胖乎乎的金元宝。呀，这大元宝，来，快到姐姐的包包里来。交换完了礼物，两人还凑在书案前分析夏安如明年的春耕规划。所以甜芦素到底是什么呀？这是细长版的甘蔗，你等着，我去给你拔一根尝尝。过了没一会儿，瞧，就是这个，我现拔的，还挺甜，我就准备用这个来榨汁熬糖。这个不是高粱，这是高粱他二舅甜芦素是也。正巧要来喊人吃饭的宋管事到的门口，就听到了崔成允的笑声。二爷呀，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笑过了。你那个小发明搞得怎么样了？你能说吗？说个大概没有关系。于是夏安阳便准备大致介绍下他的工作成果。总之啥呀？嘿，你这半句话没说就总之了，哪儿来的总之啊？青花兄稍安勿躁，先听他说嘛。
咱们呀做了一艘小船，就像这鱼盘这么大，然后添了燃料就能自己开上一段了。啊，这么大的船做了有啥用啊？模型啊，到时候咱们要造更大的，可以不用风力人力就能开的船。咱们可以把这个模型啊等比例放大，不过想成功嘛，这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啥叫模型啊？哎，这等比例放大是不是就是把小板凳做成长凳啊？这听不懂啊。安阳做的肯定是大事情吗？你们听不懂就对了，要真让你们听明白了，这事儿就不是大事了。哎，赵峰，你说对不对呀？的确，我也没明白。哎呀，甭管明白不明白，反正咱们今年一年干的都不错。虽然粮食欠收，但是咱们不还有土豆呢吗？来，大伙儿都举杯，祝愿明年否极泰来。大家伙包括隔壁的女桌也由姚荣牵了头，互相说着吉祥话，干掉了杯中的酒。哎呀，我老婆子明年没啥特别大的心愿，如今咱们家也是吃穿不愁，我就希望3个孽障能赶紧的找到媳妇儿。外婆，您知道吗？心愿说出来就不灵了。哎呦，我的个乖乖啊，你这个丫头也不早说，你3舅舅娶不到媳妇儿，我可让他们找你算账啊。待得吃完晚饭，夏安如送了崔成允和弟弟出庄子。等再见面可能要15以后了，你自己要好好的，别做什么危险的事，知道吧？没事儿，我可是8方县扛把子，不用担心。你好好办差，有事儿我会去北营找你的。哎，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娉婷啊？前2天看到他正在带兵操练呢，我就没上去找他。见是见到了，不过就是没说话。你们这……你不是对陈小姐有什么想法吗？别着急否认，你好好想想，若是有的话，男人应该先做出表率才是。陈小姐不管再怎么威武，但总归也是个女儿啊。哎呀，我这不是怕动了不该动的念头，到时候被她一刀给劈了吗？我又打不过她。这话听着很幽怨啊，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得考虑清楚，崇拜是喜欢的开始，但是喜欢却不单单只是崇拜，能明白吧？我崇拜你。哎呀，你们够了，能不能不撒狗粮了呀？嘿嘿，谢谢你的崇拜和喜欢，请保持住。哎呀，我的眼睛瞎了啊，还有我的耳朵，哎，我不活啦！为了夏安阳不原地爆炸，大崔和小夏2人决定等正月15之后，再找个清静的地方说腻歪的情话。奇怪了，为什么今天心里总是憋得慌？不行，得来2颗保心丸，别一不小心英年早逝了。然后拖上棉鞋冲出了屋外。号角声的声音划破长空，从北边呼啸而来。没事，别怕啊，去年也是这样的，相信子金他们可以应付得过来。夏安如嗯了一声，没说其他的。姚荣让他赶紧进屋，这会儿虽然没下雪，可这天气却冷得厉害。别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先跟你几个舅舅去打听一下。哎，这会儿乱得很，你把子敬给你的腰牌带上。带了，你们在家待着，暂时哪儿都别去，我去就来。说完，夏兆峰便扭头跑了。娘，这回我感觉很不好，走，你把什么钱财都给我，咱们先把最坏的打算做了。好，一会儿再准备些白布什么的。娘，这才开战，咱们不能那么丧气啊！哎呀，你是不是傻呀？白布洗干净了撕成条，到时候送去军营给他们包扎伤口啊！你想哪儿去了这是？这样啊，我想劈叉了，没事，咱们找白布去啊。夏兆峰跑到隔壁院，就见姚家众人也都已经站在了前庭了，连跟着姚家一起搬过来的3位大神也都在。赵峰啊，这是咋回事啊？这号角咋响个不住啊？哎，都别慌啊，孩子他就几个，你们随我去瞧瞧去。三白师傅，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这半瞎是准备自己跑路了？这3更半夜的，看得清路吗？我不去哪儿啊。不过先把行李背好，有备无患，到时候别拖累大家的逃难速度。他也不再多说什么，只说了声让大伙儿先别慌，就带着姚家的几个舅舅赶着马车走了。在离北营3、4里地的时候，赶车的夏兆峰就听到了一阵阵的马蹄声。我的个娘啊，这要干大仗啊！姐夫，咱们不去前头问了吗？这还用问吗？你看不到北营的人都出来了吗？赶紧回去报信儿，看看咱们是走是留啊！那咱们的宅子才住了几天啊？行了，相信苏北军，相信陈将军，
八方县不会有事的。说完，他便甩了鞭子，催马往回跑。我不走，安阳还在苏北军呢，我哪都不去，我就守着我家仔。你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前头开战，咱们这也太危险了。娘放心，这不是才开战吗？我相信陈将军和大崔能赢。打仗我是不会，可我会做干粮啊。方荣轩还有很多白棉布，咱们裁剪好了，还能送去北营给他们包扎用，能干的事还是不少的。我也不走，既然我是大夫，那前线打仗肯定用得到我。夏老弟啊，你得空把我送去北营吧，我怕老张头一个人到时候忙不过来。那我给您打下手，但是您得保证啊，再不跟张御医给我灌药了，不然您就没帮手了。哎呀，你这个缺心眼的，都什么时候了，怎么的还笑得出来？哎，错了，我错了。您放心，有我在，我娘肯定安全。你也不走啊？哎呀，你可管管他们娘俩啊！那什么，我也没准备走。哎呀，我的个亲娘哎！你们这是要想干嘛呀？安阳一个都不够咱们担心的，你们都留这儿，那叫咱们怎么走啊？既然这样，那我老婆子也不走了。姚老八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脸严肃地走到门口，还以为他要干嘛，没想老头跨出门口，却往后院走了。爹，这是干嘛呢？你管爹干嘛呢？但是大姐，你们真的不走吗？这前头真要是打起来，咱们这儿离北营可近啊。我们会没事的，你们走吧，去太平城，咱们那小院里住些日子，等前头有了消息再回来。二弟认识地方，咱们那儿也放了不少粮食，你们就带点随身衣物和贵重物品就行了。大姐不去，我也不去。那我也不去。我去，我爹说太平城可热闹了，我要去。上边上待着去，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梅香突如其来的一声呕吐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娘，我有那么恶心吗？这是有了。被众人围观了的梅香脸色歘一下就通红，支支吾吾地说着不知道、不清楚、不晓得。哎呀，让老夫来瞧瞧，这都起码3、4个月了，你这自己都不知道啊？最近比较忙，就忘了。哎呀，天爷呀，你咋不直接把孩子生出来再想起来呀？哎呀，那现在可怎么办？刚才出去了的姚老八这会儿又回来了。哎，你干啥去了？是不是准备拿地契给孩子们分？这事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尿尿啊？咋的了？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会儿还有闲情逸致尿尿啊？咋的？前线打仗，咱们就不能尿尿了？行了，如厕的事情咱们不讨论，现在你们都听我的。大姐，这……闭嘴！我没说完，不准发表意见。你们现在通通都去整理衣服，现在就出发去太平城。我们一家3口留在富丰庄守着，于大夫和大廖、三白去北营帮忙。就这样，散会。三白一脸惊恐地看着夏安如，夏安如给他指了指方向，看那里，我不是我娘。怎么，三白，你想抛弃我们吗？没有，我还是跟你们去军营吧，为了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宿州失守，你们记得去西州找渔王。娘，这个您收好，这个是渔王给我的，千万记得轻易不要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再去渔王府求人。万一你们去了长风城，记得每天5时去城门口等着，我们总有一天会再碰面的。姐夫，咱们要不一起走吗？行了，不用多劝了，富丰庄有我们守着，你们放心，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带着富贵和摇钱树走吧。众人见劝说无果，梅香这里又突然被诊出有了身孕，外加家里还有老的小的，便也不再坚持。为了尽快搞清八方县的情况如何，天才蒙蒙亮，夏兆峰就带着剩下的人跑去了县城。可到了长街，夏兆峰多少有些惊呆，这怎么……爹，咱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呀？我不知道啊。他们怎么都不跑啊？昨天那号角的声响，他们没听到吗？那咱们还要不要去北营啊？我先去府衙问问情况。姚荣和夏安如则说，他们要直接去五味斋，一会儿还得赶做干粮。母女2人到得五味斋的时候，值班的丹姐和元娘都已经起来洗漱了。荣姨、安如姐，你们今天来的好早啊，是不是昨晚听到号角声没睡好啊？你们也听到了，可是你们看上去好像啥也没有发生啊。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吓坏了吧？不过这种事咱们以前这里常有，也不算什么。以前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北蛮都能够杀到村口，哪怕人都到村口了，村里还有老头老太在地里除草种地呢。你们不怕的吗？怕啥？怕北蛮打过来呀？不怕呀，荣姨你们也别怕，陈将军、崔大人都厉害着呢，会护着咱们的，放心吧。安如擦擦手，婶子们已经在做早饭了，一会儿就能吃了。所以大伙儿都没跑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有什么好跑的？其实也不是咱们不怕死，但是八方县的绝大部分人，哪怕逃出去了也没有生路。这会儿天气又冷，这八方县大部分百姓都没有什么钱，驿站旅店肯定也住不起，更别提出门还想着吃喝温饱的事儿。还有家里头的屋子、牲口、田地，人跑了，这些怎么办呀？所以与其瞎跑出去冻死，白瞎了家里头的东西，还不如留在家里等着陈将军他们的好消息。除非真跟以前似的，北蛮杀到了家门口，那跑得了的还是会跑的。不过很多老人宁愿是死在家里头，也不会愿意逃难去的，反正都是个死，到哪儿都一样。不过蓉姐，你们怎么没有走啊？如果觉得实在害怕的紧，去太平城避一避也未尝不可。这里你放心，有我呢。安阳在北营呢，我不想走。不过我爹娘他们几个，我让他们去太平城了，就是我没想到你们居然都没走。我们都习惯了。陈将军没把北防线外扩之前，咱们这儿时常还能够听到他们战场上的厮杀声。别多想了，你们娘俩说的没错，咱们得相信陈将军和崔大人的本事，八方县定会无恙的。这样吧，咱们五味斋从今天开始分早中晚3班，每班30人，干粮能做多少就往北营送多少吧。那这粮食够不够啊？改配方，保证足够。就是不知道3班倒，大伙愿不愿意？倒3班的话，咱们可以供应3餐，1菜1汤1主食。不过吃喝不能挑，做啥吃啥。这外头粮食啥价钱？3餐都供应，估计工人得求着东家3班倒呢。都是穷苦人，有条生路就行了，哪还会不愿意的？既然如此，那五味斋的生产计划就这么毫无计划的决定了。土豆反正多的是，夏安如都想好了，到时候如果实在是没粮可做了，就直接给北营送煮土豆、烤土豆、盐水土豆、土豆干、土豆泥、土豆块、土豆片，反正土豆制品绝对管够。你上前线不过是添麻烦，站在那儿都会成为目标，你就好好在军中守着，争取早日把那个什么车船造出来便是。听话啊，姐去外头打仗，你好生在营中待着，莫要乱跑。那日年28回到了北营，夏安阳就去找了陈萍萍说话，也不知道俩人说了啥，就莫名其妙的，大伙儿也不知道为啥，就觉得这两人是一对儿了。这角色怕是反了吧？反什么？擅长什么干什么，你好好干你的技术，我去上阵杀敌，护你周全。行了，回吧，别送了啊，走了啊。说完，陈萍萍就骑着他老爹的高头大马呼啦啦跑了。夏公子，您想开点，其实并不一定男主外女主内的。所以你家小姐在家也是这么霸气外露的吗？虽然语言上不至于这么豪放，但是我家大爷不小心被小姐推到过池塘里一次，开玩笑打闹的时候胳膊打折过一次，比刀枪的时候手掌骨断裂过一次。行了，我懂了，以后我会对陈小姐更恭敬一点的。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您如果不想跟我们家小姐在一起，也别说出来，事已至此，保密要紧。哎呀！此时北蛮军，大将军，5万精兵集结完毕，不过探子说前方肃北军人数也不少。哼，大荣竟然敢偷袭我们，还刺杀了大王最重要的军师。他们大荣朝那句话怎么说的？对，私仇不报非君子。不过这样也好，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攻打他们的理由。反正我们早就准备把丢失的一切抢回来的，这次就干脆把大荣朝给灭了吧。将军，咱们这回来，第一是报仇，第二是粮草，灭掉大荣还得假以时日。巴棱嘎，你可知道为何我是大将，而你只能当副将吗？因为我有脑子，大王不喜欢。大王就喜欢你这种没脑子的，嘿嘿，不敢与大将军比肩。大将军骁勇善战，巴棱嘎只是您的手下败将。不错呀，巴棱嘎，既然知道，便无需多言。走，跟本将军上前线，杀他们大荣朝，你个片甲不留！两军很快在北山垭口的东侧战场对峙上了。肃北军的战略就2点：
要不就让北蛮忍不住跑进包围圈进行绞杀，要不就敌不动我不动，拖到他们粮草耗尽无战而败。当然，阿古拜什虽然莽撞，却也不是一点脑子都没有的人，也不会贸然进攻。于是第1轮大战便是两军派出先头部队擂鼓鸣号，隔着2里地开始对骂。阿古拜什为人冲动易怒，容易因为一时冲动而进包围圈，到时候主战场可能到瓶颈处，两边布防的弓箭手再各增派1营，另外让武艺调低精兵1万，加强哨站防守。下头的指挥使抱拳应好，匆匆往哨站跑去。骂战持续了差不多有1个多时辰，阿古拜什终于在被骂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是隔壁老王的种的时候破防了，因为这是事实。娘，你有没有听到大炮的声音？依稀好像是有一些，有的隐隐约约。哟，陈将军现在是有钱了，咱们以前啊，别说是火炮了，有时候前头打仗打得急了，还得找人献给他们去消箭呢，家里头大鹅屁股上的毛都能给拔秃了。那可不是，我还记得有一年啊，守将还不是陈将军呢，叫啥来着？哎呦，干的时间太短，我都没记住叫啥。哎呀，那时候啊，苏北军真叫一个穷，才开战呢，火油瓶就没了，然后跑咱们村来，家家户户的搜刮麻油。可怜咱们家啥油都没有，最后还被薅去了2床棉被。那年冬天差点熬不过去。哎呦，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了，咱们家还被抢了2只羊，当初2只羊也得值8、9两银子呢。我家当家的差点要跟他们拼命，还好我拦着，要不然这会儿他坟头草都8丈高了。这些婶子真的是淡定的太过分了吧？不过听他们的聊天内容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本地百姓心这么大，实在是因为之前经历了太多。陈将军前头的那个守将，感觉也很是不靠谱。打仗不行就算了，怎么还反抢老百姓的呢？啥玩意儿啊！哎呀，你让你爹来装干粮吧，下一批征魔马上就出关了，先送一批去前线。哦，对了，一会儿路过芳荣斋，记得把包扎袋也带上啊，于大夫到时候会有用的。哎，不过这干粮的钱这会儿可能没法算啊。还什么钱不钱的，就当做是做善事儿了。再说你家大崔还能让你吃亏呀，到时候打仗结束了再说吧。去吧去吧去把你爹先喊来。不愧是我家母亲，觉悟就是高。北线的第1场对战以苏北军灭敌300取胜，北蛮军暂时退出了垭口瓶颈处。你们先吃2口，吃完再说。说是崔家那管事和夏安阳他爹送来的，做完没多久还热乎的。诸人听闻是武卫斋送来的蒸馍，便都扭头去看崔成允，脸上还带着点血迹的崔成允已经开吃了。看我干嘛？嘿，还不是因为你这人护食。听说这干粮都是你家那……将军慎言。我不说，我瞧瞧娉婷去。他人呢？在前头布防，陈大小姐杀敌凶得很。怎么的？咱们苏北军现在是没人了是吧？要个女孩去前头照应着。下官无能，劝不回来，您去劝一劝吧。怪不得第1口吃这个馍就觉得味道好得很，原来是小夏做的。是，小夏一个人做了5000个馍，都他做的，能干死了都。您家那位是女孩吗？怎么着？怎么不是女孩啊？怎么能叫女孩呢？得叫女战神。大冷的天儿，你还拿着把扇子，怕人家不知道你东施效颦是吗？你待这儿吧，我前头瞧瞧去。待得次日晚间，北蛮趁着夜色又发动了第2次偷袭。北蛮大将阿古拜什再次亲自率兵冲锋，苏北军防守压力巨大。崔成允带了1支先头部队，正面迎战阿古拜什带领的北蛮大军，陈将军则负责指挥调度。根据战况，改变排兵布阵的方式。陈虎听着前头的战报，眉头越来越紧。秦先生看着哨阵的沙盘说：“实在不行，只能扎山。”不行，我军不能后撤，死伤也会很多。传我令，北营再调2万精兵来，令中线、南线要时刻注意，以防敌军偷袭。正当传令兵要出去时，就见着急忙慌来了一队人马。夏安阳，他来干嘛？要不要照明啊？照明？这儿点不亮火吧？你们等一下，都把眼睛闭上。只听轻微的吧嗒一声，古人陈将军第1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暴芒。哎呀，我的眼睛！
哎呀，说了闭上眼睛的呀！你这啥破玩意儿啊？想弄瞎老子吗？灯啊，这什么火呀？怎是白色的，而且居然同太阳一般亮？难道是白磷？哎呀，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是崔大人的，我也是无意中听他提了一句，才想起来去找的。他自己可能都已经忘记了。那这个有用吗？没用的话，我就带回去了。有用有用。王义成去哪里了？老子的副将呢？喊他来，本将军要重新部署，再去北营调2个营弓箭手来，快去快去！垭口东侧的山腰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日。咕噜咕噜，那是什么呀？我操！居然真的出了太阳了！苏北军蜂拥而上，而忙射了好一阵儿的弓箭手，终于看清了敌我双方的分界线。歘歘歘，一轮轮的弓箭和石头放下去，立刻就断开了北蛮补充进来的兵力。这不会是……崔大人，灯是你的，你还记得吗？哎，今年清明啊，还是得给大哥多烧几炷香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营中等着吗？什么意思啊？平亭啥意思？您不知道吗？大小姐看上夏家那小子了呀！什么？臭小子，你给老子等着！你这，也不知到底是想让女儿嫁还是不嫁。秦先生，咱们为何不乘胜追击呢？正好这不是有光源吗？王副将这是准备去给北蛮送菜呀！崔大人，您等等，我问您个事儿。陈将军到底岁数大了，这办事儿没有以前干脆了。王副将，战场现在打扫吗？自然，凡看到敌军失守，都多补上2刀。我军战士尸体摘了名牌，就地掩埋；北蛮军的就丢出去喂狼。等崔成允他们再次回到哨站的时候，陈虎已经和被他钳住的夏安阳坐在一起了。要不要给你们点空间啊？爹，你干嘛呢？撒手！我是你爹，你居然帮他！崔成允朝秦先生看了眼，两人很有默契地退出了屋子，坐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开始商讨之后的作战计划。一炷香后，陈平亭和夏安阳就出来了。我爹让2位进去说话。对了，他还找王副将。这就说完了？好了，还有啥可说的？走了。那我先回北营了啊，有啥事我再来。你自己也小心些啊，砍人也悠着点，别闪着腰扭着手。去吧，等我凯旋。行，你小子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若敢戏耍我女儿，我现在就砍了你！我就是崇拜您家大宝贝，然后发现崇拜是喜欢的开始。那你准备娶她吗？如果您不嫌弃。不嫌弃，聘礼不需要，陪嫁28台嫁妆。为什么只有28台？我要58台。然后把必须给聘礼的话还没说完的夏安阳和女儿都赶了出来。崔成允和秦先生先王副将一步进了陈将军临时的办公房。来，咱们把日后的部署再说一下。都城那里报了吗？这次北蛮出动大军，咱们这场仗估计又是旷日持久，粮草军械还得增加。人已经往都城去了，过2日就会有回应。我们现在的粮食还够多久？照理是够3-4个月的，不过五味斋那里好像说每日要增加干粮供应。传我令，军粮先扔一半去五味斋，让他们每日送干粮到咱们军营便是。战备状态一切从简，炒啥菜呀还？人手设备都不够，将军您……哎呀，火勇都派过去，人再不够就抽军户，每家2人。锅灶不够，让火勇自己带过去。那配方得让五味斋的来搞。咱们北营那群伙夫煮的啥呀都是，猪都不吃。而崔成允虽然有点担心小夏他们太忙，可转念一想，夏夏喜欢钱，给陈将军办事这方面倒是有保障。那孩子真是很会吐啊。崔成允，你是不是被那蛮子劈到脑瓜了啊？我说前线要挖高布陷阱，你笑个屁呀！我没笑。哎呀，行了，继续说。与后续的布防战略会，陆陆续续又喊来了几个指挥使，直到天色微亮，一众人等才散了去。过的一日，当五味斋的工人们正欢快地聊着天儿，揉着面，蒸着馍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了一句：“嘘，听什么声音？”哎呦，我的个乖乖呀！哎呦，我的命啊！坏人打来了！瞎嚷嚷个啥呀？咋的？没见过苏北军呢？这些人穿的不是军服，可那旗杆上的不是顶着个老虎吗？那是陈将军带兵的旗。啊，为啥来这么多人啊？平日来取粮的人也不是这样打扮的呀。哟，这怎么
看着能有好几百号人呐。请问哪位是东家？您几位是来取干粮的，还是来献吃的？啊，咱们是陈将军派来的，帮五味斋一起做干粮的，粮食和灶头就在后头。什么？你们不是在前线打仗的吗？这怎么的？啊，咱们是伙夫，我是这营的伙夫长。咱们军中光伙夫就有万人之数，这才来了一个营，没多少人。等咱们这儿搭了国灶，后头还有2、3个营回来帮忙干活呢。一个营多少人啊？500。啊，不到，咱们伙夫营啊，一个营也就400多人。那么多人，咱们这儿也腾挪不开啊。那不能给东家添麻烦，后头那片空地，咱们已经跟郑县令要了，一会儿等材料来了就能搭棚，3天就能搭完。那行吧，不过咱们要帮你们点什么啊？这不得靠您教咱们做那个蒸馍吗？那个大将军说啊，咱们做的干粮能当武器投射。我外婆做的干粮能当榔头用。哟，那下回可得跟老人家比试比试啊。这到底有啥好比的？方子配比我这有，马上给你们去写啊。等你们棚搭好了，我再找几个熟手带你们，没几天就能学会。伙夫长欢乐地应了一声好，扭头又让后头的人把这3天要用的粮食都给卸在了五味斋中庭里。见人走了，有婶子试探地问道：东家，咱这不会被辞工吧？怎么会？苏北军来帮忙不对，也不算帮忙，只能说来合作。只是暂时的，可咱们五味斋还得长长久久的干下去，怎么会辞了你们？乖龙地豆，吓死我了！这土豆看来不够用啊！20万人的干粮一天得用多少粮食来着？如果对半贴进去土豆，估计我家库存都不够用1个月的。虽然刚开始肯定是循序渐进，一点点增加供应量的，可这数量也很惊人啊！能撑过1个月也差不多了吧？咱先顾着眼前吧。一会儿让那几个伙夫长在咱们院里先临时搭几个灶台案板，再扯上点油布，得让伙夫来一波人帮忙。虽然现在估计不用供应20万人，但是我看这些3天就要做完，估计每天得有几万份吧。没人帮忙，咱们这胳膊揉断了也干不完这么多呀。娘，我出去一趟。干嘛去啊？保卫您的胳膊肘大作战。什么玩意儿啊？懒驴上磨还跑了。你戴着点口罩啊，一会儿脸要被这风给吹裂了。戴了。夏安如就以超过平均罗素的速度到得了北营门口。姐，那围灯真是绝了，有用就好。不过我找你不是问这事儿，你得帮咱娘办个事儿。娘？啥事儿啊？难道还想让我传播缝纫机啊？我没空。不是，都什么时候了还搞缝纫机啊？你得帮娘弄一个和面机。有区别吗？你懂个甚？手工和面一次和个3、4斤都够呛，机器和面一次和30、40斤都可以。咱们现在得做你们苏北军20万人的干粮，你能想象吗？20万人呐，纯靠手工，胳膊肘或断，做出来的都不够你们吃的。这20万人得做多少干粮啊？我哪知道啊，我又没做过。可和面机得用电啊，你就一个太阳能充电器，又要演太阳神，又要给对讲机充电，还得时不时的给你手机 pad 充电，哪够用啊？你是不是傻啊？没有电能，咱们有人力、驴力、骡力、牛力、马力，那实在不行还能给你抓个老虎捕个狼。这么多的小动物，你不想着怎么利用吗？对啊，和面机也不用高速运转，只要能转起来就行。可不咋的。行，这个也许可以。姐，你等我消息啊。夏安阳说完就往军营里头跑。可抓点紧吧，咱娘的胳膊就全靠你了。都城那里，皇帝也收到了北蛮来犯苏北军开战的军报。如今苏北军真实在营多少人呢？应该在13到15万左右。陈虎这人呢，别的优点没有，带兵打仗还是可以。你看看这单子，要的东西如数给他们补过去吧。不过这战来的也是蹊跷，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选了最冷的时候打。为什么呢？可能想趁着还有一口气赌一把啊！皇上，咱们兵部武器车马应该5天内就可以筹备齐全，就是不知道户部那里粮草什么时候齐备啊？让邱正奇来，你们商量着办。没过多久，邱尚书就和太子一起来了。知道消息了？是，
刚才儿臣正找了邱尚书，听闻父皇急召，便跟着一起来了。也好。此次北蛮来犯，你有什么看法？北蛮定是缺粮了，所以昏了头脑，用鸡蛋来碰石头。此次咱们肃北军定能抵御北蛮，再次获得大胜。父皇，儿臣觉得自己最近身体基本痊愈了，如有可能，儿臣恳请父皇让儿臣出征。你想出征？是，父皇。作为太子，儿臣未能太多为父皇分忧，实在有愧。既然儿臣身体如今硬朗了许多，那就应当为父皇、为大荣效力。父皇放心，陈将军一定能守住肃州的。儿臣出征也只是为戍边的官兵提振士气，另外让北蛮也看看咱们想要扫除他们的决心。有陈将军在，肃州肯定万无一失。您就成全儿臣吧。这事儿看看情况再说吧。邱正杰，你先跟谭少把运送粮草的事说说。回皇上话，户部刚收到一批福建来的粮税，正好可以调拨给陈将军。这事儿还是太子亲自盯着，那批税粮才会那么快进了都城。不错，太子办事看着也是越来越有章法了。儿臣愚笨，还得请父皇多教教。不过父皇，儿臣想去征战的事儿，您再考虑考虑吧。行了，朕再想想吧。粮草兵马那些具体的事儿，邱正奇和谭少你们自己商讨细节，明天大朝会上再议。都下去吧。等人都走了，皇帝解开了龙袍领口的2颗扣子，松了松衣领，他才想站起身来走走，却听有人喊他：皇上，臣妾听闻您最近燥热难耐，特地炖了莲子羹来，您尝2口吧。这宫里头是没有一点秘密的，是吗？连朕抬个龙锭放个龙屁，不出半个时辰，皇宫里估计全都能知道。怎么了，皇上？这莲子羹想要去燥，莲心不能去掉，略有一点点苦味是正常的。皇帝条件反射的一巴掌拍了过去，直接把皇后手里的碗碟给砸在了地上。皇上，臣妾哪里做的不对，您跟臣妾说便是。这又是何苦来哉？手滑，不小心的。现在这位是连找个借口都这么敷衍了吗？罢了罢了，一切都是为了儿子。那臣妾再给您添一碗。好。皇帝鬼使神差地点了下头，然后又后悔不迭。他不明白自己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大郎，吃药了。吓得他赶紧又一次把皇后手里送来的碗和勺子一起打落在地。皇上，您这……臣妾哪里做错了吗？没有啊，手滑。好一个手滑！皇上，臣妾要不然还是去换了这羹汤吧。不用，就这个吧，再盛一碗。中毒了，肯定是中了皇后的毒了，这毒妇啊！再一次，皇帝扫落了皇后端来的碗，而皇后这次甚至都没有把勺子给带上。来人，把地上收拾了。皇上，臣妾还是先走吧，这羹汤反正也没了，明日臣妾再给您煮吧。得了皇帝的首肯，皇后又朝皇帝行了一礼，带着宫女退出了启文殿。小太监见皇帝脸色潮红，满头大汗，急得赶紧要去找太医。别去，朕无碍，你扶朕走走。次日清晨的大朝会上，皇帝宣布他要御驾亲征。太子为了劝阻皇帝，直接磕晕在了大殿内。可皇帝铁了心，谁劝都不听，要了禁军1万，准备5日后启程肃州。他就想看看他的东西有谁想要打主意。皇上啊，你明日就要启程了，今晚要不要早点歇歇？怎么，你希望朕早点走啊？老臣希望皇上别走，皇上听老臣的嘛，朕能不去吗？皇后与太子巴不得朕别去，但朕偏要去。皇上，你闭嘴。崔景山，你说朕应不应该御驾亲征啊？问你呢？老臣以为，若皇上只是为了置气，那老臣觉得不去也罢。但若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那去瞧瞧也未尝不可。哎呀，这不等于没说吗？这怎么叫等于没说呢？我的意思是，咱皇上要是去，就得为了自己的目的去，不能因为谁谁谁说了什么而去，这怎么能叫等于没说呢？不是，你看啊，像我就绝对反对皇上御驾亲征，对吧？你呢，
即可去可不去，那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我是说，咱皇上要去，就得是他想去，而不是被撺掇了去的。这回听懂了吗？喊什么？吵得朕耳朵嗡嗡的。行了，此时也别管那些繁文缛节了。不过这回御驾亲征，朕确实不是置气。太子如今手伸得太长了，户部、工部、兵部、吏部，还有朕不知道的地方都有他的手笔。他这次突然提出要去宿州，朕总觉得不对劲。你们不知道，朕在宿州还有点事啊。北安王不是宿州唯一的皇子，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秃噜？这也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吧？他是不是想死啊？想死死远点。我二儿子还没娶媳妇，我临死前还要看二儿媳妇到底长什么样呢？什么玩意儿？有事就非得是男男女女之事吗？朕的意思是，朕在宿州啊，是吧？两位老臣同时下意识地把左耳往前凑。皇上说的什么？皇上说的什么？朕说朕在宿州开了个煤矿，不过这事儿就崔成允和陈虎知道，要是别人知道了，就是你们说出去的。所以您的意思是，太子也许知道这事儿，哪怕太子发现了您有煤矿，那又能如何呢？太子总不能威胁您说，这事儿儿臣知道了，您就得分儿臣一半，否则儿臣就满世界嚷嚷。太子之前只是身体不好，又不是脑子不好。朕怀疑皇后想毒死朕。两位老臣面面相觑，心里疯狂计算着，到底是皇后想毒死皇帝的几率高，还是皇帝疯了的几率高？朕猜测皇后在每日的汤羹里下了毒了，而太子那边，朕不知道他在谋划什么，但肯定跟宿州有关。陈虎说的没错，北蛮侵扰北县这事儿的确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时机不对。您该不会觉得太子跟北蛮有联系吧？可是，皇上，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太子很想去宿州这事儿，只是他的伪装，事实上就是为了让您起猜忌之心，然后动了亲自前往宿州征战的念头。倒也不是说不通啊。如果像崔继久这么说的话，太子想让皇上起了猜忌，亲自前往宿州，再加上皇上觉得皇后的汤羹有问题，那他们这是……后面的话连郑丞相都说不下去了。弑君啊，既然有这个可能，那您可万不能冒险啊。皇上，您一定要三思啊。太子若真有这样的念头，您换一个儿子做太子不就是了？何必让自己处于此种险境呢？换不了的。太子殿下现在身体无恙，正值壮年，在朝中也是很有威望，太孙更是康健聪明，常得大儒的夸奖啊。太子妃为谢氏嫡女，是皇后不出五福的侄女。太子妃的父亲谢金生还是2品护国将军，现正镇守福建沿海一带，更不要提皇后身后的势力了。太子若是非得换，必定动摇国本。况且咱们手上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太子与皇后要对皇上不利呀。所以我让你们来是有事要交代。皇上之命，臣等哪怕赴汤蹈火也会不辱使命。也就是你们3个了。坐吧，别激动。你崔景山，还有你郑志渊，再加一个陈虎，除了你们，朕是谁都信不得了。帝王家也就那么回事吧。朕此去宿州，也许就像你们所说的，可能中了圈套，所以朕限定3个月为期限。3个月内，别人再怎么说朕轰事了，你们都必须以没有找到遗体为由，阻止太子坐上龙椅，除非朕的遗体真的被抬了回来。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你们看到面目模糊的遗体一概不要认，咬定不是朕就行了。若太子有问题，3个月内朕会派人来联系你们，到时候再见机行事，你们别出城便是。要是太子没有问题，
3个月内朕会返回都城，到时候一切照旧。3个月后，你们如果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收到，那就证明朕薨逝了。到时候你们就替朕发丧，然后拿朕的遗诏出来，辅佐新帝上位。新帝继位，朝堂上有阻碍的，朕相信凭你们2个的威望和在大荣如林的影响，是可以摆平的。武力上遇到阻碍，就去找陈虎。3个月足够他解决北蛮之事，抽身来都城护驾了。皇上，您三思啊！皇上，您莫要冲动啊！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查明真相的，您千万不能以身试险呐！皇上，朕还没死呢，你们2个嚎什么嚎啊？都省点力气，等朕薨逝的时候你们再嚎吧。皇上，您遗诏都写了呀？谁说朕写了？朕这不是没想好怎么写，选哪个不争气的东西继位，才让你们来的吗？哎，行了，别嚎了，把后头的事都安排好才是正经。2人这才抽抽搭搭，跟着皇帝到了书案前，开始长篇大论起来。这一论就直接论了1夜。在一阵声势浩大的鸣号敲锣之后，皇帝带领着禁军朝着宿州进发了。你父皇不爱喝汤水了，也是时候不用喝了。可惜没直接让我儿监国，也不知道跟郑丞相崔继久说了什么。母后不必多虑，不管有没有让儿臣监国，儿臣终归是唯一的太子，以后儿臣的儿子也会是大荣的太子。也是，疑心生暗鬼，还是我儿这招以退为进用得好，他果然御驾亲征了。走吧，母后，过个3、4日，父皇就能进西州了，到时候就会有好消息的。咱们母子俩就安心的在宫中等待皇上回来吧。不知殿下召见老臣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吗？昨天郑丞相和崔继久与父皇彻夜长谈，是谈了宿州的军情。昨日皇上跟老臣就说，今日殿下肯定会找老臣询问的。毕竟父皇征战宿州，本宫没法跟随，很是遗憾，所以别的事儿本宫自然要多担待些，不能再让父皇忧心了。殿下所言极是，皇上也说有什么事儿让几位尚书还有老臣与副相多跟太子商讨，再拿主意。所以父皇昨晚跟您说的就是这事儿。倒也不仅仅是这些，不过老臣岁数大了，老喜欢回忆过往，皇上没办法，就跟老臣谈了许多过去的事儿。当初太上皇还在的时候，太子就这么听老头回忆过往，花了1炷香的时间，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才打断郑志渊。郑丞相昨晚1夜没睡，别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老臣不累，这才说到崔。郑丞相还想继续说下去，太子却甩了袖子走了。庆坤帝御驾亲征的消息，宿州那边也早就得了信儿了。大将军陈虎对此表示非常嫌弃。我就说嘛，皇上亲征就不是好事儿。听听，北蛮又增兵了，这是嫌咱们打仗能打赢是不是？陈将军听着对讲机里头崔成允传来的北山垭口最新情况，气得要炸毛。那也不一定是因为皇上，说不定他们原本就想增兵的。也是，总不至于咱们得到皇上御驾亲征的消息没几天，北蛮那边这么快就知道了吧？陈将军没接话，却也看着王副将。怎么了？看我做啥？看看奸细长什么样。我是奸细？怎么觉得自己智商不够是吧？不是，那我到底是不是奸细？你问我呀？不是啊，我要是奸细，人家得允许我做多大的官，我才肯迈出肃北军啊。我家可是世袭的伯爵呀，我犯得着吗？话音刚落，就听外头有护卫问：将军，韦斋送饭来了，您现在用吗？用。至于什么奸细不奸细，他们在前2次战役之后就已经查出来了，这会儿就逗王副将玩呢，谁让他失察的，活他的大该。羊肉馅饼，娘香死个人呢。夏安阳这个娘啊，手艺还真是不错。正在看女儿倒腾和面鸡的姚蓉顿时打了个大喷嚏。谁惦记我呢？
我爹呗，还能有谁啊？您还指望您儿子惦记您呢？好了，可以了。富贵，来，咱们试试。夏安如说着话，就给富贵套上了一个奇怪的杆子，而那个杆子呢，连接着一个棒子，棒子下头是个像钉耙一样的搅拌装置。哟，这是干啥呢？驴子拉磨，咋还分上下层呢？啊，这个富贵脾气不好，怕他顶缸。啥？驴子顶缸？为啥呀？对了，为啥会有缸啊？虽然大伙儿都看不明白是咋回事儿，好在用是可以用的，和2炷香的时间，富贵就全给你搞定了。怎么样，我的母亲？这主意不错吧？咱们可以考虑定制几个大缸，到时候借了县衙的牛来，也能干这活。定啥大缸？在地上挖几个洞不就是了？到时候啊，这几面都让你3舅打了木板，板子高度只要到小腿左右，灰也进不去。盖上盖子，牛和骡子就在旁边拉不就行了？啊，也是哈，好像这样更简单哈。你们俩是没早告诉我，要早跟我说了，还用费这么大劲儿搭什么台子呀？这也太搞笑了。皇帝出行第4日，御驾终于进入了西州境内。此时，得到消息的虞王已经率领着王府的亲兵候在了官道上。儿臣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虞王呢？父王，怎么的？老父亲这是瞎了吗？父皇，儿臣在这里啊！您，这是谁呀？这是我大儿子啊。那个2担的胖子，如今怎么缩水成这样了？而且皮肤黝黑，两鬓苍白，乍一看口吐芬芳的，还以为是他父皇呢。你这是怎么搞的呀？西周的差事就那么让你操心吗？儿臣能力不够，只能傻干，所以是受了点不过结果还是好的。西周目前一切平稳，恭迎王君通过。这几年也的确为难你了，走吧，赶紧赶路，朕也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听皇帝这么说，虞王也不敢耽搁，应了一声是，便翻身上马，恭请王驾先走。儿子很好。我那2担的好大儿，如今瘦成了皮包骨，却还只惦记着安慰我。天爷呐，这儿子看着比他老子还老啊！他才35啊，怎么就……娘娘，王爷今年37了，而且这会儿他不也是好好的吗？您这么哭，别人听了还以为王爷怎么着了呢。您且歇歇。刚才奴婢听护卫说，咱们晚上就能到昌丰城，到时候就直接入住虞王府。你想跟王爷说多久话，就能说多久话。37了吗？本宫17生的他怎么能是37呢？不是35吗？对啊，您今年54，虞王37，不是正好吗？什么？我不是51吗？54？我什么时候54的？多出来的3岁是哪里来的？惊叫声引来了后头跟着的禁军统领，而王驾旁边的亲卫队更是万分警觉，直接喊停了队伍，把王驾团团围了起来。妍妃娘娘，可有什么异样？没事，是奴婢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娘娘手上了，对不起，是奴婢的错。娘娘，还是让微臣检查一下吧，以防万一。本宫都50岁的人了，居然还要被禁军搜查。听好了，搜可以，但是必须是皇上口谕。看什么看，都是你，干嘛告诉本宫已经50那啥了，害得本宫失态。51勉强能说自己才50，实在不行装49也行啊，可54，我勒个天菩萨，我这都快60了呀。属下也是为了娘娘与皇上的安危着想，望娘娘行个方便。本宫不方便。柯统领，皇上让燕妃娘娘共乘王驾。不要啊！这样也好，要不我派上来一队禁军，协同郑都统护驾。不必了，前面还有虞王亲兵与西周守军，就不麻烦柯统领了。既然如此，柯统领也不再坚持，只微微侧身，等着燕妃娘娘连带着宫女嬷嬷一起移到了前头的王驾中。为什么真龙天子的脚会这么大味儿啊？年轻时候没觉得，
这年纪大了，真的受不住啊！你这是怎么了？叫什么呢？臣妾原来54了。天菩萨，要不是子清提醒臣妾，臣妾一直以为自己51呢。你这脑子啊，跟从前一样，实在是不得用了。渔王也是向了你呀。脑子不得用也挺好的，都说难得糊涂嘛。臣妾这些年在宫中也是因为过得糊里糊涂的，这日子才好打发呢。唉，这些年委屈你了。不委屈，你只要别叫我洗脚就行了。皇上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后宫年轻的妹妹又那么多，您也忙得很。皇上您这些年受累了。你个燕妃呀！年纪已这般大，说话却还是如此毫无长进。好，保持下去，朕就喜欢你这缺心眼儿的样子。缺心眼好吗？哎，总比全是心眼子好啊。西周怎么会到如此境地啊？皇上莫要自责，天灾人祸也是寻常。如今西周，臣妾瞧着，除了人少了些，别的倒也还行。假以时日，定能够再度繁荣的。朕自责了吗？皇上您没自责啊？朕自责不自责又有什么用呢？事已至此，西周也只能慢慢恢复了。皇上所言甚是，还是得多生孩子，多种地，多养猪来，多养鸭。你这都是哪学的呀？粗鄙得很呐！臣妾本就只略识得几个字，写字作诗确实是粗俗得很。不过臣妾这年岁越长，越觉得人活在这俗世中，遵循着那些最朴素的道理，才能够过得舒心一些。说的也没什么错处。西周现在人太少了，还是得让你儿子先把事情解决了。王府做表率，让他们多生一些。醒醒，燕妃，赶紧跟朕走啊！醒醒？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醒醒？燕妃，醒醒！你家燕妃向来睡得这么沉吗？没有啊！子清急得直跺脚，心一横，直接掐了燕妃的人中。深陷噩梦的燕妃这才痛得醒了过来。皇上，他是您的儿子呀！什么情况？还在做梦吗？行了，别睡了，还要不要命了？怎么了？这是？走，一会儿再说。一会儿您就跟着皇上走，皇上去哪您就去哪，叫您跑您别愣着，叫您蹲下您别起来，外头好像乱得很，您可千万不能愣神啊！你哪来的匕首？皇上那顺的，咱这是遇到刺客了吧？没事，别怕，你跟着我就行了。母妃，这是怎么了？有乱臣贼子想要朕死，朕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禁军统领柯永宁居然叛乱。王府地道在哪儿？父皇母后跟儿臣来，儿臣已经安排好了。几人7弯8拐，到了王府深处的一个小花园内。皇爷爷，这里。孩子呢？走了。皇爷爷放心，这里石头多，您小心。母妃，父皇，儿臣不孝，以后不能再侍奉二老了，你们二老千万保重。儿啊，你不能走，你准备殿后吗？对，儿臣誓与叛军同归于尽。你给朕进来！不，父皇，儿臣一定为您肃清叛军。您等儿臣的好消息吧。儿啊，你这也不会功夫啊！郑普臣，弄晕他！真是不够添乱，这什么玩意儿啊！皇帝一行人这才进了地道，匆匆往王府外头撤退。禁军很快就攻入了余王府，可是此时的余王府内只剩下了余王府的亲兵和皇帝的部分亲卫在奋力抵抗。这里的人都是想要谋害皇上的余王府余孽，都杀干净。人肯定是走了密道的，王府密道10条里有9条半是通往城外的，要么就是离官道近的城门口，要么就是官道边的寺庙道观，几乎没有例外。还有余王府的密道入口，第一找找主院的卧室书房，第二找找最偏僻的花园。听我命令，一队人马负责找入口，2组人跟我走，去堵叛王，营救皇上，另外的人清理余王府。柯统领说完，
底下跟了他好几年的几位指挥使便自觉领了差事，各自忙碌去了。与此同时，躲在密道里头的余王府家眷和皇帝他们也会合了。苍天呀，我肯定是大荣朝有史以来最苦命的王妃啊！儿子，醒醒！这密道到底多长啊？咱们还要走多久啊？母妃，儿臣也是第一次进密道啊！你个不孝子，你不知道你还把朕往里头带，你是不是也要弑君呐？皇爷息怒，孙儿走过，咱们已经走了快半个时辰了。这条密道通往城门外，官道旁的一个土地庙，算路程，差不多快到了。哎，你还不如你这20岁的儿子呢！赶紧走，走朕前头。哎，那您消消气啊。皇上，您能不能别敲他脑瓜子了？本就不好使，刚才还磕了个大包，又被郑都统砍晕了，这再敲就坏了。走吧，走吧，别再叨叨了。正如世子所说，众人又走了不到1炷香的功夫，就到了出口处了。现在往哪儿走啊？照理咱们应该是往官道走的，一路往北就能到宿州，到时候进了宿州就有北安皇叔和陈将军，咱们就安全了。可现在走官道不安全呀，这城门外也都是禁军。有小道吗？有咱们也不知道啊。皇爷爷，孙子这也没走过。郑都统突然拔剑，谁？再不出来，小心我刀剑无眼！在郑都统的一声呵斥之后，就见墙角一堆柴火后头冒出来仨人头。别杀我，我是好人。别动手，我认识余王，我认识郑志渊，郑丞相。别杀我，我让他给你钱。我就是余王，我咋不认识你呢？啊？哎呀，果然是余王，我是夏兆丰夏师爷呀。我的乖乖，那你是郑志明？乖乖，果然是郑志明啊！什么？二伯，我操！郑辅臣，你不是在皇上身边听差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因为朕在这里呀！赶紧跪呀！是皇上啊！真的确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您这大半夜的也进不去城吗？气得皇帝上前就要踹人，可脚才抬起来，他却只觉胸口发闷，两眼发黑，扑通一声便倒在了地上。父皇，你怎么了？父皇，你醒醒啊！您老人家可千万不能轰啊！您轰了，儿臣这上哪儿说理去啊？全家老小都得跟着完犊子呀！别晃了，赶紧找车去呀！还愣着干什么？皇上不会被我问嘎的吧？哎呀，怎么可能啊！不过具体怎么回事，咱们还是稍后再问吧。这会儿要不要先去敲城门请大夫啊？万万不可！此事说来话长，但是昌丰城内现在已经被叛军攻占，咱们要找远离官道的小路去往宿州。二伯，您知道什么小道能走吗？这巧的好像有点离谱啊。如果我说咱们就是从八方县一路走小道来的，你不会怀疑我们有问题吧？什么意思？咱们八方县不是在打仗吗？前线用不着咱们，老百姓的吃喝暂时也没啥大问题，所以我俩就寻思着，万一，我是说万一哈，万一要是北蛮打进来了，咱们不得组织老百姓撤退吗？于是我跟郑县令两人，哦对了，还有熊二，一合计就想着得找条隐秘的小道，以防万一。咱们就一路从八方县出发，穿树林爬山坡，哪里不好走哪里。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太平城的小道。到了太平城之后，季大人就是季宗林季州牧又资助了咱们一批粮食，要求就是让咱们把从太平城到昌丰城的小路岔路也都探一探。咱们一路走了差不多能有个7、8天了吧。昨天晚上刚到昌丰城外，原想着能进去住一宿呢，却遇到了戒严进不去，然后就遇到了你们了。原来如此，这算不算是瞎摸碰到死耗子？正好咱们现在马上就走，且不能走官道。二伯啊，还有夏师爷对吧？有劳二位带路吧。你们赶车了吗？咱们得要辆车呀，父皇喊不醒。车没有，骡子有一头，要不把皇上搭在骡子上？这还有别的办法吗？咱们是没办法了。行，就这样吧，不磨蹭了，有什么事路上说。正当众人把皇帝安置上了骡子，就听得破庙外头来了人，护住皇上！来的禁军差不多有20人，好在郑辅臣武艺高超，
下手狠辣，一炷香后找来的20个人就都被解决了。多谢夏师爷出手相助，但是此地不宜久留，烦请立刻带路前往宿州吧。差不多快要脱力的夏兆丰强忍着杀人的不适感，抱拳应了声好。瑟瑟发抖的众人便跟着夏兆丰和郑志明快速离开了土地庙。众人在晨曦中安静地穿过了一片小树林。这山上没路，但是不算太陡，可以走。大家坚持一下，翻过了这山，咱们就休息休息。不要，本宫不爬，本宫这辈子都没有爬过山。来人，抬本宫过去。从余王府逃出来的这群人闻着味儿都围到了夏兆丰身边。大伙儿先吃着，我再给你们煎一锅。就是皇上他要不要给灌点糖水啊？母妃，您瞧这咋办呢？灌吧。夏师爷，你知道附近哪里有大夫吗？咱们最好还是得去找个大夫给皇上瞧瞧。离这儿7、8里地的一个小城里头倒是有家医馆，咱们来的时候富贵着了风寒，我去给他抓过药。疯了吧？给骡子请大夫？你跟夏师爷去把大夫找来，好歹给皇上把个脉灌个药试试。咱们也不能干熬到宿州啊。那把好脉，咱还得把大夫一起带走。那要不杀了？带走吧。没想到母妃居然是这样的母妃啊！看什么看？吃你的！此时，官道上果然已经5步1卡，10步1岗了。哎呀，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啊？吓死人了！据说余王谋逆，昌丰城杀的鸡都不剩一只了。啊，谋逆为啥要杀鸡呀？那不是，我就是夸张了一点儿。哎，你们几个到这里来，把录音拿出来。夏兆丰冲朝他们吼的禁军看了眼，然后点了点自己的鼻子。对，就是你们几个，赶紧的过来。哎，来了，拿录音出来，还有你。2个禁军的人伸出了手，夏兆丰和郑都统把录引都递了过去。宿州八方县的县令和师爷要去昌丰城，你们去干嘛呀？本官去昌丰城办事，还得给你上报啊。咱们也是奉命盘查，请您配合一下。盘查本官？你，大人消消气，这几位也是奉命嘛，不就一句话的事啊？查我。郑都统哼了一声，甩了下袖子，扭头不再说话。好在这师爷还算上道，不然一会儿真吵起来，我也少不得挨了上头的骂。这是上昌丰城干啥去啊？哎呀，八方县打仗打的那叫一个地动山摇，天崩地裂的呀！我跟郑县令一合计，这打法不得提前做点准备。于是2人就从八方县出发，先去太平城买了宅子，然后想想只买了太平城的，感觉也不太安全呐。然后就继续往东，准备去昌丰城也买2套房子。这破县令和师爷不就想逃吗？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呸！哎呀，不过人家也没说自己想逃，人家就说要安顿家人，这也挑不出来啥理呀。关键是身份没问题，目的没问题，前因后果也交代得清楚。哎，于是那甲兵一挥手就放了人，到了医馆请了大夫。夏兆丰还说是骡子不行了，让大夫瞧瞧去。大夫也是个爽快人，收了双倍的诊金，提了药箱就要跟夏兆丰他们走。您搞点解毒的什么药材药丸带着吧，我怀疑我们家富贵不是伤寒，可能是吃了啥毒草毒果子，这才不好的。这骡子又不傻，有毒的他们不会吃的，叫你带你就带着，哪来那么多废话？那要不我开药给你们，我人就不去了。一炷香之后，当家的，你一会儿怎么回来呀？天都黑了。我们会送他回来的，不过可能得过段时间。去吧，路上小心些，我在家等你。总算回到了落魄皇族栖息地。郑大人，我大侄子回来了，大夫呢？有没有带来呀？这人八字里多少有点问题。带了，黄员外在那儿，赶紧的让大夫瞧瞧去。见郑都统扛着大夫来了，已经开始打瞌睡的燕飞赶忙朝人招手：来，赶紧过来瞧瞧。不是说看骡子吗？你们这是啥呀？吓死我了！那骡子的事儿您甭管了，现下要紧的看看地上这位。老大夫还是很坚强的，拿出脉诊，闭上双眼，开始诊脉。完犊子了，可能连几个时辰都不行了。他们会不会让我陪葬啊？
哎呀，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大夫，我家这位怎么样了？能不能救啊？如果能救的话，最后撸下手上的一个大金镯子，塞在缪大夫闲着的一只手里。这个先给你，如果把我家男人救活了，再上10个。口吐芬芳的，你有10个吗？赏你个大头鬼！唉，我还是希望公爹能活呀。符里这样的10个镯子是没有，但是我略还有一点点提及，可以拿出来应应急。我再诊诊。就见老大夫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足足把皇帝的手挠腾了4、5回。中毒啊，这是，而且中毒很深，脉象也很蹊跷。老夫看着是积年累月下来，这会儿突然爆发的，所以啊，真的不太好治啊。20个金镯子，你能保住他的话，不跟要不起，各路神仙求求了，皇上千万不要轰啊！这样，我今日先扎针放血，再配一方解毒丸药，用药酒解了，一会儿你们帮他灌下去。想要救活，老实说，老夫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保他3、5日，可以尽力一试。你们自己也得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好一点的医馆大夫。老夫把这脉象能解这毒的药味儿，是跟咱们寻常的药味不太一样，小医馆肯定没有，你们得到处去寻寻，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得抓紧想办法。燕飞不再多话，他让老大夫放手扎针就是。过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针扎完了，老大夫又拿出一颗丸药，兑了他带来的药酒化开，给皇帝灌了下去。从这里到北营最快要多久？从这里到太平城差不多3日功夫，从太平城到八方县快马1日，再加上休整的时间5天吧，最快就是5天了。大夫，我家这位怎么样了？能不能救啊？如果能救的话，最后撸下手上的一个大金镯子，塞在缪大夫闲着的一只手里。这个先给你，如果把我家男人救活了，再上10个。口吐芬芳的，你有10个吗？赏你个大头鬼！唉，我还是希望公爹能活呀。符里这样的10个镯子是没有，但是我略还有一点点提及，可以拿出来应应急。我再诊诊。就见老大夫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足足把皇帝的手挠腾了4、5回。中毒啊，这是，而且中毒很深，脉象也很蹊跷。老夫看着是积年累月下来，这会儿突然爆发的，所以啊，真的不太好治啊。20个金镯子，你能保住他的话，不跟要不起，各路神仙求求了，皇上千万不要轰啊！这样，我今日先扎针放血，再配一方解毒丸药，用药酒解了，一会儿你们帮他灌下去。想要救活，老实说，老夫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保他3、5日，可以尽力一试。你们自己也得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好一点的医馆大夫。老夫把这脉象能解这毒的药味儿，是跟咱们寻常的药味不太一样，小医馆肯定没有，你们得到处去寻寻，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得抓紧想办法。燕飞不再多话，他让老大夫放手扎针就是。过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针扎完了，老大夫又拿出一颗丸药，兑了他带来的药酒化开，给皇帝灌了下去。从这里到北营最快要多久？从这里到太平城差不多3日功夫，从太平城到八方县快马1日，再加上休整的时间5天吧，最快就是5天了。走吧，上路吧。上什么路啊？黄泉路啊？留着老夫还有用啊，我这扎针的手艺练了几十年还是可以的。我还会拔罐、放血、刮痧、排毒啊。口误，是赶路，不是上路。天黑了呀，母父亲。就你们这脚程，下师爷说5日，那你们就得走10日。
不赶路怎么能行呢？你是希望你父亲没得救吗？众人走了一夜，好不容易找到个能栖身的山洞，燕飞终于同意停下来稍作休整。哎呀，不用客气，举手之劳。我现在是垒造手艺人了，以后皇上要是把我贬成庶民了，我还能有门手艺吃饭。不会的，你这次护驾有功，父皇醒了一定会嘉奖你的。不用，皇上要是醒了，我这张破嘴肯定得说几句实话给他听。皇上不砍了我，应该就算是仁慈了。就不能不说吗？不能。皇上之所以会有今日之果，就是因为恶因早就种下了，到时候我肯定不吐不快。行了，这会儿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啊？以后有没有机会见面还不一定呢。请省点力气吧，今后的事儿今后再说。你们赶紧弄点吃的，吃完了咱们就继续赶路。好了，糖水鸡蛋花吹一吹再给孩子啊，烫得很。本宫54了，老人家了，能不能也吃这个鸡蛋花？夏兆丰其实一直觉得老太太是扮猪吃老虎，所以对她态度也很好，点了下头，应了声好。夏兆丰，记住了，你的福气在后头。如果皇帝不死的话，小老太太，你最好记住自己说的话。随后，没吃饱更没休息好的众人，在燕飞的驱赶下，再次上路。哎呀，你爹他们也不知道是跑哪去了，这都出去好几天了。哎呀，您想我爹了？我也想大崔了，可惜战场上我们去不了。据说他们前日又打了一场胜仗，陈将军还给他记了个头功，好像说是抓到了一个找了很久的北蛮的内应。哎呀，撒什么狗粮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想你爹了？哎呀，我就怕他在外头闯祸，现在世道又不太平，这人跟郑志明两个都算不上是机灵，也不知道好好在家待着。哎，说不定我爹这回回来还会给你个惊喜呢。他之前在太平城订了一把菜刀，据说削铁如泥。这回老父亲出门，他特地关照了他，得把菜刀取回来，到时候给老母亲一个惊喜。在经历了辛苦卓绝的几日徒步逃难之后，众人终于来到了宿州与西州的交界处。皇上如何？唉，大限将至，汤药喂不进去了，你们再找大夫估计也难救了，得有个心理准备。若你父亲没了，你以后就自己想个姓，隐姓埋名活下去吧。要不你姓夏吧。哎呀，使不得。不过咱们先不用太悲观，说不定还有救呢。不要太乐观，我没开玩笑。艺高人胆大的郑都统总算是进了太平城。进得城内，他一刻不敢多耽搁，便直接去了北安王府。信上所说都是真的。千真万确，皇上命悬一线，西州已被禁军完全掌握，还请王爷救驾。走，来人，把盛德明给本王叫来，集合所有王府亲兵，现在马上。另外让季宗林立刻给本王滚过来，快点！整肃好的队伍浩浩荡荡跟着北安王和郑都统出了太平城的城门。去见见父皇吧，他现在也许能听得到你说话。皇兄，你说什么呀？怎么这样？皇兄无能，没有护住父皇。好兄弟，再去看看他吧，几天之后咱们俩就没爹了。北安王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皇帝跟前。父皇，孩儿不孝来晚了。父皇，您还认得儿臣吗？儿臣是袁彻呀，儿臣是单于袁彻呀，您还记得儿臣吗？父皇，您醒醒，您起来看看儿臣，儿臣已经好多年没见到您了，父皇。别听，千万别听啊！我不听，我不要听的，我不要听，我什么都没听到，没听到，我只是个小大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好命苦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娘娘，父皇不能就这么毫无尊严地死在荒山野地，父皇他是皇帝，是天命之子，不能这样。走吧，娘娘，跟孩儿回宿州。无论如何，父皇不能就这么走了。走，去宿州。如果你父皇到了宿州尚有气息，咱们就立刻去八方县找张御医，否则后头的事儿本宫也不知道如何处置了。你们和皇上都自求多福吧。
众人很快就再一次启程，一点不敢多耽搁。此时的都城，正如郑志明所想的，压力全给到了他大哥那边。郑丞相，您还顾虑什么呀？禁军都已经来报了，余王叛乱，皇上已经惨遭毒手，你为什么秘而不发？难道你也是叛王的人？禁军说了你就信？你是3岁小孩吗？既然余王叛乱，他总得有所求吧？王爷所求8九不离10就是皇位，那他不得来都城吗？人呢？你说皇上轰了，叫我发丧，行啊。皇上的尸体呢？你倒是去找啊。我说左副相，你真的好着急呀。我怎么觉得你是巴不得皇上轰了呢？还有，你们一个个的站在他后面，见到上官行礼了吗？问好了吗？怎么皇上御驾亲征，没见到你们去送行，现在逼迫我发告全境，你们倒是一个没落下呀，是不是啊？邱尚书，皇上御驾亲征，我也去送行了，我还找您说话呢。你敢对本相自称我，还有没有上下尊卑之分了？你不懂礼数是吗？不懂，本丞相今日就好好教教你。郑大人，我忍你很久了，左副相，你为什么不叫我郑丞相？是不是因为你嫉妒我呀？你嫉妒我南阳先生一幅画能卖8000两，你的画连那些跟班的都不想掏钱买。你嫉妒我出身襄阳正室，而你家族谱还没草纸厚，所以你从不叫我丞相，只叫我大人，是也不是？郑志渊说的每一个都戳中了副相的痛点，堪称心理剖析之典范。既然郑丞相这般无理取闹，那下官只能让太子来找您了。来呀，老夫等的就是殿下。去把老夫的好茶拿来，再去请崔祭酒来，咱们等着太子殿下来与他吃茶说话。而此刻的太子并没有什么闲情雅致喝茶说话。禁军再派1万去西周，余王，本宫要见到余王的尸首。殿下，禁军怕是调不动了，柯统领不在，没有圣旨，这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太子吐出一口鲜血。殿下，您不能再这么动气了，这会让蛊毒在您体内更快的发作呀！不行，事已至此，本宫不能就这么算了。刘先生，你确定父皇肯定轰了吗？必定。我与那蛊毒世家认识已有30年，他们的蛊和毒从来用得非常精准，30年间从未出错过一次。按照用量来看，皇上已经轰逝起码3到5天了。既然如此，那本宫就去会会郑丞相吧。既然禁军无法调动，那便让母后给外公去个信儿吧。总之，本宫必须要把余王的尸首找出来。在北安王府的护送下，众人很快就到了太平城。皇帝气息尚存。于大夫，于大夫，救命！救命啊！于大夫，救命啊！哎呀，老夏，怎么了？于大夫，快点让于大夫准备抢救，有人不行了。好，赶紧准备床铺，有人急症。张御医，别闹了，我这有急事儿，你就放了大料吧，他都快被你抽干了。好，不闹啊，急症，我们先看急症啊。我看不是我们看。小气劲儿，哟，来头不小啊。北安王，张御医，救我父亲！我操，我勒个，我需要我打下手吗？行，你去拿副金针给我啊！不对，等下啊，要一副10寸金针，先下针稳一稳再说。这肋骨怎么全断了呀？这是整个人砸地上了？不对呀，砸地上脸没事儿，这嘴怎么脱臼了呢？哎呀，这一言难尽啊！这肋骨是我们暗断的，就是为了让父皇心跳再起来。这下颚，哎呀，你不影响您扎针的话，这事儿本王稍后再跟您交代。这影响怎么不影响啊？还好我多问了一句，不然这一针长针下去，即刻就要没命了。行了，我知道了，我会看着办的。老芋头，要长针。张御医不再多言，开始全神贯注的下针。蛊毒啊，这不是你妈的巧了吗？
来呀，大廖！躲在一旁的大廖虎躯一震，拔腿就想跑。跑吧，你跑了，咱全得去给这位陪葬。您老别吓我啊，我容易晕。不吓你，我问你啊，你从小都中了什么毒啊？蛊毒啊！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从小就在西南制蛊的世家做长工，他们家就是做蛊的嘛。我中毒次数多了，就基本百毒不侵了。不过最后中了草原蝰蛇的毒，我没扛住。这人难道是解药？不，这怎么的？这就要死了？他们是打算蒸了我，还是煮了我呀？哎呀，救我呀！这于大夫救我呀！你哭啥呀？不会要你命的，就是要你办完血做个药引子。大廖，你割还是我割？你来吧，我下不去手。可他话音刚落，只觉手臂有点刺痛，原来是郑都统嫌弃这两人太磨叽，所以亲自动了手。哎呀，别愣着了，赶紧的拿碗呐！哎呦，这么多血，白瞎了！丹姐，白布和伤药也别忘了。谁啊？皇帝。什么？你再说一遍。嘘，躺着的是皇帝，窗口的小老太太是燕妃，那个是余王，那个是北安王，那个是王妃，那个是世子，那个是……你怎么？哎呀，你连皇帝都弄来了呀！哎呀，孩子没娘，说来话长。现在咱们只能祈祷皇帝没事儿，不然可能咱们也得跟着倒霉。叫你别出门，你偏不听，又惹来那么多事端。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啊，禁足3个月，你敢出八方县，我就敢丧偶。说完，姚老板气哼哼地走了。父女俩小小声地站在角落里嘀咕，夏安如这瓜是越吃越得劲儿。弑父弑君，太子和皇后都是狠人呐。正当父女俩说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硬挤进吃瓜内圈的郑志明跟只瞎子似的，用屁股开路退了出来。来，青华兄，里头什么情况了？不太好。张御医说，若是能早送到1-2个时辰，倒是有些把握。现在只能看皇上自己的命了。对了，大廖的血居然能做药引，你们说是不是天注定？这会儿仨大夫已经斟酌好了药方，让丹姐先去把药熬上了，一会儿给灌进去了再看能不能救得了。7分看天意，3分看大廖。哎呀，这不是封建迷信吗？可这会儿用都用上了，且看究竟有没有效果吧。前线战况怎么样？大崔说目前还算应对有度，这场大战已经进入了僵局，现在就看谁先熬不住了。肃北军看来得死守住关隘，不然的话朝廷现在估计也乱着呢。可不是，老夏，咱们开春有多少土豆种多少土豆吧，不然光靠米面，咱们八方县就这么些产量，我怕攻不上肃北军。这些粮食计划留给他老爹操心就行了，他现在得先想办法留下皇帝的命。夏安如很快绕到了吴世馆的后门处，此时丹姐儿正守着炉子在煎药。丹姐，前头于大夫在叫你。好，我这就去。姐姐，你知道躺着的那个是谁吗？是皇上，我看到了皇上的真身。嘘，别乱说，赶紧去吧你，小姑娘家家的，别乱瞧。真身？皇帝的真身难道不是4脚蛇吗？见丹姐走了，他赶紧从怀里掏出个小水壶，里头是来之前他进空间取出来的缸子水。等倒好了水，丹姐正好回来了。师傅说没叫我，肯定是姐姐太忙听错了。是吗？你这么一说倒还真是，我最近老是幻听。不行，等哪天我爹再去太平城，得让他买几个猪耳猪脑给我补补。两人说笑了2句，夏安如就借口要回去帮忙开溜了。重新回到医馆门口，夏安如跟老爹打了个招呼，正想走，却听有人叫住了他。你是夏师爷的闺女儿吧？本宫有事想麻烦你。对，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咱们能办的肯定给您办。客气了。你们家做的糕点，我那重孙爱吃得很，孩子才醒又饿了，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们送点糕点来啊？好啊，您稍等啊，我去拿。夏安如话还没说完，抬头却看到另外几位女眷
正眨着眼睛，像是打量，又像是求救。诸位饿不饿啊？我家食阁就在旁边，今天做的是萝卜丝包子，若是诸位不嫌弃的话。不嫌弃，只要孩子不能饿，萝卜丝包子好啊，孩子好刻画。婆母，您要不要一起去？那行，这儿也坐不下那么多人，咱们先去食阁等着吧。要不奴才去拿几个包子给二位王爷先垫垫。哎，你也是，伺候人的活都不会干，两位王爷现在哪有心思吃啊？去帮两位王爷泡2杯去火的茶来。余王和北安王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非常明确一点，张御医不待见他们，跟着夏安如到隔壁食阁暂且休息的几位贵妇，受到了乔氏和梅香等人的热情接待。人家不是都说夫人小姐们吃得跟鸟似的吗？哟，这几位怎么担惊受怕那么多天了，估计体能都消耗完了吧？梅香，再给他们端一碗去。梅香应了一声好，端起一个大海碗就往女眷们坐的桌子那儿走去。你说他们是干嘛的？怎么穿的看着还挺好，就是怎么这么狼狈？大户人家可能走半道上被打劫了吧？不过咱们只管自己做生意就行，别人的恩怨跟咱们没关系。可不是，娘，您甭管那么多了，咱们有钱赚就得了。几位还要面吗？子清死死按住燕飞想要举起的手，小声说：面吃多了容易胀肚，娘娘您可吃了1海碗了，不能再吃了。咱们现在能不麻烦张御医，尽量的别麻烦他老人家。这会儿皇上什么？干嘛？见鬼了呀！就见走进来几个人，是皇帝来了。喊什么喊？见了父！行了行了，这会儿还矫情个什么劲儿啊！来人，给朕，真的是很饿的我，端点吃的来。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是张御医医术高明。我这次真是小刀拉定开了眼儿了呀！老汉，我行医50年，尼玛第一次看到这将死之人，嘎的一下说站就站起来。我尼玛，微臣的意思是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阿荣，这面给这位黄员外。黄员外，不错呀。麻烦店家上面吧。你稍等。姚荣把面塞给了女儿，去上面。贵客请慢用，不够您再叫。对了，这是咱们家的小菜，你也可以尝尝。说了句您慢用，便退了下去。怎么都不饿吗？自己去做了吃点吧。您确定皇上肋骨断了，这么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吃面，没问题吗？我不是说了吗？肋骨是断了，但没错位，而且我都给他绑好了，放心吧，没问题。不过你说奇不奇怪啊？先前我摸着皇上的脉象，觉得虚浮的简直就要摸不到，可这一贴药下去，居然脉象就沉稳有力了。这廖大勇的药引子难道真就这么厉害？不应该呀！我都试过好几种动物了，起效也没见这么快呀！真是贼他娘的奇怪！哎呀，那可不就是大廖的功劳，不然还能是什么？总觉得不对劲儿啊！皇上，您现在感觉怎么样？皇帝点点头，没有说话，继续沉浸在干面的快乐中。皇上，您有没有觉得自己这是回光返照？算了，还是不破坏皇帝干饭的心情了。如果真的是回光返照，就让他吃顿饱饭再走吧。东家，来，您面够吗？不够我再赶一些。不过就是得等会儿。别整面条了，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鱼啊肉啊的，给黄员外单独做点吧，吃点好的好上路。人老了就看不得这样的，想想就伤心。我马上就要变寡妇了。还是燕儿体恤啊。有肉，羊肉、兔肉，这就给你们去做啊，晚上吃可以吧？不行。可以，不用急，这碗面足够我一顿的了，肉食晚上吃也行。行吧，那黄员外你坚强点儿。来了。您不是怎么会？谁干的？
太子和皇后，一个弑父，一个弑夫，我差点就死在他们手里。倒是没想到太子殿下会这么狠心。微臣老奴，不对，皇上您希望我叫啥呀？爱叫自己啥就叫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早就知道太子要弄死我？那倒也不是，老奴我就只知道太子给余王使了不少绊子，还制造了不少可以指证余王谋逆的假证。老奴，你又不是江阳，叫什么老奴啊？既然你知道太子给余王使绊子，怎么不跟我说呢？怎么是觉得我不配知道？本将军，你很威风吗？本将军。那您说我自称啥？随便呢。皇帝心海底针，老臣您可以理解为老臣，大臣的臣，别人听着可以是陈虎的陈，这样您满意了吗？行啊，随你就好。您说哪儿了？我不配知道二儿子要弄死大儿子。怎么的？这张御医给解了毒，原本暴躁的人就变得这么阴阳怪气了？这怕不是被解毒了，而是又被下了什么药啊？只有皇帝自己不知道吧？这样，这件事呢是崔成允那小子去查的，人也都是他一个个抓回来的，最后去外头查证的人也都是他的人。现在他在北山垭口跟蛮子干仗，老臣去把他换下来，让他清清楚楚、原原本本的把事儿跟您说一下。您看这样行吗？崔成允，皇帝还是你来接待吧。我老了，脾气也不好，经不起这样的阴阳怪气。也行，那朕就在此处等着他。另外，你这里还能调动多少人呢？前线现在轮换的有5万，保留2万做后备。老臣这里如果再要出兵，最多能有7万左右。粮草呢？去吧，先去把崔成允找来，再给朕找几个机灵的斥候来。我有事让他们去趟都城。出了食阁的陈虎便把正好从招聘现场回来的郑志明和等在食阁外头的夏兆峰拉到一边问：诸位贵客，你们准备怎么安顿呢？老夏，你家夫人做饭好吃，宅子也够大，要不……哎呀，那不是宋管事吗？宋管事，夏师爷有啥事儿啊？宋管事，你们家宅子里头是不是就你一个人住着？啥意思？这是准备嫁女儿了？目前就我一个管事，但是您放心，下人我已经买了4男4女，2个老妈子了。谁想来啊，都可以拎包入住，一点不用操心。田地里有2庄头待弄。行，整挺好，那就让贵客住崔宅吧。夏师爷，你带着人先去休息呗。好嘞。北安王府的马车很快就浩浩荡荡到了崔宅门口。你打起精神来啊！这几位身份虽然咱们不能说，但是我跟你讲，你们家崔大人见到刚才被簇拥着那位，都得磕3个响头。合着是咱们家祖宗呗？差不多，可能是咱们大荣朝的祖宗。行了，赶紧进去伺候祖宗们吧。我先走了，有事隔壁找我。所以是那个夏师爷和郑志明救了我们。对，夏师爷功劳很大，来八方县的路上您差点就不行了，是他让您最后坚持到了八方县，而且那无事馆正好是他资助了于大夫开的。这个事情真的说来好像就是上天的安排。夏家从海利搬来这里的时候，带上了破产的于大夫，途中他们救了那个做您药引的廖大勇，而廖大勇恰巧又被张玉仪发现，然后您中的这个蛊毒，张玉仪判断极有可能就是把廖大勇赶出来的东家做的。还有这种事儿啊？不会又是什么圈套吧？如果真是圈套，夏师爷干嘛还救您啊？您不知道，为了给您找个大夫，郑统领说夏师爷连百丈的悬崖都是说跳就跳。夏师爷是个好人，之前您申斥儿子的抬高粮价的事儿，就是夏师爷父女跟郑志明谋划的。这事儿虽说大粮商没赚到钱，伤了他们的利，但是宿州和西州的老百姓因此获利颇多。您身体好了，可以在八方县转转，他们还从南边带来了什么土豆种。如今这里的大部分人家都靠着夏师爷弄来的粮食和他们家那个富丰庄种的土豆活着呢。皇太孙可爱吃他们家夫人做的糕点了，能做这么好吃糕点的女人，肯定是个好人。此人倒是颇有胸怀。是，一路上吃喝都是他在打点，这人心思细，人也踏实，还会做饭。皇太孙和母妃都是靠他的蛋花汤撑了一路。你脑子里除了吃还有什么呀？还有父皇的安危啊！行了，我头疼，你们下去吧，去瞧瞧崔成云怎么还没来，再把张御医给我叫进来。吃饱了喝足了，是时候该上路了。不行，我还有事没办完。
我得活着。廖大勇，去把廖大勇找来。皇上这脉象很奥妙啊。您实话实说吧，真可惜，皇帝这就要走了，到了也没吃上一口肉啊。据说隔壁羊都宰上了。说吧，我还能活多久？这个老臣也很难说呀。一般来说，脉象分4类，24脉。可您这脉象，老臣行医50年，实属没见过呀。这毒好似解了，却又好像增强了。您这体魄好似躁郁，却又好像阴虚呀。怎么形容呢？就像那麻绳，几股麻绳扭在一起，毒解了却没解完，气息虚弱，却又只是一时，就像是几股不同的力量在您的身体里时不时地占领上风。不用谢。你是说我不仅仅只是中毒？有没有一种可能，您吃过1000年的老参，万年的灵芝？我一般不吃这些东西，宫中也奉行节俭，那就奇怪了。这样，老臣再给您开一贴药试试，看能不能平衡一下您体内的状态。等药的间隙，皇帝还让柴武拿了笔墨和小机子，写了几份书案，然后又从自己的发髻里头掏出一个玉玺，咔咔盖章。皇上，您这玉玺藏的还真是一般人想不到啊。你刚才是不是笑我穷酸啊？怎么可能呢？皇上，您的魅力跟穷富无关，您威仪天下，气质卓然，刚才为啥忍不住笑呢？行了，外头瞧瞧去，孩子们都安顿好了没？怎么朕听到吵吵闹闹的声音呢？当燕飞走出主院的时候，也的确听到了有吵嚷声从东侧的小院传出来。你过来，怎么了这是？那边是什么地方？在吵嚷什么呢？回贵人话，那边是咱们家厨院，张大夫想跟大廖那里再要点血做引子，于大夫不准，两位就吵吵起来了。于大夫意思是让大廖再缓个1天2天，不然取血取多了，怕他伤了身体，以后便帮不了贵人了。张御医却说他有补血良药，立竿见影，保证吃下去了，再怎么取血都不会伤身体。知道了，你忙去吧，你去问问那个宋管事，哪儿有卖猪肝猪血的，让他去买一些给那大廖。咱们别的干不了，这些东西总要给预备些。找了半天，最后他在大院的门外找到了宋管事。大嘴，你忙自己的去吧。姑娘，走吧，你不是要猪血猪肝吗？我带你去买猪去。啊，这里没有单卖猪血猪肝的吗？那可不，咱这儿穷着呢，不是逢年过节很少有人买猪肉的，除非是有大的节日啥的，才会有人杀了猪卖。这会儿想吃猪肉啊，就得去买整头猪。不过现在家里人多，没事儿，咱们就去买头猪去。姑娘，你见过杀猪吗？没有。走，叔叔带你去见识见识去。自从年28吃过年夜饭之后，夏崔二人就再没见过面，一晃眼也有1个来月了。瘦了，不过更成熟了，还有男人味儿。你这意思是不是我又老又有味儿啊？没有，说的是实话。在前线辛苦了，一会儿上家里去，让你容易给你好好补补。不辛苦，每天都能吃到你们做的干粮，做得很好。实不相瞒，之前我倒是还会上手揉吧揉吧面团，不过现在这活都是富贵和摇钱树的了，咱已经退居幕后了。怪不得这些天吃着干粮没之前的好吃了。谈恋爱好快乐呀，怎么回事啊？前线情况如何？咱们有多少胜算呀？你放心，后方咱们这些日子就会开始安排种土豆了，粮食肯定给你们供应上。对了，开春了我还能种玉米，等有了玉米我给你专供。别太辛苦了，军户咱们就有1万呢，有什么粮食种子你愿意分享的话，可以让他们种。也行，那土豆也让军户多种一些。不过玉米这个质量还不稳定，等我培育出稳定质量的，再给他们种子。赶紧的说说前线如何？死伤当然有，但是咱们还是占了较大的优势的。这场战争已经拖成了持久战，后头还得看军备和粮草。皇帝如果身体好起来的话，对咱们宿州和宿北军都是好消息吧？若是皇上轰势在宿州，对2位王爷和陈将军都不利。我也这么想。走吧，我给皇上他们带了我娘才煮好的羊汤，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那我也要喝一碗。我娘给我留了1小锅，回去都给你。进得主院，一声声响，夹杂着几句骂骂咧咧的话语。这汤要不还是您送进去吧，这是贵人特地嘱咐要的羊汤，可千万别洒了啊，
柴武不想进去，也得硬着头皮接了托盘进了屋子。皇上，燕妃娘娘让人特地煮的羊肉汤好了，您现在用吗？不喝，拿下去。皇上，您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生气，因为生气没用。您现在须得保重龙体，因为只有您活着，肃北军才能活着，陈将军、余王、北安王才能活着，家父、丞相、外头的世子、皇太孙才能活着。他们绝对不能因为真心的爱戴您，就必须去死。所以这汤您必须喝。唉，你说话比你大哥还难听，看在你大哥的份上，我就不怪罪你了。说完便舀了一勺羊汤，呼噜呼噜喝了起来。等皇帝喝完了汤，崔成允继续刚才两人说的话题。人证物证皆在北营，皇上若是不信，等身体好了，自己亲自替人审问。不必了，既然都调查清楚了，也都处置妥当，就先这样。都城我是一定要回的，不过不是现在。之前让陈虎准备的伺候都准备好了吗？夹缝中求生存的皇帝把写好的几封信交给了崔成允，然后叮嘱了他一些事儿。崔成允便退了出去。待皇帝穿好鞋子，整理好衣服出门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才把药煎好的张御医。您这又感觉不错了？还行吧，比刚才好些。一碗羊肉汤下肚，舒畅了不少。老陈能不能给您把个脉啊？奇怪了，刚才看着还萎靡不振的一个人，这会儿怎么一下子就恢复了精气神了又？这真是撞了鬼了呀！爸爸，赶紧的，别耽误我去看孩子。这什么玩意儿啊？于是也不问皇帝愿不愿意，直接换了一个手把脉。这大胆，到底又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好了？什么叫好了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在怀疑什么呀？怀疑自己的医术吗？不，我是怀疑这个世界可能是虚构的。皇帝怒斥一声荒谬，便转身往后头走了。张御医啊，你是不是最近没睡好啊？要不你去休息会儿吧。5日后，都城大朝会不开，难道郑丞相就要一直这么封锁皇上的消息吗？殿下莫急，皇上说不定遇上了什么事儿，耽搁了行程。微臣已经派了一队亲卫去往西周了，相信不日就能有确切消息。皇上福泽深厚，定能化险为夷，安全回都城的。本宫自然也希望父皇没事，但是禁军柯统领的军报却说西周虞王谋逆，亲手刺杀了父皇。怀抱希望自然没错，可本宫对禁军的话也不得不有所考量。老臣不信皇上轰事的消息，更不信虞王的谋逆。如今咱们皇上没见着，说是虞王谋逆，可这都多久了？别说人了，连虞王的消息一点都没有。老臣为官50多年，也曾是大戎朝的探花郎，熟读史书，平日也看杂技，就从未听说过哪个逆王能够谋逆的连个影子都找不着的。可皇上一队人马确实是在西周不见的踪影。殿下，微臣认为如今就该调派人手去宿州查个清楚，看叛王有没有躲在宿州。殿下，万万使不得呀！如今肃北军正在前头跟北蛮交火，咱们不去支援肃北军，反而还要去宿州捣乱，到时延误了战机，谁担待呀？韩尚书，那你说怎么办？既然是柯统领护送皇上半道出事的，那就让柯统领带人把西周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人给找出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若说虞王谋逆，便拿出人证物证了。若真有板上钉钉的证据，那老臣必会替皇上讨回公道。会有的，本宫已经调派了人手去西周调查，这件事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可国不能一日无君呐！谁说无君呢？咱们的君上不就是庆坤帝吗？怎么就叫无君了？不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诅咒皇上吗？我什么时候诅咒皇上了？太子殿下，老臣的意思是，如今皇上下落不明，您得担负起国家社稷的重任呐！好你个左副相！太子殿下平日兢兢业业，为大戎为百姓做了多少事，咱们都是看得到的。你这会儿还让殿下担负重任，怎么？你的意思是
太子平时没担待吗？你这是污蔑呀！老臣为殿下叫屈呀！奉先侯所言极是，左辅相借着劝谏的名号，实则是在指责殿下之前因身体抱恙而无法承担起太子之责，如此阴阳怪气，实在非君子所为。景南阁虽然不比大殿，但也是一个议政论政的重要场所，岂能让这种阴阳怪气的风气所污染？鸿胪寺何在？来人，把副丞相给我插出去！谁敢？郑志渊，你个老贼，你敢动我一下试试？骂谁？你疯了？你骂郑丞相老贼？你是什么东西？你敢打我？我是什么东西？我是大荣朝所有学子的老师，我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停下，都给朕停下！吵闹的场面瞬间安静。太子刚才自称什么？太子刚才说停下，都真的停下吗？哦，微臣想呢，太子也不会称自己为朕，不然皇上这会儿正失踪，殿下又特别确认皇上轰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殿下做了什么手脚呢。崔祭酒，你对本宫是否不满？是啊，老臣就是不满。皇上失踪，您不着急着人去寻找，天天盯着郑丞相确认皇上已经薨逝，是何缘故？作为一个辅佐过皇上且被皇上指定为议事大臣的老臣，确实对殿下的行为非常的疑惑且不满。崔祭酒误会了，本宫只是心焦，屡次催促郑丞相公布父皇的消息，也是想让消息流动的快一些，这样也许找到父皇的希望就更大一些。想来还是本宫太心焦了，办事才会有些冲动，的确是略有欠妥了。不过寻找父皇下落的事情也不会就此停止，本宫相信不日一定会找到父皇的。殿下定会心想事成。其余朝臣也都跟着喊了一句。太子也没什么多余的心思，继续讨论完这事儿，便挥了袖子，就让众人都散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父皇的尸首和渔网的尸首，而不是跟这些老油条逞口舌之快。崔景山崔家，还有郑志渊郑家，本宫总有一天要让你们跪拜在本宫的脚下，走着瞧。太子回到宫中，喝完了汤药，就听下头来报说柳先生回来了。怎么说？东西找到了吗？没有，找遍了西周境内我们布置的节点，东西全都给打扫干净了。我那好大哥倒是惯会扮猪吃老虎，以为他是个蠢的。倒是本宫小看他了。父皇找得如何了？之前安排在去宿州的路上突然消失的一队人马，有了些踪迹眉目，应该是被人杀了，然后又做了掩饰。如此看来，皇上若是已经薨了，那尸首应该就在宿州，渔王应该也在宿州。殿下，您现在要尽快做出决断，不然北安王和渔王本就走得近，苏州还有陈虎的20万大军，万一他们联起手来，那咱们这里怕什么？只要你确定父皇肯定是薨了，那本宫就是唯一的皇位继承者，是正统。只要把父皇的尸首运回都城，那本宫继位，名正言顺。都城10万禁军，就不单单只有柯永宁带出去的1万能为我们所用。不过，即便禁军那里本宫调配不了全部兵力，但是福建那里母后已经通知他们了，到时候谢家军会直奔宿州，北安王和陈虎让谢家军进城，就免了麻烦。如若不让，那他们便就是叛王帮凶，谢家军会替本宫把他们就地正法。宿州，张御医，皇上这到底是怎么了？这都昏睡2日了，是不是这毒没有解，用的药不对呀？这都不行。老臣如果说皇上的身体正在渐渐康复中，而且这毒起码解了1多半了，您信吗？您说呢？这都昏睡整整2天了，你让我怎么跟渔王还有北安王交代啊？您别看皇上现在人没醒，可这脉搏比之前平稳了很多，虽然还是有些滞涩，但明显这心脉已经起来了，在老夫的调理下，不日应该就可以康复的。可人不行，光身子康复了也不行啊。老夫才疏学浅，也实在是没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咱们这儿有个算命瞎子，要不然让他来给皇上算一卦。张御医，您在这宿北京待的真是越来越不像个大夫了。哎呦，怎么都在啊？这是等着啥呢？小酥肉，一会儿儿媳替您尝尝。不用，
今日你们都去拜见过皇上了吗？早上请过安了。皇上昏迷前还惦记着小太孙呢，这会儿张玉也说不准皇上什么时候能醒。你们俩带着小太孙给皇上多去请安，叫叫他，或许有用啊。可是娃还不会说话呢。不会说话总会哼唧吧？皇上只要听个声响就行，赶紧去吧。一会儿去了回来再吃这什么小酥肉。于王妃和世子妃只得带着孩子跑去给睡觉的皇帝请安了。这肉啊，宋管事买了不少呢，还多着呢，不必这般支开他们啊。不过您可不能吃太多，这油炸的东西吃多了不消化。嗨，拿他们打趣而已，果然府里多闷得慌。这崔成云也真是的，老大不小的人了，府中居然也没个媳妇孩子，想打叶子牌都凑不齐人。对了，你家那穿得跟个兔子似的女儿呢？今天怎么不见她跟来啊？去北营给他弟弟送东西去了，他弟也在北营当兵。哟，那咱们可真是同类人。我儿子也在前头打仗呢，也不知道这仗打得怎么样了，怪操心的啊。民妇不敢当，不过说是您真的觉得无聊的话，其实可以去咱们县城里转转。咱们县城虽然小得很，不过女学、慈济堂、女工作坊都是有的，您可以去随便看看。呀，那倒是不错。夏家娘子，你赶紧的，小酥肉给上一份，着急出门呢。那要不让民妇母亲给您做个陪客，那就更好了。北营，喏，娘给你准备的烀肉和虎皮蛋，这里头2盒子，一盒你让人送去给大崔哈，别忘了。那娉婷的呢？呀，倒是没准备，要不你自己的给他也行。我这就算是吃完了，服了你了。喏，这个是给陈将军的，这个是给娉婷的。为什么他们的是我们的2倍啊？人家不还有2王爷1世子要招待吗？估计进肚子里的还没你跟大崔多呢。行了，别抱怨了，说说那个汽油弹搞得怎么样了？你是特地问这个来的吧？不是，是给你送我满满的关爱来的。能不能好好说话了？还让不让人吃饭了？那你不是白问吗？赶紧的回答。你猜？嘿嘿。夏安阳说完，迅速拎着几大盒的吃食，嘎嘎嘎嘎嘎嘎，跟只大白鹅似的跑进了北营。你不回来，我把你放我那的破烂全部都给扔掉！你有胆就试试。那个应该没问题，明天您估计就能听个响了。我这东西可别扔了啊，都有大用处。走了啊！臭小子！2位小老太太在崔宅门口第一次见面，姚蓉热情地给2人互相介绍了下。贵人，这位是我的母亲姚和氏。娘，这位是本人是崔家旧友，最近就住崔宅了。老姐姐，咱们做个伴，出去逛逛呗。我今年53了，您叫我老婶子也不是不行啊。那婶子瞧着我能有几岁呀？哟，那我可说不好，瞧着比咱们家阿荣大一些吧，能有个37、8。哎呦，婶子真爱开玩笑呀！我今年都40了。40？娘娘好大的胆子呀！这里的庄稼人怎么也跟都城贵妇似的，一点都不实在，简直了。行了，阿荣妹子你忙去吧，我有婶子陪着就行了。对了，刚才我炸物吃的多了些，晚上给我准备一点清淡的粥和小菜就行了，有劳你了。啊？怎么着啊？我这就成了他们的厨娘了？这工钱谁付啊？见女儿来了，姚蓉赶忙朝她招手：“来，娘找你帮个忙。”啥忙？我还得去趟县城呢，我魏寨没人看着不是个事儿。急啥？不是有元娘的吗？去把门关上。干嘛？你别想对我耍流氓啊！胡说八道什么呀？赶紧的去空间里头摘点菠菜、黄瓜啥的。哦，对了，最好还有点小葱啊。再要点儿。我还没说完呢。进了空间的夏安如看着满空间东一堆西一摊的蔬菜瓜果，边摘边嘀咕：真当我是菜市场了？哟，这瓜长得好像高老师啊！摘了呀，这么长一根豇豆啊！摘了，回去给豆子当绳子跳。这大冬天的，他们哪儿弄来的黄瓜？还有翠绿的菠菜和韭菜，你瞧瞧，居然还有这豆角，这不是夏天的吗？也是哈，还是新鲜的，脆身得很。他们这是哪种的？这天冷的，外头地里感觉还没化冻呢。肯定是宋管事去哪儿给找来的嘛。估计他们哪里有温室吧。崔家也是名门世家，要啥没有啊？咱们虽然身份高，但是好歹也是客，问太多了也不太好。照母妃刚才那么说来，
这八方县倒是很有些气候啊。可不是，我就说郑家出不了孬人，这粥才像话嘛。刚才那叫啥呀？刷锅水都比慈济堂的粥厚一点。对了，你们俩有钱的话都捐点给那慈济堂吧，八方县也不容易。咱们哪有钱呀？王府都不知道还在不在，出来的时候连张银票都没带。要不让宋管事帮我去把这镯子当了吧？哎，典当了去做善事，你还真是……哎呦，算了算了，等老小回来，让他上家取点钱来吧，你们就蹭吃蹭喝，好生待着吧。母妃，其实儿媳还有一笔银子存在了银楼里，太平城应该有那银楼的分号。我也要脸面的好不好？什么叫做蹭吃蹭喝啊？我们余王府再穷，骨气还是有的。你不是说没带银票吗？不用银票，只要印章。哦，放的利钱啊！这位常年住在宫里，可怎么什么事儿都知道啊？余王妃老脸一红，想解释点什么，却又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行了，别哼唧了，明天让宋管事去把你那钱取出来，以后就别放了。你们余王府都人去楼空了，到时候别收不回来，那就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走出饭厅，子清跟小老太太说：娘娘，有个事儿您得知晓一下。你说。咱们也没钱了。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奴婢在那慈济堂不是死死压着钱袋子，您老人家不是非要捐钱给人家吗？你说这会儿你却要回来，算了，丢不起那人。哎呀，没事没事，一会儿问问柴武，皇上身边应该有钱。可惜令燕妃失望的是，皇帝从来不过手钱，柴武倒是带了，可大部分都遗留在了西周余王府了。够了吧？唉，那要不问两位王爷要点吗？可刚才娘娘说余王妃他们蹭吃蹭喝耶，这转过头来不好吧？哎呀，暂且就先这样吧，让娘娘略微忍一忍，反正咱们吃喝都不花钱，等明日江公公来了，我让他想想办法。也行。此时北山垭口的一大波人同样也没休息。怎么样？安阳行不行？应该可以。一会儿我把弹药背上去，等光线允许啊，咱们能看到大营，校准了方向，那就可以放了。好得很，好得很，快点通知中线南线，一会儿咱们放炮，让他们不要惊慌，不要擅自出去探查，做好防御，北蛮一定会疯狂反扑的。好，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咱们一会儿要放炮，莫要惊慌，莫要惊慌啊，做好防御，做好防御，北营集结人手，随时等候调令，结束。然后从对讲机里传出了中线收到，南线收到，北营收到。即便已经见识了很多次，余王他们依旧非常的惊奇。蹲在山头一夜的崔成允拿起望远镜，调整好倍数，仔细辨别。看好了。好，烧光北蛮的粮草，看他们还能挺多久。哎呀，老天保佑啊，可一定得炸呀！菩萨如来，玉皇大帝，渡海龙王，保佑保佑啊！你们之前没试射吗？试了，普通的油炸膛。您大哥弄的那个油料就试了一次，离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后来虽然改了设计，但是怕燃料不够，放的是空弹。不过姐夫你放心，咱们这回做了3颗弹，怎么着都得炸1颗。没事，别怕，放大胆的试，哪怕不成，打草惊蛇了。北蛮现在发动总攻，总比陈将军调出兵力之后，他们再发动总攻来的强。好，那来吧，准备好了吗？夏安阳问缩在底下，因为激动而有点微微发抖的他的科研好伙伴王平。万一这东西要是不成，咱们会被砍头的吧？哎，大哥，别磨叽了，成不成？就这一哆嗦了。你的命我保了，放心吧。好。心一横，拉开了手里的火折子，往发射筒的引线上一点，然后大喊一声躲避。可等了约莫有2-3分钟，什么都没听到。安阳，继续。好，又是一声砰，弹药飞了出去，可依旧没有等来肃北军想听到的那声巨大的响声。在哨所等消息的陈虎等人正纳闷呢，怎么回事？夏安阳的火炮被尿滋了吗？哎，再等等，别急，也许还在调试阶段。北蛮营地，这是咕噜咕噜吗？正当他疑惑不已的时候，耳边忽然出来一声巨响，轰隆隆隆隆，惊天动地，火光四溅。紧接着这声巨响之后，又有2声巨响在北蛮营地炸开，营地瞬间乱成一团。
好样的，回去跟你姐好好讨赏。苏北军也得赏，再怎么样做出此等大杀器，我爹再穷都得赏个1800两的。咱这是成功了吧？我操，居然真能炸呀！嘿，成功了，耶！才起床就到皇帝房间探望的燕飞，也听到了北山那里传来的一声巨响。走，赶紧瞧瞧去，是不是北蛮炸山了？这群蛮子真是要死！哎呦，子清，快去瞧瞧，皇上好像轰了呀！皇帝那眼睛瞪的可老吓人了，这一看就是死不瞑目啊！轰你个口吐芬芳的！哎，真睡了一晚啊！外头是炸雷了吗？这才1月底，怎么就有雷啊？这都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你真是越老越没个样子。怎么的？我醒了你不满意啊？您已经睡了整整3、4天了，3天还是4天来着？哎，不管了。张月一想尽了办法都没能让您苏醒过来，所以妾以为您那啥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两人说了没几句，打探消息的柴武就来了。皇上，您醒了呀！皇上，您终于醒了。奴才这几日简直是……先别说这些，外头出什么事了？打听清楚了吗？回皇上，燕妃娘娘，刚才隔壁副封庄来说了，这大概率是苏北军新造的火炮搞出来的动静。夏十一和宋管事已经去北营打听去了。您稍等片刻，要不奴才给您去端碗粥来？您这都好几天没吃了。先不用了。想下床，就听门外一声惨叫。万万不可！您在床上久躺不动，万不可随意下床啊！老夫先给您把个脉，确定没有哪里淤血阻滞，您才能下地。缪大夫先给皇帝把了左手，然后换了右手，再换左手，再来右手。哎，怎么我这是没脉搏了吗？你把了老半天，把不出个所以然来。皇上如何？这醒都醒了，应该没事了吧？您现在感觉如何呀？人可觉得疲累？累，头晕胸闷，乏力，呼吸不过来，腹部有些胀痛。您现在气血两虚呀！哎，稍等，老夫去就来，您躺着别动啊。这啥情况？那位爷的脉象怎么比昏迷的时候还严重了呢？好在虽然脉象虚浮，但是生命危险却是没了。好好调养些时日，估计能把身上的毒全解了。缪大夫走到半道，还抓到了想要把一碟子猪肝偷偷倒在花园里的大廖。大廖，你干嘛呀？这猪肝怎么不吃啊？不吃怎么补血呀？我吃不下呀！你试试1天3顿，每顿不是猪血就是猪肝，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呀！不是啊，大廖，你听我说，那位贵人啊已经醒了啊！那我先走了啊！哎，你回来，没张玉一手啃，你哪里走得了啊？外头那些看门的，一个个手里的刀有1米多长呢。走，跟我来，不要怕，老夫给你把个脉。不用了，我挺好的。那厨园还有3碟子猪肝没吃呢，我得吃去。哎呀，别怕嘛，随我来，我保证不会伤害你的。哎呦，不要啊！你放开，不要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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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克！北蛮营地里，这样的嘶吼声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时辰。大将军，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愤怒，而是趁着士兵们怒火中烧，对大荣军恨意十足的时候，组织一次快速反击啊！我们的粮草最多只能撑得了3天，今日再一战之后就必须撤退了，否则大军可能走不回永泽湖啊！去，给本大将把5位指挥使都喊来。今天日落之后，就是我王军血洗北山垭口之时。那莫名其妙的太阳，改时间，天黑之前，王军进攻北山垭口。去，喊人！大将军的计策果然跟他的肠子一样，张嘴就能看到定眼，绝了！哎呀，一会儿我先去吃个饱饭，上路嘛，可不能做个饿死鬼。将军，前线已做好布防，但等北蛮送上门来了。嘿，很好，好得很。这回咱们直接干掉北蛮王军剩下的兵力，他们想要再攻打大荣，估计3、5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了。2位王爷，您2位跟着老臣吧。啊，崔要带队负责主攻，比较危险。不，身为大荣朝的王爷，本王自然要为国效力。本王与崔三将同战。皇兄你呢？我他妈有的选吗？做决定之前，
不会先问问你大哥吗？哦，对，皇帝说的没错，本王与摧残将同战。陈虎以为北蛮好歹得等到晚上夜黑风高之时才会进攻，没想到才整肃好队伍，就听山头上响起了号角声。什么玩意儿？这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居然赶着来送死！5173左路，蒋正、孙自立右路，两位王爷与微臣中路迎击北蛮主力，走！说完，他抽出长刀，加了马腹，率先冲了出去。兄弟，保重！兄弟，保重！双方的战鼓雷动，号角嘶鸣，战场上很快就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喊杀声与兵刃相接的铿锵之声。快快快，备车！崔晨宇重伤，即刻送去崔宅，给我一匹马，我去北营接张御医。大小姐，我去接张御医。齐三二话不说，骑着马就冲了出去。车呢？咱们现在就走。我去找车。你们不能走，前头战场还要打扫，我去吧。没多时，他就带着一辆马车和他老爹来了。让张御医救活他，不然我陈虎弄死他。再不敢多耽搁时间的两人，一个驾着马车，一个抱着人坐进了车厢，朝八方县飞奔而去。让各位还活着的指挥使即刻集结，打扫战场，没死的都给老子活捉，死了的都补足3刀。底下的护卫应了声是，便匆匆往后跑去。陈将军，我想跟指挥使一起去打扫战场。皇兄，皇兄，父亲，叔父，你们还活着？老子上战场没死，山崩没死，差点被你小叔给害死。我说搀你搀你，你偏不要，都多少岁了，还在死犟死犟。哎呀，得了，都别逼逼了，活着就赶紧去哨所待着。去！世子，你不去前头继续作战了吗？这我爹哪怕早滚下来一口茶的时间呢。去。老实说，我也很尊敬陈将军，不是怕，是尊敬。娉婷，再快点！哎呀，早知道就用我爹的马了，这马啥玩意儿啊？怎么再使劲抽都跑不动啊！正当陈娉婷准备亲自上马，骑了加速试试的时候，看到远处跑来了一人一马。安如，夏安如，是你吗？是我，娉婷，谁受伤了？崔晨宇重伤！夏安如一下勒了马绳。没事的，夏安如，你别怕，有你在，大崔不会死的，他绝对不会死的。娉婷，我要上车，你让我上车。好，还活着吗？不要死！应该还活着。没耽搁多久，他就拿着一个长嘴的茶壶出来了。不管，先喂了再说。大崔，别怕，我来了，我来救你了，你张一下嘴。可水顺着崔成允的嘴角全部漏了出来。子敬，你不是让我叫你子敬吗？我叫了，你醒醒啊！听话，把水喝了好不好？你喝了，我每天都叫你子敬好不好？求求你了，你喝水，你只要喝下去一点点，我保证以后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再打了好看的毛衣给你好吗？子敬，你别怕，我来救你了，你回应我一下，求你了，子敬。哎呀，怎么办？他不喝。子敬，你等我，我马上回来。见崔成允喝不进去水，夏安如干脆从空间里拎出了整整一桶水。这天太冷了，你别冲动，齐三已经去接张御医了，兴许还有办法。你在说什么东西啊？你不是准备给他洗澡吗？轻叹一声，然后咕嘟一下喝了一大口水。他含着一口水凑到崔成允嘴边，思考了1秒，直接就贴了上去。夏安阳忍不住啊了一声，然后赶忙闭上眼睛。我是万万没想到，我居然目睹了老姐跟姐夫的第一次亲嘴。虽然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我的脸好像真的很红啊。夏安如反复试了好多次，非但没把水喂进去，反而自己喝了一肚子的水。崔成宇，今天这水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哎呀，你到底行不行啊？接吻都不会，他不张嘴你用舌头撬吗？我不会，你就会了，你来。不是你恶不恶心啊？你赶紧想想办法，这水再灌不进去，到了崔宅他更没机会了。哎，要不
咱们把他下巴卸了。行了，下巴卸了，他没有知觉，不验有啥用啊？他闭上眼睛，开始慢慢回忆起他的隐藏文件夹。有了，夏安阳，闭眼睛。你想干嘛？那你看吧。吓得夏安阳再次死死闭上了眼睛。我不好意思了，低下了头，朝着崔成允的耳朵 kiss 了过去。在啃了人家耳垂一会儿之后，夏安如重新含了一口水，再次贴上了崔成允的嘴唇。好家伙，为什么感觉牙关咬得更紧了，连呼吸都好像急促了起来？不行不行！夏安如调整了呼吸，闭上了双眼，开始慢慢的、温柔的咬紧了牙关，似乎有了一些松懈的迹象。夏安如继续放缓了动作，一口水喂了能有5-6分钟。怎么样，可以了吗？再试试。说完，夏安如又喝了一大口水，再次低下了头。噌，一道闪电在夏安如脑袋瓜里炸开，崔成允突然给了他回应，吓得夏安如身子往后退了一下，一屁股坐在了车厢地板上。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他壶，水壶，捡起了地上的水壶，猛灌了一壶，然后对准崔成允的嘴就给他往下灌。饶了我吧，我错了。不行，你再多喝点水。算了，这水也不能多喝。等我好了，我们就成亲吧。你个王八蛋，你可是吓死我了！崔成宇，你一路走好，安如我会照顾好的。一路飞奔回了崔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很痛啊？你忍着点儿，张玉一估计已经到崔宅了。没事儿，不疼，别哭。不疼才有鬼呢。哎呀，你知道还问啥呀？你试试肚子上插把刀疼不疼？哎，莫要胡说。大哥，你别动啊！你才止了血，我可跟你说啊，万一你有个万一，那我就投范一气当姑子去。要是我孤独终老，那就肯定是你害的。不会的，放心。崔大人来了，张雨衣赶紧准备。哎呀，死了吧！一天天的被这些人折磨，不还了。怎么是你？我去北营路上遇到他们的。怎么是你？我去扔炸弹，正好看见姐夫受重伤。怎么样？崔成宇肯定没死，对不对？马车上缓了一口气，后续得看张玉一的了。你这手是怎么个意思？嗨，抽筋了。我从北山一路抱着姐夫到这儿，好家伙，那身甲胄再加上我姐夫的体重，恐怕得有小300斤。怎么样，大哥这臂力还可以的吧？安阳，你这不行啊，才这点重手就抽筋了，那改天怎么学刀啊？一把好刀起码要上100斤，你怕是抡几下就不行了呀？那就不练刀了。我想好了，以后就研究火炮，待我事成之日，就是肃北军扫平北蛮之时。好，这才有点我大容男儿的气魄。大叔，您是哪位啊？见了皇上还不跪？怎么的呀？皇帝就长这样，就不高大也不威猛，就是看着挺敦实。鱼王相爹没跑了。哎，不用那些虚礼，在我这里我就是皇员外。崔成允如何了？回皇是员外的话，崔大人伤势严重，张御医正给他看诊清创呢，具体如何还得等张御医出来之后再说。蒋公公，你赶紧去一趟太平城，跟北安王妃要一点上好的人参、灵芝、鹿茸什么的来，以备不时之需。你也一起去，我有事要交代给你。夏师爷，你陪郑志明跑一趟。你是夏师爷的儿子对吧？我是。哎呀，我你个大头鬼，草民！既然你有目标，就大胆去办。如果需要什么东西，你可以直接问陈虎要。年轻人有想法，大荣才有希望。男人做事切莫畏首畏尾。说完，皇帝便甩了衣袖，转身走进了正屋。夏兆丰和江阳、郑志明几个赶忙跟了进去。真是虎父无犬女，
陈小姐看着好生威猛，不错，真不错。娘娘也很厉害，能陪着皇上从西周全身而退，臣女佩服。臣女奶奶经常说，女子本弱，遇强则强。娘娘给了臣女最好的示范。可燕妃却再次表达了对陈娉婷的喜爱和对陈老夫人的欣赏，还说要不是自己就余王那么一个儿子，她都想向陈家求亲了。我有意中人了。他有对象了。哦，我懂了，倒是般配得很，不错不错。此时东厢房内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药味。崔大人，你忍一忍啊，老夫先把你背后的伤处理一下，一会儿就能躺下了。崔成允嗯了一声，只静静依偎在夏安如的怀中。安如啊，哪里不舒服吗？正在给崔成允清创的张玉仪也皱着眉头，一声不吭。谢谢你，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的魂。没事的，后背的伤还好，不是很重，疼的话你就咬我的手，张玉仪很快就能够处理好了。哎呀，行了，哎呦，我了个天哪！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吧，真是。缪大夫，汤药煮好了，赶紧放水里兑一兑，咱们赶紧的处理好了就走，让这小两口腻歪去吧。哎，我是真受不了了呀！崔成允闭着眼睛，依靠在夏安如怀里，呵呵憨笑两声。哪里腻歪了？哭都不准的吗？老大夫，你真是太不讲道理了。大崔，快点好，好了咱们自己出去玩，谁都不带。好，谁都不带。哎呦，我天哪！说了闭嘴闭嘴，都给老夫闭嘴！好凶啊，张玉仪！别怕，我在。张玉仪骂骂咧咧的给崔成允处理完了背后的伤口，夏安如数着，估计缝了能有30来针。哎，后背好了，你俩可以别搂着了，赶紧的平躺下。这肚子上的刀总不能一直这么戳着吧？夏安如小心翼翼地扶着崔成允躺到了床上。你不走吗？我不走影响您吗？这影响是不影响，就是你们还没成亲呢。这个啊，大崔介意吗？不，又不是第一次被他看到。再说了，以后成了亲不也是天天看吗？有什么好介意的？瞧，他都不介意，要不是我拖，那我更不介意了。崔成允腹部的刀伤渐渐暴露在了冰冷的空气中，伤势真的非常重。缪大夫，你来看看崔大人这病症，咱们下一步该如何走啊？缪大夫一脸茫然地走上前，看了张玉仪2眼。您把帕子给我，我再去给盆里加一点热水。张玉仪啊，这要不你来吧？很快吧？他这跟皇上之前有点像啊，脉息时强时弱，瞬息之间都在变化。可他伤得那么重，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起伏呢？对，我也不懂啊，这人的脉象怎么会这么乱？咱们这怎么下药啊？用啥呀？这样，咱们先给他稳住心脉，敛血补气。那刀太凶险了，我一个人不行，等下我取刀，你下针给他止血，可以吧？行是行，就是这6棱刀创面极大呀，能不能止住血，我不能保证啊。我也保不了他是死是活，但是总不能不拔刀啊。就这么着吧，我瞧他的命还挺大的，伤成这样也没死。张玉仪说完，便拿了纸笔开了单子，交给了缪大夫，让他先去把药拿来。也没等多久，缪大夫就把药抓来了。慢，先让大崔喝口水。已经发觉这个水肯定不是普通水的崔成允，二话没说，直接就干了。什么毛病？没想到崔大人还有言听计从的这一天。可是吧，你这人也是怪得很呢，对别人没话说，对夏姑娘倒是挺能说的。下针吧，疼也忍着啊，想有命娶媳妇儿就切莫乱动。这句倒是愿意回哈。药好了吗？来了，烫死了！你醒着啊？那正好喝药，我给你吹吹啊。太烫，你让2位大夫拿便是了。缪大夫听见没？下次主动点。您轻点啊，大崔伤得重，您前头按重了，他后头说不定就出血了。我懂还是你懂啊？要不你来？您懂，您来，我就是小小的提醒您一下。没事儿，不疼，你把药给我吧。我喂你。然后一抬头，迎上了崔成允似笑非笑的眸子。就是正常的喂。这啥意思啊？你为啥脸红啊？不是喂药吗？您老累不累啊？歇一歇吧。嘴，你给他喂过药了？喂的什么药？哎呀，您老是该歇一歇了。这嘴不动是不是看不了病呢？走吧，皇上那里您也去瞧瞧。
所以你之前给我喝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水吧？没错，如果没喝那个水的话，我这会儿估计已经削发为尼了。不过这几天你可能都会睡不着觉，但是再过几天你可能会睡上几天几夜。那个水就是这样的，会把你几天内的体内能量全部都激发在1-2天里面迸发，但是后头你用掉的能量还是得靠睡眠补回来的。提前透支？对，类似这种功效。我外公第一次喝了1碗水，后头3天3夜没睡觉。你喝了约莫有1大桶，刚才擦洗伤口也用了，拔刀前还加了1碗。这么算下来，难道后头要睡1个月？那你这些天把我喂得饱一点，不然我怕自己1个月不吃不喝得饿死。没事没事，到时候我给你喂流食。不过这些天的确得好好补补，储存一点能量。看的可满意？不错，挺满意的。如果少受一点伤就更满意了。行，以后尽量。不过现在你得帮我叫安阳进来。叫他干嘛？你现在身负重伤，军中的事情可别再管了。哎，没有，我让安阳帮个忙。怎么看不上我了还？有啥事儿你说，我肯定给你办到。我要小姐。大崔找你，赶紧进去。怎么了？啥事儿啊？他还行吧？别问了，你赶紧进去吧。我也不知道啥事儿，就是他好像挺着急的，赶紧的吧，不然大崔都要尿裤子了。正当崔成允在治疗重伤的时候，北山垭口的战场也到了最后扫尾的阶段。报！说，北蛮大军撤了。哎呀，可不得撤呀！主将、副将都在本将军手里，他们还打个劲儿啊！再去盯着吧，以免有诈。斥候领命，重又往山上的岗哨跑去。世子，一会儿要不要跟老夫一起审问这北蛮副将？还得请陈将军多多指教。哎呀，指教不敢当，就是有些审讯的老把戏，倒是可以让世子瞧瞧。审完犯人，陈虎慢悠悠走到坐在大牢门口的世子身旁。世子如何呀？老夫这些招式还挺新颖吧？什么含爆蛋蛋、戳你屁屁、烤你肉肉之类的招式，世子别说没见到过了，他连听都没听说过。陈将军有才。咱们这些招式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会儿老夫要去趟崔宅啊，见皇上，世子要不要一起去啊？北山那里有余王和北安王盯着就行，咱们快去快回。于是二人带着审讯口供即刻去了崔宅。巴楞卡已经供述了，说是我们的人先去杀了他们的王帐，虽然没有杀死北蛮的王，但是却着实惹怒了他们，他们才会在这个时候来攻打宿州的。虽说北蛮确实缺粮，但是他们自己内部也分了主抢掠和主和谈的两派，就因为我们先动了手所以和谈派也都倒戈了。所以你之前抓的那个奸细就是被派去刺杀北蛮王的刺客中的一个？不是，这是两拨人。之前咱们抓的奸细是机缘巧合之下知道了北蛮在北山垭口处设置的密道，然后通过这条密道，他组织了一批人把北蛮的马匹运到了西周，然后把马斩杀在了西周，设置了陷阱，准备污蔑余王通敌的。那现在那个密道，咱们当初得知有马匹从北蛮运进来之后就搜山了，然后在山中找到了密道，才反推到了军中可能有内奸这事儿的，所以早就处理好了，您放心。就是这事儿吧，最终指向的幕后之人就只有一个。巴楞嘎说刺杀他们的人是余王派去的，而且还丢了一块余王府的腰牌在他们王帐中。对了，还有个事儿您可能不知道，当初没事了。皇帝也没说话，就直勾勾地看着陈虎。哎呀，微臣也不是故意没说的，咱这日子不是也过得紧巴巴的吗？然后就如此这般如此的把挖掘并开发再利用了一个黄肠题凑的大墓，且在过程中发现了余王的余图的事儿，跟皇帝说了。我说呢，有一阵子你就没管我要钱，原来是挖了人家的坟呢。重点不是这个，皇上，重点是每件事都有明显线索指向了余王。所以太子想除掉余王的决心居然这般大吗？也是，他连老子都敢杀。可不就是吗？这是个啥样的逆子呀？老子兄弟一个都不放过，还是不是人呢？皇帝这个太子选的实在是没啥眼光啊。您也不用多想，人嘛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的主意，这帝王家与寻常人家更是不同。不同就能弑兄弑父，朕定会回都城亲自问问他。明明是唾手可得的皇位，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您是父亲，他也是父亲，都是为了孩子吧？没事儿，还有我们一群老伙计陪着您，不管您做任何决定，咱们都支持您。皇帝没有抬头，只有不停耸动的肩膀和砸在地上的眼泪，暴露出了他偶尔也是一个普通的老人。这几日你把北山的事情处理干净，我估摸着谢家军快到宿州了，这里咱们还剩多少人？差不多13万左右。行，那你就带6万大军赶往太平城，若有人要硬闯进来，无论什么理由，格杀勿论。哦，对了，那个夏安阳，你把人留在宿州，这个人朕觉得可以一用。皇帝说完就低头开始写圣旨。陈虎抱拳答了一声是，然后跟皇帝说：您先写着，微臣去瞧瞧崔成允，马上回来。去吧。哦，对了，一会儿把我那2个不争气的儿子调回来，让他们给我去太平城守着去。那肃北军朕亲自带。行吧，都是你的兵，你爱咋咋地吧。八方县的众人在击退了北蛮大军之后，渐渐进入了休养生息的模式。不过太平城此时却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上回咱们宿州缺粮，不是郑县令和他那师爷想的法子骗来的粮商吗？忽悠人这事儿他们俩最擅长，大人何不让他们来想想法子？而且这2位看着也挺忧国忧民的。季宗林二话不说，赶忙又差人把才回八方县没2天的夏兆丰和郑志明给逮了来。知道此事非2位职责所在，故特免除了八方县捐税3年为奖励，以此为证。捐税又是什么呀？就是交钱呗。郑志明见到季宗林，先阻住了他的客套，上来就说：5年捐税，不然咱们这就回去。先喝杯茶。这事儿谈妥了，咱们明天就能开始查办了。如果谈不妥，咱们今晚就得往回赶。这地里头正种着庄稼呢，真走不开。郑大人，您别急嘛，先听听季大人怎么说。不管啥事儿，不都是谈出来的吗？经过2人你来我往的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季大人同意免除八方县捐税4年。既然本官已经答应了4年了，那你们2个有什么法子，现在便说吧。这还不简单，明日您就等着瞧好戏吧。次日一早，冀州牧乔装打扮了一番，死活跟着一大清早就说要出去吃早点的郑志明和夏兆丰一起在城中闲逛。你们上辈子、上辈子、上辈子都是饿死的是吗？咱们先喝茶再说事儿。喝茶不会要个包间呢？这地方怎么说事儿啊？既然说不了，那您就好好听着。此时茶馆里头的人都在讨论着肃北军驻扎太平城的事儿，有说陈虎在此地必有大事的，有说都城有亲戚，据说皇上不见了的，还有说自己是打西州来寻求北安王和陈虎庇护的。哟，我怎么觉得这宿州好像……不能多说，要不然咱们今天就走吧。怎么走啊？往西走就是陈将军大本营，往东走出不去呀。那总不能待在这儿等死吧？万一那余王真的，哪怕朝廷来镇压，那咱们要不就是人质，要不就是肉盾，不都是死路一条吗？那还不如干脆冲。夏兆丰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是被郑志明给捂住了嘴。那位仁兄说的对啊，既然州牧不管事儿，城中情况又是这般复杂，咱们等在城中，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到最后还不都是给人做肉盾？若是这般，还不如干脆冲出去。你们怕是忘了，当初西周闹灾荒，为了不影响都城，西周也都是被全部封锁的，有头脑的走得早，都活了下来，最后死了那么多人，都是活活等救济等死的。有病吧？人家陈将军带了4、5万士兵，咱们这不是用鸡蛋碰石头吗？要死你自己去死！傻不傻呀？咱们为何一定要从东门走？城里又不止一扇东门。这位兄台说的对呀，与其在此等死，不如冲了南北小门赶紧逃啊！你们去不去？加我一个。别闹了，你是不怕死，可你不想想家里的妻小吗？怎么这么等着，家里妻小难道还能见到我吗？与其等着微乎其微的希望，还不如搏一把。你不去就别管我了。兄台，咱们要不要借一步说话？好，还有没有人要一起详谈的？出乎季宗林意料的是，茶馆里居然走出去了一大半的人。借一步说话的这些人才出了茶馆，就被巡逻的衙差给全逮住了。干嘛？为何抓我们呀？我们在大街上走路都不成了呀，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放开我！我是犯了律法还是犯了天条了？抓我干嘛？通通给我绑起来，
送到陈将军那里去。但凡有一个跑了，就拿你们试问。一场潜在的危机便这么消弭于吵吵闹闹的2个戏精手中。都城苏州那里的人都安排妥当了吧？让他们千万小心这些，别到时候功亏一篑。若是这些人被查出来了，再想送人进宿州，那就不太容易了。昨日收到飞鸽传书，太平城内已经蠢蠢欲动了，相信再过个3、4日，等老将军的人到达宿州南城门的时候，城里肯定已经乱了。那本宫就等着我儿登基了，去给太子那里送个信，让他莫要焦急，这事儿在10日内就会办妥的。等到3月初就是我儿的登基大典了。另外，把本宫才炖的人参黄芪鸽子汤给太子也一并送去。完成使命的夏兆丰和郑志明得到了陈将军的夸赞和北安王的赏赐，还有季宗林哼哼唧唧不甘不愿写下的免税文书。嗨，我也不是替自己不值，我就是觉得吧，老百姓被蒙在鼓里，两头挨骗，有点心酸呐。那就直接跟他们说，太子造反了，在城里煽风点火的人是皇后娘娘派下来的，他们准备做内应，搞乱太平城，然后帮谢家军开门，好让他们冲进宿州，干掉皇上。啊，对了，皇上现在就在宿州，是一路走小道逃来的。大荣朝皇帝跟个行李似的，一路还被搭在了骡子上，毫无帝王尊严可言。啊，还有，他老婆还给他下了毒，差一口气儿，皇帝就被皇后给毒死了。咱们把实话全说了，然后老百姓就可以幸福快乐的继续过下去了啊！哎呀，我知道说真话不一定好，我就是觉得吧，咱这些小老百姓就如同这天上的云朵，飘来飘去的，全凭风往哪儿刮，自己掌握不了什么。哎呀，你可拉倒吧，皇上不也自己啥都掌握不了？你若真想不明白，赶紧的出家，我给你造个庙，也算积德了。哼，那你旁边再造个尼姑庵，方便我和我家娘子相会。嘿嘿嘿，那你前院做和尚庙，后院做你尼姑庵嘛，串门还方便呢。嘿嘿。回到八方县，夏兆丰第一件事就是先去逮住了女儿和老婆，然后把他们拉回家。您可歇歇吧，咱们这肉眼可见的云，一朵就得几百吨，比您想象的可威武雄壮多了。可怜啥呀？倒是那风看似无边无际，实则四处碰壁，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由。旁边的姚荣乐得嘎嘎的，直喊：老夏你的情怀呀，那可真是既没文化又不值钱。有啥好笑的？我也不能太完美不是，太完美的人容易遭嫉妒。母女俩给他的回应又是乐不可支的冲着他笑。哼，笑吧你们，我瞧瞧小崔去，你们只管笑。哼，您别去了，他睡着了。啊？他什么时候睡的？得睡几天呀？昨天早上说着话突然就没声了，差点把我给吓死。好在缪大夫诊断下来，伤势恢复的还可以，没有内出血什么的。至于睡多久，这我就不知道了。按照我爹喝1碗睡3天这么算的话，估计得浅睡1个月吧。哎呦，要命啊！那咱们是不是得给他准备点流质喂下去啊？这成人尿垫什么的需不需要啊？宋管事已经专门派人照应了，您亲自给大崔做这种东西也不合适吧？就是，人家小年轻才开始谈恋爱，你就尿垫啥的乱说一气，这多幻灭呀！这有啥幻灭？以后你要是躺床上了，我也给你做尿垫。哎呀，姑奶奶，您就盼我点好吧。啊，对了，咱们庄子的耕种怎么样了？自从买了这庄子，我就没怎么用过心。今日郑县令特地放了我半天假，大崔呢也得睡个10天半个月的，咱们趁着得空去瞧瞧呗。夏兆丰和姚荣夫妻俩看着女儿打下的一片土豆江山，实在忍不住问他：咱家这地就光种土豆，不考虑种点别的？您二位是不是没有完整的转悠过咱家地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要种的地还多着呢。夫妻俩尴尬得很，呵呵呵笑了几声，也没正面回答女儿的疑问。这土豆哪怕种上500亩，也不到咱们土地的一半。而且我也是前几日才知道，咱们这地起码有300-400亩是荒地，种啥都够呛。荒地，那咱还得开荒？开荒哪儿那么容易呀？我就说嘛，老郑当初把地卖的那么便宜，果然有问题。那也不能怪人家坑咱们，咱们当初可是自己看着他量地的，主要是没种过地，不怎么懂。蒯庄头也说，想要把荒地开出来，慢慢种成熟地，没个7-8年根本不行啊！居然要那么久！而且咱们那片荒地外沿，再往前2-3里地，就是一大片沙地。去北营的时候，你们都见到过吧？夫妻俩点头，示意女儿继续说。
所以咱们不去管那沙地，过个3年5载的，咱们这庄子倒也省力了。省力？省什么力？安如意思就是说，咱们不管那沙地荒地啥的，过个3年5载的，咱们这一片也许就成沙地了，到时候啥也种不了了，不就是省力了吗？对的。哎呀，你这孩子说话能不能好好说？你就直接说吧，又准备出什么幺蛾子？怎么能是幺蛾子呢？等这儿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解决了，咱们手里也有点钱了，我就准备治沙。我看你还是先治治你的傻病吧。以前咱们大华国为了治沙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咱现在是个啥情况？你心里就没点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嘛，一点点来呗。再说了，咱们现在这儿土地荒漠化还没那么严重吗？罗布泊说不定还是个湖呢。至于治沙嘛，咱们家人的确少，但是肃北军多的是军户，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怎么从陈将军手里头骗些人力来，这人手不就解决了？怎么皇帝不让你当个环保部长啥的呀？娘，您不是每天都得去催柴做饭吗？记得千万跟燕妃娘娘搞好关系，咱们说不定还能真用上皇帝呢。咱们用上皇帝，那还是皇帝的荣幸呗。你这想得太远了，咱家别说治沙了，能把这庄子摸熟了都够呛。关键咱们南方人哪里懂啥治沙呀？治沙的法子在这儿。夏安如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瓜子，然后如此这般如此的大致说了一下。夫妻俩非常狐疑地看着女儿，问她这法子是不是做梦梦到的，听着还真是一点都不靠谱呢。咱就瞧好吧，靠不靠谱咱们试了就知道。说完，夏安如便一路小跑往他那稀稀拉拉的果树坡去了。哎呀，这孩子怕是疯了。年轻人嘛，有梦想总是好的。你这人怎么5分钟一个反转呢？你前头还说你女儿有病呢。有吗？我说安如有病？你是不是耳朵有病啊？哎，不是，你这人怎么说了话都不认呢？我没说，为啥要认？啊，安如啊，爹来了，我再也不跟你娘聊天了。说不过就逃，去！下午你帮你家二爷翻面翻了几次？什么翻面？当人家是个饼啊！阿大，你平日里记得半个时辰给他翻翻身，1个时辰按摩按摩手臂和腿，然后记着换垫子的时候要保持皮肤干燥，千万不能让它长压疮了。是，这些夏姑娘先前都嘱咐奴才了，奴才都记下了，那小册子上也记好了，每做完一件都会在上面打个勾，还不会忘的。这小棉袄子怕是离要成亲不远了。唉，把女儿留到30岁再成亲的愿望终究还是要落空了。蛰伏在了城外5、6天的谢家军和曾经的禁军统领柯永宁带领着部分曾经的禁军人手，终于杀到了太平城东门外。谢家军领头的是谢家的长子谢天。柯统领，我看你口齿清楚，思路敏捷，要不然你来回应下陈将军吧，也好让他手下的将士们有所选择，老百姓也不能误会咱们不是。好，陈虎狗贼，放肆！这些日子不对，这2年以来我也是受了不知道多少委屈与曲折，这些个不要脸的居然还敢骂我是叛王，我叛你个祖宗！我余王不开骂，还真当他好欺负。柯永宁，你个狗贼，明明自己造反，居然还妄想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今天你只要进太平城1步，本王定然把你碎尸万段，不信你就试试。哼，余王污蔑人倒是有一套，你刺杀皇上是我亲眼所见，居然还敢狡辩。太子殿下有令，若你乖乖开了城门，便饶了你何府上下的性命，只许你这始作俑者性命便罢。若你还是联合了北安王和陈虎负隅抵抗，便直接杀光你余王府所有人。诛九族啊！你让太子有种诛九族啊！他胆敢弑父杀君，他有种杀光单于一族啊！口吐芬芳的狗贼，你给本王等着，本王即刻来取你项上人头。说完，北安王便夺过旁边弓箭手手里的箭矢，拉满了弓，想要射杀柯永宁。可别露怯了，拉满弓你也射不到他，反倒是长了他们威风，灭了咱们气势。战场上骂归骂，但是不能自己先动气，你们到底懂不懂啊？哎，崔子晋离开的第10天，想他呀。不过令陈虎没想到的是，谢天和柯永宁倒也是挺能忍的，任凭肃北军怎么谩骂，他们还就是围着城墙不动。这是怎么的？准备把他们围死呗？哦，前头打仗你创业开张，怎么的？炮火是为你开一而放的呗？母亲文采倒是不错，创业什么的都是时机嘛，人啥时候不都得穿衣裳吗？
我不同意有用吗？不同意倒也不是不行，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民主。不过我也想好了，您要是真不同意，我就挖您的墙角，把人全给您挖了，自己再开一个荣芳轩。哦，然后就准备气死我是吧？行了，这事我管不了你，但只一点，方荣轩的人不能把他们饿死。别的事儿，谢谢您啊，别找我。别，还是有点事儿得请教您的。什么？您这啥姿势啊？是不是不待见我呀？是啊，你有事说事儿，别离我太近。怎么了？我还是个屎壳郎，身上有粑粑不成？我好好说，就是我纺纱技术不过关，按照传统方法纺出来的毛线又粗又不太结实。您以前不是纺二代吗？您给指导呗。那我可是真不行，以前你懂的，是那个以前哈，纱线都是粗纱进环定精纺机，然后再几股合成一股，合成细线的同时还能增加强度。咱现在没这设备，我劝你还是趁早歇着吧。要等你把这毛线啊给弄出来，你还得女娲开天辟地，现造机器，造不造得出来还两说呢。我这估摸着，真等这细线纺出来的时候啊，陈将军别说是打仗都打完了，说不定大荣都改朝。哎呦，你看我这嘴。算了，不说了，这事儿我是觉得没戏，但是你非得干呢，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着吧。夏安如倒也不算是个激进的人，既然老母亲都说了，这事儿的确有困难，他准备就先小小置办几台纺纱机、织布机算了。此时方荣轩内，姚三舅正在中庭的空地上修织布机。三舅，您瞧这脚蹬子都没人家那一半长，这装上去了还能踩吗？这不是脚蹬子呀，这个啊是你三舅换下来的笋头，你瞧那笋头都烂了，喝吧，你娘特地让我给你煮的早茶啊，是我无知了，以茶代酒，给三舅请罪了。元娘赶忙也倒了一杯茶水给姚三舅，姚三舅满脸通红的把手往衣服上擦了几下，才接过杯子。怎么了？哎呀，三舅，你是不是发烧了？这脸怎么红成这样？是说呢，刚才还没这么红呢。啊，我没事，你们忙自己的去，我一会儿就修好了。怎么就结巴了呢？不是也没什么陌生姑娘在吗？三舅，你这是在害臊吗？没有的事儿，你走吧，去说事儿去吧。两人赶紧跑进了屋里，然后撅着腚扒着门缝往外头瞧。你个大男人怎么还看别人八卦呢？什么叫别人的八卦？那不是咱三舅吗？这古代你懂不懂？舅舅大过天，我得看看我的天，为何会有朝霞满天？什么朝霞满天？干嘛呀？一惊一乍的，有没有点大人的样子？娘，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说要去五味斋吗？你不是说让安阳来了吗？我就想来来回回麻烦得很，就一直没走啊。你们这是在看什么？什么朝阳晚霞的？姚荣说着话，也慢慢把头凑到了门边，俩小的你一言我一语的跟他说了三舅的反常举动。嗨，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们三舅看上元娘了？我猜就是，我说也没个外人，三舅害臊个啥呀？原来是对元娘心动了啊！元娘和我三舅这外公外婆知道吗？肯定不知道啊，我也是猜的。我就最近发现，只要元娘在哪儿，哪儿就必出现你三舅，然后又总结下了细节，才得出的结论。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还得问你三舅自己了。啊，靠三舅自己的话，估计等到丹姐儿出嫁，他还不敢跟元娘说这事儿呢。不过元娘跟三舅是同龄人，你三舅小一些吧？他今年24还是25来着？元娘是27还是28？哎呦，反正差不多就这些岁数，倒也还行哈。姐弟恋咱倒是没啥说到的，就是怕外公外婆不同意。哎，三舅能娶上元娘这么能干的就不错了，外公外婆还想找啥样的呀？丹姐这孩子性格也不错，活泼开朗，又跟咱家熟得很，我觉得没啥问题。哎呀，现在就剩下我四舅五舅喽。你别搞得自己像你舅的长辈似的，这事儿还得他们老姚家自己商量，咱们说了也不算。不过我改天啊去探探你外公外婆的口风，如果他们没意见，我觉得我还是得推波助澜一下，不然等你三舅敢开口，等上个10年8年也不一定成。行，就这么办。差点忘了正事儿了。你这脑子是不是忘记了在崔成宇的床榻边了？你别这么说，感觉涩涩的。哎呀，你姐跟你说了没？她要你搞个环定精纺机。啥玩意儿？我姐不是说就要个好点的纺纱机吗？不是吗？我没说错啊。那叫环定精纺机，不是用来纺粗纱的。
这个事情啊，没有那么简单的。是，但是您可以把这个粗沙变成强韧细沙的原理跟咱们讲讲，咱们可以想想办法，看有没有可能造出一个相对简单、容易实现一点的祖先版金纺机。还祖先版，怎么不说是女娲版？那动力呢？以前都是电动的，现在怎么搞？咱们的搅拌机不还是螺动的吗？既然是祖先版的金纺机，那也可以用小动物的力，人工动力、水动力、风动力。对了，虾洋，蒸汽机，蒸汽机。哦，也是哈。电能现在估计还不行，水这里也没有，但是煤矿估计离挖出来不远了。毕竟皇上一天要找江公公3趟回去，老姐说的也不算天方夜谭，我们倒是真的可以憧憬一下蒸汽动能。哎，对了娘，您先跟我说说这个金纺机是怎么个原理，咱试试能不能搞低能版。你们姐弟俩啊，起的名还真是够可以的。那环定金纺机运行原理我不太懂，但是怎么出沙我倒是知道。然后姚荣就如此这般如此的跟儿子描述了下整个生产过程。那就是说咱们把粗线送进金纺机之前还得先得到粗线，对吧？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先解决纺纱机的效率问题啊？对，但是你也别问我，咱们以前纺织机跟现在的纺织机完全就是2个概念，怎么改造我是真的不懂。一旁的夏安如突然灵光乍现，她二话没说走到了屋子里摆放的一台纺纱机旁边停顿了下，然后一脚踹翻了纺纱机。安阳，姐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啥意思啊？在遥远的将来，据说纺纱机就是因为这么被踹倒了才改良出来的，你看着办吧，别的我也不懂了。这么说的话，我记得咱们上课的时候倒是说到过黄道婆，他搞的那个纺纱机好像是从手摇单定改造成脚踩4定的。你看，这不就灵感来了吗？你想想，脚踏能有4定，那再加上蒸汽动能呢？咱们实现现代化是不是直接跨越了，不对，直接穿越了次元呢？这个纺纱机我得先带回去，工部那些人倒是懂这些，我回去跟他们好好探讨探讨，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个解决了，再把金纺机提上日程。等会儿，这里头啊是咱们已经处理好的棉花、兔毛和羊毛，还有个小包裹里头啊是给你做的内衣裤和鞋子，绣了花的是给娉婷的，你的是黑色，你别搞错了。夏安阳背上了包裹，谢了老母亲和老姐，便提溜着纺纱机出去了。在路过姚三舅身边的时候，夏安阳还忍不住为他加油。哎，三舅，你可以的，努力。应该是让你好好修织布机。哦，好的，我会好好修的。跟老弟交代完了他要办的事儿，夏安如便回了富丰庄。大哥，你赶紧醒吧，你再不醒，咱们飞机大炮都快搞出来了，工业革命都要开始了，你也不能让时代的车轮碾在脸上都不知道吧？啊，你知道吗？陈将军可想你了，天天的让人来问你醒了没。听说太平城被围城了，你要是醒了，说不定半天就能够摆平谢家军了。不过你放心，哪怕咱们被包围了，我种了好几百亩的土豆，足够。夏安如一个惊吓，直接摔在了床边。怎么了？二爷怎么了？你怎么醒了？你这鱼汤是不是没加葱姜啊？而且你是不是把糖当成盐了？你还有味觉吗？你昏迷的时候能尝出味来？我只是睡着了，并不是死了，怎么会没有味觉呢？哎呀，那你应该今天早上醒的，早上我做的南瓜米糊可好喝啦。你错过了我人生中的厨艺顶峰。看到夏安如咋咋呼呼的模样，就觉得很幸福。他朝神色夸张的夏安如伸出了手。奴才去找缪大夫。夏安如握住了崔成云的手，笑眯眯地坐在了大崔身边。谢谢你照顾我这么久。不客气，不过这鱼汤果然有点腥，我都闻着味儿了。我可能是被你这鱼汤给难喝醒的。别客气，下回我……姑奶奶，谢谢你，你就饶我一命吧。不要客气嘛，你等着，我这就再给你做一些好吃的来。不用了，安如儿，你回来。崔成云醒了的消息，不过1日功夫，就从八方县传到了太平城。激动的陈将军第一时间就想派人去把崔成云给接来城里。柯永明，我就觉得你这人太保守了，等来等去也不知道在等些什么。要我说，今晚咱们就破了太平城的城门，直接杀进去得了。不行，里头守军人数起码是我们的3倍，他们还有主场的优势，咱们贸贸然冲进去，定会全军覆没。那咱们现在在等什么呀？既然打不赢，那便撤军算了。
您就当咱们在这儿替太子看着苏州城里头的那些人吧。只要城里的那3个不出来，太子那里估计离登基也不远了，说不定再等个10天半个月的，就会有大批援军来了。到时候咱们再杀进城去，一举把太平城拿下就是了。唉，也不知道太子什么时候才能登基，为何我姐姐到现在都还没个信儿？不行，我还得去封信问问清楚。皇后倒是很想跟她大哥去点好消息，可问题是她这儿也烦透了。咱们还是太过优柔寡断了。是苏州那里出了什么事儿吗？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不能再等了。此事一开始，咱们就应该直接闯了机要处，抢了玉玺的。只要有玉玺，那皇上到底有没有让你监国，还不是我们说了算了。咱们还是不够狠。那如今咱们是不是不该再等下去了？太子以为如何？还能如何？事情都已经如此了，除了孤注一掷，还有别的选择吗？皇后沉默了良久之后，她缓缓扬起下巴，冷声说：那便收了叛王和准备起兵造反的肃北叛军吧。母后说的对，此时我们已经错失了先机，此时更不宜再久拖着了。你才休息了10多天就要去太平城啊？陈将军这也太不近人情了。我去看看就回，没事的。哼哼，干嘛这么看着我？哼，柴公公找你我都看见了，还看看就回没事的，肯定是皇上也有事让你去。怎么长的呀这脑瓜子？怎么就这么聪明呢？今天还学会了葱油拌面，就跟你说的似的，你简直就是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虽然你说的这是事实，但是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岔开话题。行了，别折腾你的脖子了，一会儿该扭伤了。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放心吧，我不会再让自己受重伤了。我说的不是不能再受重伤，是不能再受伤。你再受伤一次试试，分手警告。胡说八道什么呢？等太平城的事儿解决了，城门重开之后，我爹娘就要来提亲了，还什么分手不分手啊？不准胡说。那你也不能受伤啊，受伤了就不能成亲了。听你的。啊，你怎么这么敷衍啊？你是不是……这次要跟崔成允一起出门的阿大一脚踹翻了放在门口的脸盆架，架倒铜盆响，咣啷啷引来了屋外的宋管事缪大夫。阿大这回不用跟我去了，算了，还是跟我去吧。一旁的夏安如不嗤笑出声：我带他走也是为了免得他在这儿祸害你，你还笑？他能祸害我啥呀？我又不跟别的男人亲嘴儿。可崔成允却被一句亲嘴儿臊得脸红，他直接无视门口站着的3个人，追着夏安如就出去了。哎，别走你，安如，你站住！这话除了我，你站住，别跑，一会儿再吐了。这说什么呢？哎，灯笼、红纸、鞭炮、爆竹，还有啥呀？哎呀，这好久没筹办婚事了，我这脑子不好使呀。不行，我得去翻翻书册，到时候二爷成亲别缺了东西啊。这就要成亲了。次日一早，崔成允拜别了富丰庄的几位长辈，准备出发去往太平城。为啥那人还背了个树墩子？也许是个桶呢？孙自立又没病。哦，太平城是没树桩子还是没垃圾桶啊？非得从八方县背过去？夏女婿，你说说那是个啥？那我可猜不准。不过既然是军中的事儿，咱们不也管不着吗？对了，前头不是正在说3弟的事儿吗？咱们是继续说呢，还是晚上再说呀？继续说，晚点上工也没事儿。今年不对，是入夏之前，这事儿啊，咱们得给他说定了。今年好歹让我也过个安生年。那您不介意元娘还带着个孩子呀？这有啥好介意的？这儿寡妇改嫁的呀，又不止1家2家。再说了，元娘能干，长得也标致，单家那孩子也是个开朗的性子，我觉得挺好。这事儿，赵凤你怎么看？这事儿我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3弟怎么看。可不就是，元娘这人实在的很，我瞧着挺好。问你了吗？又不是你儿子娶媳妇儿。我也没跟你说呀，我跟爹娘说，管得着吗？你个婆娘，现在是越发的嘴碎了。爹娘说话咱们听着就是了，哪有那么多话要插嘴？行了，都是家里人，说自己的看法也很正常。不过老夏说的没错，这本就是3弟自己的事儿，主要还是看他喜欢。喜欢的，我喜欢的。
外公外婆，你们还是抓紧筹办吧。我三舅呀，估计明天就想成亲。别胡说，下个月就行。下月你个头！呸！娶媳妇儿又不是抢媳妇儿，想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有啊。那既然这事儿大伙儿都觉得靠谱，阿荣，你去探探元娘的口风呗。说没这事儿，娘就交给你了。姚荣点头应了，说一会儿去方荣轩就问。是日晚间，关闭已久的太平城城门突然大开，一队人马约有1000人从城中鱼贯而出。去吧，让他们瞧瞧安阳的本事。随着一声巨响，夜色中炸开一团火光，呼救声与马匹嘶鸣的声音紧接着传了过来。炸了炸了！安阳说是扛肩上用的吗？我瞧你头发都有点焦了，烫不烫？啊？什么？你说响一点，我听不清。他只拍了拍孙自立的肩膀，以示安慰。此时想要闯门的叛军，要不就被炸飞了，要不就被炸晕了。700-800人的队伍还支棱着的不足100人。皇上有旨，禁军听令，假传圣旨，齐罪当诛。今日我就替太子诛了你。此为皇上亲笔手书，视为圣旨。见圣旨者，如见皇上，还不跪下！大胆狂徒，胆敢冒充皇上御笔，其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禁军统领柯永宁领军叛乱，其罪当以3族。但念柯永宁在禁军任职多年，军功显赫，若能自觉归降，则只诛其1人，9族流放3000里。崔成允，你好大的！另有淮南指挥使谢天，我口吐芬芳的，老子的名讳也是你教。未得军令，擅自领兵围困太平城，妄图剿灭皇室血脉，其心可招，其罪当诛。故朕特命陈虎、崔成允领兵5万，活捉谢天回都城，赐其车裂之刑，以儆效尤。你们好大的狗胆，连皇上的圣旨都敢造假！就听得一声咻，带着导火线隐约闪烁的光芒。本国就你们都敢杀，还敢冒充皇上的圣旨，胆大包天，简直胆大包天！给我上，取下陈虎和崔成允人头，赏银5000两。柯永宁提刀第一个冲了出去，他倒不是为了钱，而是事已至此，坐以待毙，就只能去死，还不如拼一把。柯永宁，你想清楚，夷3族和流放9族到底哪个轻，哪个重？莫要废话，出手吧！于是崔成允便不再开解，他做到了所有他能做的，往后退了几个身位。又是这个催命的声音传来，轰的一声之后，柯永宁被掀翻在了地上。崔成允，你好卑鄙！答应了未婚妻不能受伤，要言而有信，所以就不跟你过招了。看在我刚入禁军之时，你教了我3个月的份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降是不降？降，我降，降就要降得及时。柯永宁，你降了，但是你不丢人。崔成允朝孙自立看了一眼，带着人上前就把柯永宁给绑了。绑完柯永宁，崔成允便带着人上了城墙。崔成允，不对，子晋啊，你跟本王说说，你刚才用的那小炮是个啥呀？苏北军新做的火器，这回咱们也是第一次用，具体是什么原理，目前微臣还不清楚。若王爷感兴趣，待太平城的事了结了，您可以跟咱们一起回北营去瞧瞧。本王也是随便问问。陈将军，这柯永宁怎么办呢？对，现在主要还是把城外的那些人瓦解掉，让柯永宁自己跟他手下交代吧。柯统领，跟你部下老实交代，他们这回是怎么被你当枪使的？若能劝降他们，那本将军就杀你杀得痛快些，给你留个全尸。陈将军刀工好，审讯犯人喜欢请犯人吃烤肉，嘴硬的人死之前估计能吃上200-300片。不过据我所知，陈将军亲自烤的肉片还没人吃超过10片的。禁军听令，立刻停下来！余王篡位，陈虎叛变，北安王通敌都是假的，假的！皇上还活着，这一切都是太子要谋权篡位捏造的。放你娘的屁！你们不要听他的，他肯定是被陈虎和余王威胁了。太子是名正言顺的王位继承者，
吃饱了撑的，还谋权篡位，这一切都是渔王捏造的。太子重病，他是为了皇太孙，他不想自己死了，王位落到渔王手中，所以才着急要登基。太子病早就好了，殿下洪福齐天，怎么会有看不好的病症？你说太子殿下造谣渔王弑君篡位，那若是皇上还活着，便让皇上早日跟我回都城，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我口吐芬芳的口吐芬芳，谢霆，我口吐芬芳的。你爹怎么给你起的名？口吐芬芳的，听名字就他妈是个傻叉。你是傻叉，你姐就是个毒妇，你爹就是个老王八蛋，才生得出你们这样的口吐芬芳的玩意儿。呵呵，看到没？急了，一说让皇上来，他们就急了。你们万万不要听这些人的蛊惑，皇上早就轰了。没有，我用项上人头发誓，皇上没有轰。城内城外的两伙人，你一言我一句的争得面红耳赤。BGM 还是陈虎不重样的骂娘声。你们别犹豫了，赶紧降了吧！投降还能保命，再执迷不悟会连累妻女的。你们想想家里人呐！此时有人开始动摇了，禁军中有部分的人开始举起双手，扔了佩刀，试探地朝着城门靠近。你们现在投降就成了叛军了，是重罪，都给我回来！只要回来了，我就既往不咎。别信他的，他都离死不远了。而城墙上咻的又放出了一发炮弹，轰的一下在离谢天不远处炸开了。见状，先前犹豫的那部分人也立刻投降。谢家军给我上！投降叛王者，杀无赦！城门外顿时响起了喊打喊杀之声。谢天，投降吗？投降，我向皇上求情，留你全尸。偷你个口吐芬芳！姓崔的，老子看你不顺眼，不是1天2天了，来吧，出刀！哎呦，我操你口吐芬芳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子晋好身手啊，不错不错，不枉本王日夜兼程，带人挖出了这么个密道。王爷，这密道记得填埋掉，被人看到过一次的密道，记得千万不能再有。啊？可我带人挖了整整……哎，算了，填就填吧。下头其实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因为谢家军也发现那位咋咋呼呼的二世祖忽然不见了。诸位是不是在找你们的谢大人？他就在这里。你们是要降，还是要让肃北军把你们就地正法？正在打斗的众人慢慢都停了下来，一场围困战在敌人内部斗争中莫名其妙就结束了。这就完事了，不是很好吗？肃北军还是第一次全员没有伤亡。伤了？哎呀，我嗓子哑了，更有男子气概了。外公，我出门一趟啊！哎呦，别走，等我。这是怎么说的？我瞧您早饭吃了3个饼2碗粥，不应该是饿晕的呀？被你气晕的。安如，不是外公想管你，可你瞧瞧，你这漫山遍野的，东插一点西插一点，每次出门必定会多找几样活计回来干，这也不是个办法吗？有了，外公，您觉得祝家两兄弟如何？比崔家俩庄头差点，不过也还行吧。你不是想买了人家吗？人家出身农户挺好的，谁会愿意卖身呢？而且还是俩大男人，卖身给夏安如，那就听起来更奇怪了吧？买啥呀？咱不兴这个，要不咱们去找他们商量商量，让他们就跟五味斋上宫的婶子们似的，每天来咱们庄子里干4个时辰，然后1个月和献血一样，轮休4天。那不得付工钱呢？钱费钱，守住钱，不管谁的钱，守住一点是一点。爹，其实安如说的没错，咱们也不能老是贪崔家的便宜，不是？多大胃口吃多少饭，不是我偷懒啊！您想想，咱们1000多亩的地，光靠家里这几个，就算是不吃不喝，一天12个时辰都扑在地里，也干不完这么老些个活啊！您放心，这俩庄头找来了，我腾出手去就咔咔赚钱，每年赚个100，今年赚100，明年赚1000，这人工钱根本不在话下。人挺小一个，大话说的倒是好听。行吧，既然是安如提出来的，那我就去问问。外公您休息，我正好要去趟县城，我让我爹去找他们谈去。记得让你爹还价啊，别人家说多少就都答应啊。非常喜欢为女儿效力的夏兆丰居然能说动祝家两兄弟，如此富丰庄便拥有了自家的祝大庄头和祝二庄头，正式迈入了正规地主行列。皇上，晋军和淮南军包围太平城的残部都在此了，还请发落。这里是多少人啊？共计5237人。
那跟北蛮打仗，肃北军伤亡多少人？之前统计的死亡是27000人左右，重伤5000，数据可能不太精准，王副将那里可能有最精准的统计。唉，不用太精准，我知道个大概就行。然后背手在那些被串在一起的晋军和淮南军的跟前来回走了2趟，才止住了脚步。你们都是我大戎战士，可却不知抗敌，只顾内斗，战死沙场的肃北军那都是好样的，都是烈士，将来他们的儿女都会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为了守卫国家而死。可你们呢，只要朕够狠心，你们的父母子女也会被你们牵连而死，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一些有心理素质差一点的直接扑倒在地，高喊着他们也是被蒙蔽的，求皇帝开恩饶了他们一家老小。待哀嚎声渐停，站在教阅台上的皇帝居高临下地看着被绑在最前面的谢天。谢天，朕待你谢家不薄吧，这皇位最终也会是太子的，你为何非要把朕逼到这个地步？要杀便杀，哪来那么多废话？既然皇位最终是太子的，你趁早把皇位禅让给太子，自己做个逍遥的太皇不好吗？非死乞白赖的占着茅坑不拉屎，造成今日的后果，你难道自己没点反思吗？站在这群人旁边的崔成允二话不说，上前就是咔咔咔咔咔7、8个耳刮子甩上去。崔成允，你这条疯狗！呸！崔成允直接拔刀，在众人的惊呼之下，用刀柄把谢天给敲晕了。微臣鲁莽，还请皇上责罚。谢家想来跋扈，不过正如他所说的，这事走到如今这一步，我也有责任。皇上，这事跟您没关系，都是谢家不知好歹。哦，谢家交出的如此狂妄的儿子，就是谢金生和皇后给他们的底气。谢金生是朕亲封的2品将军，而皇后也是朕亲自选的，此事与我无关，难道与你有关？微臣不敢。此事朕的确错了，但是错的不是没有禅位太子，错的是太过放任士卒。他们要地，朕便给地；他们要钱，朕便给他们赚钱的官位路子。朕一直以为满足了他们，大戎才能有走向太平盛世的可能。可惜朕错了，人的欲望永远都是欲壑难填的，有钱人只会希望自己更有钱，老百姓的死活，江山社稷的繁盛，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被舍弃的。崔成允，你大哥最终还是死在了朕的优柔寡断之下。若是当初朕有你大哥死谏朝堂时的1半勇气，如今大戎也不会是如此窘困交加。事实证明，我大哥也并没有白死，一切都还来得及。崔子建，这些人怎么处理，你有何想法？矿上要人，也好，那便看管起来，都让他们给朕开矿去吧。皇上，难道您就不想知道微臣为何要这么做吗？应该是草民。说完便径直走了，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柯统领，你忘记了一件事，禁军统领可以姓柯，也可以姓周姓赵，哪怕淮南军现在也被喊成了谢家军，但是谢家会落幕，淮南军却不会。不是的，不是的，是太子绑了我儿子，我柯家5代单传。皇上，您听我说。哎，柯永宁也是糊涂啊。王将军也是个聪明人。我可不是什么聪明人，我只知道一仆不是二主，背叛皇上，难道太子就能重用他了？万一太子的计谋成了，第一个死的还不是他柯永宁全家？太傻了。还是王将军通透，所以这个是干嘛的？崔成允背着手围着夏安阳拆开来的东西转了一圈。纺纱的呀，你看一个机器能纺6条纱线，这会儿咱们只能用脚踩的，但是一旦等咱们把大蒸汽机造出来，也许就可以用1台机器纺出上千条纱线了。这个目前就是个模拟机吧。的确不错。就是我听江公公说，你们那个什么蒸汽的机器之前已经干坏了7、8回了，还把公粮给崩伤了，你们可得小心些啊！科学研究嘛，多少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危险性的。不过姐夫你放心，咱们经过上次机器崩裂之后，已经掌握了很多参数，再给咱们几个月，大功率的蒸汽机估计就能干出来了。
不过还是安全第一。大荣反正都已经穷了这么多年了，也不急在一时半会。夏安阳再三表示自己一定会小心的，然后扯着他姐夫，非得教人家用脚纺纱。你们在干嘛呢？我们没什么奇怪的嗜好，是安阳让我试试他新做出的纺纱机。哎，姐，你快来，我这回做的是6个纱锭的，比预期的多了2个，怎么样？不错吧？哦，原来你觉得纺纱是奇怪的嗜好啊？不是吗？别这么狭隘嘛，女子可以习武打仗，男子也可以纺纱织布嘛。所以你不觉得我奇怪？你再问我奇不奇怪，那就很奇怪了。姐，快来看啊！你看我这速，哎呦，好疼啊！你这玩意儿怎么质量这么差？没办法了，姐夫，咱又得麻烦您大哥了。我大哥的牌位最好还是请到苏北来，方便我给他烧纸啊。老是麻烦他不多烧点纸，心里边终归是有点过意不去啊。一旁的夏安如死死地咬住了自己的下唇，好让自己不要笑出声。崔成宇，你这次有没有受伤呀？回夏姑娘的话，没有，不但我没有受伤，这回苏北军也没有伤亡。没伤就好，没伤就好。没受伤这么高兴啊？就是真的很高兴啊！缓缓再笑，一会儿又笑岔。崔成远话没说完，没用的夏安如便因为笑太大声，又开始打嗝了。哇，你还真是厉害啊！每次跑步必吐，每次大笑必打嗝。你教教我，怎么才能跟你似的如此没用啊？你看着！说完，朝弟弟屁股上就是一脚。安如啊，你那空间里真的是什么都长的吗？这皮带难道也是长出来的？啊，这个呀。如果不能说，便不用解释。行。娘那脚踏缝纫机，我过2天就给她送来。精纺机我还没能掌握精髓原理，你们再给我点时间吧。行，不急，反正现在做出来了，我1没棉花，2没那么多的羊毛兔毛，你慢慢做着，我还能有时间开发羊毛兔毛的收购渠道，棉花也得先种，都得要时间呢。苏北也能种棉花吗？其实我也是头一次试种，至于能不能种，不得种了才知道吗？能种得成最好，若是种不成，咱们便总结经验，明年再来嘛。安如，我去趟隔壁，一会儿就回来。我娘正在隔壁做饭呢，你跟她说一下，安阳把机器带回来了，让她一会儿做完饭赶紧回家来瞧瞧。回到崔宅的崔成允一进门就见到了自家宋管事。没事吧？二爷，您没事吧？哎呀，我寻思阿大都回来那么久了，也不见您来，就想去隔壁找您呢。我没事，这次几乎没有出手。燕妃娘娘在吗？在的话去通报一声。在的，跟荣婶儿还有于王妃、世子妃正在打新型马吊呢。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荣婶带来的牌嘛，跟马吊牌有点像，但是又不太像，说是叫麻将。对，麻将。不是说荣姨是来做饭的吗？自从燕妃娘娘学会了麻将，荣婶每天都得陪着打几圈。前几天呢倒还好，都是做完饭了，燕妃喊荣婶陪着打2圈。不过昨天呢，可能是燕妃娘娘输多了点，今天荣婶一进门一直陪着3位打到现在，刚才吃饭都是端进麻将房吃的面条。那我在外书房等着，等娘娘他们散了牌，你让人帮我通报进去便是。对了，你随我来，我有事交代。好。二爷总算是要准备筹办婚事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呀。二爷让他去书房等着，不是想让自己帮忙筹备娶亲，而是让他买点人去富丰庄。二爷，咱崔宅我已经买够人了，您要是觉得夏姑娘在富丰庄不方便，娶回来不就行了？还给富丰庄买什么下人呢？万一买了人，夏姑娘发现自己其实住在富丰庄挺开心，那咋办呢？这事儿不得给自己留个后路啊。没事儿，去办便是。等燕妃他们停了麻将，已经是1个多时辰后的事儿了。燕妃娘娘，微臣有事想考娘娘个方便。你找本宫，难不成找本宫打牌呀？好像是乐哥哭了，母妃听到了吗？咱们赶紧去瞧瞧啊。没。哎呦，你这孩子急什么呀？你差点拽我个跟头，真是。
这俩夫妻一个比一个糊涂，这余王府的日子也真是亏得他们能过得下去。余王与王妃是有福之人，自不必为小事烦心。都说你这人真性情，有什么敢说什么。本宫看呀，他们倒是错看你了。行了，说吧，你找本宫何事啊？回娘娘话，微臣的未婚妻夏家独女夏安如，安如啊，你不用给我介绍，她这丫头这些日子没少到崔宅来给咱们解闷儿，我知道她。你是怕你爹娘不让你娶她，想要皇上赐婚，所以才来找我？微臣今日不是为了这个而来，成亲是一定要成亲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都快30了吧？怎么还不是时候呀？余王今年30多，好像还没到40吧？那都做爷爷了，你可真是不着急啊！微臣今年20有6，不是30，不过这事微臣也会抓紧。娘娘放心，今日求见娘娘，还是为了宿州百姓的生计。既然是百姓的生计，那你为何求见我，而不是求见皇上啊？娘娘，还是请里面说话吧。看来这事儿一时说不完吧？行吧，里面说吧。说吧，本宫能帮你什么？安如她想在宿州种棉花，微臣知道娘娘家以前是江南种棉养蚕的行家，所以特来替安如请教请教娘娘。咱们宿州想要种棉花，需要注意点什么？你家那小未婚妻还真想当农妇啊！不过人各有志，你能接受就行。微臣不但接受，还很支持。所以娘娘有什么种棉花的法子可以教给安如的吗？亦或者有什么人可以推荐给咱们？已经咱们了呀。娘娘，安如也是头一次种棉花，真的很希望得到您的指点。种棉花这事儿呢，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不过我看宿州这天气，不对，我也只在这儿过了1季，太具体的也得摸索。但是棉花耐旱，开花须得日晒足，但是不太耐寒。要种的话，宿州估计也得3月里种了，5、6、7、8、9啊，差不多。9月之前不入冬的话，本宫觉得可以试试。9月入不了冬，每年都不太一样，很难定论。若是想要8月底9月初就能采收，咱们能怎么做？崔成允问了一句，然后小声叫了在一旁伺候的崔宅的丫头去帮他取了笔墨纸砚来。你还要写下来？怕忘了，怕耽误了安如种棉花。那本宫得正经点了，可不敢耽误夏姑娘。您老正不正经随意啊，我自己正经自己的，您想怎么歪着都行，就是别把话题再岔开了就是了。你怎么来了？等得不耐烦了？我忙着呢，可没工夫干等你。这不刚从厅里回来吗？外公订的300只鸭子、100只大鹅送来了，大伙正忙着给他们搭棚呢。你回家干嘛去了？手里拿的莫非是写给我的？好好走路啊！嘿嘿嘿，又是什么呀？别成天胡思乱想。喏，你要的拿去。如何？大崔，你的字写得很好啊。所以你觉得我写这个是为了给你看我的字吗？没有，我就是第一眼就被你的字给深深的吸引了。好好看内容，别老搞错重点。还怪傲娇的。过了差不多能有1炷香的功夫，崔成允先忍不住问道：怎么，是不是我写的太啰嗦了？不是，你为什么写着写着就成狂草了？看不懂吗？看不懂没事，是我写的太急了，一会儿我再给你誊抄1份吧。不用，就是看得慢了些。看是看明白了，你还真是哈，默不作声的就去找了燕妃娘娘讨教种棉花的事儿，我都不知道她老人家还能知道这些。于是崔成允如此这般如此的把燕妃娘娘的出身跟夏安如交代了一遍。我就说宿州适合种棉花吧，你看把燕妃娘娘都给我送过来了，这回再种不出来，我还真对不起皇上他们一番折腾了。走，去地里去。这就要种啊？你种子带了吗？籽儿在地里，燕妃娘娘说的前期准备我都没弄，直接给撒进垄沟盖了土。走吧，天黑之前咱们得把籽儿再给筛出来，可别浪费了。八方县太小，肥少。这样吧，明天我让宋管事跑一趟太平城，跟那儿的粪头多订点肥料。粪头？收人工肥料居然还有头？难道还有帮派势力啊？有啊，一般来说，像北安王府和将军府所在的方向，得在州府有关系的人才能去收。那里出的肥料
价格也会比较高一些。救命啊！我不听！我不能想象陈将军拉屎的样子，但我没问，救了大命了。哎，你别跑啊！这些不都是种田人的正经事吗？我还特意问了蒯庄头的。救命啊！哎，不说肥料的事了，但是你别跑了，行吗？不行啊！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陈将军拉屎的画面，怎么办啊？你不会是想到我？不是你一个。什么意思啊？你在都城的家一定也是肥料高价区，你全家这孩子为什么会胡思乱想到这种程度？哎，救命啊！你赶紧别想了呀，这样的话以后怎么种地啊？你等我。于是他扯着崔成允躲到了一簇枯枝杈子后头，一个闪身人就不见了。此情此景，任凭崔成允看多少次，他都忍不住要鼓掌。可还没等他鼓完掌，孩子抓着一把土又出来了。瞧，黑土肥沃的很，我准备慢慢把咱们家的地里都掺上这种土。所以这个就是你说的肥料？对，以后我们嘴里所说的肥料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想的也都是这个，记住了吗？记住了，谁都不准再胡思乱想。达成共识，再不提肥料之事的二人，一人提溜着一大袋的棉花种，溜溜达达往家走。意思就是咱们前头办的那些个什么社会集市啥的都白瞎了呗？也不算全部白瞎吧。陈将军和冀州牧的底气到底还是比以前足了，但是保留下来的繁华的确几乎消失殆尽了。自家的事儿搞成一锅粥就算了，弄得老百姓跟着买单，真是干啥啥不行，坑害百姓第一名，怎么就那么烦人？说谁呢？谁又惹着你了？我派你弟去咬他去。那恐怕有点难度。不过为啥非得要我弟去咬人啊？因为我不咬人呢。子敬回来了，听说这回又押送回来不少犯人，你没受伤吧？多谢下属关心。这回多亏了安阳做的随身火炮，咱们几乎没怎么动手就拿下了城外的叛军，全军几乎毫发无伤啊。客气啥？他应该的。你也辛苦了，走，你容姨今天包饺子，咱好好整2盅。妙啊，一个感谢一个感应。我就想知道安阳做的小火炮到底跟我爹有啥关系啊？没我哪儿来他呀？没他哪儿来炮啊？子敬，你说对不对？夏叔说的没错。放心，安阳的赏陈将军自然不会少了他的。想什么呢？皇上，您是看中臣妾哪一点，非得让臣妾做皇后呢？臣妾感觉自己好像没办法胜任皇后一职啊。您老看中我哪一点，我改还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让我当这个苦差啊？你呀，就是太看低自己了。虽说当初你父亲官职不高，但经手的事项却都是实差。庄氏也是传承了几百年的耕读世家，虽名气不显，但也是根深叶茂。你虽没从一开始就入选嫔妃，但也是选上了女官，说明还是有能力的。今后管理后宫必定手到擒来，不必担心。老娘都当女官了，居然还逃脱不开，而且还一击即中，生在了皇后前头，真是倒了血霉了。哎，明明想去儿子家养老的，这回看来是得把儿子、孙子、太孙子都弄到都城去了。这该死的魅力，真不想再继续散发下去了。那臣妾就谢皇上不弃，以后若有什么错处，还望皇上多多指点。说什么指点？女人嘛，果然还是3下2下就哄好了。朕与皇后也已经几十年的夫妻了，皇太孙都有了，若有什么意见不合之处，咱们多多商量便是。后宫之事朕本就不太管，今后皇后自己看着办就是了。年节庆典之类的事也都由皇后说了算，不必让朕拿意见。还有那些个嫔妃吃穿用度、年节赏赐、位分晋升之类的事，也由皇后做主，朕就不掺和了。如此皇后还满意吗？满意？我满意你个口吐芬芳的满意。子敬，本宫的子敬何在啊？掐人中，快掐本宫的人中！若皇后喜欢，那以后朕的启文殿也交给后宫，不得干仗。臣妾绝对不会没事就去您书房的，皇上千万不要让臣妾影响到您办公。
不来也好。还有，朕不爱喝汤，如果你送点心来，不要送汤啊。送你妹！送你俩大巴掌，你吃不吃啊？臣妾谨记，这辈子都不会给你送点心去的，你就想想吧你。夫妻俩在一起鸡同鸭讲到了半夜，天色已晚，柴午伺候皇上就寝吧。皇上，臣妾这就告退了。今日算是咱们正式成亲第一天，便由皇后伺候朕吧。柴午，去准备水，朕要沐浴更衣。庄皇后双腿一软，直接就倒在了子清怀里。奴婢万死，皇上请降罪。只是娘娘这2天没怎么休息，体力可能不支，还望皇上体谅，让娘娘回去先歇一歇。对，是朕一时糊涂了。柴午，赶紧的送皇后回去休息。太平城的扫尾工作持续了差不多3天时间，才把逃跑的都给追捕了回来。那如今民妇要称娘娘一声皇后娘娘了，皇后娘娘金安，民妇这厢有礼了。没想到废后这一折腾，倒是成就了娘娘。娘娘的福气还在后头呢。这福气3万，真是有苦说不出啊。4条。糊了，放下，本宫糊了。安如啊，你是不是想崔成允了？老师傅怎么还放冲呢？没想啊，他一回来就来找我了。哎呀，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都不害臊的？这有什么的？您跟我爹不是已经默认他是咱们家未来女婿了吗？我有什么好害臊的？麻将室里瞬间充斥满了对夏安如的嘲笑声。忽然门外传来了丫头的喊声：大姑娘，崔大人那派人来了，说是来取土豆种，奴婢不知道小姐放哪了。小姐啊，得从空间里现拔，你自然不会知道。娘，你笑啥？哎呀，赶紧去吧啊！你们家大崔的事儿要紧。哎呀，去吧，别管本宫了，本宫手痒了就往墙上蹭蹭。娘娘说笑了，3人麻将，娘娘有兴趣学吗？哎呦，你早说呀！赶紧学。回到家里头的夏安如带着海棠，她推开房门，都在里头，你让人来搬吧。不对啊，奴婢前日才打扫的，这不可能啊！就反正我爹弄的，我也不清楚啊。陈虎，你别太过分啊！老夫虽然也不怎么讲究，但是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文人说话怎么跟绕口令似的？那是我不想讲究吗？是鼻子要打喷嚏，你叫我怎么忍？这都城灰也太大了，我才进城门鼻子就痒痒。你疯了吧你？你苏州来的，说都城灰大，亏你说得出口。那就是都城瘴气太盛，你没管好。哼，跟老夫有个屁的关系？谁是货头子，心里没点数吗？你贵为当朝丞相，怎么能说屁呢？屁，本相偏说。再说了，你有啥资格嫌弃别人说话不干净啊？好，还是这副德行，本将军很是欢喜。难得你来城门口接我，怎么样？跟本将军回去喝一杯？哼，喝个屁呀！你再不去宫门外守着，等太子皇后被人劫走了，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怕甚？谢金生都被咱们炸得稀烂了啊！对了，这回本将军可带来了几样好东西，让小老头你见识见识。走哪儿去就走？哎呀，那多了，太子行宫、废后行宫、禁军，还有我家。哎呀，皇上怎么给我找了个宣旨的差事？我这不成太监了吗？我儿子如何？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呀？一天吃一头猪啊！我从一开始就站在你战马旁边了，谁叫你那破马的腿那么老粗啊？而且你怎么话这么密呀？我都没开口的机会。还有，我再说一遍啊，我这不是胖，这个是工伤。但是我问的是我二儿子如何？哦，工伤？吃胖还是工伤？谁逼你去吃了？陈虎的重点跟崔继久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崔继久幽怨地看了眼郑丞相，没有作答。咱们不吃不喝，不举办诗会宴席，怎么可能拉拢得了那么多文武官员和名流乡绅呢？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皇上。皇上这些年容易吗？啊，你为了皇上吃胖点，这怎么了？幽怨的崔继久没有接话，而是白了郑丞相一眼，让他自己体会。我二儿子究竟如何呀？陈虎，你再不回答，我明天就跟你老娘说，你一到都城就去下祭了，你看我敢不敢？你好歹毒啊！你儿子好得很，大胖媳妇儿哦不对，小瘦媳妇儿都快娶到了，皇上已经答应他了。等我办完差事回宿州，就给他放假，让他成亲。啊，走不走啊？今天太子行宫和废后那儿的差事办不完，陈虎，你明天就等着我上门拜访你娘。哎呀，不是人！今天把宫里的事办完，明天把禁军的事办完，后天就可以回去了。仨老头坐马车到了宫门外，郑丞相率先拿出皇帝的龙纹令牌，让守卫宫门的禁军开了门。禁军统领柯永宁谋逆，朕特任将军陈虎调查此事。从今日起，陈虎兼任禁军统领一职，直至柯永宁谋逆案调查结案为止。钦此。众禁军听令，从此时此刻起，皇宫17道宫门皆由肃北军接手，所有禁军的人暂时集中于南阳门外，等待下一步的命令。陈将军，皇城向来是由我们禁军守卫，您一来就撤了咱们的人手，事前有……陈虎收起刀落，去吧，待在你们该去的地方，不要再挑战我。我不是柯永宁，北蛮人都骂我是疯狗。这些人再不敢多话，乖乖朝着为他们准备好的空地快速跑去。到得废后宫外，陈将军让皇帝亲卫把宫门打开，哇哇哇哇哇，把圣旨一念，就命人关了宫门。本宫要见皇上，谢家那是奸人诬陷，本宫有证据，一切都是渔王的计谋。本宫和太子都是他的替死鬼。太子，你们把太子怎么样了？本宫要见太子。眼见着废后就要扯上自己的衣裳了，陈虎一个回旋踢就把人给踹飞了。好大的胆子！皇后你们都敢如此吗？这是内功啊！大荣现在关门！一声令下，废后宫门重新缓缓地关上了。苏北军果然不同凡响啊！你是想说我们没人性吗？嘿，我就跟你说，有人性的早全死在宿州了，战场上犹豫不决，只会送命。哎，这可是内功啊！你武官进内功已是史无前例了，能不能稍微低调点？进都进来了，还怎么低调啊？嘿，你转过去，看到你就想揍你，赶紧走！我可警告你啊，太子前2日被看管起来以后，身子就不好了，可经不起你踹，你可千万收敛着点啊！本将军可不敢动他，一会儿不小心吧嗒了，皇上可跟我没完。走了差不多能有1刻，众人才到了东宫。世子呢？啊，都带去城外的行宫了，有我几个学生带着，跟他说是出门游学。这事儿跟孩子没关系。就是因为那孩子太好，才会让太子产生那么多虚妄的想法。那也不是世子的错呀，那是太子的心魔，偏要拿着孩子当做幌子。行了，二位都别说了，听我的，千错万错都是谢金生的错。陈虎亲自带着肃北军先冲了进去，才见到太子正坐在书桌后喝茶看书。圣旨到！陈虎喊了一声，太子没有动。你爱咋咋地，跟老子没关系，老子念完就走人。于是他咣咣咣就是一顿念，意思就是太子你完犊子了，这太子当不了了，你就好好等在东宫，等你老爹削你吧。念完，陈虎二话不说，转身就走。父皇向来是偏爱鱼王的，陈虎，你给父皇带句话，本宫手里有鱼王做了。陈虎，你跟本宫站住！陈虎！在太子的叫喊声中，陈大将军如同风一般的男子冲出了东宫。皇上回来了，不会被他们蛊惑吗？哎，皇上也是有智慧的。除了麻将房的夏安如还跟崔成云解释呢，我也没有天天打，就是鱼王殿下他居然千里迢迢派人来订了点心，安阳昨日还送了2个机器到方荣轩，我娘就忙了，皇后她有牌瘾大。哎，打牌有什么要紧啊？你也不能天天总是干活啊，消遣一下也是正常。
带我瞧瞧你新培育的种苗长得如何了。走吧。我跟你说啊，新种苗长得可好了，虽然种出来是啥我还不清楚，但是最起码它们的苗是很茁壮的。对了，一会儿我再带你去瞧瞧我那几亩试验田，咱们从空间里面搬出来的土真的好用，别的麦苗才到手指那么长，玉米苗却都快到我脖棱盖了。好事啊，咱们苏北军收的那些降兵会不会饿死，就看你这一波了。那你小瞧咱们家500亩的土豆了不是？你想想，1亩土豆能收3000斤，咱们家种了500亩，你自己庄子里面300亩，还有郑县令家的200亩，整整1000亩，这得3000一亩，3万10亩，30万100亩，300万斤。逗得崔成允大笑不止，只夸夏安如这算学学得可太好了。皇上，您自从来到八方县之后，就没去他们县城转过吧？反正今日您都出了北营了，那臣妾带您逛逛去，顺便看看郑丞相的弟弟，就是咱们那位郑县令，在八方县干得如何？这倒也行。皇帝点了点头，然后又摇头。怎么了呢？不能这么出去，咱们得扮成普通夫妻出去。时间一晃，便到了5月底。您要再不回来，老臣怕是要累死在朝堂上了。总之您回来就好，老臣那里有2车文书，一会儿就给您送来。虽说您才回都城舟车劳顿，但那2车奏折都是老臣和机要处整理过，需要您亲自过目的。您忍着点疲惫，也得抓紧看完，不然怕是会闯了大祸。又要闯什么大祸呀？谢家倒了，很多世家大族为了抢占谢家那些地盘生意，闹出了不少的纷争。有平日里跟他们关系好些的，这会儿虽说不上作乱，可明里暗里就是跟朝廷对着干。您得拿个章程出来，该罚的罚，该管的管，不能再这么不明不白下去了。还有，淮南军如今没有主将，您得派人去整顿呢。该抓的抓，该理的理，总不能一直让副将带着主将之职吧？还有，这行了，一件件来。再说，要你这丞相干嘛呀？有些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不是，老臣只是丞相啊，您到底要怎么？得，你一会儿再说，感觉一时半会儿你的事还说不完。陈虎，禁军和宫内的守卫查得如何了？回皇上话，宫内守卫为以防万一，都已经换成肃北军了。原先宫内的守卫都被微臣送去城外禁军大营了。至于禁军，几个指挥使倒是都过审了，问题不大，但是用肯定是用不得了，毕竟他们曾经都是柯永宁的部下，微臣用着瘆得慌。至于说要整顿禁军的军纪和治军之法，估计还得要点时间，一时半会儿难以看到成效。这样，你以后就留在都城，禁军统领你先兼任着吧，肃北军那里就让崔成允带着。这回论功行赏，他也该升一级官职了。对了，崔景山呢？他怎么没来迎接朕？昨日得了消息，说您今日就会到达都城，所以昨夜崔继久就带着家人出发去宿州了。怎么个意思？感情是躲着朕呢？不是。哎呀，老臣才想跟您说，崔继久托了老臣跟皇上问个好，顺便告声罪。他说皇上既然回来了，那他也该回国子监了。您之前不是应了崔二，说陈将军若回不了宿州，就允许崔家人去宿州帮崔二把婚事给办了吗？所以啊，崔继久才着急忙慌的带了人去了，不然崔二怕是要修和尚庙了。崔家程仲尊和另外2个儿子还留在都城呢，皇上请放心。什么和尚庙，他倒是也舍得，不过就是吓唬吓唬崔继久和他夫人罢了。也罢，既然朕回来了，崔继久就随他去吧。他们家也确实该给崔二把婚事定下来了。如此甚好，朕到时候还要给崔二送贺礼呢。那可不，那夏家的闺女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给崔二做了老大一个老虎脸的抱枕，他日日睡觉都得抱着。我的个乖乖，谁敢动这玩意儿一下，崔二脸能拉得那么老长。3人说了点轻松的事儿之后，却还是不得不面对皇帝最不想面对的事儿。废后和那里您如何打算？朕自己瞧瞧去，你们不用跟着了。皇上会如何处置那2位啊？为皇室颜面，皇上
估计会体面点吧。还真是，总不能昭告天下说我儿子要杀了我，我婆娘也要杀了我。这男人做的多少是有点没面子。知道没面子你还说你最有面子，一回家就被自己老娘追着打，赶紧走，一会儿皇上回来铁定心情不好，别到时候做了出气筒。所以你都是为了什么？皇上，宫中日月难度，唯有子嗣才是臣妾唯一的希望。臣妾的一切都是为了太子，为了太孙。哼，你的太子太孙重要，你的谢家也重要，唯独朕是你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你知如今谢家如何了？臣妾爹爹是不是已经死了？是啊，不仅死了，而且死无全尸，都被炸烂了。朕命人不准收尸，让野狗把你爹啃食了一个干净。还有你弟弟谢天，朕没有为难他，给他留了个全尸。不过此时他还挂在太平城的城楼上，朕从太平城出来的时候还看到了。不过可惜的是，太平城的屠救乌鸦把他身上的皮肉也吃掉了不少，估计过了夏天他也就剩一副白骨了。别说了，你谢氏一族朕都优待了他们，没有斩首，女的皆赐了白绫，男的都给了毒酒，也算是最后给你们家的体面了。赵福臣说你家在外头的侄子侄女倒是不少，要不是你弟弟谢什么来着不重要了，反正他也死了。要不是你这个弟弟把这些孩子和外室都集中起来，赵福臣还没法把人一下子给找齐呢。你弟弟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功夫。朕今日来就是为了跟你说，你谢氏一族上下一共356口人，外加外室7个和外室所生的孩子23个，全死了。皇上，当初可是臣妾我家出钱出力助您上位的呀，为什么大人的错您却连孩子都不放过？你放过朕了吗？你放过朕的孩子了吗？你难道真的是为了太子吗？太子也不过只是你谢氏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我单于一族只是你谢氏的棋子。去叫人把鸩酒拿来，背后死了就送出去与他们谢氏一族扔在一起。另外这永宁宫今后马上要用，把这些人押去慎刑司，再赐鸩酒。皇上，臣妾死不足惜，但是请您放过太子，放过太孙吧，皇上。我单于家的事与你何干？当皇帝带着一行人到得东宫的时候，太子已经没法坐起身了，被蛊毒反噬，命不久矣了。皇上，您去见见嘛，奴才刚才问了，他可能也就这几天了。不了，他从小身子不好，一直病歪歪的。不过朕离宫之前，他倒是难得的意气风发，那就把时间留在那时吧。差务送酒去，看着他喝完咽气，再来跟朕说。还有河宫上下，包括世子妃、侧妃，也跟着一起去吧。皇帝回到都城当天，太子因重病不治而薨逝。太子妃悲痛不已，自戕以求与太子永生永世在一起。至于废后，因母家罪孽深重，故而被贬成了宫女，打入了冷宫，生死不知，也无人关心。当远在宿州的夏家收到消息的时候，夏安如和崔成允的婚礼都已经在筹办中了。人家抬嫁妆的都来了，你居然还没起？你到底知不知道今天要送嫁妆？救命啊！嫁妆又不是我抬，求求你了，让我再睡10分钟。不行，一会儿家里头还得摆宴招待亲友呢。郑二夫人他们，哎呦，好痛啊！哎呦，姚蓉被突然坐起来的夏安如给撞到了下巴，痛啊！哎呀，你坐起来倒是喊一声啊，差点把人下巴撞歪。郑二夫人要来，你也不早说。娘，赶紧帮我把被子、稿纸什么的整理一下，一会儿郑二夫人万一进来，我这炕头估计得被她罚背《资治通鉴》。别胡说八道啊！郑二夫人性子好得很，哪里会随便为难别人啊？哎呀，行了，你起来了，我就待客去了啊！你赶紧的。哎，你干嘛去？前头嫁妆发送完了吗？哎呀，昨晚吃的油大了，拉稀跑肚，你赶紧帮我跟于大夫要点药去，前头有的是人帮忙。
嫁妆还剩最后几台了，我先去了。哎呀，要命要命！关键时刻也太能掉链子了。哎呀，这父女俩都一样，太讨厌了。钱豆怎么不动了呀？这儿还有10好几台呢，赶紧的呀！一会儿不还得晒嫁妆的吗？哎呀，稍等会儿，堵嫁妆了，正腾地方呢。等最后一台嫁妆艰难地被抬进了崔宅，阿大便带着下人们点燃了放在门口的鞭炮。别看这夏家是农村人家，家里头啊倒是比咱们料想的要殷实多了。三媳妇，让下人们晒嫁妆吧。怕就怕咱家这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新嫂嫂，到时候再在嫁妆箱子里头放了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土豆什么的。她的嫁妆也不过就是36台，她实在是想象不出来，一个边塞小城里头的庄户人家58台嫁妆里到底能塞些什么东西。求求了，只要不是土豆，不让崔家下面子，里头塞满了粗布草鞋也没关系。崔家的下人们站成了一排，在万众期待下，将夏家送来的嫁妆箱子一个个拆了红封，掀开了神秘的盖子。好家伙，没看出来，老夏家这么有钱呢。这玩意儿别说我们宿州没有了，都城有没有还得两说呢。怎么了这是？这箱子里头装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祖父祖母，我二婶带来了一套茶具，8个杯子1个壶，通体透明，真是好看极了。孙子从未见过如此品相的透明玻璃。今日人多，你且稳重些，管好弟弟妹妹们，要是不小心碎了一个，看我能不能揍你。哎呀，这是什么呀？闪瞎了老夫的慧眼。哦，是我儿媳的嫁妆。哎，我儿感觉有点配不上儿媳妇啊，这怎么办啊？镇定，老夫要镇定，镇定。哎，你也是一个成熟的老头了，不能喜形太过于色。冷静点，冷静点。哎，走了，看过就得了，你可别太丢人了。哎呀，我有点头晕，你让我缓缓。继续看。我勒个乖乖，这东西娘您知道吗？我见都城有人带过，说是从南边来的，一个小小的桂花簪，就一个簪子哈，您猜多少钱？3000两，3000两啊，一根簪子。嘘，别喊，一会儿招贼了。赶紧再派人去北营知会一声，让子金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多带些手下回来。咱们家真是，这是，哎呦，你瞧瞧，那荷花上还带了水珠。哎呦，我的个亲娘哎，那水珠是咋能不掉下来的呀？哎呀，我的个亲娘哎，这口吐芬芳的，还让不让人活了？这掌家权，估计还是得落到二嫂手中啊。真是辛辛苦苦10来年，一朝回到嫁人前呢。听着隔壁一阵阵的惊呼，和自家越来越多号称跑肚拉稀得回家如厕的客人，姚荣总算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你说是不是咱们的嫁妆给的太夸张了？会不会暴露呀？崔家可是个大家庭，崔成宇是个好的没错，那咱们也不能保证他们家个个是好的吧？咱们嫁妆给的豪气，那任凭老崔家再怎么人多，也不敢欺负安如吧？至于那些东西的来历，我跟子金都说好了，实在有人问，就说那些东西都是他给安如的，安如只是当嫁妆带回崔家而已。至于子金从哪儿得来的，那渠道多了。他大哥这条路这回可能不好走了，但是他可以走古墓开发再利用啊，或者大街北门啊之类的路嘛。总之他会想办法圆过去的，放心吧。啊，也是哈。哎呀，其实咱们呀也没给安如多少东西，也就1万两而已，再加上崔家送来的6000两，总共也就16000两。哎，是不是少了呀？那可不，不过没事儿，以后反正安如到哪儿咱们到哪儿，以后再慢慢贴补呗。夏安如和海棠整理好了卧室和书房，听得隔壁热闹，便知嫁妆已经送到了。哎，小姐，您这是要干嘛去？吃饭呢，家里今日不是设宴待客吗？您这是要去吃自己的喜酒啊？就是吃自己的喜酒啊，我这不是也不能去隔壁吃饭吗？天爷呀，怎么会有新燕子如此漏风之人？哎，不行，小姐您可千万不能去，这新娘子在未过门前是不能随意被人瞧见的。啊，问题是大家都认识我呀，你就说前院那些人有哪个是没见过我的？
不是，奴婢意思是说，这几天您不能出现在外人面前。哦，既是如此，那我便不出去了。一会儿你端点清爽的小菜来便是了。这人就不是我们家小姐，而是黄大仙变的，不然这样的反应，他就绝对不可能会出现在我家小姐身上。开玩笑，昨天跟老爷一起干完一个羊腿，并叫嚣着蔬菜不算菜的小姐，能主动要求吃什么清爽的小菜？不可能，肯定有鬼。这是安如你的丫头吗？怎么的如此没规矩？今日主家大喜，怎么人还扒在门上了？没点样子啊！正儿夫人，奴婢鲁莽，还请见谅。给正儿夫人请安了。这丫头没管好，原也是我的错。您若要罚，便罚我吧。明天就是你的大喜之日，今日便不说罚不罚的事儿了。但是既然马上就要嫁为人妇，对下头的人到底还是要多多约束，切不可让他们不知主次主仆之分。行了，你家小姐都替你揽事儿了，今日便算了。你可得记住，去了崔府，你若丢脸，那丢的可不是自己的脸，而是你家小姐乃至夏家的脸。所以4个字儿，谨言慎行，切莫忘记。你母亲拜托我来跟你讲讲女德之事。为人妇之后，女子应该如何孝顺父母，尊重夫君，和睦妯娌，养育子女与打理家事。没想到正儿夫人居然也会骗鬼了吗？我娘能让人教我这个？没可能，除非是正儿夫人强烈要求的，除非按照老母亲的做派，最多也就是找她谈谈婚后生孩子的问题。好，那就麻烦您了。正二夫人对夏安如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直夸她这是要嫁人了，还真是懂事了不少。哎呀，安如，赶紧的，皇后的懿旨和恩上到了。什么东西啊？平日里是挺机灵的，怎么关键时刻反而傻了？记住，接着要跪接，必须双手啊。夏夫人，你祭案准备好了吗？啊，要祭案何用啊？哎呦，这一时也说不清楚，赶紧的，都随我来。待祭案布置好，众人跪地接旨，江公公这才掏出懿旨，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念了一番。总之一句话，小夏你这姑娘很不错，本宫很是喜欢，所以赏赐一点小物件给你当成亲的礼物。宣旨结束的江公公让人一一打开前院放着的6个箱子，高声喊道：皇后娘娘赐红珊瑚1座，白玉雕送子观音1尊，玉如意1对，玉宝瓶1对，另有海蓝宝碧洗头面1副，莲藕金簪2只，吉祥如意2只，羊脂玉华盛2品，海珠手串2条，等等。长长的礼单，江公公一口气念完，业务能力实属过硬。次日一早，天才蒙蒙亮，姚蓉就跑来叫女儿起床，赶紧的，这梳妆的婶子马上来了，今天你可得把皮给紧着点，千万别掉链子。姚蓉叨叨半日，转头却发现孩子还在呼呼大睡。正儿夫人，您这么早就来了呀？起了，我起了。海棠，你赶紧的去拦一拦夫人。小姐，夫人骗您的，你赶紧起来吧，老太太已经在给您煮汤圆了，吃了汤圆才好梳妆。为啥要这么早呀？不是说今天一天都得打起精神吗？那何该晚点起？哎呀，别叨叨了啊！早起一天还能要你命了？赶紧擦脸！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娉婷都起床了，在练功了。你别看这孩子吃得多啊，可刻苦的时候是真刻苦。话音才落，夏安如门口就出现了陈娉婷的身影，她后头还跟着端了一锅汤圆的姚外婆。你怎么那么晚？别愣着了，小姐，外婆汤圆都端来了。今日先吃汤圆再刷牙啊，免得一会儿枣泥芝麻的都粘牙上。外婆，我要6个。拼了，这会儿不吃饱，一会儿说不定开席会晚，饿着了怎么办？行，管够！1梳梳到尾，2梳到天明，3梳儿孙满地，4梳举案齐眉。一旁的姚蓉却突然忍不住鼻酸，眼泪瞬间滚了下来。今天是安如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再说咱们2家离得那么近，想看女儿也是随时的事儿嘛。娘，等我公婆都回都城了，大崔也回军营了，我还得回家住的啊，总不能我一个人住一个宅子吧？知道了，梳子都飞了，小姐，你还是好好梳你的头吧。姑娘可不能再说话了，我要跟你搅脸了。来吧。搅脸嘛，
他知道，就是用绳子加上特殊的手法，把脸上的汗毛除去，让脸变得更加细腻。姑娘忍着点儿。别，婶子，我相公不嫌弃我有脸毛，梳妆钱我也不会少您的，只求您手下留情啊。那不行的，收了多少钱就得办多少事儿。再说了，这嫁娶之事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可真是不能马虎。婶子跟你说，男人嘴上说的可不能信，现在说的好听，啥啥都不嫌弃，可到时候亲你脸蛋儿觉得扎嘴，那还是会嫌弃你的。完啦，姐姐，我都听到了，婶子说我安如姐姐的脸扎嘴呢。婶子，我这脸不小也没有到扎嘴的程度吧？你摸摸，这不是嫩的吗？就是梁婶，夏姑娘可是去做二品夫人去的，可不是咱们村东头的小媳妇儿，你怎么什么话都乱说呀？哎呦，瞧我这破嘴！哎呀，我的意思是，姑娘脸上没毛，将军啊会更喜欢的。管他喜不喜欢，反正我不喜欢。婷婷，安阳会不会觉得我的脸扎嘴啊？毕竟我像我爹。婷婷，快来帮忙堵门呐！新郎家来了，我们不行了。啊，我来啦！你有你自己的好，别老想着取悦谁，做自己知道吗？当然，如果要揍安阳的话，给我个面子，揍得略微轻一点。好嘞，闪开闪开啊，都闪开！本姑娘来了。前头富丰庄的门口，眼看着门栓越来越弯。舅舅们，请开门吧！不行，咱们也可以比比诗词歌赋。光用蛮力的话，我怕这门撑不住啊！不行，比诗词歌赋，咱们家肯定输。你这算欺负人！大巴上！可惜老姚家颓势已现，哪怕加了大巴，那门栓却还在一点点弯曲。让开，我来。哪有岳父亲自上的呀？没错，堵门这种事儿啊，得让女兵上来。来，让个位置啊！哎，赶紧，陈小将军来了！可这会儿见的门框都在摇摇欲坠了，便开始急了。别顶着了，都撒手！哎呦，差不多行了啊，塞点红包让他们进来。我数3、2、1，一起放手。好，你好。3、2、1，放！门前门后双方都放了手，然后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一扇门在他们面前散架了。爹娘，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马上让人来修。宋管事。夏兆峰摆摆手，表示赶紧别提了。这门都没了，说明咱们崔宅和富丰庄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这会儿就让咱们进去接了新娘吧。红包到位，舅舅们立刻退散。总算走进门的崔成允先朝几位长辈行礼致歉，保证这门肯定会赔，然后在2位媒人的推搡下进了夏安如的院子。媳妇儿，梳洗打扮好了吗？我来接你了。来了。姑姑没跟你说这催妆得催3次咱们才能出去吗？没有啊，催3次是什么讲究啊？哎呦，这能有什么讲究呀？姑娘家的不都得矜持娇贵些吗？哪有一喊就走的？安如，你慢慢的来，新郎等等也是应该的。直到门外鞭炮响了3轮，崔成允在外头喊了3次，姚荣这才敲开了女儿的门，喊了夏安阳来背上姐姐。崔成允看着一身喜服的夏安如，静静地站在闺房门口等着她。安如，我来娶你了。你先等等，位置留给安阳。安阳，赶紧的背我上轿。再不快点儿，夏安如怕自己的脸都要烂了。哎呦，这新娘子还真是个妙人，新郎官有福了。正当众人都兴冲冲地挤出门，准备看夏安阳上轿之时，就听小兜子一声大喊：“二娘，你咋还高兴尿了？你这尿咋这么长呢？”那什么，你们忙你们的，我那个喜宴可能会晚点到，我得先去生个孩子。啊，你咋这么能挑食？成的嘛，孩子，你先去拜堂，外婆给你二舅母接上好了再来。多谢弟弟和陈小将军相助。二弟妹，赶紧帮忙去。元娘啊，元娘，你也去帮忙。那头啊有崔桑夫人在就行了。哎呦，二弟，你别愣着了，快去喊了于大夫来。万一有什么事儿，记住啊，医生不分男女，命最要紧。没事，我真的没事，还没疼呢，估计还要……这人话还没说完，就被乔氏和元娘给架着进了内院。咱们迎亲继续。继续。阿荣，你们夫妻俩和孩子他3、4、5舅先过去，我跟孩子大舅等在这儿，万一有啥事儿，也能有个人跑个腿儿。那行，
咱们先走，别误了时辰。崔成允牵着夏安如走到了正堂中间，便停下了脚步。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我居然嫁给了一个古人，一场跨越了1000年的婚礼，想想就觉得很神奇。安如，怎么了吗？哦，没事，一会儿洞房跟你说。这句话只有崔成允听到了，他脸噌一下就红了，牵着红绳闷头就是走。秤杆没拿，秤杆没拿。咱们家新郎岁数大，急了些，大家见谅哈。说完，拿起秤杆喊了声等等我，便急匆匆跟着走了。年轻人就是性子急，咱们老人家就去喝个茶，等开席。啊，对对对，王爷请，咱们边吃边聊。真是好一对妙人呐，配，绝配。走，咱们不掺和小年轻的事儿了。对了，你们这几个孙自立、蒋正，带着人闹洞房去啊？怎么没人去啊？谁敢呐？且不说崔将军在出营前就说过，谁闹洞房就请谁做他几日功夫陪练。但看今日这伴娘，谁还想上赶着被揍啊？咱们将军不大喜欢闹，就算了吧。你儿子肯定威胁过人家了。得，那就走吧，与本王一起去喝2杯。与此同时，牵着美娇妻的崔成允也已经到了房门口。小心啊，有门槛。你怎么走这么快啊？有什么急事吗？你不是说有事要到洞房才能跟我说吗？但是现在不行，我还要去敬了宾客，一会儿才能来陪你。不是，我刚才想说，我这个脸被粉腻子给弄得好痒，我能不能先把脸洗了？啊？脸怎么了？我瞧瞧。慢着，调，真的从没想过让二哥正常的走完婚礼全程，居然是这么有挑战性的一件事。真美。骗子。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你很美。可把崔三夫人给听得直掉鸡皮疙瘩。走到门口的陈娉婷拉着丹姐儿和一起跟来的海棠，不让他们进去。咱们还是别进了，一会儿还得吃喜酒呢。崔三夫人抓紧时间，让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嘉生莲子红枣汤给送进来，就让二人喝了交杯酒。很快，洞房里就只剩下了崔成允和夏安如2人。相公救我，帮我把头上的冠子取了吧，我这脖子都快断了。这声相公叫的不错，再叫一声。海棠，海棠进来一下，海棠。不用进来，海棠，为夫来就行。姐还拿捏不了你了，小样。不过这态度嘛，还算不错，小仙女满意。很快，夏安如卸掉了头饰，卸完了妆，我去空间洗把脸，马上回来。既然咱们成了夫妻，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就是亲人了？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也能跟你进你那个空间了？倒也不是没那个可能哈，要不你抱着我试试？崔成允二话不说，直接把夏安如抱了个满怀。她软软的，又香香的，好像个小兔子。大哥，你这么抱着，我手还怎么动啊？而夏安如掐诀念咒，嗖一下人就不见了，徒留崔成允坐在床边跟个花痴似的。过了没一会儿，夏安如端着一盆水突然出现在了崔成允旁边。咱们说好啊，晚上可不能这么干，不然为夫可能会被吓死。好的，至于做不做得到，那就另说吧。将军，前头老爷催了好几次了，让你去敬酒。来了，等我，马上回来。不用急，我先吃点东西。我弟妹说送席面来，席面……话还没说完，就从已经打开的房门里看到外头的庭院内，陈娉婷带着海棠、谷雨，外加一个铁锤，吃得正高兴。席面在这儿，来吃。崔将军家很是大方，准备的都是鲍鱼、鱼翅席面。你跟他们一块吃点，我马上回来。别忙活了，来一起吃。我的喜宴我说了算，今天没有主仆，只有姐妹。我说的吧，你家主子就不是讲究人。你瞧瞧，这在房里大半天，连衣裳都脱了。陈娉婷，你别忘了，你可还没成亲呢，我还是你的大姑姐，能闹新房哟。陈娉婷立刻投降，
立刻说请姐姐不记小妹之过。一桌席面在耗费掉了5壶酒之后才消耗殆尽。小姐，姑爷还没来，你可千万别睡啊。没睡呢，没睡。我二舅母生了吗？刚才吃酒的时候，不是太太差人来告诉您了吗？母女平安，生得很顺利。不管了，反正老娘要睡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夏安如被摇醒了。别滚了，再滚就掉下去了。是谁敢上老娘的炕？我啊，你相公，咱们今日成亲了，可还记得？对啊，咱们俩是夫妻了。那没事了，你睡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崔成云躺在他边上，慢慢靠近自家这糊里糊涂的小仙女儿。头痒，别动。一会儿就不冷了。然后，果然，如他所说，夏安如不冷了，非但不冷，还出了3身的汗。辛苦了，明天再来吧。便沉沉睡了过去。可被他紧紧抱住的夏安如却突然怎么都睡不着了。小仙女儿掐诀念咒，一个闪身。怎么这可怎么说的呀？吵醒你了吧？我本来是想一个人进来的，没想到你也进来了。所以这就是空间吗？我们只有做了真夫妻，我才能进来吗？我进来了吗？大崔，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被吓到了？你往哪儿看呢？夏安如下意识地把没扣好扣子的中衣给紧紧扯在了一起。我又不能吃了你，如果你不累的话，我其实也并不是很累。你再说这些，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你信不信？我错了，既然到了小仙女的地盘，那就请您带我逛逛。那行吧，你只要不动手动脚，逛一晚上都行。笑什么笑？还不是因为你。都怪我错了。夫人行动不便，那为夫自当为夫人效力。这还差不多。往前走，带你瞧瞧我的菜地去。崔成远一脸宠溺，应了一声好，抬脚就往夏安如指的方向走去。这儿不是荒地。别胡说，植物宝宝们听到了该不高兴了。我这个叫自然原生态种植法。换句话说就是种子撒到哪里是哪里。怎么净说老实话呢？不过你别看我撒的随便，这个讲究也是有的。比方说这里全部是叶菜，那里全部是瓜菜，而这一片呢全都是杂交2代菜。不错，果然是神农转世啊，很有播种天分。这些枝枝蔓蔓的倒都是长得不错。这个瓜新长出来的，味道比牛角蜜还好一些。咱除了藤蔓旺盛，这瓜也是高质量的。好吃是吧？我特地没吃，想着给你留着呢。这东西改天也得留了种，拿出去种了，肯定能够卖得上价钱。那刚才我看到某人在瓜地里寻摸半天才找到个瓜，是因为忘了瓜长在哪儿了吗？没劲儿了吧你这人，老揭穿我。不过总归是你吃了我的瓜，那以后就得为我所用了。那里头是要紧的粮食，种了土豆和玉米，那边和这菜地里的杂草以后就是你的活了。那不是等于整片地里的杂草都是我的活了？吃你半个瓜就要干那么多活啊，这买卖我是不是亏了？不亏，明日再给你看一些好东西，保准你喜欢。不对，后日，10日后吧。说完，他也不跟崔成云打招呼，直接带着人出了空间。我能不能提个小小的建议？你说。下回出入空间，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也好有个准备。不行。那我们继续。崔成宇，我警告你，你不要过来啊！再过来我把你变没，你信不信？夏安如后悔了。次日一早，作为新嫁娘的夏安如应该早早起床给公婆敬茶的。你给我乖乖躺着，爹娘那里我会去说的。早知道我受累不轻，你也不知道节制。你瞧瞧我这腿，到现在还抽抽呢。但是我跟你说，今日这安我一定得请。第一次做人儿媳，总不能够开局就让人家老人家不高兴吧？那以后我这日子还怎么混？你别说话，服我。
自知昨晚的确过分了的崔成允，这会儿也不敢再反对什么，只得扶着夏安如下了床。阿芳，去叫了水来。海棠，进来服侍一下夫人。我在院子里练练功，你慢慢准备，时间还早。将军威武！崔成允闷笑一声，刮了下夏安如的鼻子，这才转身出了房门。瞧，不对，夫人，您累了吧？啊，累死了！没想到成亲这事儿是件体力活啊！来，郝海棠，你帮本小姐捶捶我的老腰。您该自称夫人了。啊，本夫人，有点好笑，感觉平白长了20岁。没有长20岁，那也该是大人了。以后咱们就得在这崔家过日子，您可不能跟以前似的，动不动的就找不着人。夫妻二人打扮妥当，便携手去了正院的客堂间，准备给崔继久和崔老夫人敬茶。你可是越来越懈怠了啊！在军中你也起那么晚呢？儿子昨晚喝太多了，今日着实起晚了，让父亲母亲久等了，是儿子的错。晚点就晚点，子敬也是难得在家才睡得晚些，平日里在军中怕是比咱们老头老太太起的都要早。来，安如，让母亲好好瞧瞧我这新儿媳。他把自己手上的叮铃当啷给撸了个干净，什么翡翠啊，黄金的镯子，白玉的念珠，珍珠的手串，全要往夏安如手上套。母亲，这也太多了，我这手也套不下这么多呀。哪里套不下？哎呀，你这也太朴素了。你瞧瞧你三弟妹，这镯子恨不能一路套到嘎吱窝。母亲说笑了，这些都是买着玩的，我这手上10个镯子也比不过嫂子陪嫁的一个簪子呀。长者赐不能拒，既然是母亲给的，你就带着，以后好好孝敬母亲便是。那便听将军的。母亲，儿媳就不客气了。崔老夫人见小夫妻俩很是和谐，更是高兴，大手一挥，又让宋妈妈去把自己带来的压箱底儿的翡翠头面拿来赏了二儿媳。母亲，儿媳真的不用这些，平日里下地之类的带着也容易丢，母亲还是自己用吧。下地？你们家不是有庄头佃户吗？怎么的还用得着你下地呀？明明也不穷啊，看看拿出来的那些个琉璃和首饰，弄不好也许比我们崔家还有钱呢。这怎的唯一的嫡出小姐还要下地耕种呢？是，母亲，安如耕种是她喜欢，如今咱们吃的土豆和昨日宴席上的牛角蜜都是安如培育出来的。儿子准备过几日在咱们院子里开一片小菜园出来，专门给安如用来培植新菜种。啊，这也行吧。二嫂，这些个是咱们崔宅的账本，如今交给你了。另外，都城崔府的账本册子，怕是要等你回了都城才能给你了。这崔宅的账原先也是宋管事管的，以后便还是让他管着吧。至于都城的账，还是三弟妹能者多劳吧。别说让我管家中的账册了，我连自己袋子里面有多少银钱都盘不清楚，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管一大家子的账。可真是别吓人了，管家又不是只管钱，什么婚丧嫁娶、亲友往来、过年过节的还得送礼宴客，那每件事都是管家那位要操心的。如果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管家理事儿上，那大荣朝的农业还如何发展，对不对？父亲母亲，这二老看我这小的也不能越过嫂子去啊。行了，既然你二嫂不善管家，你这管家的差事也是我让你做的，便也没什么僭越之说，你只管干你以前干的就行了。安如平日也不太会理账管人，家中事务还是劳烦弟妹多多操持了。二哥客气了，都是自家的事儿，谈什么操持啊？对了，说了这半日闲话了，二哥二嫂还没敬茶呢，来人，赶紧上茶。稍后，接过茶水的崔成允和夏安如夫妻俩，恭恭敬敬地给二老敬了茶，磕了头。二老也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封赏了他们。父亲，没事吧？没事，就是这杯子可惜了。原本这套茶具是老夫最喜欢的，如今缺了一个，究竟是不美了。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我家这老爹这是在跟谁玩心眼呢？父亲，儿媳倒是带了一套茶具来，但是并不是瓷的，不知父亲
是不是瓷的并不重要，主要是你们小两口的心意。做父亲的，也不能拒绝，不是？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人家说给你了嘛，你就要，这不就是等着人家开口送吗？夏安如送出去了一套茶具，然后收获了一套翡翠头面，一溜的镯子手串。咱爹出门也带这么多的文具的吗？这龙泉印泥做一个得花数年，花费几万金莲藕。父亲这个还是他当年进士及第的时候我爷爷送给他的，他自己也很难得拿来用，很是珍惜。还有这桃叶，矿坑早就枯竭了，丫头绿的可以说是绝品了。而这2品官燕更是千金难求，皇上问父亲讨要，父亲都没舍得给。啊，我好像也没有更贵重的嫁妆了。你说送爹俩簪子，爹会要吗？唉，你们俩准备把自家所有的家底都互换一下，你呢，把这些东西好好用起来，就不枉费这些东西。无论东西如何珍贵，都得由人来赋予它们价值。那行，我一会儿给打包好了，全放我空间去。这又是为何？不是让你用吗？因为我自如狗爬，也不会刻章，用了只会降低这些宝贝的身价。等以后有了小孩，给小孩用，记得你要好好教哦。那就快点要个孩子吧。不，明天还要回门呢。我先把东西去放好哈。说完，夏安如抱起个锦盒，一个闪身就进了空间。怎么崔成宇这回没跟进来？刚刚他明明抱着我的腰啊，我们不是做了真夫妻的吗？怎么？夏安如赶忙放好了东西，出了空间。怎么回事啊？这空间怎么又不带你玩了？那以后除草谁帮我除啊？媳妇儿，那空间不是你的吗？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想想，昨天和今天差在了哪儿呢？哎呀，别想了，我们午歇一下。崔成宇，你这样不行。被崔成宇一把抱起来的夏安如开始在他怀里雇佣。细水才能长流，你知不知道？可我是黄河啊，永远奔腾。你放手，我来。好你个崔成宇，今日老娘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来吧，决一死战。待得2人午歇结束，夏安如精疲力竭地躺在崔成允臂弯中。小女服了。你那些都是从哪儿学的呀？这夏家的小人书花样居然这么多的吗？你想知道吗？你是哪儿得的册子？等着，我去给你拿。夏安如说完便一个闪身进了空间，随后你怎么又进来了？难道一定要办完夫妻之事才能进到这里？我去！你变态啊！你是不是个变态空间啊？小夏因为刺激受大了，所以蹲在田头，指天骂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后来因为喉咙实在是太痛了，只能住了嘴。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多少有些耍流氓呀？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最起码咱们摸到了这空间的规律，不是？而且如果跟你说的似的，那咱们家孩子以后也得跟着你进进出出，那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能把咱们捞进来。可这样的话，每次找你干活，你岂不是都要先……崔成宇，怪不得你觉得不错，这空间肯定是个男的，你们男的都这样。你说这事儿闹的，想让我进空间干活，那就得先让我干。哎呀，真是太客气了。好了，都是我的错，让你受苦了。来，为夫给你顺顺毛。你这小小的脑瓜子，头发倒是不少。为了不亏本，下回你要再进来就得干双倍的活。那肯定的呀，进来之前得干活，进来之后还得干活，这不就是双倍的吗？我劝你别太嚣张啊，咱们的日子可还长着呢，有你抱头鼠窜的时候。那我且等那一日啊。不过现在，崔成宇，你知不知道过度所求也是一种病啊？可我想说的是，咱们该出去了。有本事你正经10天试试，真是人前人后还2副面孔，谁能知道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居然还是个臭流氓。谢谢夸奖。父亲，我们来迟了。叫什么父亲？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你在家如何叫你父亲的，就如何叫我。真的吗？老崔。倒也不必如此，没大没小。
爹，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叫您老那啥了。爹就是爹，不能那么喊的，搞得跟同僚似的。人家同僚也不叫我老崔呀，叫得好，就叫爹。安如啊，你瞧瞧爹这书房里还有什么你喜欢的东西吗？若有啊，就都拿走；若有什么是爹没有，跟你却想要的，也尽管说。爹别的没有，就是弟子满天下。到时候爹回了都城，给你想办法。我想要火车、飞机、小企鹅，饿死了吗？您老人家跟谁要去？我想要的哪里能劳烦爹爹呀？咱们年轻人想要什么，得靠自己去创造，这样大荣才能够欣欣向荣，一代更比一代强。好啊，好孩子。原本想着你嫁到咱们大家族来会不会不适应，可我现在看来，你却不是那种拘泥于后宅琐事之人呢。想来以后一定能跟子晋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父亲所言极是，以后便是咱们来替您和母亲遮风挡雨了。您放心，孩儿与安如定然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这可把崔继久给感动的老泪连连，然后又怒喝了3杯茶。哎呀，回来了，安如，赶紧里头请。二舅，我又不是客，虽然成亲了，但是这还是我家呀，什么请不请的？哎呀，对，你瞧二舅这嘴笨得很呐，以后天天来哈。二舅客气，若我不在家中，安如的确还得时常回来解解闷儿的。哎呀，都回来了，走，里头说话。爹娘、外公外婆还有舅舅舅母们，我带安如回来了。这大尾巴狼这会儿装得挺像牧羊犬哈，真是本小姐小看了你的演技呀，崔将军。不过现在也不是揭穿他的时候，且等小女子多练练体能，总有一天，让你叫我爹。众人簇拥着二人进了正屋大客厅。哎呀，你父母也太过客气了，回门就是回家吃顿饭，哪里需要那么多礼呀？这不是客气，出门前父亲母亲特意关照过，让我谢谢岳父岳母，培养了如此知书达理、恭顺贤良、开朗豁达的女儿。如今她嫁给了我，便是我崔家的福气。这些小小礼品，不及咱们对长辈们感激之情的1/1000之一。就说孩子要读书呢，这说话都要比咱们农人好听几分。这说的是安如吗？哎呀，算了，管他是不是呢，反正外孙女婿满意就行。子信呐，以后安如若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尽管来告诉我，反正我也不会责罚他，只会帮他一起吐槽你，你只管来告好了。做的不好，不可能的事儿。外公您是不知道，公公婆婆可喜欢我了。你给我坐好，你在婆家可不能跟在娘家似的，整天没个正形。娘，安如很好，我父母的确也非常喜欢她，以后崔宅就是她自己家了，想干什么便干什么，没什么不可以。怎么样，拿捏了吧？哎呀，你可给我长点心吧。哎，孩子们只要感情好，爱干什么干什么，咱们老人家不用多管。对了，子信啊，我明日就要回营了，这回回去想找你说说修建瓮城之事，你这啥时候回营啊？安如才成亲，你怎么？相公，修建城墙可是大事儿啊，万万耽搁不得。要不你今天就跟爹回北营吧。这两人这是成亲第2日就闹矛盾了，看样子不像啊。不急，边防的修建也不缺1日2日，我总得帮娘子把事情办完才走。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就是帮他改造下花园，弄个苗圃。对，没错，弄个苗圃。几人在课堂间说笑一会儿，安如从礼品里翻出了一个小包袱，说是里头是给梅香母女的，看小宝宝去了。当夏安如看到小宝宝的时候，她就非常诧异。二舅母，你真的好厉害啊！这么大的宝宝，你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这丫头还是知道疼人，我就疼了不到1个时辰就生出来了。当初生小兜子，我可是足足疼了1天。那也不是这么说的，这孩子啊胎大，足有8斤半，要不是我当机立断，提前给你剪了一刀，还指不定会裂成什么样子呢。啊！救命啊！怎么会这样啊？安如，你给小宝起个小名吧。你外公说你福气好，
都等着让你给小宝起名呢。叫好疼，惹得一屋子女眷都笑岔气了。也不是个个都像你二舅母这样的，我当年生单姐儿，可能胎小，就没遭太大的罪。再说你如今是将军夫人，什么样的稳婆请不来啊？以后去了都城，说不定还能请了宫里的女医来呢。放心吧，没事的。我当初生你5个舅舅，比你外公拉屎还顺畅点。你4舅5舅为啥看着傻愣愣的，知道吧？因为我生他们的时候啊，正好在咱们老家菜园里种瓜菜呢，2个都是直接生在了田头，所以长得也跟瓜菜似的。咱家已经有了古语了，立夏又跟咱们家姓重了，那后头应该是小满，小宝便叫小满吧。众人一致认为小名虽然起得随便了些，但是寓意不错，叫起来也好听。于是小兜子的妹子便叫了小满。吃完晚饭，在小两口临走前，姚荣还偷偷问了一下海棠：夫人和将军都挺要好吧？反正昨日中午将军和夫人午睡了2个时辰，晚上天还没黑就又睡了，睡到半夜起来散步。将军扛着夫人回的屋子，中间叫了2次水，然后就一直睡到早上。哎，海棠怎么还没走？你们在说什么呢？好孩子，快去吧，一会儿安如该找你了。海棠也不多问，微微蹲身，跟姚荣和夏兆峰行了一礼，便匆匆去追夏安如了。什么事儿我还不能知道了？你家的白菜被体力很好的牛拱了，你知道了会心塞很久的。嗨，海棠就说咱们闺女把玻璃茶具给了子敬的父亲，老爷子很喜欢，赏了很多东西。哦，老爷子品味不错，跟我差不多。是，你品味全世界最好。你让长脚拎桶热水到房里好好洗个脸啊，我给你整理行李去。明日这一去北营，又不知道得多久不洗澡了。我可警告你啊，下回再染了虱子回家，我直接给你剃个光头。放心，这回啊，准保让那些个脏了吧唧的臭小子给我好好用着药粉泡泡脑瓜子。不过前线条件的确有限，咱也不是故意弄成乞丐样的嘛。呸！给你带了整整30双袜子，回来居然有3双包浆的，27双新的，你这不是懒得换是什么？节俭，能省一点是一点。哎呦，我可谢谢您了啊！几双袜子我还供得起。行了，别贫了，赶紧的叫水去洗澡，别耽误我给你整理东西。媳妇儿啊，我跟安阳都不在，安如又出嫁了，这个家就全靠你了。我可真是谢谢你了，你不在家我还少些麻烦呢。你一会儿别忘了去跟爹娘道个别。哦对了，前日喜宴还有很多食材都没用过，你明日也带了去，记得给安阳和娉婷也分点儿。我看娉婷那小脸都瘦了。可不就是说，咱们北山垭口现在是娉婷和齐三2人轮流负责，他们得管着修筑防御墙的事儿，还得负责巡防值守，实在太辛苦。那你们这些底下的虾兵蟹将也轮换吗？换呐，北山垭口值守是个苦差事，你看看我这脸都吹得没个人样了。不过我一般3、4天会回北营取物资，能休息个1天，算是比他们那些凿石头修城墙的好多了。也好在上回收进来了几万淮南降兵，不然咱们肃北军可就惨了。对了，子敬可能还没跟你说，咱们今年得多准备些厚实的衣裳，这些降兵多是南方人，没冬衣得冻死一大片。哎呀，之前光忙着安如的婚事了，好些事儿都没正经办起来。如果苏北军需要，咱们家呀还是得搞个大厂房，到时候不管是做干粮还是做衣裳都能用得着。那这简单呐，马上就要农闲了，到时候让朱家兄弟带着咱们家的那些雇佣农户，再跟崔家借些佃户，组个50、60人，大厂房3天就给你盖起来。采买就找宋管事，女工让郑儿夫人推荐些姑娘来，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哎呦，不对，得先给你整理衣裳，忘了。哎呦，太好了，张玉一您在呢，赶紧的跟奴婢去一套水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您家夫人破水了，顾牧者是要生孩子了。奴婢刚才想去请张玉一，没想到张玉一……皇上，微臣想带张玉一前去看看我家夫人。说完，他也不等皇帝答话，就转身扯着张玉一走了。都是你个蠢东西，害得人家早产，你还是赶紧去烧香念佛，保佑崔二家顺利生产吧。
崔儿这夫人可是他的命根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他肯定撂挑子不干活，到时候你这太子也别当了。啊，父皇，崔成允不干活，儿臣这太子就不当了，此话当真？当崔成允揪着张御医赶到水榭的时候，夏安如已经被皇后安置到了水榭的暖阁里头待产了。小小别怕，你母亲不会有事的。不怕，小小不怕。好孩子，舅母给弟弟带了好多玩具，小小要不要陪大大玩会儿？不好，我要等娘生孩子。行了，小小，那个赶紧的，子清去让那些个吹拉弹唱的女孩赶紧的来，还有耍猴变戏法什么的，赶紧的给北云郡主和娉婷，你家小子叫什么来着？夏冬青。对，子清赶紧的把人都给叫来水榭。在皇后的连哄带骗之下，小小总算是放开了他爹的脖子，由换好了衣服的海棠带着去外头摆宴的水榭里头看戏吃饭。崔二夫人力气大，脉息稳，而且产婆说开指也挺快，我这儿呢也不需要开什么药了，估摸1个时辰孩子就能生下来了。就是那个崔二夫人说呀，要吃麻酱面加酱鸭，你们谁去给做点来呀？这个好办，子清赶紧的去让御膳房把不对，你让御膳房多派几个人手来，食材也都带着来，一会儿安如想吃什么就给煮什么。随后在夏安如吃完1碗面、2个鸭腿、1碗馄饨、10个饺子、1份银耳羹、1份红豆汤之后，终于众人迎来了那一声期盼已久的哇哇大哭的声音。恭喜崔将军是个小将军呢。可崔成允却只看了儿子一眼，回了句好，便一头扎进了产房里。行了，去宣了崔家派来的乳母妈妈进来吧，孩子交给他们就行了。子清，赏了嬷嬷们。行了，本宫要回去歇着了，真是比自己生个孩子还累。此时产房里头，结扎，给老娘去结扎。我不想做公公啊，咱们商量商量行吗？结扎不是嘎那啥，跟你说不通，你让张御医进来。夏安如屏退了在房间里伺候的宫女和一起回来的大料，然后才这样那样的跟张御医交代了一下。哎呀，崔将军啊，您确定吗？照夫人这么说，您以后就不能再有孩子了。除了没孩子，还影响别的吗？影响倒是不影响，就是那玩意儿挑断了，您再出用劲儿，咱就是说呀，那也是白费力气啊。那就行，您动手吧。现在吗？可别闹了，我在宫里头生娃就够离谱的了，你还准备在宫里结扎，皇上知道了会怎么想啊？于是崔成允跟张御医约定，等夏安如出月子的那天，就是他本人再也不准备生孩子的那日。哎呀，要说还是你们肃北军出来的人狠呐！老夫行医多年，你是第一个，估计也是唯一一个提这种要求的，真是个狠人呐！陈将军都被你给比下去了。1个月后，张御医如约来到崔宅的时候，等着被嘎的除了崔成允还有夏安阳，这连襟2人说是都不想再要孩子了。狠人，你们都是狠人呐！于是张御医对这俩狠人也没啥好客气的，略敷了点麻药，就给俩都生割了。怎么样，后悔了吧？后悔也没用，早知道这么疼，就不让娉婷生孩子了。到得次年，夏安阳的那破发电站终于在超支2万两的情况下建成通电了。自此，暴躁皇帝和皇后便用上了电灯。又过1年时间，都城里头便多出了很多的新鲜铺子。哎呀，安阳真是不得了了，那火车呀，哐一顿开，咱们呀从西周到都城，才用了2天的时间。哎呦，安阳，外婆享你的福了。您老放心，我从皇上那儿又骗了不少钱，明年苏州就能通上火车了。不行骗皇上啊，那得杀头啊！放心吧，外公，皇上可舍不得我。你个臭小子，是不是也太自大了些呀？哎呀，不，那冒火的车确实厉害，不是自大。外公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还以为你是个憨的，没想到，
啥都不说了，外公敬你。干杯，为了美好的明天。干杯，为大荣的未来。干杯，为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干杯，为莺飞草长的诅咒。干杯！老天总不会亏待努力的人，在这陌生的时代，认识了那么多的亲人朋友，并且可以大胆地开启新的人生，却是他们的幸运。夏安如觉得，他的一辈子能抵别人的10辈子，下辈子投胎做条狗，他也值了。那我投胎做个狗尾巴好了，想下辈子也跟着你。尾巴还有单独的想法呀？有啊，我就有。你们情话好恶心。所以啊，只有你爱听。谁说我爱听了？你不听到现在吗？不行，我去越狱。等我，与子同源。